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厅内气氛怪异，像是在酝酿某种情绪，等待达到临界点，然后爆发。杨千嬅的目光从兜帽底下扫过众人，尤其注意争奇斗艳的那一桌，他算是看出来了，李灵素所料没差，这些女子或多或少都想破坏婚礼，但碍于种种原因，难以直接破坏，所以要矫揉造作一番，各出奇招，出一口恶气。总之就是不能让许宁燕和临安殿下好受。杨千嬅又看向许七安，见他一副头大如斗的模样，杨师兄爽了。此事传扬出去，姓许的好色如命的风评绝对少不了。有了这个污点，他就能逮着这个使劲黑许宁燕。许七安确实头大，现在是他和鱼塘里的鱼儿斗智斗勇。鱼儿们心怀鬼胎，既是盟友又是敌人，而他和鱼儿们既是敌人，又要稳住鱼儿的心态。怀庆这一招就很用心险恶，他直接引爆鱼儿的心态，刺激他们发狂。比如花神摘掉手腕，大闹一场，控诉他风流好色，薄情寡义；比如李妙真拂袖而去，冷嘲热讽；比如国师拔剑砍他，或者临安听闻消息，跑出来一哭二闹三上吊，逼他赶走狐女，用心险恶呀。同时，许七安有些狐疑地盯着叶姬观察，这可不像是他的风格。九尾天狐先前有提过要给他送礼，许七安一边拉开袋子，一边摆手拒绝说：“不要不要。”态度很明确，把几只鸡留在南疆就好，他抽空会光顾。九尾天狐当时没有表态，许七安就当他默认，岂料在这里憋大招，送18个狐女，你这是败坏我名声啊，让人觉得我好色到身边的所有雌性都不放过，这事儿传出去，我骑小母马都成丧心病狂了。许七安一边转动念头，一边环顾众人，试图找一个帮忙和稀泥的盟友。林月看起来很生气，指望不上了，生母毕竟初来乍到，不宜摆谱，苗有芳在装死，而且战斗力太弱，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婶婶身份和地位都够了，只是毫无战力可言。钟离审视着叶姬披散的头发里，眉头渐渐锁起。见过许银罗。除叶姬外，17位狐女盈盈施礼，笑盈盈道：“奴婢们以后就是许银罗的人了。”漂亮女子都是互有敌意的，看到狐女们搔首弄姿，别说木南枝等人，就连王思慕、许元霜、婶婶这些局外人都心生不喜了。许七安顺势道：“诸位姑娘能来参加许某大婚，万分感谢。喝完了喜酒，我便送你们回南疆。国主恩情难以消受。”叶姬掩嘴轻笑，许郎又假正经了，这些都是你在南疆的事情，怎么到了中原便不要了？许七安惊了，此言一出，厅内的男人眼神变得古怪暧昧起来。许七安虽然不是皇帝，但这后宫规模可比皇帝要庞大多了。我算是明白李灵素为何这么仇视大哥了。许二郎心说。木南枝轻轻按住了手串，心里突然就有一股要和负心汉同归于尽的冲动。他能容忍骆玉衡，既是无奈，还有就是对方好歹是陆地神仙，有资格和自己并列。至于曲临安，他现在满肚子怒气和怨气，恨不得挠花许宁燕的脸呢，还想在府上养这些妖艳贱货。老娘没脾气的吗？骆玉衡的心态和好姐妹差不多，能忍一个花神，就不愿意忍第二个临安了，何况是这些货色。其他鱼儿的想法大同小异。许七安作为经验丰富的鱼塘主，立刻看到李灵素嘴角笑容不受控制的扩大时，当然也嗅到了其中的危机。他刚要说话，揭穿业绩的身份，便听钟离小声说：“你是福香？不对，你被谁控制了？”厅内众人听见钟离的话，都是一愣，齐刷刷地望向钟离，然后又齐刷刷看向叶姬。福香，这个女人是福香，那个许宁燕的姘头，她不是早就死了吗？而且福香也不长这样，更不是妖族啊。叶姬就是福香这件事，知情者少之又少，被控制了，这又是什么意思？谁控制了福香？为什么要控制福香？念头纷呈间，钟离突然惨叫一声，摔在楚采薇怀里，凄凄惨惨戚戚地叫道：“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瞎了！”楚采薇大吃一惊，连忙撩起师姐的秀发，发现她只是双眼通红，热泪滚滚，虽然受了刺激，但没有瞎。即使有许宁燕在身边，师姐还是会时不时倒一个小霉。楚采薇一阵怜悯，然后朝众人摆摆手，表示钟离没事，幸好只是一缕神念，不然钟师姐你就香消玉殒了。果然是你这个臭狐狸，回头老子把你的这缕念头困在福香身子里，让你知道被顶撞的滋味。许七安其实猜到了，真正的福香不会让他这般为难，性格古灵精怪的御姐九尾天狐才会这么干。许七安抓住机会，连忙一本正经，脸色严肃地抱拳道：“原来是国主，国主万里迢迢来京城参加许某的婚礼，甚是感激。”行完礼，装模作样的苦笑道：“至于这些狐女就不必了，国主莫要陛下捉弄我，今夜可是有什么要事与我商议？待酒席结束，我们再商议正事。现在且坐下来喝杯喜酒。”
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并暗指九尾天狐联合怀庆陷害他。九尾天狐啧啧道：“无趣。”众人看了几眼怀庆，木南之脸色稍好，骆玉衡也不板着脸了。许灵月觉得大哥又是好哥哥了。李妙珍和苏苏低头喝酒，还算满意，反而是福香的问题，暂时没有人问，只是记在了心里。李灵素和杨千焕就不开心了，心说又让这厮逃过一劫。危机暂且解除，但刚才的惊怒情绪还这么容易散去。许灵月笑道：“瞧着大哥的样子，似是不知道狐族的姐姐们要来，陛下何故戏弄我大哥？”他看似质问，其实是用一副调侃玩笑的语气说的，虚虚实实，让人摸不清他的真实态度。难得许灵月开团了，性子直来直往的李妙珍冷笑道：“陛下与临安公主姐妹情深，当然是为了试探许银罗是不是三心二意之徒。”怀庆淡淡道：“许银罗的人品正是信得过的，朕怕的是一些包藏祸心的女子故意接近许银罗，比如易容乔装啊，或以志同道合的朋友身份接近，又或者以装柔弱扮可怜等等。临安天真率性，可斗不过这些女子，这是在骂谁呢？”鱼儿们勃然大怒，钟离也不太高兴了，因为他觉得装柔弱扮可怜是在暗指他。木南之笑道：“陛下有心，明夜啊，木仪觉得你若是没娶临安公主的话，与陛下一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话一出口，厅内不知道多少人脸色变了。花神这一个直球把怀庆都打得愣了愣。花神继续说道：“对了，陛下荣登大宝，如今朝局稳定，四海升平，也该考虑婚事了。此地少年俊杰云集，陛下可有心仪之人？不妨挑一个。”说完，他一脸惶恐，诚恳认错：“民妇酒后失言，冒犯了陛下，陛下恕罪。”骆玉衡淡淡道：“冲入教坊司。”怀庆点头。可李妙珍和苏苏还有刚刚入座的叶姬三人默契的点头。木南之脸色微变，清楚自己貌美如花，艳冠天下，很容易被针对。许七安干巴巴的打圆场：“国师，玩笑话过头了。”骆玉衡低头喝酒。王思慕全程不敢说话，害怕殃及池鱼。他倒不是怕唇枪舌剑，王大小姐冷嘲热讽起来，那也是很能打的，只是没必要，这才有点豪门的样子嘛。许二郎嘴角一挑，想起了伯母住进来时，大哥当初幸灾乐祸时和他说过的话：“精彩，精彩！”金莲道长、赵守、魏渊等人冷静吃菜，冷静喝酒，听得津津有味。许平志咳嗽了一声，道：“宁燕，时辰差不多了。”许七安心领神会，立刻起身笑道：“诸位，失陪失陪。”带上苗有芳和许二郎，人均一壶酒，出去敬酒去了。他先去了武林盟众人所在的院子，敬了一杯酒后，问道：“曹盟主是不是闭关了？”萧月奴笑道：“盟主在冲击3品。”他也确实到这个时候了。许七安点了点头，机旋的血丹在他手里，之所以没给曹青阳，并非他吝啬小气，而是太浪费了。曹青阳是半步3品，肉身开始蜕变，不算完全的凡人之躯，参与中原战争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此时的他不需要依靠气运就能扛住血丹的反噬，但是到曹青阳这个境界，3品可以说是迟早的事儿，没必要搭上一颗血丹。血丹晋升的方式就是这样，能扛住的不需要了，扛不住的又用不上。可以说血丹只有2个作用，一是给超凡武夫补补身子，二是为气运加深者提供一条快速晋升超凡的路子。许七安望着成熟温婉、容貌身段俱是一流的萧月奴，笑道：“有件事想问萧楼主。”萧月奴青葱玉手捏着酒杯，抿嘴微笑：“许银罗请说。”许七安传音道：“你是雪姬吗？”萧月奴笑容不变，许银罗在说什么，月奴不懂。许七安笑了笑，带着小老弟和小跟班离开。他接着去了打更人聚集的院子，春哥混在这群粗鄙武夫里，就像泥石流中的一股清流，这无关容貌和穿着，而是大家吃完的碎骨头以及一些食物垃圾，要么随地乱扔，要么堆积在桌上。春哥不是，春哥他做了垃圾分类，骨头和骨头摆在一起，果皮和果皮摆在一起，鱼刺和鱼刺摆在一起。李玉春现在的职位依旧是银罗，但管理的铜锣人数增加了，俸禄也增加了，日子过得还算舒坦。许七安知道这个头的性格，春哥和魏渊一样，当初赏识他、照拂他都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心，所以许七安也不能因为私心便给他加官进爵，给予荣华富贵，这是对春哥的不尊重，春哥多半也不会要。当然，必要的照拂肯定不会少。参加婚礼的宾客太多，一桌桌的敬酒，每人闲聊几句，等走完这个流程，夜深了，婚宴步入尾声。许七安没有回内厅，因为又得去府门外送客。从一起出来的二叔口中，他得知内厅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偃旗息鼓，盘子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摔，接连摔碎10几个了，大部分盘子都摔在了钟姑娘身上。你说他倒不倒霉？据二叔说，
厅内里的众人或多或少都经历了一些霉运。林英差点被鸡骨头噎死，丽娜被鸡汤烫伤了舌头，李灵素敬酒的时候摔了一跤，恰好撞在桌角，头给磕破了。魏渊的衣衫被酒菜沾污，因为李灵素磕的那张桌子就是打更人那一桌。南宫倩柔替魏渊擦拭时，不小心把他的衣服给撕破了。杨千焕总是喜欢吃到一半，起身站在墙角背对大家，结果被婶婶的吊篮砸到脑袋。许七安望着漆黑的街道，笑道：“那当然了，钟离是预言师，霉运缠身。”许二叔点点头：“对，宋清和楚采薇也是这么说的。后来你和二郎的老师张慎说，可以用儒家法术消弭灾祸，但他把此地没有厄运念成了此地不得争风吃醋。”许七安一惊：“没死吧？就回来了？”许二叔道：“这也是一种霉运啊。”许七安顿时松口气，内心感慨：此地没有厄运，消的是钟离的霉运；此地没有争风吃醋，那针对的就是不死术转世的木南枝、九五之尊怀庆、陆地神仙骆玉衡。张慎却实命大，他之所以会念错，多半是钟离的锅，当然这里面也有他津津有味看戏半天，形成了深刻印象。至于骆玉衡这些鱼儿，射死了。云麓书院大儒张慎凭一己之力把他们锤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是报仇了。许七安叉腰大笑。许二叔想了想，恍然大悟：“你故意的呀？嘿，你这小子，蔫儿坏。”许七安溜出来敬酒，故意不带钟离，就是为了报复那些看戏的和作妖的。这是婚宴开始前就已经定好的计划，既然逃不过，那就互相伤害。哟，魏公来了。许七安看见魏渊带着打更人，浩浩荡荡的从府里出来。魏渊沉着脸，胸口的沾着一大片的油渍和污斑，以及一道裂痕。哎呦，魏公啊，怎么如此不慎？许七安笑容满面的迎上去，压低声音：“这还是太后给您做的袍子呢，似乎就这一件。”魏渊看他一眼，一脸不高兴的走掉了。然后是赵守带着4位大儒出来，张慎萎靡不振的被杨公背着。“老师啊，您这是怎么了？”许七安故作惊讶。赵守笑道：“今儿甚是精彩，份子钱没白给啊。”李慕白、陈泰和杨公抚须而笑。倒霉的是张慎，又不是他们是看得过瘾，听得过瘾。许七安一脸惭愧，是学生照顾不周，连累了老师。回头我写首诗送给老师你。张慎一听，容光焕发。赵守几个大儒脸色一沉，顿时笑不出来。送走一批批客人后，许七安知道战斗还没结束。除了魏渊和云麓书院的大儒，走的都是一些关系不远不近的宾客，而前两者要么身居高位，要么为人师表，需要维持形象和身份，所以没有选择留下来闹洞房。天地会成员、池塘鱼儿、司天监孽徒、勾栏狐朋狗友、武林盟匹夫们等，这群家伙还在府上，要闹洞房了。许七安捏了捏眉心。在这个时代，闹洞房是各地均有的习俗，存在得意义大抵有以下几种：一、驱邪避灾，通过戏弄新郎或新娘来驱邪避灾，核心意思就像给孩子取名叫狗蛋，名见命就应，好养活。二、增进新妇与夫家的感情。三、增进新郎与新娘的感情。第二和第三是差不多的，在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里，新娘和新郎就是陌生人，或者稍稍见过几面的陌生人，所以需要玩闹一番，消弭两人之间的生疏和隔阂。久而久之，闹洞房就成习俗了。许七安估摸着杨千焕和李灵素两个狗贼会趁机刁难他，而鱼儿们多半会趁机刁难林安。但没关系，这些情况他都预料到了，一切还在掌控中。该请袁护法出山了，震慑这群宵小之徒以及女流之辈。我正好也想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今晚之后，就让孙师兄把袁护法保护起来，列为大奉一级保护动物。许七安摸了摸下巴。许七安和二叔返回时，家中的仆人已经开始收拾狼藉的婚宴现场。女婢负责收拾盘子，家丁则拎着木桶，把食物垃圾倒入木桶，残羹剩饭又另外处理。按照婶婶的吩咐，客人们吃剩的饭菜回头要送到城外赈济灾民。许七安觉得婶婶的想法很好，他可不想被人酸溜溜地说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宁夜啊，今儿个我和你婶婶就先歇歇了。临近内院，许二叔突然说道，接着他转身就要走，但没走成，低头看了一眼，拽住自己袖子的褶儿，装傻道：“宁夜，你拉我做甚？”许七安默默地看着他：“二叔啊，今儿你和婶婶都别想走，那群家伙还赖在府上呢，摆明了要闹幺蛾子。您和婶婶在场，他们会稍稍收敛。没长辈压阵，他们能把我婚房的屋顶给掀了。虽然有袁护法作为压箱底，但许七安觉得不够保险。压什么阵？压什么阵？”许二叔一边拉扯袖子，一边啐着儿满脸口水，用指头点着他额头，训斥道：“你这是自作孽不可活，谁让你到处招惹女人的？还压阵？
你个兔崽子，不看看里头坐着的都是什么人物？陛下、国师、天宗圣女，还有那啥万妖国主。二叔只是一个小小的7品炼神境，我镇谁去？他们任何一个伸出指头就能捏死我。说着，他竖起小拇指比划了一下。你好歹是我养大的，二叔的优点是一点都没继承，这风流好色的性子像谁的？许二叔拂袖而去。松开松开，再拉扯，家法处置。许七安果然松开手，望着二叔的背影大声感慨，我确实没有继承二叔的优点，倒是继承了二叔对青菊的用法，我这就去找婶婶。许二叔转过身来，笑容满面。宁燕啊，今儿是你大婚的日子，闹洞房怎么能少得了二叔呢？咱们叔侄共同进退。许宁燕也笑容满面。二叔真好。内厅里，婶婶让绿娥等丫鬟为贵宾们奉上自己晒的花茶，消食解腻。钟离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袍子，披散着头发，乖巧地坐在金莲道长身边。先前一番鸡飞狗跳之后，金莲道长恍然大悟，说：钟姑娘，快到贫道身边，贫道的功德之力能暂时压制你的厄运。果然，之后就再没出过意外。李灵素脑袋缠着纱布，抿了一口花茶，眼睛微亮。好茶，唇齿回甘，馥郁芳香，能去腹内污浊之气，这可不是一般的花茶啊！李道长要是喜欢，我送你几两。婶婶闻言大喜，心说这个俊小子真会说话。婶婶最喜欢别人夸她花养得好，夸花茶好喝也是一样的。其他人也露出了享受的表情。大部分人心知肚明，这花茶肯定出自木南枝之手，除了他，没人能种出此等极品好茶。李灵素借着低头喝茶的机会，给站在墙角头顶没有吊篮的杨千唤传音：杨兄，要闹洞房了，咱们一雪前耻的机会便在眼前啊！婚宴上不好闹得太过分，毕竟在场的都是体面人，所以李灵素和杨千唤比较收着。可闹洞房不一样，可以尽情的闹。杨千唤激动传音回复：我等这一天很久了，许宁燕是我一生之敌，她总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拼上一切去争取的东西，对她来说却唾手可得。以前监正老是屡屡误会，暗中捧她，现在监正老师不在了，他却成了一品武夫。我理解李灵素传音安慰，虽然我们的领域不一样，但嫉恨许宁燕的心是一样的。顿了顿，他哼哼道：今夜本圣子要让许宁燕颜面扫地，让她后悔招惹我。李灵素和许七安的恩怨可就比杨千唤要复杂多了。杨千唤是嫉妒使他质壁分离，而圣子狗贼许宁燕戏弄他的次数不要太多，让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颜面扫地，社死险些就在过程中太上忘情了。木南枝、怀庆等人低头喝茶，默不作声，在沉默中积蓄大昭和情绪。因为张慎的事，他们多少有些尴尬，虽然旁人默契的没有提这茬，但心里有鬼的鱼儿们暂时颇为低调。楚元稹、金莲道长和阿苏罗三人坐在一处，前两者沉浸在莺莺燕燕们之前的唇枪舌战里，只觉得他们的话术绵里藏针，阴阳怪气，时而联合起来矛头直指许宁燕，时而内讧，彼此攻讦。这不比朝堂争斗有意思多了。当然，如果只是女子们的勾心斗角、唇枪舌剑，那趣味性还不足。这场好戏最有意思之处在于，主人公是一品武夫许宁燕。至于阿苏罗，他留下来闹洞房的原因是大家同为天地会成员，担心许宁燕摆不平局面，所以留下来镇场子，绝不是因为想看女人勾心斗角和许宁燕出糗。当然，镇场子有没有作用，就不是他的事了。同样是兄弟，宋霆锋和朱广孝的想法就要朴实无华许多。他们没想到，好兄弟许宁燕不但经常邀请他们去勾栏听曲，甚至在家里摆了戏台，这可比勾栏听曲有意思多了。叶姬怀里抱着狐狸幼崽，嘴角噙着笑容，灵动的眸子时而转动，不知道在暗中酝酿着什么歪主意。姬白琴也留了下来，闹洞房是老少皆宜的事，长辈不需要避讳，他打算替嫡长子遮风挡雨，别的不敢说，对付几个年轻女子，生母觉得还是不在话下的。在这群心怀鬼胎的人里，武林盟的门主帮主们心思就要单纯许多，他们纯粹是为闹洞房留下来。江湖人爱热闹，这时他们看见新郎官许宁燕和许平志返回，当即纷纷起身。李灵素按捺住激动，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该送新郎官入洞房了。大锅！许灵英迈着小短腿跑过来，大声宣布道：我差点被鸡骨头噎死了。说完，他表情认真地看着许七安，期待看到他的反应。不应该啊，你的八字可是很硬的。许七安正要询问，就听见婶婶没好气道：别听你二叔夸大其词，只是噎了一下，都是丽娜不好，非要和他抢鸡腿，林英就把整只鸡腿塞嘴里了。就这样，许七安在一群人的簇拥中朝着婚房走去。婚房里，陪嫁过来的大宫女透过窗户缝隙，看见许银罗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来。殿下殿下，
好多人啊！大宫女看到这个阵仗，有些发怵。林安是标准的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但她心里一点都不忐忑，反而斗志昂扬，因为林安知道怀庆啊、国师啊、李妙珍啊这些惦记着自家狗奴才的女子，必定不会让她好过。二公主自幼和长公主斗智斗勇，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别的本事没用，斗志最是不缺。哐！不轻不重的声音里，卧房的门被推开，一群人哗啦啦地涌进来。婚房面积极为宽敞，分内室外室，外室有一厅两房，是两位大宫女住的。内室有一大一小两个厅，用昂贵华美的6叠屏风隔开。大厅用来会一些闺中密友，小厅则摆着书桌和博古架。整个婚房总面积超过200平，容纳这群心怀鬼胎的人绰绰有余。林安此时已经重新戴好凤冠，穿着绣金凤凰的大红婚服，精致华美。别说全副武装的她，面对骆玉衡、怀庆等绝色美人，丝毫不怵。至少在颜值和气质上，林安稳住了。恭喜殿下大婚！王思慕笑盈盈道。其他人纷纷行礼问好，这里面不包括鱼塘里的鱼儿。等林安起身回礼后，戴着兜帽的杨千嬅漫步到窗边，背对众人，迫不及待地说：“诸位，我有一个有趣的主意。”等众人目光，杨千嬅沉声道：“俗话说，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林安殿下身份尊贵，金枝玉叶，她嫁给许宁燕，杨某甚感痛快，所以打算问许宁燕一个问题。这个过程中，我会用望气术盯着你，你若说谎，我便知道。”李林素像一个捧哏，鼓掌叫好：“妙妙啊！这个主意不错。贫道认为应该每人问新郎官一个问题。”此言一出，众人目光闪烁，各有各的想法。这个游戏可太有意思了，直击内心。朕认为不能只问新郎官。怀庆率先挥出了骨肉相残的第一刀，淡淡道：“林安也得接受问题。”这个建议赢得了李妙珍等人的一致认可。此时的林安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挺了挺胸膛，毫不畏惧。相貌平平无奇的木南枝皱眉道：“且慢，我记得许宁燕有屏蔽气息的法术。”骆玉衡淡淡道：“无妨，他若掩盖气息，望气术虽然看不透，却能看得出。但要许宁燕竭力收敛气息。”意思是杨千嬅可以通过望气术看出许七安掩盖了自身气息，知道他在作弊。气术这东西只能掩盖，不能改变。收敛气息是为了杨千嬅生命安全着想。没意思没意思，换个玩法。许七安连忙拒绝：“你若不答应，我们今儿就不走了，都睡在你屋子里。”李灵素大声道。众人哄笑附和。许七安沉吟一下道：“可以，但我有个要求，不能只有你们问，我和林安也要问。”读书人出身的楚元稹逻辑清晰：“今晚你才是新郎官，我们可以问，但你不行。你们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了。”许七安无奈地叹息一声：“行。”众人说话间，婶婶把小豆丁的鞋子脱掉，推着他上大床滚床单。在京城的习俗里，志同在新婚夫妻的床上滚一滚，可以驱邪祈福，同时也有早生贵子的意思。通常来说，会让童男童女上去打滚，寓意着儿女成双。看到许灵英在床上滚来滚去，姬白琴脸就一黑，心说好啊，小如你才是心肠最歹毒的人。他可不想长孙女或者长孙是个与灵英一样的孩子，虽然这个孩子在修行立蛊方面天赋异禀。游戏以抓阄的方式进行，抓到写着问字的人可以让新郎或新娘回答一个问题，由一品武夫的许七安来监督抓阄的公平性。很快，第一次抓阄结果出来了，幸运儿是阿苏罗。没抽到问字纸条的人一阵失望。杨千嬅传音道：“快问他在外面到底有多少女人。”阿苏罗看他一眼道：“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我拒绝。”他刚才传音说了什么？众人看看杨千嬅，又看看身高9尺、魁梧到夸张的阿苏罗。阿苏罗还是很厚道的，袁护法怎么还没来？孙师兄在磨蹭什么？许七安心里嘀咕着道：“你要问我，还是问林安？”阿苏罗不再理会杨千嬅的后脑勺，望着许宁燕说：“我就随便问个问题，不会让你为难。”许七安脸上笑容刚泛起，就听阿苏罗说：“你是怎么晋升2品的？”许七安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木南之脸色一变，厅内忽然陷入诡异的寂静。那些知道真相的人忽然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心说一开场就是重头戏啊！李妙珍、骆玉衡、怀庆隐晦地看一眼脸色发白的木南之，不错，先解决掉一个。而李灵素和楚元稹则扫了一下阿苏罗，就知道这家伙是个黑心的和尚。同样是出家人，恒远大师可谓佛门的良心。许灵月、姬白琴以及萧月奴这些人并不知道其中内部，可是他们都极擅长察言观色，一看许七安凝固的笑容，看见天地会成员间暗流涌动般的表情变化，目光碰撞，便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许七安深吸一口气：“插花，插花！”
这算什么回答？代表什么意思？在场无人听懂，包括身为花的木南枝自己。婚房内智慧高绝之人不少，怀庆、骆玉衡、楚元稹、阿苏罗、许二郎、王思慕等等，但秒懂内涵和智商没有关系，和污染程度有关系。受污程度不高的众人纷纷看向杨千嬅，后者兜帽底下双眼刺痛，热泪滚滚，沉声道：暗喻并不算正确答案。他的意思是许七安没有撒谎，但用暗喻的取巧手段蒙混过关是不行的。听到杨千嬅的解释，众人当即不再纠结插花的争议。李灵素带头嚷嚷道：看来我们是要歇在这里了。杨兄啊，咱们就占了这张婚床，让新郎官和新娘子打地铺。苗有芳混在人群里，缩着身子捏着嗓子附和，怕是连地铺都没得打，地铺的我们睡，你俩就占着洞房吧。他不能让许银罗发现自己被刺。苗有芳心说，许银罗呀，别怪弟子不是人，主要是这个游戏太诱人。林安一脸气呼呼的模样，身为二公主，她什么时候被这般欺负和刁难过？但又不好发作，频频看向许七安。木南枝表情紧张，双手紧紧拽住衣角。许宁燕这个狗贼，若是为了和林安洞房把他出卖，那今天他就和这对狗男女同归于尽。虽然他暗戳戳的想大闹婚礼，刁难这对狗男女，不让他们顺心如意的洞房，但他没想过要把自己搭上去。骆玉衡和怀庆几乎同时勾起嘴角，李妙珍眉飞色舞，就差没吹口哨了。其他人表情各不相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难到我？许七安心里呵一声，沉吟着回答：我攫取了不死术的部分灵玉。骆玉衡和怀庆同时出声：何谓不死术？以什么方式？许七安扫一眼他们，呵呵道：等你们抓到提问的纸条再说吧。是木南枝啊，不死术是木南枝啊，他是睡了木南枝才晋升2品的，可恶的狗贼，竟如此奸猾。李灵素在心里狂呼，恨不得替许七安回答。作为天地会成员，他从成员们相互分享的过程中知晓了这些秘辛。窗边，杨千嬅满脸失望，缓缓道：没有说谎。言罢，他转过身背对众人，伸手在兜帽里抹去泪水，然后捏了捏眉心，揉了揉眼眶。即使许七安尽可能地压住了气息，但对4品的杨千嬅的眼睛来说，依然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如果许七安彻底放开自我，杨千嬅眼睛会当场瞎掉，并神志错乱。第2轮开始了，这回抓到问字纸条的是许灵月。灵月啊，许七安松口气的同时又有些忌惮。松口气是因为许灵月是个心疼哥哥的妹子，不会做出过于为难他的举动。忌惮是因为这妮子剖开是黑的，你永远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操作。哎呀，是我呢。许灵月清丽脱俗的俏脸适当的露出几分惊喜。许七安连忙道：妹子，有什么想问大哥的？李灵素传音道：灵月姑娘，快问你大哥，国师和林安之间，他更喜欢谁？说完，他配合的露出阳光璀璨、温和近人的笑容。这是李灵素的杀招，正如男人喜欢看见女子纯真无邪的美丽笑靥，女子也爱看见俊美男子干净清爽或灿烂温和的笑容。圣子李灵素用这一招，不知撩拨了多少女子的芳心。他认为，当自己使出这一招时，灵月姑娘一定心里小鹿乱撞，最不济也会好感大增，然后按照他的想法问出刁难许宁燕的问题。果然，许灵月朝圣子点了点头，然后突然蹙眉，为难道：李灵素道长，这般为难我大哥，也太过分了吧？李灵素笑容顿时变得尴尬，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他。许灵月摇了摇头：我不问大哥，我要问林安嫂子，这妮子还挺心疼他大哥的。众人心里闪过这个念头。姬白琴缓缓点头，对许灵月有了几分好感和认同。有了刚才的插曲，林安心里非但没有抵触，反而对大妹妹有了几分好感，矜持地在床边端坐，笑道：你问吧。这个时候，许灵英已经把铺在床上的帘子、花生吃得差不多了，看一眼被自己弄脏了床，想了想，递了一粒花生给未来嫂子。这么大的贿赂，未来嫂子总不能再怪他了吧？林安抹过唇脂，小嘴红艳艳的，无法进食，于是摆摆手，拒绝了幼妹的投喂。许灵月细声细气道：林安嫂嫂，你是公主，金枝玉叶，我虽说没读过几年书，但知道驸马是不能纳妾的。刚才李妙珍道长在外头说，他身边的这位苏苏姑娘与大哥早已私定终身，大哥同意纳她为妾。林安嫂嫂，你会答应我大哥纳妾吗？好活！李灵素虽然身处风波中，被当了一回工具人，但仍忍不住为许灵月喝彩。这个问题相当于把林安殿下和狗贼许宁燕架在火堆上烤，把林安公主和许宁燕的矛盾赤裸裸的揭露。林安殿下如果答应，那就是给觊觎许宁燕的女子们打开了一条上升通道；若是不答应，今日大家就借着苏苏的事闹一场。怀庆和骆玉衡、木南枝3条最凶的鱼微微颔首，认为许灵月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很有水准。金莲道长和楚元稹下意识的想要端杯喝一口酒，
可惜手头没有美酒。还有，勾栏能去吗？宋霆锋担忧地问道。如果不能去勾栏，那真是太遗憾了。你特么的！许七安没料到好兄弟也被刺他。林安皱眉不语，他在思考着如何在不说谎的情况下给出合适的答复。这时，耳边突然传来陌生的声音，轻柔温婉，说道：殿下回答说，我若满意，自可纳妾；我若不愿，便是鬼也进不了许家的门。林安目光在人群里一阵搜索，看见姬白琴微微一笑，他沉吟片刻，认为这样的回答最为稳妥，既不会让狗奴才难看，又能把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于是他淡淡道：本宫若是允许，自可；本宫不允许，便是皇帝也进不了许家的门。这是在内涵谁呢？众人大吃一惊，目光频频看向怀庆。姬白琴脸色愕然，他没想到这位二公主如此凶悍，竟然开门见山的冲撞怀庆，胆子也太大了吧！快开打，快开打！李灵素和杨千焕激动的想搓手。林安这个蠢丫头还是一如既往的直接。木南枝好歹当过后宫妃嫔和王妃，对林安的性格颇为了解。这样也好，这对姐妹掐起来，她就能坐收渔翁之利。李妙真先看了一眼苏苏，她本来准备好下场了，但见林安把矛头指向怀庆，雏凤就忍下来了。魏渊走得早了呀！金莲道长和楚元稹面带微笑，酒席上的闹剧只是开场，现在才精彩呀！武林盟里，就萧月奴看得津津有味。其他几位匹夫觉得有些无趣，他们理想中的玩法是搬来一车车的酒坛子，然后死命的灌新郎新娘，看看一瓶武夫的酒量有多大，那才热闹有趣。听这位新娘的意思，1号果然也对3号芳心暗许。阿苏罗刚才在外边时就察觉到了，此时几乎断定怀庆和许宁燕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怀庆微微蹙眉，左顾右盼一番，他怀疑有人在叫林安说话，这绝不是愚蠢的妹妹能做出的应对。现在球踢到他这里来了，众目睽睽之下，他肯定不能直接撕林安，不然帝王的威严何在？姑且忍耐，等焦点不在朕身上再出手。怀庆没有说话。许七安看一眼杨千焕，道：杨兄。杨千焕嗯了一声。开始第3轮。李灵素抓出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问这个字。哈哈哈哈！李灵素没忍住，大笑起来，又马上忍住，咳嗽一声，竟然是贫道。那贫道就随便问个问题吧，定不会叫许银罗为难。睁眼说瞎话，天地会众人看他一眼。杨千焕也很激动，握住了拳头，兜帽底下眼睛瞪得铜铃那么大。终于还是给他抓住机会了。李灵素对大哥的恨可谓倾尽四海之水也难洗，大哥要完蛋喽。许二郎悄悄握住王思慕的手，示意他看好戏。他和天地会成员在雍州有过一段时间的左肩作战，知道李灵素对大哥有多羡慕嫉妒恨。许灵月和姬白琴还有婶婶这些许家人，虽然不知道李灵素和许七安的爱恨纠葛，但整个婚礼上就属他最闹腾，知道他肯定会借机为难宁燕。李灵素这小子报复心很强啊，我得注意点。阿苏罗暗暗警惕，他当初也戏弄过圣子的。李灵素清了清嗓，道：我的问题是……等等。许七安突然站了起来，笑道：圣子稍安勿躁，我去接个人。孙玄机刚才通过法罗传音通知了他一声。许七安没接听，但知道孙师兄到了，别想着逃啊。李灵素半真半假的警告一句。许七安起身离座，出了婚房。众人在房内等了几分钟，这个过程中，金莲道长和楚元稹从外室找来了2壶酒，一人1壶端着，等待许宁燕回归，等待好戏开场。房门开了，许七安率先进来，身后跟着孙玄机。众人看到孙师兄时，并没有什么表情变化。随后，孙玄机回头看了一眼，门外进来一个扭扭捏捏的白猿。李灵素双眼发直，愣在原地。李妙真花容失色，下意识的屏息凝神，收束念头。金莲道长和楚元稹愣愣的端着酒杯，刚才的怡然自得消失不见。二郎怎么了？突然间脸色大变，这只猴子什么来路？王思慕感觉小手一疼，是二郎下意识手掌发力造成。他由此推测出二郎此刻的心情是惊恐、紧张。宋清见到这猴子就想打他。楚彩薇和丽娜抬头看了一眼，便兴致缺缺地分享摆在桌上的小食。他们中，楚彩薇倒是知道援护法的本事，但心性单纯，不怕社死。丽娜虽然不知道，但和楚彩薇是一样的，头脑简单，不怕。武林盟众人的反应如出一辙，整齐划一地朝后退了几步，那种如避蛇蝎的姿态是赤裸裸的。苗有芳缩起了身子，心说：哦，见鬼，这死猴子怎么来了？这猴子什么来头？木南枝皱了皱眉，隐约间猜出这只猴子的身份。他没见过援护法，但从白姬口中知道有这位的存在。据白姬说是个很有意思的猴子，具体怎么有意思他忘了，但想来就是这只猴子了。不清楚援护法身份的人有许二叔、婶婶、姬白琴、许氏姐弟、阿苏罗、王思慕、钟离、怀庆、丽娜，还有勾栏兄弟。猴子来了。白姬抬起头，
看着娘娘，小声地说了一句：“没事，有本国主在此，谁都不能对我们万妖国妖族动手。”九尾天狐嘴角一挑，传音说道：“他料到许宁燕的大婚会群魔乱舞，极有意思，所以借了业绩的身子过来凑热闹。看到袁护法出现，他就知道这是许宁燕的杀招了。但没关系，他只是来凑热闹，丢人的是谁他并不在意。这猴子什么来头？你们似乎很忌惮。”阿苏罗传音给天地会成员，他活跃的年代里，袁护法这一族只是妖族中不起眼的一脉，入不了堂堂阿苏罗的法眼。他归位后，同样没接触过袁护法。天地会成员假装没听见，不告诉他。天地会成员里，怀庆是没和猴打过交道的，他和阿苏罗一样困惑。许七安领着孙玄机和袁护法入座，笑着问李灵素：“你的问题是什么？”说完，他看一眼袁护法，袁护法蔚蓝的眸子审视着李灵素。刹那间，李灵素回想起了被袁护法支配的恐惧，以及当众说出羞耻往事的耻辱。他目光发直，收束念头，什么都不去想。这猴的法术极为强大，连超凡境都能看穿。圣子现在是4品，任何一个念头都会被捕捉。他现在如果许宁燕，脑海里就会不受控制的闪过复仇的念头，而这瞒不过袁护法。可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机会，圣子牙一咬，心一横，用一种太上忘情般的语气说道：“国师和林安之间，你爱哪一个？只能选一个。”这个过程中，他拼命收束自己的念头，并重复念叨：“许宁燕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所有人都看向了许七安，包括2位女主人公，但许七安没有回答，而是看向袁护法。袁护法面无表情地说道：“圣子的心告诉我，许宁燕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呼，李灵素如释重负，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师哥为了不在猴子面前暴露心迹，已经厚颜无耻到这个程度了吗？不好，赶紧收束念头。李妙真下意识地吐槽师哥，旋即想起袁护法的神通，连忙停止思维。但下一刻，他听见袁护法盯着他，缓缓道：“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师哥为了不在猴子面前暴露心迹，已经厚颜无耻到这个程度了吗？不好，赶紧收束念头。”卧龙脸色尴尬，雏凤粉面通红。袁护法突然扭头看向林安，道：“可恶的怀庆和国师，还有这个李妙真，本宫大婚之日还想闹幺蛾子，但这又如何？狗奴才是我的，谁都抢不走。”矜持端坐的林安娇躯骤然僵直，难以置信地看着袁护法。几秒后，圆润的鹅蛋脸红得像是要滴血，眼睛蒙上一层水雾。国师和李妙真死死盯着林安，怀庆则微微蹙眉，眼神里有些许疑惑。知晓袁护法神通的人怜悯地看着林安，哈哈，许银罗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他是不是忘了袁护法读心时是不受控制的？这下好了，新娘没脸见人了。苗有芳差点笑出声，然后他就看见袁护法翘着头看过来，缓缓道：“苗有芳，你的心告诉我。”哈哈，许银罗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他是不是忘了袁护法读心时是不受控制的？这下好了，新娘没脸见人了。袁护法把读心的内容公之于众，为什么这么多人偏要读我的心？苗有芳的笑容缓缓消失，发现大家都用或错愕或怜悯的目光看着自己。再看许银罗，目光冷冽如刀。我先回去了。苗有芳低着头，背影仓皇。许灵月露出恍然之色，这只猴能看读心？刚才的内容果然是林安的心声。愚蠢，他以为惦记着大哥的只有陛下国师和李妙真。死皮赖脸住在家里的穆仪，心里8成也惦记着大哥的。还有时常装柔弱扮可怜的钟离，要说他不仰慕大哥，我可不信。也就只知道吃，没什么脑子的丽娜和楚采薇稍稍安全点。林安公主心思太浅了，是个很好应付的人。等等，猴子能读心，我什么都没想。许灵月俏脸发白，紧紧盯着袁护法。袁护法朝他颔首，仿佛再说不会让你失望。这位姑娘的心告诉我。袁护法说完，婚房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在看着许灵月，其中包括被许灵月侮辱的脑子简单的林安、丽娜和楚采薇。只有许灵英还在欢快的打滚吃花生。许灵月惨白的脸色渐转晕红，红的耳根子都透亮了。她嘴唇轻轻颤抖，带着一丝颤音说：“我身子不适，先回房休息。”掩面而走。而在袁护法开口前，怀庆的反应和许灵月差不多一致，明白了这是一只能看透人心的猴子。他下意识的思考，许宁燕想用这只猴子搅局。为了娶林安，他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难怪这只猴子一进来，骆玉衡便不说话了，看来是吃过大亏的，好歹是陆地神仙，双修道侣另娶新欢，居然不大闹一场，战斗力甚至不如许灵月这个小丫头。糟糕，怀庆心里一沉。袁护法破罐子破摔般的望着怀庆，陛下的心告诉我。于是众人又怜悯地看向怀庆。骆玉衡不是，国师眼神冷漠如霜。陛下龙椅还没坐稳呢，
便想着退位让贤了。怀庆深吸一口气，深深看一眼袁护法，拂袖而去。这是我的女儿，这是灵月。婶婶和二叔脑子里只剩这个念头。此时袁护法已经看向姬白琴，蔚蓝的眸子看穿人心。夫人的心告诉我，我早就知道，这家里最难对付的就是灵月这个妮子。她竟然说木难之养穆宁燕，这女人一把年纪了，竟还惦记我儿子，可恨。姬白琴惊得一个踉跄，又尴尬又心悸，强颜欢笑道：我乏了，先回房休息。许元双拉着弟弟，一脸惊恐地跟在母亲身后。我们也先走了。他们没有那么强的修为，可以强行收束念头，总会不自觉地发散思维。木南之咬牙切齿道：我回房了。他怕自己控制不住骂人的冲动，在脑海里口吐芬芳，那样只会让他更加颜面扫地。为什么说许家最难对付的是灵月？明明当家主母才是心机深沉、擅长勾心斗角的狠角色啊！王思慕几乎是下意识地闪过这个念头，接着他娇躯一颤，结结巴巴的道：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众人不由得看向王大小姐，然后看向袁护法，他说什么了？袁护法眸子蔚蓝澄澈，不含感情地重复着王思慕的心声。婶婶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地看着未来儿媳妇，自己明明对她那么好。完了！王思慕绝望地看一眼许二郎，掩面而泣，奔出了婚房。造孽呀！许二郎追了出去。这猴子似乎修行了他心通，看透这些弱小的凡人没问题，但身为二品的我，他定是看不透的。阿苏罗目光如炬，已经猜出袁护法修行的是佛门，他心通。他嘴角一挑，觉得极有意思，扫过天地会成员时，忽然想到他们方才的沉默。他们刚才不告诉我，是想让猴子读出我的内心，让我下不来台。除了被佛门洗脑的6号恒远，天地会里没一个善茬，他心通我也一点，小道而已，以为能让我栽跟头。天真！念头闪烁间，阿苏罗瞥见袁护法蔚蓝的眸子在盯着自己，然后他就听见猴子说：这猴子似乎修行了他心通，看透这些弱小的凡人没问题，但身为二品的我，他定是看不透。念完后，看见阿苏罗骤然阴沉的脸色，袁护法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决绝，仿佛踏入婚房时就已经有了壮烈牺牲的觉悟。阿苏罗默默地走了。此时武林盟的众人已经退到了外室，拱手道：许银罗，我等先回了，勿送。哗啦啦，一群人迅速散开，争先恐后的离开。不能颜面尽失，朱广孝和宋霆锋趁着猴子还没看自己，跟在武林盟众人身后仓皇逃走。婶婶黑着脸抱起床上的小豆丁，一声不吭的走了。而这个时候，二叔已经先一步逃走了，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想青桔的正确使用方法。此地不宜久留，这洞房闹的不知道多少人没法做人了。许宁燕这是杀敌1000自损800啊！今晚之后，袁护法活不下去了，逃回南疆去吧。楚元稹和金莲道长喝光酒壶，拱了拱手，相伴离去。转眼间，热闹的婚房人去楼空，就剩下了李灵素和杨千焕，以及抱着白姬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的狐狸精。再就是孙玄机和袁护法，还有坐在床边还没从社死中挣脱的林安。孙师兄张了张嘴，看向袁护法。袁护法低着头：我之前想逃走，被孙师兄抓回来了。孙玄机满意点头：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怎么晚了这么久？许七安拍了拍袁护法的肩膀，一边收回桌底下顶着猴腰的太平刀，一边安慰说：放心，本银罗会护你周全。许七安接着看向杨千焕和李灵素，狞笑道：两位继续。李灵素和杨千焕继续。李灵素惊得后退一步，侧头看向好兄弟杨千焕。杨千焕也通过帷幔看向了李灵素。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许宁燕在众目睽睽之下丢尽颜面，可现在人都走光了，再继续闹洞房还有意义？继续下去的唯一结果就是兄弟俩惨遭许宁燕的报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李灵素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道：宁燕啊，时辰不早了，我和杨兄先回了，不打扰你和新娘子洞房花烛。杨千焕张了张嘴，想说些服软的话，但杨师兄是个要脸好强的人，不及圣子能屈能伸，因此闷闷地嗯了一声，脚下青光亮起，就要传送离开。但这时他脑子一昏，身子一软，传送法术中断，留在了原地。他被毒蛊麻痹了肌肉和经脉，无法再施展法术。别急着走，我送两位。许七安皮笑肉不笑的起身。不妙！李灵素当机立断，抛弃肉身，阴神脱壳而去。许七安轻轻吹了一个口哨，圣子的阴神便僵在半空，难以动弹。心骨！杨千焕和李灵素心里一沉，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李灵素阴神回归肉身，一边后退一边认怂。哼，李兄，成王败寇，不必怕他。杨千焕不愧是监正的弟子，有骨气。好，许七安鼓掌，我就欣赏杨师兄的傲骨。蠢货，
李林素破口大骂，心说你是不知道许宁燕有多黑心肠啊。许七安拎着李林素和杨谦换出了婚房，孙玄机则带着袁护法传送离开。1刻钟后，他孤身返回婚房里，还剩最后一位客人万妖国主九尾天狐，以及他怀里的白姬。因为还有客人在场，林安保持着端庄的姿态，双手放在膝盖，端坐在床边，但并不和九尾天狐说话。一人挺着腰杆姿态优雅，一人翘着二郎腿慵懒坐着，时而抚摸怀里的狐狸幼崽。国主万里迢迢来中原，到底是为什么事？许七安正了正脸色，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找一个无人的僻静之处。九尾天狐淡淡道。许七安神色严肃的点头，转而看向林安道，我出去一下，稍后回来。林安见有正事，即便心中不愿，也只能点头答应。许七安领着九尾天狐前往自己之前居住的房间，这里尚还空着，推开门，点亮桌上的烛台，昏黄的光晕里，许七安示意九尾天狐入座。九尾天狐把白鸡放在桌上，笑盈盈道，去找你的新主人吧。哦，白鸡娇声应了一下，化作白影窜出房门。九尾天狐挥了挥袖子，把房门关闭。准备什么时候进攻阿兰陀？银发妖姬开门见山地问道。初步开拓完航道后吧。许七安说。银发妖姬微微皱眉，未能理解，但他没能来许七安的解释，便听他继续说道，刚刚大婚，再等一段时间。不过拯救神书头颅的计划可以开始制定了，娘娘有什么想法？九尾天狐笑道，挑一个黄道吉日奇袭阿兰陀。佛门没有巫师的卦术，不能趋吉避凶，也没有天蛊窥探未来一角的能力，只要我们任意挑一个时间奇袭阿兰陀，便能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在攻打阿兰陀的计划里，他主动把普通士卒妖兵摒弃在外，这是一场超凡境的战争。许七安分析道，佛门没有趋吉避凶的能力，但未卜先知不一定要靠法术，也可以靠脑子。你觉得菩萨们有没有考虑过妖族和中原联手进攻阿兰陀的可能性？他们会不会提前知会巫神教，给萨伦阿古一个奇袭京城的机会？也许巫神教和佛门就等着我们奇袭阿兰陀。通俗的话说，这叫做我预判了你的预判，不排除这种可能。银发妖姬认同粗鄙武夫的看法，点了点头。许七安顺势道，所以大凤必须留下足够强的超凡高手坐镇。九尾天狐自行在脑海里估算各方超凡高手的数量、层次差距。这一路走来，佛门虽然损失惨重，但高层次的超凡强者仍有不少。一品领域，琉璃菩萨、迦罗树菩萨、广贤菩萨；二品领域，渡恶罗汉；超品领域，佛陀。即使佛陀有神书负责应对，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佛门依然有3位一品。我和阿苏罗联手，可以勉强牵制迦罗树之外的2位菩萨。要是再有一位非武夫体系的3品辅助，把握更大。许宁燕对付迦罗树菩萨，剩下的1名菩萨原本可由骆玉衡应付，但考虑到巫神教伺机而动，大凤至少要留下1名1品、1名2品或者2名3品。就算合理的搭配各大体系，把战力最强化，我们也难以同时对付佛门和巫神教，人数不够九尾天狐秀眉紧蹙。所以我说要等一段时间。许七安沉声道，用不了多久，大凤会出现2位3品，1位3品武夫，1位3品阳神。九尾天狐眉头跳了跳，凝视着他。当真？许七安点头。怀庆已经到4品巅峰，吞服血丹后便能晋升3品。李妙真元神早已开始蜕变，等他转修地宗功德后，应该能顺利踏入超凡领域。银发妖姬清亮的眼波有些发愣，他抿了抿嘴，吐出一口气。平定云州叛乱后，气运凝聚，中原否极泰来，让本国主有些嫉妒。许七安摇头，中原超凡一直就不少，并不弱于佛门，只是远景之前，这些超凡们犹如一旁散沙，各有各的心思。言归正传，巫神教体系单一，对付他们不需要考虑各大体系结合问题，留下差不多层次的高手就行。所以留下骆玉衡、寇扬州、怀庆和杨公就行了。对了，杨公也顺利踏入超凡境，虽然出入3品火候太差，但儒家的3品还是不错的。九尾天狐磨磨牙，你是在气我吗？不，我是在凡尔赛。许七安继续道，剩下的人随我们出征阿兰陀，足够对付佛门。出战名单：许七安、神书、九尾天狐、熊王、阿苏罗、赵守、孙玄机、李妙真、金莲道长。其中金莲道长、孙玄机和赵守是必须要奔赴西域的人物，因为只有花里胡哨的他们才能应对1品菩萨的法相。这么多超凡强者齐聚阿兰陀，说不定会把那座佛门圣山夷为平地。许七安玩笑了一句，接着说，娘娘找我不仅仅是为了商议这些吧？九尾天狐恩道，前阵子派叶姬去寻了当年一位妖王的后人，从他们那里得知了500年前佛妖之战的一些端倪。怎么说？许七安挑一下眉头。
大日轮回法相是从神书体内诞生的。九尾天狐低声道。烛光里，许七安脸色愣愣半天，盯着桌面发呆许久，缓缓吐出一口气。我明白了，这次出征阿兰陀，说不定能解开佛陀的秘密了。九尾天狐微微颔首，正要告辞离开，收回神念，就看见许七安摸出一面残缺的青铜镜，对准他猛地一照。这九尾天狐的神念一僵，像是陷入泥沼的牛，一时间难以挣脱。许七安顺势点在他眉心，施加了一层封印。你要做什么？银发妖姬美眸圆睁，带着几分薄怒，几分娇嗔，凝视着他。许七安不理他，自顾自说道：福香啊，咱们好久没圆房了。九尾天狐瞬间睁大眸子，恶狠狠地瞪着他，威胁道：你敢碰我，我就把业绩卖了。婚房里，林安在陪嫁宫女的服侍下换下嫁衣，洗去铅华，坐在床边等了许久。婚房的门吱地推开，许七安迈过门槛，进入屋子。回来了。林安迎上去，一边偷偷嗅着气味，一边担忧地说：怀庆和国师会不会报复我人蔡颖大？许七安吐槽了一句，安慰道：你都过门了，他们就算想报复，总不能杀到徐府来吧？林安一想，觉得有道理，忽地蹙眉：怎么有股怪味的？你吃橘子了？许七安给自己倒了杯水，解释道：刚才看见厅里有青橘，就吃了一个，解酒消腻。林安皱了皱鼻子，满脸嫌弃，推他一下，催促道：快去沐浴。于是安排宫女们去院外的水缸里挑水。这个过程中，许七安和林安坐在桌边，感慨道：今晚被元护法一闹，不知道多少人原形毕露，要很久才能缓过劲来。林安想起自己刚才被念出心声的尴尬，气呼呼地捶了他一下，然后想起了那些落荒而逃的可怜虫，又好气又好笑。那你还让他来搅局？明明是他们不怀好意在先嘛。许七安嘿嘿道：司母原来那么忌惮婶婶啊，你妹妹可真坏，一直在心里腹诽我。还有你生母也不是省油的灯，她对我还是有善意的。林安假装自己是个宅斗高手，展开分析，直到宫女们灌满浴桶，他催促着许七安沐浴。许七安本来想拉他一起洗，转念一想，木南枝和骆玉衡两个老司机在这方面都无法彻底放开，何况是林安。简单的泡澡后，林安又安排宫女烧热水，为节省时间，许七安以契机加热凉水，缩短了林安沐浴的时间。等林安穿着白色单衣扭扭捏捏爬上床后，许七安看一眼准备在厅里软榻睡觉的大宫女，没好气道：你怎么还不回房？两位陪嫁宫女的房间在外室。大宫女理直气壮地说：奴婢要伺候殿下，这是规矩。许七安心说：那可不成，我的双修秘法不能被你一个黄毛丫头白嫖，于是把她赶了出去。林安全程没有开口，但悄悄松了口气，他当然也不希望在宫女的眼皮子底下和许宁念圆房。婚房安静下来，林安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许七安听见身边的家人心脏砰砰的狂跳，身为老司机，他懂得此时应该做一定的安抚，不能驱车直入，于是柔声道：殿下，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林安抿着唇，眼珠子一转，小声道：皇城湖边的宴会上。许七安嘲笑道：没错，你想耍风头骑玲珑，结果被他抖落水中。林安掐他一把，哼道：那时候你还是怀庆的跟班。他果然没那么紧张了。两人继续聊着，聊到许七安的第一桶金是在发狂的玲珑面前救下林安，林安替他向远景帝讨来的。当时许家过得颇为拮据，正是那笔赏赐缓解了许家的财政窘迫。再往后，林安总是隔三差五的借着理由送他金银，那会儿许七安只是一个小铜锣。说着说着，许七安感慨道：殿下，我欠你甚多呀，我得想办法还清。林安昂了昂雪白的下巴，恢复了往日的状态，哼哼唧唧一声：你要怎么还？许七安沉吟着，就当林安以为他会说用一辈子还清时，他听见许七安嗓音低沉的说一次性还清。趁着林安睁大眸子茫然之际，他撩起林安的小衣，露出柔弱无骨细腻银白的水蛇腰。果然是极品水蛇腰，许七安心里暗叹一声。林安走路时身姿摇曳，小腰扭得特别有风情，许七安猜测多半是个极品，只是平日里穿的保守，无法亲眼看见。现在他验证了自己的猜测，小腿儿不大，但胜在与身材相配，比例很完美。有些女人屁股大，但整体比例却不好，反而缺失美感。相比起花神和国师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林安还是年轻了些啊，但也比楚采薇的平铺直叙要强。不多时，床下边就丢满了单衣、肚兜和蟹裤，散落一地。许七安掀起林安的背，让他面向外面，背对自己。林安连忙躺直，一动不动，羞红了脸，怒视着他：你不能这样！为什么？许七安反问。嬷嬷不是这么教的，你不按规矩来，我就不跟你圆房。林安大声说。威胁完，他又小声商量，细若蚊蝇说：我可以教你，
我昨日跟着嬷嬷学了很多的。教我？许七安心说，你一个档位都没摸过的菜鸟，教我这个职业赛车手，侮辱性好强。你行你来。殿下，招无定式，不用那么古板。许七安循循善诱道，当你把所有招式了然于胸时，你会发现自己推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这一晚，许七安为林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次日，徐府门房老张打开府门，愣住了。徐府的大门前悬着3个人，身上各自挂着2条布符，左边的人戴着兜帽，身上的布符写着手邀明月摘星辰，大奉败家第一人。中间那人身上挂着的布符写着不孝弟子，欺师灭祖。右边那人身上挂着的布符写着吾乃世间薄情人，天宗圣子李灵素。街上行人不多，但也不少，站在路边指指点点。你们这是？老张惊呆了，心说这不是徐府的3位贵客吗？怎么被吊在大门口？李灵素、苗友方面无表情，一副活着没啥意思了的表情。杨千焕占了便宜，他戴着兜帽。天色刚亮，空气里夹杂着昨夜的微凉。徐府外的街面湿漉漉的，青石板被露水浸润得通透。挑着新鲜蔬果的菜农路过，见人群围在徐府外，便凑过去看热闹。怎么回事？这仨是谁？为何被吊在许银罗府邸外？菜农经常在这一片卖菜，吃了一惊。你没看到吗？右边那个写的明明白白，天宗圣子李灵素。薄情之人大概是始乱终弃，被许银罗惩罚了吧？另外2个是谁？不孝弟子。没听说许银罗有弟子啊？有没有弟子都一样，没看到写着不孝弟子吗？苗有芳听着不远处喋喋不休的议论声，气愤道：凭什么我要和你们2个败类吊在一起？他们3人被封住了经脉、元神，且中了浑身酸软的毒，只能这般被吊着，受尽屈辱。李灵素叹息一声：你知足吧，你们俩一个没露面，一个没写明，姓许的狗贼算是给你俩留了颜面。哎，果然我验憎狗贼的同时，狗贼也验憎我，同类相斥，半点没错。咦，杨兄，你怎么不说话？杨千焕没有回应。杨兄是要面子的人，受不了这个打击。李灵素心想。这时，一位百姓指着杨千焕说道：这家伙戴着兜帽，看穿着是司天监的术士，不知道叫什么。边上的人说道：把他帽子打下来看看。不要这样。沉默中的杨千焕突然拔高声音，接着他停顿了片刻，沉声道：手握明月摘星辰，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司天监孙玄机是也。孙玄机，大奉第一败家子。围观的百姓默默记下。徐府内厅，婶婶清晨起床，在绿娥的服侍下梳妆打扮，穿戴整齐后前往内厅用膳。穿行在廊道中，远处传来敲击木材的砰砰声，那是早起的仆从在修缮房屋。徐府扩建了，周边的几座宅子买下后，徐府如今的占地面积已经媲美王公贵族的府邸。廊道2侧是修建精致的花圃。进了内厅，婶婶看见扫了一眼，只看见丽娜和林英坐在圆桌边，专心致志地对付着堆积如山的馒头、油条、肉包以及一大桶豆浆。饭量又增加了，2个人要吃掉20个人的量。即使徐府已经大富大贵，但勤俭持家惯了的婶婶看到这一幕，心里依旧痛不可遏。许二叔要当值，早就已经出门了。婶婶坐下来后喝了几口豆浆，问道：怎么林月和姐姐还没来？绿娥，你去看看。至于那对新婚夫妻，他从没想过让公主来敬茶，因为没这样的规矩。虽说因为侄儿的缘故，公主在许家也没那么多特权，可公主毕竟是公主，婶婶在治家方面向来信奉无为而治。想到这里，不由得念及昨日那只猴子读出的王思慕的心声。这个未来媳妇居然如此腹诽他，婶婶昨夜气得半宿没睡。绿娥转身离开，娥请小步返回道：大小姐说身子不适，不出来用膳了，吩咐奴婢把早膳送进房里。木姨也是这般说的。哼，不出来就别吃了。婶婶啪地放下筷子，吸了一口气，又拿起筷子说道：绿娥，给他们送过去。林月心里这么深沉，满肚子腹诽。王思慕把老娘想得那么坏，我这个结义姐姐竟然真的惦记宁燕。虽然惦记她的女子很多，我这个当婶婶的已经习惯了，可姐姐都多大了？她要真的和宁燕好上，她岂不还得唤我一声婶婶？荒唐！还好她姿色平平，宁燕断然瞧不上。婶婶再迟钝，终归不是傻子。她头疼的捏了捏眉心，这都是些什么事儿？打更人衙门。眼角飞翘，每一层都有瞭望台的好气楼，2只鸟抓在栏杆上，叽叽喳喳的叫唤，漆黑的眼睛里映照出沉稳端坐的青衣身影，正悠闲喝茶。噔噔噔，登楼的脚步声里，南宫倩柔进入茶室。栏杆上2只鸟惊得振翅飞起，消失在蔚蓝的天穹。何时你能控制自身的煞气，3品便有希望了。魏渊翻开一个茶杯，倒上许宁燕孝敬的极品花茶，
是一南宫倩柔入座。南宫倩柔早已是4品巅峰，但迈入超凡的可谓遥遥无期。义父，方才听说一件事。南宫倩柔抿了一口茶，眉眼间罕见的有几分戏谑。与昨日闹洞房有关，义父真是料事如神啊！料事如神。魏渊看着他，不动声色，一如既往的笑容温和。南宫倩柔低声道：“我们走了之后，那群人蜂拥婚房，准备大闹一场。”魏渊颔首道：“意料之中，杨千奂和李灵素似乎极为嫉恨宁燕，但许宁燕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不过他的小伎俩也就欺负一下旁人。许宁燕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那小子心里打什么主意？他洞若观火，断然不会中计。”魏渊没把这些话说出口，他向来是个内敛的智者。南宫倩柔挑眉道：“就是这个理。昨夜闹洞房时，许宁燕找来了一只猴妖，据说把佛门他心通修到了极为高深境，能看穿人心，即使超凡强者也无法幸免。”南宫倩柔把昨夜发生的事详细的说给魏渊听。魏渊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内心越听越沉重。说罢，南宫倩柔佩服得五体投地：“义父，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许宁燕留了后手，所以昨夜吃完席就带我们离开许府这个是非之地？能看穿人心，超凡强者也不能幸免。”魏渊心里凛然，面带微笑，如此淡定的模样让南宫倩柔愈发肯定自己的猜测。“你是怎么知道的？”魏渊问道。“许七安的2个跟班说的，今儿已经传遍衙门了。”南宫倩柔回答说。魏渊嗯了一声：“去做事吧。”等南宫倩柔退下，魏渊轻轻吐出一口气，心有余悸地把杯里的花茶喝完，又听见了噔噔的脚步声从楼梯处传来。这次进来的是一个蟒袍太监。“奴婢见过魏公。”蟒袍太监行礼后说道：“陛下今晨让人在南院捕了2只白猿，命奴婢来通知魏公，午膳进宫享用猴脑。南院是皇家猎场，能把怀庆气到这个份上。”魏渊缓缓点头：“好，司天见。”袁护法趴在窗边，警惕地看着楼下来往的百姓。那个人在观星楼外徘徊好一会儿了。袁护法转头看向孙玄机，接着他自问自答般地说出孙玄机的心声：“那是个货郎，当然要徘徊。”袁护法点点头，继续警惕地观察着外界的一举一动。片刻后，他又扭头看向孙玄机：“我总觉得观星楼外到处都潜伏着要暗杀我的人。”孙玄机摇摇头：“有我和许宁燕罩着，没人会暗杀你。”袁护法说出了孙玄机的心声，但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如果是观星楼里的术士呢？袁护法说：“他得罪了监正的3弟子杨千奂，4弟子宋清，待在我的房间里，别出去，别吃楼里术士给你的东西。”袁护法念完，微微颔首：“好，这样比较稳妥。”他又在窗外张望了一阵，不太放心地说：“真的没人会暗杀我吗？”“不会。”孙玄机无声地表达心声。这时敲门声传来，袁护法瞬间警惕，如临大敌。孙玄机挥了挥衣袖，让房门敞开。敲门的是宋清，手里拿着一张告示。他怜悯地看一眼袁护法，说道：“今日有人在城内到处张贴告示，悬赏孙玄机身边的猿妖4只各1000两，舌头3000两，猴脑1万两。”袁护法僵在原地，像一只没有生气的纸猴。他愣愣地看向孙玄机，厚厚的嘴唇颤抖：“我想要回南疆。”清晨，叶姬醒来，发现自己睡在陌生的房间里。他首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衣裙，完好无损，但旋即感觉到臀部火辣辣的疼，有些肿胀。娘娘被许郎打屁股了。叶姬心里嘀咕一声，她经验丰富，知道许郎昨夜没碰自己。娘娘昨晚肯定趁着许银罗大婚闹事了，我还是忘了这件事吧。她翻了个身，调整一个舒服的睡姿，重新闭上眼睛。有人悬赏袁护法的狗命，不，猴命。许七安收到孙玄机纸鹤传书，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我接了。整只猴值17000两，要不要下这么大的血本啊？搞得我都动心了。他在心里吐槽了一声，分析起贴悬赏令的幕后黑手，能不声不响的把悬赏令贴的到处都是，可见是有些能量的。从财力角度分析，怀庆的可能性极大。再就是我的好好许灵月，她管着许家的账，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富婆，昨晚射死最严重的人之一。当然，如果悬赏令只是为了吓唬袁护法的报复，那么昨晚闹洞房的大部分人都有嫌疑，袁护法得罪的人太多了。可怜的袁护法。许七安放下纸鹤，扭头看一眼在紧他昏睡的林安，摇摇头。等林安解锁更多姿势后，可以尝试教他双修之法。修行不但能延年益寿，还能提高耐力。许七安披上袍子，来到外室，看见2名宫女正在摆早膳，她们盯着黑眼圈，昨夜似乎没有睡好。看见许七安出来时，眼神里有些畏惧。可怜的殿下，宫女们心里嘀咕。怀庆2年3月2日，今天是我婚后的第3天，掐指算来，
到这个世界已经2年半了。郑重介绍一下，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练习生许七安，喜欢打打杀杀，还有勾栏听曲。上辈子听人说过，男人有3个阶段：母胎、单身、成家立业、躺进棺材。我现在进入第2阶段，觉得很有意义，觉得应该把这段时光记录下来。按照惯例，婚后第3天，我和林安要回宫谢恩，怀庆会在内廷、外廷大摆宴席，宴请朝臣，除了许灵月和木南枝在家养病，一家人都去宫里吃席了。灵月，大哥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你能度过这次人设坍塌的危机的。宴会上有一道菜是猴脑，让我记忆犹新，因为确实很好吃。怀庆2年3月3日，婚后的第4天，害怕林安太过操劳，昨晚睡素的。林安啊林安，你是我在床上也舍不得用力的姑娘。我给了木南枝一个无心安处的心灵归宿，给了骆玉衡了却平息业火、晋升一品夙愿的机会。我能给你的却只有名分，所以我会倍加宠你。从今天开始，我不去勾栏听曲了，整段划掉，以后少去点勾栏了。另外，暂时不和木南枝、骆玉衡福相鬼混，我得好好守着林安，让他完全适应婚后的生活。怀庆2年3月4日，林安也太害羞了吧，到现在为止还没掌控双修的基础姿势，不行啊，这样会影响我修行的。林安，你要加油啊！怀庆2年3月5日，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听采薇说，昨日孙师兄和杨师兄内讧了，孙师兄追杀杨师兄而去，至今尚未返回。奇怪，难道是为了争夺司天监一把手的位置打起来了？但孙师兄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啊。丽娜和林英跟着采薇去司天监玩了。黄昏后，丽娜和林英还没回来，婶婶急得来找我，让我去司天监看看情况。我到了司天监才发现，林英、采薇和丽娜蹲在宋清的密室前一动不动，两人死死盯着门，仿佛里面有绝世罕见的宝贝。我说，许灵英，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她竟无动于衷，依旧保持着隽永而深情的姿态，死盯着门。于是我问丽娜，丽娜告诉我，袁护法躲到宋清密室里了，密室的门过于坚固，他也敲不开，于是他和林英就在这里蹲袁护法。我顿时明白，都是前天那顿猴脑宴惹的祸，怀清是不是故意的？难怪楚采薇今天邀请丽娜和许灵英去司天监玩，感情是借刀杀猴啊！吃货3巨头里，采薇还是很聪明的。等等，没记错的话，宋清的密室除了这扇门，墙壁是普通的砖块墙。我收回刚才的称赞。怀庆2年3月6日，国师暗示我双修，我忍痛拒绝了。我现在要专心辅导林安成才，顺利毕业。同理，我也拒绝了南枝的暗示。顺带一提，自从大婚之后，婶婶看花神的眼神就变得怪怪的。怪在哪里？我总结一下，我把你当姐妹，你却想睡我侄儿。时间会安抚社死的人们，阿门。怀庆2年3月8日，林月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希望他走出阴影，心向光明。林安终于初步掌控双修秘法，为师甚慰。林英和丽娜又去司天监蹲袁护法了。袁护法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袁护法？宋霆锋和朱广孝找我勾栏听曲，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人要学会成长，我已不是当初的少年，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了。怀庆2年3月9日，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圣子，礼物名单：柴馅儿、文人倩柔、赵素素、于涵秀、兰兰、梅儿、蓉蓉师傅、英灵。圣子啊，兄弟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希望你岁月静好。怀庆2年3月10日，怀庆开设的官市初见成效，大批物资涌入中原，牛羊、药材、木材等等，贸易变得频繁后，工作岗位持续增加，大奉的百姓有了活计，妖蛮和南疆以及万妖国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真好啊，四海升平，安居乐业，这是我理想中的盛世。唯一的问题就是听怀庆说立谷部的孩子拒绝自带伙食，更过分的是他们把刚断奶的娃也送到公立学堂念书，简直丧尽天良。我打算过阵子去一趟南疆，教育一下不守规矩的立谷部，绝不是因为栾玉写情书给我的缘故。情书里有几个字写错，我得去辅导他。怀庆2年3月12日，今日与国师一同前往天宗，履行天人之争的约定。大奉的超凡强者都去吃瓜了，天尊看起来不太高兴，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天尊墨的感情怎么会因为这些小事生气？但有一说一，金莲道长几个在边上摆案吃酒就过分了。怀庆2年3月14日，天人之争结束，国师受伤不轻，但我能明显感觉到掠夺了天尊的本源后，他的业火几近熄灭。天尊相对较好，他变得更像一个人，能感觉出来他其实想杀骆玉衡，夺尽本源之力。如果没有我的存在，按照正常情况发展，天人之争中国师必死无疑。这样也好，天人之争后国师修为会更上一层，等齐齐阿兰陀时，他留守京城把握更大。怀庆2年3月17日，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有些苦闷，说不上原因，就是有些郁郁寡闻。我尝试审视自身，却没有收获。直到这天清晨，我看见二叔和二郎各自拎着一袋青桔回来。怀庆2年3月18日，昨日大彻大悟的我与宋霆锋、朱广孝结伴勾栏听曲，熟悉的氛围，熟悉的唱腔，熟悉的杂耍，熟悉的小娘子们，在这个缺乏娱乐的世界里，只有勾栏听曲能给我一丝丝温暖。写下这篇日记的时候，我心里油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怀庆2年3月19日，勾栏听曲。怀庆2年3月20日，勾栏听曲。怀庆2年3月21日，勾栏听曲。怀庆2年3月22日，勾栏听曲。今日与魏公饮茶，他问及修为，我说略有精进，但距离一品中期遥遥无期，一品境界实在太难升级。魏公表达了忧虑，且不说未来大劫，单是阿兰陀之战便不能等闲视之。我痛定思痛，决定潜心修行。怀庆2年3月23日午后，木南枝突然派白姬找我，说手串丢了，甚是惶恐。我便去他房间帮忙寻找，这一找就找到了黄昏。不行啊，许宁燕，这才1个月不到就把持不住自己了，你对得起林安吗？下次木南枝不管用什么理由，我都不会上钩了。怀庆2年3月24日插花。怀庆2年3月25日插花。怀庆2年3月26日插花。今日午后，国师说请我去灵宝关喝茶。怀庆2年3月27日插花弄玉。怀庆2年3月28日插花弄玉。怀庆2年3月29日插花弄玉。林安啊，夫君也是为了修行，我了应对将来的大劫啊。修行数日，效果不错。另外，许元怀今日入职打更人，我觉得挺好，出去工作总比待在家里啃老要强。我拜托宋霆锋和朱广孝照扶一下这个便宜弟弟，也算是给生母一个交代。怀庆2年3月30日，生母跑过来找我，忧心忡忡地说，许元怀每日回家身上都有脂粉味，定是在外面学坏了，他还未及官。是啊，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逛教方思？于是我暗中教导了许元怀青桔的正确使用方法。怀庆2年3月31日，生母果然不来告状了，甚好。其实许元怀这个年纪，该到了想女人的时候，被宋霆锋和朱广孝带坏倒是正常，与其禁欲，不如做个正常些的人。他和元双过去的成长环境颇为畸形，养成了不算太好的性格。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好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就让教坊司的姑娘用温暖的胸膛治愈他吧。不禁想起我到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一个女朋友，只会无理取闹，每次闹起来就让人头皮发麻，非得死死把他按在键盘上，才没给他装逼的机会。相比起来，许元怀算是幸福的。怀庆2年4月1日，今日去了趟南疆，吉渊的情况还算稳定，但如圣雕塑的裂缝已至腰腹，1年之内股神绝对会破风而出。换句话说，1年之内大劫来临，这时候就忍不住想念监正，糟老头子现在如何了？荒带着他去了烂漫的土耳其，还是去了东京和巴黎？卵玉的滋味真不错。怀庆2年4月2日，林安已经能和婶婶有说有笑，和生母关系处得也不错。虽然娇蛮的性子还是没变，但婶婶和生母都能容忍，只是偶尔会和林月斗一场，几乎没赢过。人菜瘾大，欺负一下林英和丽娜不好吗？非要找林月的麻烦。还是福香好，没有给我闹幺蛾子。怀庆2年4月3日，李妙珍正式拜入地宗，金莲道长给她取了一个道号，叫蓝莲。神他妈蓝莲！现在每次看到李妙珍，我脑海里就回荡起蓝莲花。怀庆2年4月7日，皇宫里，富丽堂皇的寝宫里，门窗紧闭，宫女和宦官尽数清除出去。许七安身处寝宫内，脚下是光亮可见的地砖，窗边的金兽嘴里浮出袅袅挪挪的檀香。龙床上，明黄色绣龙纹的床幔卷起，怀庆穿着帝王便服，清冷美貌里杂糅着男装的魅力。男人穿女装就没法看，女人穿男装却很有风味，真不公平。李灵素、二郎和南宫倩柔穿女装，肯定能秒杀大部分女子。许七安心里想着，问道：准备好了吗？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积蓄，怀庆把状态调整到最佳，准备于今日冲击3品。可以了，怀庆道。镇静声超凡后，那些恼人的苍蝇也该清静一段时间了。随着世道渐渐太平，文武百官眼前最大的事就是女帝的婚事。这事之所以很难压，是因为它确实很重要。这里头当然存在野心勃勃，想要和女帝联姻的勋贵大臣，但魏党和王党的部分成员也在催促怀庆成亲。他们恰恰是不愿意立太子的人，如果怀庆迟迟不成亲立后，那么太子之位迟早要花落别家，若是立其他亲王的子嗣便罢了，万一是永兴帝的子嗣成为太子，满朝诸公有一半将来要被清算。不用管他们，许七安笑道。他接着取出地书碎片，
而怀庆从怀里摸出了血丹。霎时间，浓郁澎湃的生命气息在寝宫内弥漫，立在角落里的盆栽先是郁郁葱葱的生长，继而迅速凋敝，死得无声无息。血丹蕴含着磅礴的生命力，对于凡人来说却是致命的毒药。叮！许七安轻叩地书镜面，一道粗壮的宛如实质的龙气钻出，张牙舞爪地冲向怀庆，他的胸口金光如水波般荡开。怀庆吸纳了龙气后，捏起血丹，凝眸端详。血丹晶莹剔透，触手温润，他嗅着血丹的气息，便觉得血液沸腾，心跳加速，毛孔舒张，像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运动。他的脸颊涌起2抹红晕，体内燥热。怀庆吞了吞口水，不再压抑食欲，张开痰口，将血丹吞入腹中。血丹入口后，气机稍一炼化，便立刻化作热流涌入腹中。怀庆体验到了许七安当初的痛苦，他感觉自己吞的不是血丹，而是一大口岩浆，灼热的高温先是在喉咙里炸开，溶解他的咽喉，破坏他的声带，让他失去语言功能。紧接着顺着食管往下烧灼，进入胃袋。而在这个过程中，这股血丹之力已经有少量融入血液里，正随着血管涌向四肢百骸，从内部撕裂肉身。这种痛苦是凌迟的1000倍100倍，炼神境以下的人会在这样的痛苦里瞬间死去。怀庆的意识飞快纷乱，变得迷糊，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以血丹晋升超凡，需要忍受极其可怕的痛苦，足以轻易杀死任何一位4品，以取巧之法晋升超凡，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这些许七安已经提前告知怀庆，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他没料到痛苦是如此的恐怖和可怕，难以承受，根本难以承受。怀庆的元神迅速湮灭，像是融入水中的雪花，分崩离析。他仅存的意识里只剩下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痛苦的恐惧，宛如行走在冰雪中的孩子，渴望着前方出现灯火。抱元归一，忍耐住。他意识浑噩之中，听见耳边传来低沉温和的声音。冰雪中的小女孩看见了他渴望的灯火。怀庆意识猛地清醒过来，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从龙榻滚了下来，浑身是血的倒在许七安怀里。他的理智没有保留多久，被一波波海潮般的痛苦淹没。忍耐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让元神崩溃。许七安沉声道。你当初就是这么过来的。怀庆气若游丝，意识浑噩，断断续续道。他现在不能照镜子，否则一定被自己丑陋的模样吓一跳。怀庆的脸颊血肉开裂，一股股鲜血沁出，像是被排除体外的杂质。他的身躯同样如此。对于当初的我来说，熬不过去就是满门抄斩。许七安轻声道。我别无选择，怀庆，你也没有选择了。熬不过去，你便只有死。怀庆没再说话，竭力对抗元神的崩溃。这时，一条金龙从他体内浮现，像蟒蛇一般盘绕，把他溃散的元神盘住，阻止其消散。时间1分1秒过去，许七安默默护在他身边，撑起结界，把怀庆的惨叫声和血丹的气息笼罩，没有丝毫外泄。直到金兽里的檀香不再升起，怀庆的情况才渐渐安稳。他的躯壳已经褪去凡胎，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可断肢重生，可移山填海。当世9州，第一位超凡女武者诞生了。金龙消散，许七安也撤回了结界，握住怀庆鲜血淋漓的手，渡入气机。我成功了。怀庆睁开眸子，2道锐利的气机刺穿殿顶，这是因为他还难以完美的驾驭这股力量。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许七安连拱手，面带微笑。怀庆悠悠吐出一口气，盘坐起身，招手射来一块干净的汗巾，仔细擦拭如花似玉的脸蛋。待勉强收拾干净后，他柔声道：多谢。咱们之间说什么谢字？许七安笑着摆手，心说你可是我大姨子啊。怀庆轻声道：既然不用说谢，那许银螺丝底下也不用总是把陛下挂在嘴边。虽然他也总是把许银螺挂在嘴边，但心情好的时候，没有外人的时候，还是会叫您念的。他是想让我叫他归名，还是怀庆？许七安说：好的，陛下。怀庆不爱理他了，淡淡道：李妙真什么时候晋升3品？许七安回答：就在今晚，他会在观星楼的八卦台凝聚功德之光，一举突破3品。怀庆点了点头，又问道：有几成把握？按照金莲道长的意思，妙真行走江湖3年，所凝聚的功德之力极其庞大，但随之而来的因果反噬也会极大。许七安说道：今夜是否要去旁观？怀庆点头。事情聊完，怀庆也已经成功晋升。许七安看了一眼天色，就有些想离开了。已经和宋霆锋还有朱广孝约好，午后勾栏听曲，结束后还得插花弄玉，黄昏前的结束，因为夜里要教导临安。对了，早晨来时他还抽时间喂饱了福香。光阴似箭啊，时间总是不够用。许七安由衷感慨说道：陛下，我先告辞了。
怀庆抿了抿嘴，略有些失望，但还是点头回应，又有些不甘心，不咸不淡道：许银罗婚后的日子过得甚是逍遥，时间总是不够用。林安那丫头喜欢缠人，恨不得天天和我腻在一起。许七安刚说完，就见怀庆脸色一沉，没什么感情的说道：不送。他当即化作一团融化的阴影，消失在寝宫里。夜，清冷的孤月高悬，夜幕镶嵌着几颗零落的星子。白日里热闹的京城已经陷入沉睡，远处偶尔传来夜鸟的啼叫。观星楼的八卦台汇聚着一群吃瓜群众，孙玄机以及跟在他身边的袁护法，背对众人负手而立的杨千唤，额头一缕白发的青山剑客楚元稹，穿回白色绣梅花宫装的怀庆，苦大仇深的恒远，不怕他心通的阿苏罗，不孝弟子苗有方，衣带渐宽很后悔，恨许恨的人憔悴的李灵素。当然还有本次事件核心人物李妙贞和金莲道长。许七安坐在岸边，看向修罗王柚子，等妙贞晋升成功，我们便攻打阿兰陀。阿苏罗深吸一口气，好，我等这一天很久了，从归位来就一直在等，从替你拔除封魔定时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佛门与修罗族有灭族之恨，与他有杀父之仇，没有人比他更想踏平阿兰陀。阿苏罗为大凤征战云州超凡，可不是为国为民，中原百姓和大凤朝廷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是在下注，赌许七安能崛起，赌大凤能赢，然后反攻西域佛门。他赌对了。苗有方打了个哈欠，问道：为何要选在夜里晋升？顶着2个黑眼圈的李陵素沉声道：夜里好啊，夜里很好，总算能休息一晚上了。金莲道长解释道：昼夜并无区别，只是对贫道来说，夜里会更有精神一些。夜里更有精神？道长你是不是上猫上的太多了，作息规律已经完全猫化了？许七安看一眼金莲道长，深表怀疑。察觉到许七安的注视，金莲道长咳嗽一声，望向李灵素，转移话题和注意力，诧异道：你已经修到铜皮铁骨了，你都被逼得把武道修至6品境了。众人内心一阵怜悯。李灵素没搭理众人，只是心酸的别过头去。苗有方惊喜道：李兄，没准你能成为武道双修的4品强者，超凡之下的佼佼者。混蛋，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李灵素内心毫无喜悦，咬牙切齿道：这还要感谢许宁燕的敦促。当初他组建寨子拉拢流民时，就已经是8品境，7品炼神境修的是元神，对天宗圣子来说基本没有难度，随后就一直卡在炼神境，难以突破到6品。不用谢，当兄弟嘛，应该的。许七安一脸诚恳。李灵素又别过头去。这时阿苏罗望向袁护法，啧啧道：你还活着呀？查出是谁发布的悬赏令了吗？我觉得是皇帝。怀庆面不改色，淡淡道：朕倒觉得是你。李灵素摇头：我觉得不是陛下，也不是阿苏罗，是许宁燕的妹妹。那丫头表面看起来娇弱可人，其实心黑得很，而且当晚最丢脸的就是她了。许七安立刻反驳：你怎么不说是你？建州时你比她可要丢脸多了。被人揭了伤疤，李灵素新仇旧恨一起涌上来。狗贼，我忍你很久了。杨千唤立刻附和：狗贼，杨某也忍你很久了。苗有方赶紧站出来和稀泥：好了好了，别吵了，是我发布的悬赏令总可以了吧？是我悬赏17000两，悬赏袁护法。众人看他一眼：你不配。苗有方。李妙贞适时睁眼，挽救了苗有方的尴尬：道长，我准备好了。他已将各方面状态调整到巅峰。金莲道长微微颔首：我会替你把关，但能帮的毕竟有限，能否成功靠你自己。李妙贞接着又看一眼许七安，这家伙白日里替怀庆护法了。许白嫖求声誉很强，低声道：我会看着你，放心。怀庆心里哼了一声。李妙贞闭上眼，运转地宗凝聚功德的心法。世人便有业障和功德，地宗的心法只是将一个人的功德之力凝聚起来，具现化、实用化。李妙贞下山游历3年，行侠仗义，他到底凝聚了多少功德？没人知道，即使是金莲道长也很难做出准确的预估。半刻钟后，八卦台的众人看见漆黑的远方飘来一片散碎的宛如盛大萤火虫群的金光，纯粹、温和、神圣，宛如世间最美好的力量。好美。怀庆低声说了一句。李妙贞头顶升起一道宛如真实的，距离实质只差1步的身影。这是他的阴神。阴神与肉身一样，盘腿而坐，闭着眼睛。漫天飞舞的萤火虫飘来，覆盖在李妙贞体表，覆盖在她发丝间，笼罩全身，然后慢慢融入体内。顷刻间，李妙贞的阴神便被神圣浩大的功德之力笼罩。想不到他短短3年凝聚了贫道30年才能积攒的功德。金莲道长摇头感慨：寻常人做好事讲究量力而行，甚至要看心情，因此即使是好人，行善的次数也有限。
蓝莲行侠仗义不计回报，急公好义刻不容缓，这份心意之纯世所罕见。蓝莲花，哎呀！许七安脑海里又一次回荡起熟悉的旋律，心里疯狂吐槽：不，道长，求你别再喊他蓝莲了。一炷香后，天边涌来的功德之力越来越少，直至不再飘来。此时，李妙真的阴神已经凝成实质，散发神圣的金光。阳神已成，这是功德之力塑阳神。阿苏罗看出了点门道，不错，金莲道长汉手，由功德之力塑造的金身，才能将地宗的功德法术发挥到极致。他旋即露出忧色。妙真的功德之力踏入三品绰绰有余，但相应的因果反噬也不容小觑。可谓功德，造福一方是为功德。通常来说，助人行善也能凝聚功德，但这并不代表助人和行善就一定是功德。举个例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被官府追捕，奄奄一息地倒在路边，一位路过的行人将他救走。那位好心人精心照顾，救活江洋大盗，后者死里逃生后，扭头就乱杀一通，造成无辜之人殒命。江洋大盗原本该死，却因为行人的善意之举逃过一劫。那位行人是做了好事，他同样会凝聚救人功德，但所沾染的因果是这一点功德10倍100倍甚至更多。同样的例子，如果行人救的只是一个小偷小摸的窃贼，因为窃贼造成的业障极小，功德与业障抵消之后还有富余，那么行人就凝聚了功德。所以说地宗会有因果反噬的危机，但只要小心翼翼地积攒功德，不救恶人，让功德永远保持在盈利状态，就能杜绝入魔的危险。金莲道长当年是蛊惑了帝王修道，造成数十年来政务荒废，百姓生活困苦，这份因果之力直接化作黑莲养分，让金莲道长没有补救的机会。李妙真虽然行侠仗义多年，救了无数人，但他同样也有错帮错救之人，这些业障不修功德时不会有问题，一旦修了地宗的功德，业障就会反噬。在地宗的说法里，这便是因果反噬。苗有芳指着李妙真的眉心，惊道：变黑了。飞燕女侠眉心处浮现一块漆黑如墨的色斑，并迅速扩大。那块色斑漆黑如墨，并伴随着至恶至邪的气息，象征着堕落一切的力量。色斑快速蔓延，往下流淌，就像往李妙真头顶浇了一桶粘稠的墨汁。察觉到这股至恶的堕落气息，在场的天地会成员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轻微的应激障碍症，想到了黑莲到手。粘稠的墨汁往下流淌，覆盖了李妙真的胸口、腹部、双腿，很快就只剩最底盘的金光在勉力支撑。孙玄机和杨千唤同时抬脚一踏，两道元阵组合成封印阵法，将八卦台封印住。这既是防止李妙真入魔后逃走，也是为了楼内的师弟们着想。普通修士被堕落气息污染的话，会当场神志错乱，人性里的恶念无限扩大，造成伤亡。这因果够深的呀！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扭头看一眼金莲道长，见橘猫倒是脸色沉凝，但没有出手，便只好先忍耐下来。金莲道长低声道：他行善过于率性了，因果缠身比我想象的要夸张。道门三宗的修行之法都稀奇古怪，死得挺快。杨千唤摇摇头，语气里透着身为术士的骄傲。所以我只学人宗剑术，不修人宗心法。楚元怎当了一回捧哏。哼，你们术士也好不到哪里去，忘记是师的诅咒了。李灵素心里嘀咕，但他没有说出来，因为杨千唤是他的同盟，不能拆盟友的台。这时元护法蔚蓝眸子遥遥注视着圣子，不受控制地展开读心。你的心告诉我。哼，你们术士也好不到哪里去，忘记是师的诅咒了。场面猛地一静，李灵素满脸尴尬，干笑不断。这猴子怎么还不死？圣子心里破口大骂。杨千唤背对众人，看不到表情，但在场众人能意会他的恼怒和尴尬，毕竟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他的好兄弟李灵素。真是不怕死啊。我记得元护法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天赋神通。苗有芳幸灾乐祸地想，他心通和天赋神通融合后难以驾驭了。阿苏罗审视着元护法，猜测出了真相。正常情况来说，有了1个多月前的闹洞房事件，得罪那么多人，有点求生欲的常人都会谨言慎行，断然不会如此嚣张跋扈。元护法此时一脸完犊子的表情，显然是个有求生欲的，那么就是神通失控了。这猴子简直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金莲道长微微摇头。孙玄机为什么要把他带过来？虽然有负责传达念头的原因，但这样的场合孙玄机没有必须发言的需要，是故意带上元护法的。做个人吧，和许宁燕混久了，心灵就堕落了。楚元稹暗暗思忖，揣度孙师兄的险恶用心。他突然心里一凛，看向元护法，发现后者蔚蓝色的眸子也在看他。元护法不受控制地读起楚元稹的想法。你的心告诉我。话没说完，许七安隔空反手一巴掌将元护法拍翻在地，打断了他的读心。楚元稹松了口气，收回了出鞘3寸的神兵。元护法一脸后怕，劫后余生的表情。
李妙真对于身边同伴们的互动毫无察觉，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片光暗交织的世界，神圣纯粹的金光和至恶至邪的黑光各自占据半边天空，它们交融之处，金色和黑色混杂，扭曲成混沌之色。李妙真秀眉紧蹙，站在两色交汇之处，左顾右盼一阵，她看见堕落邪恶的黑光中，一道人影扭曲着凝聚而成。那是一名年轻的剑客，手里拎着一把滴血的剑，一脸阴沉地盯着李妙真。李妙真记得他是当年下山游历不久，从一群山匪里救下来的侠客。你为何会在这里？李妙真愣愣道。年轻剑客舔着手里的剑，狞笑道：多谢飞燕女侠舍命相救，没有你的救命之恩，我如何在乱世中占山为王，烧杀劫掠？李妙真脸色略有呆滞，眼神里闪过一抹悲哀。第二道扭曲的人影随之凝成，是一个脸庞圆润、身体发福的中年官员。官员笑眯眯道：飞燕女侠，本官想明白了，水至清则无鱼，若想官路亨通，只有和光同尘。本官以前就是太恃才傲物，所以连连碰壁，难以施展抱负，经历了一次死劫后，终于大彻大悟。多谢飞燕女侠的救命之恩。他原本是一个清官，因为不忿上级鱼肉百姓，欲进京告御状，途中遭遇上级安排的高手追杀，危难关头被李妙真救下。李妙真没有说话，眼里的悲哀愈发浓重。接下来一道道人影扭曲着成型，他们有男有女，有不同的身份和职业，都是曾经被李妙真救过，但后来走入歪路的人。李妙真耳边听着或讥笑或猖狂或阴阳怪气的讲述，眼里的悲哀越来越浓，他的眼白和瞳孔被粘稠的墨汁一点点取代。这时又一道人影扭曲着成型，是杨川南，钱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他穿着戎装，单手按住刀柄，望着李妙真，淡淡道：杨某能拔除巫神教的势力，策反云州官员，度过巡抚的调查之危，还得多谢飞燕女侠的担保和袒护。李妙真脑子轰的一炸，眼眶里的粘稠墨汁像是决堤的洪水，迅速覆盖眼白和瞳孔，让他双眼化作纯粹的漆黑。他的心态越来越扭曲，恶念纷至沓来，认为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杀意、嫉妒、愤怒、淫欲、傲慢，种种负面情绪翻涌不息。就在这时，耳边忽然传来高亢的吟诵声：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动，毛发耸，立坛中，死生同，一诺千斤重。李妙真脖子僵硬的扭过头，一抹金光刺入了漆黑的眼眶，驱散了粘稠的墨汁。他看见了一个主刀而立的少年，浑身浴血。当年云州危难之际，是他及时出现，保住了许宁燕的肉身。混蛋，别死了！第二道声音传来，他看见自己抱着许七安的尸体，竭力地替他拼凑溃散的元神。那是许宁燕强行打乱天人之争后，遭受儒家法术反噬的情景，是他第二次救下许七安的命。大凤五夫许七安前来凿阵。第三道声音回荡中，一袭青衣吞下金丹，从城头一跃而下。更多的人浮现，同样是身处各个阶级，拥有不同身份，平民、乞丐、游侠、官员等等，他们也是被李妙真拯救过的人，密密麻麻，宛如千军万马。这些人包括许宁燕，齐齐望向他，躬身抱拳，他们的呼喊化作同一个声音：飞燕女侠，功德无量。李妙真眼里粘稠墨汁尽数消退，他的身后那片漆黑粘稠的空间，那些邪恶堕落的人在功德金光中尽数消融。功德无量。八卦台上，阿苏罗望着被漆黑墨汁覆盖的李妙真，问道：你能看到他现在的想法吗？不是吧，这时候妙真的内心戏肯定没法看啊，说出来的话他会羞耻到横剑自刎的。许七安心里刚闪过这个念头，便听金莲道长缓缓道：根据他内心的想法，判断他此刻的状态确实比单纯的观察堕落之力要有效。苗有芳一本正经地说：道长是专家，听道长的。李林素附和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所以听道长的准没错。楚元稹分析道：我觉得金莲道长说的很有道理。虽然李妙真看起来情况不妙，但众人心态相对轻松，因为护法的超凡高手太多了，一品、二品、三品都有。李妙真最差的情况也只是凝聚功德失败，断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黑莲。在一群人威逼利诱下，原护法蔚蓝澄澈的眸子注视着李妙真。这个过程长达10秒，他的表情越来越惊悚，嘴唇颤抖，想说又不敢说，理智和本能在做抗争。他的心告诉我。话没说完，李妙真的阳神突生变故，覆盖全身的粘稠墨汁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煌煌神圣的功德之光，七彩绚烂。轰！空气微微抖动中，七彩光柱从阳神中迸发，冲入云霄，将夜空中的云层染成瑰丽的光泽，照亮小半个京城。城中不知道多少高手从睡梦中惊醒，或冲出屋子，或推开窗户，遥望天空中的光柱。大凤再添一名3品强者。持续10几秒后，七彩光柱收敛，
李妙真阳神落回体内，她身躯绽放出微弱但神圣的霞光，衬得肌肤晶莹如玉，五官秀美精致，英气勃勃。恭喜蓝莲！金莲道长微笑行礼，恭喜飞燕女侠，恭喜妙真，恭喜师妹。其他人纷纷行了一个道理，送上祝贺之词，仿佛刚才逼迫元护法读心的不是他们。李妙真睁开眼，先看一眼许七安，见他满脸发自内心的微笑后，又斜一眼怀庆，接着才是环顾众人，微笑着还礼。客套完了，许七安连忙抬了抬手，说道：妙真，你凝聚修为期间，阿苏罗、楚元稹、苗有芳都怂恿元护法读你的心，包括你的师哥和金莲道长。一直没有说话的杨千唤难得的附和了狗贼，道：没错，我可以作证。李妙真脸色大变，豁然回首：你读心了？他的气息在这一刹那有些紊乱，走火入魔那种。他刚才想了什么？众人心里闪过这个念头。元护法惊得连连后退，用力摇头：没有。李妙真这才松口气，瞪了苗有芳等人一下，道：这次晋升颇为凶险，差点就堕入魔道。好在是顺利晋升了。楚元稹咳嗽一声，化解尴尬般的感慨道：想当初天地会成员里，只有我和圣子拥有4品的战力，你们修为都差了些。一晃快3年了，我还停留在4品，你们却一个个晋升超凡。状元郎的唏嘘不是装的。天地会刚成立时，丽娜、李妙真、恒远这些人都是4品之下，严格来说，李灵素也是下山游历1年后才晋升4品。闭关的8号和9号金莲不提，楚元稹是战力最强的成员。可是现在1号、2号先后踏入超凡，3号更是1品武夫，6号虽然也是4品，但拥有一枚杀贼果位，不是寻常意义上的4品。8号、9号则是2品。这样的情况，即使楚元稹性格随和，不爱争名夺利，也不由得涌起强烈的危机感，再不晋升就真的被远远的抛开了。瞧你这话说的，我不也还是4品吗？李灵素安慰道。还有丽娜和恒远大师。楚元稹笑了笑，圣子说的有理。元护法盯着状元郎，突然说道：不，你说谎，你的心告诉我。一个纵情声色的浪荡子，一个只知道吃的蠢丫头，我和你们能一样？元护法一脸报复的快感。空气突然的安静。许七安、李妙真、金莲道长、阿苏罗等人别过脸去，抿着嘴憋着笑。楚元稹脸色僵硬，尴尬的脚掌扣紧地面。快把这猴子送回南疆吧，不然迟早有一天炖了他。李灵素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假装看起四处的风景。嗨，金莲道长咳嗽一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道：夜深了，明日商量如何攻打阿兰陀，今晚先回去休息吧。说完御风而起，消失在黑夜里。众人齐齐腾空，往不同方向遁去，回归住处。孙玄机带着元护法返回卧房，后者点上油灯，灯光在房间内晕染开来，说道：我去一趟茅房。等孙玄机点头后，元护法谨慎地从怀里摸出传送玉符，捏在手里，这才放心出门。妖族北漂，孤身在外，要学会保护好自己。额请元护法返回，在铜盆里洗了洗手，接着从桌上的果盘抓了一只春桃啃起来。嗨，盘坐在床上的孙玄机先是展开封印阵法，将屋内的气息、声音隔绝，然后咳嗽一声，示意元护法看自己。元护法扭头凝视着他半晌，道：我不能说李妙真的心声，他知道了会杀我的。你会保护我？屁嘞，你根本没有用心保护我。许家的那2个丫头蹲了我好几天，我不接受你的解释，我不听，本护法死也不会出卖李妙真道长的。咚咚，这时房门被敲响，随后自行打开，门口站着杨千唤的背影，倒退着走进来，语气低沉，缓缓道：李妙真凝练功德时心里想的是什么？边问边关上门。元护法还是摇头：我不能说，我是有性欲的妖，你想知道自己去问便是。杨千唤沉声道：天不生我杨千唤，大凤万古如长夜，杨某也是讲性欲之人，放心。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杨千唤的话。由于屋子被封印阵法笼罩，他无法传送离开，又不能走门。杨师兄当机立断，藏入墙边的衣柜里。孙玄机伸出手掌，轻轻一推，推出一道圆阵，依附在柜门，封印了杨千唤的气息。做好这一切，元护法起身打开房门。门外苗有芳和李灵素搓着小手进来了，见面就问：元老哥，有事请教。元护法关上门，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李妙真的心声。苗有芳和李灵素相互看了看，一起点头。和元老哥说话就是痛快，咱们都是敞亮人，就该说敞亮话，所以……话音未落，咚咚的敲门声又来了。苗有芳和李灵素没有任何犹豫，目光在房内一扫，窜向衣柜，打开柜门。他们看到了一个后脑勺。后脑勺说：好巧。苗有芳和李灵素两人挤了进去，柜门轻轻关上，
气息完全消失。袁护法一脸凝重地打开门，吱的声音里，门外的青山剑客出现在孙玄机和袁护法视线中。楚状元一脸若无其事地说道：“深夜叨唠，非君子所为，在下前来主要是关心一下袁护法的近况。”袁护法打断他，顺便打探一下李妙真的心声。楚元稹一愣，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都可。”袁护法返回桌边坐下，摇头说道：“我答应过李妙真道长，绝不泄露他的心声，请楚兄不要为难本妖。”楚元稹面不改色：“告诉孙师兄就可以。你们若不是在说此事，为何用阵法罩住房间？”袁护法看一眼孙玄机，这个人类很聪明，不好糊弄。正要解释，敲门声又来了。楚元稹脸色微变，目光一扫，锁定柜门，起身走过去，说道：“劳烦孙兄替我封锁气息。”做事妥帖，考虑周全，由此可见，前三人的脑子确实没有楚状元好使。说话间，楚元稹打开了柜门，看见两张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脸，还有一颗后脑勺。“你们！”楚元稹愣在当场，接着面皮火烧火燎：“快点进来，看看下一个是谁。”苗有芳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楚元稹无奈挤了进去。袁护法打开门，看见身高9尺的阿苏罗站在门口。袁护法还是有些怕他的，连忙退后了几步。阿苏罗顺势进门，朝着孙玄机和袁护法颔首，顺带关门，问道：“李妙真方才心里在想什么？”问话的是阿苏罗，袁护法不知该不该回答，看向了孙玄机。袁护法点了点头，道：“孙师兄问你，为什么连你这样身份的人都喜欢掺和这种事？”说完，袁护法心里嘀咕：“你自己不一样。”阿苏罗坦然道：“天地会的成员似乎很喜欢玩这一套，除了办正事的时候正经，平时总在彼此算计，恨不得让对方丢尽颜面，羞愧的钻地缝。我并不喜欢这一套，但既然少不得与他们打交道，那就得未雨绸缪，掌控他们的隐秘私事，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觉得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孙玄机等袁护法说出心声后，挥了挥袖子，哐一声，柜门打开。阿苏罗看见了3张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脸，以及一个后脑勺。好巧啊！4人招呼道：“你们。”阿苏罗脸色愕然，连忙审视自己刚才的话，确定没有羞耻的话后，他恢复了平静。看来我们都是懂得未雨绸缪的聪明人啊。楚元稹婉尊道：“没错。”苗有芳和李灵素附和。他们3人走出柜子，杨千焕倒退出来，一伙人在桌边入座，杨千焕站在墙角。阿苏罗想了想，道：“我们干脆把门打开，看看还有谁会来。如果李妙真来了，我们就散了；如果没来……”他看一眼袁护法，意思不言而喻。众人纷纷赞同。房门敞开，时间1分1秒过去，半刻钟后，一只橘猫翘着尾巴，迈着优雅的步伐路过孙玄机的门口。他不经意的屋内看了一眼，冷静的收回目光，继续朝前走去。“别装了，金莲道长！”楚元稹喊道。橘猫置若罔闻，继续往前走。“那只猫说的就是你。”李灵素说道。橘猫稍稍犹豫，很镇定的说道：“好巧啊，几位，贫道其实有事来找袁护法。”众人面无表情道：“李妙真的心声。”猫脸呆滞。橘猫蹲坐在桌上，环顾一圈，道：“许宁也没有来。”袁护法点头：“他没有来，只有你们。”“我不信。”众人异口同声。橘猫道长沉吟一下，道：“你们谁先来的？”袁护法便把先后顺序告诉了橘猫。许宁燕藏匿的手段只有2种，移形换斗和阴影潜藏，前者只能屏蔽气息，无法隐藏身形，那就只剩下后者。杨千焕精通传送术，阴影潜藏跟不上。橘猫道长心里一动，扭头看向苗有芳，吐出一口霞光。霞光将苗有芳笼罩，让他身躯绽放光芒，消融影子。苗有芳的影子里还藏着一道影子，在功德之光的照射下，无所遁形，缓缓恢复人样。许七安面不改色，笑道：“好巧，诸位。”这个贱人。众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许七安假装看不懂大家的表情，转而望向袁护法，道：“可以说了。”许七安是随着苗有芳一起来的，原本打算不动声色地把消息听去，没想到天地会这群人没一个正经人，不，恒远大师是唯一的良心。怀庆不来，多半是拉不下脸，或者没有兴趣。一屋子的大佬看向袁护法，没有说话，给予无声的压力。袁护法看了他们一眼，竟出奇的冷静，回应说：“我是无所谓的，但你们得问他同不同意。”说着，他从怀里摸出一只锦囊，打开。刹那间，功德之力盈满整个房间。李妙真的阳神从锦囊里飘出来，悬浮于空，冷漠地俯瞰着屋内所有人。袁护法是出去上茅房时遇到的李妙真。众人李妙真，他怎么会在这里？房间内陷入短暂的寂静，每个人脸色都有轻微的变化，或尴尬，或惊讶，或羞耻等等。其中
最尴尬的是金莲道长和楚元稹，一位是沉稳可靠的老前辈，一位是博学多才的状元郎。人设立的越高，此时就越尴尬。阿苏罗忍不住想双手合十来缓解尴尬，虽然嘴上说是未雨绸缪，但堂堂二品高手私底下八卦别人的隐私，终究有损颜面和格调。相对来说，许七安、苗有芳和李陵素尴尬程度最轻，贱人、江湖浪子和渣男，低人设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呵，怎么不打听了？李妙真扫了一圈，很满意众人的表情。众人干笑。蓝莲道长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冷笑道：贫道不介意的，有什么想打听的就问吧。相处了这么久，天帝会成员什么德性，他还能不知道？一听他们在八卦台怂恿元护法读心，李妙真就知道事后绝对会有人暗中打探，所以他假装离开司天剑，暗中折转回来，恰好碰到元护法上完茅厕，灵机一动就藏身在养魂的香囊里，守株待兔。只是没想到兔子这么多，气氛有些尴尬。李林素、苗有芳等人频频看向许七安，希望他能站出来化解让人无地自容的气氛，也只有他能哄李妙真开心了。妙真变机灵了呀，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大家都社死，就等于没有社死。还好还好。许七安清了清嗓子道：士别3日，刮目相看。妙真啊，看到你成长，本银罗甚是欣慰。李妙真娇哼一声。许七安当即提了一个话题，转移众人注意力。既然差不多到齐了，索性就不等明天，直接商量攻打阿兰陀，拯救神书头颅的事。金莲道长正气凛然道：说说你的看法。大家配合的露出严肃表情，一副正事要紧的模样。既然强行扯到正事上，李妙真也不好继续开群嘲，心里嘀咕一声：许宁燕就会耍无赖。我打算让怀庆、杨公、寇扬州和国师留守京城，应对巫神教超凡强者的袭击。阿兰陀那边的战场的伽罗术由我来对付，琉璃菩萨和广贤菩萨如何安排，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许七安看一眼阿苏罗道：二品高手里，阿苏罗和九尾天狐都是偏向近战搏杀类型，对付2位菩萨的法相恐怕有些困难。五夫虽然可以横行无忌，但最大的缺陷就是留不住人。面对同境界其他高手时，人家打不过你，可以跑啊，没准还会回头朝你啐一口唾沫，说：呸，粗鄙的武夫，你还拿人家没办法。阿苏罗敲了敲桌子，似乎有些不高兴。我的路数虽然和武夫相近，但我有杀贼果位，有阴功果位，相比起武夫，可操作性要强很多。他一副你别把我和粗鄙武夫混为一谈的倨傲。另外，九尾狐同样有诸多手段，只是他灵运没有完全复苏，或不及肉身强大，所以不曾施展武夫，真是个被人唾弃的职业啊。等我晋升武神，我要让九州所有体系的超凡强者跪下来唱征服。许七安反问道。所以阿苏罗道：广贤菩萨有我和九尾天狐联手，再有赵首辅助，足以对付。赵首带上如冠和刻刀，相当于2品。在过去的战斗中，他们摸索出3位2品强者联手，差不多就能应付佛门的1品。当然，必须是各职业之间互补搭配。如果是相近领域的，那么3名2品面对1品，也只有被吊打的份。正面例子是落玉横渡劫战，阿苏罗、赵首和金莲道长；反面例子是寻州城外的超凡战，阿苏罗、寇扬州和许七安。另外，3打1针对的是佛门菩萨，其他体系的1品没有实战数据参考，不算在内。阿苏罗继续道：佛门菩萨中战力最强的是伽罗术，但最难对付的公认是琉璃菩萨。李妙真皱了皱眉。琉璃菩萨？阿苏罗点着头说道：他掌控的是琉璃法相，又称无色琉璃法相以及行者法相，前者是一种领域，深陷领域之中，神通、念头、动作都会变得无比缓慢，只有琉璃自己能自由行走。在场非武夫领域的超凡心里一凛，这一招对他们来说可谓杀手锏一般的能力。无色琉璃领域的范围大概是方圆60丈，不算太大，但偏偏他掌控行者法相，论速度，琉璃菩萨是当世9州第1人，极致的速度，然后展开领域，谁都逃不掉。这就是我说为什么琉璃最难对付的原因。等阿苏罗说完，李灵素沉吟道：以儒家法术禁止展开领域，是否就能克制？赵首不在，许七安代为回答道：这是一个办法，但如果直接伤害限制高于自身品级的强者，反噬会非常大，不到关键时刻不能随意施展，可以当作杀手锏用。李妙真则看向橘猫道长，道长以身训道：能不能用功德之力反杀他？好主意啊！众人大喜。橘猫抬起爪子，用力拍一下桌面。不要开玩笑，如果贫道死在琉璃手中，那么他接下来必定厄运缠身，难以在混乱的超凡战中活下来。就算贫道有殉道的觉悟，琉璃也未必愿意杀我。可以把金莲道长视作搅屎棍，对手不抱着同归于尽想法的前提下，没人敢碰他。地宗真无赖。许七安吐槽道：不对，
身为术士的杨千唤摇了摇头，可以用气运抵消厄运，如果佛门动用气运，道长你就白死了。橘猫的猫脸露出了警惕之色。许七安宽慰道：气运这东西，佛门珍视着呢，不会用来对付你的。再说，能掌控气运、使用气运的只有术士，佛门的菩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算是他，也是在乱命捶狂砸脑瓜后，才让体内的国运觉醒，掌控众生之力。而这一切依旧是术士在帮忙超品的佛陀，或许能掌控气运，但菩萨们绝对不具备这种能力。橘猫稍稍松了口气。楚元稹扫了一眼皱眉沉思的李灵素，笑道：我记得那位琉璃菩萨是难得一见的绝色美人，不如派圣子出马吧，对付女人他最在行了。李灵素不服气地说：为什么不是许宁燕？明明他才是最薄情寡义、风流好色的男人。不，我是走精品路线的，面向的是年轻貌美的优质女性，而你只是一辆共享单车，姑娘们轮流骑。许七安心里吐槽完毕，反手一巴掌把袁护法拍翻在地。袁护法捂着脸起身，委屈地说：为什么打我？许七安歉意道：不好意思，条件反射。袁护法默默地缩到孙玄机身边，在这个冷漠的中原，只有孙师兄能给他一丝丝的安全感。孙玄机看他一眼，袁护法心领神会，读心道：我记得当初许宁燕杀真德时，监正老师打伤了琉璃，他是怎么做到的？许七安略作沉吟，回答：不出预料，是靠蛮力强行打破。当时琉璃身处中原，监正能调动众生之力。术士的手段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天命师的神通是窥探未来，那么监正的破敌手段其实并不多。橘猫晃了晃尾巴道：换而言之，只要拥有当时监正的战力，就能破开琉璃的无色领域。众人一起看向许七安。橘猫摇着头，许宁燕调动众生之力时的战力已经超越监正，但若是在西域还是差了些。闻言，桌边众人愁眉不展。琉璃菩萨非常棘手，是能真正威胁到他们生命的存在。在场除了阿苏罗和许七安，其他超凡都有生命危险。这时许七安缓缓道：配合镇国剑的话，我应该能打破琉璃菩萨的无色领域。众人吃了一惊，阿苏罗有些难以置信：你修为精进这么快？他不信许宁燕踏入一品后还能继续高歌猛进，这不可能。怪物吗？就算国运加深，也不可能如此夸张吧？楚元稹等人一阵啧舌。倒也不是，许七安解释道：我的七绝骨已经晋升超凡，力骨的血迹能让我在短时间内提升战力，配合镇国剑，战力应该不会差当时的监正。差点忘了，这小子还是会蛊术。阿苏罗心里好受多了。七绝骨会不会有隐患啊？找机会提醒他一下。李妙真更担心七绝骨这件源自古神的物品会带来反噬的危险。橘猫道长带着几分期待道：或许这次能彻底查清楚佛陀和神书的关系。听到这里，天地会成员都有些期待，他们即将揭开一位超品的神秘面纱。又商议了半刻钟后，苗有芳抓住机会提出质疑：有没有可能巫神教的超凡会埋伏在西域？我们以为猜到了他们的计划，结果他们猜到了我们猜到他们的计划。没人说话。不会。许七安打破沉默，替弟子挽尊说道：巫神教和佛门都觊觎中原，彼此是竞争关系，一旦去了西域，谁能保证佛门不对巫神教出手？要知道佛陀早就挣脱了封印，他是能出手的，而巫神却鞭长莫及。萨伦阿古会抓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机会出手对付大凤，但绝不会为了杀我们铤而走险。苗有芳环顾一圈，见众人脸色如常，就知道这群家伙早就想到这一点。我还是不够聪明啊。苗有芳惭愧了一秒。孙师兄，有什么办法能提炼出一品高手的精粹吗？许七安突然问道。袁护法在旁读心翻译道：我只知道炼血丹的阵法，但这无法炼出一品的血肉精华。你是打算？桌边众人眉头一挑，看着许宁燕，心里涌起一个大胆的猜测。许七安颔首：我打算趁这个机会斩杀伽罗树，提炼他的血肉精华，踏入一品中期。当然，这不是主要目标，不必强求。伽罗树的防御过于可怕，我们能打败他，却未必能杀他。况且你也说了，炼制血丹的手段炼不出一品高手的血肉精华，这是九尾狐替他从神书那里打探到的最快晋升一品中期的方式。伽罗树走的是禅师武僧双修体系，本身算半个武夫，恰好与许七安契合，但粗鲁的生吞血肉，能吸收的精华有限，并不足以支撑他晋升到一品中期。杨千唤没好气道：愚蠢，这种动脑子的事情交给宋清就好了，给他一个提炼一品血肉精华的机会，他会开心的7天7夜不合眼，研究出一套方案。如果宋清也没辙，那就不用考虑了。对啊，还有宋清这个鬼才，生物领域的炼金术是他的专业。许七安眼睛一亮，监正的这些弟子虽然一个个都是怪胎，但确实很好用。众人心里感慨，
许七安为这场谈话盖棺论定。那么今天到此为止，2日后于司天监会合，攻打阿兰陀。商议结束后，众人打算离开。李妙真狐疑道：“你们不会再来了吧？”“不会不会。”众人连连摆手。“我们不是那么无聊的人，先前只是关心你的处境罢了。”李妙真左看右看，还是不太信任天地会成员的节操，道：“你们先走，我最后一个。”许七安一边点头一边说道：“妙真，我替你监督，我带他们一起走。你最不可信好吗？”李妙真淡淡道：“劳烦许银罗了。”许七安身躯膨胀开来，化作一张遮蔽众人的阴影幕布，裹挟着橘猫阿苏罗等人消失在房内。李妙真没走，坐在桌边喝了一盏茶，见始终没有人返回，这才安心的离开。大概在他走了半刻钟后，桌底的黑暗里一大团阴影膨胀，原班人马返回了。袁护法目瞪口呆，许七安搓搓手：“快说快说，妙真入魔时内心想的是什么？”“是啊是啊，我挺想知道飞燕女侠入魔后心里会想些什么。”苗有芳附和。大佬们又一次默默地注视袁护法，给予无声的压力。果然，袁护法叹了口气，然后伸手又摸出一只香囊，在众人僵硬的目光里打开，一缕青烟升起，化作苏苏的模样。苏苏瞪着屋内的人，嘴里发出李妙真的咆哮：“给老娘滚！”操纵阴魂，道门很常见的手段。其实李妙真给袁护法的锦囊是2个。溜了溜了，天地会成员一哄而散。徐府，许七安回到属于他和林安的房间，屋子四角点着高脚灯笼，书桌上放着一碗凉透了鸡汤。林安盖着薄被，侧身蜷缩，呼吸绵长的沉浸在梦乡。他脸蛋圆润，软软绵绵的，掐起来手感很好。长长的睫毛浓密微卷，闭上了这双妩媚风情的桃花眼后，他看起来端庄许多了。许七安没有立刻上床，走到书桌边坐下，端起鸡汤刚要抿一口，忽然愣了愣。他从鸡汤里嗅到了几味补肾壮阳的药材，是因为近来开垦心田过于频繁，担心我肾虚，看不起谁呢？许七安咕噜噜的喝光鸡汤。男人对这方面的食物总是来者不拒，哪怕他们对一贫武夫来说毫无用处。喝完鸡汤，他铺开宣纸，把佛门超凡强者的特点原原本本的写出来，然后吹干墨迹，折叠好。接着推开窗门，目光平静地注视着夜幕。额顷，一只野鸟振翅着落在窗沿上。许七安递上折叠好的宣纸，野鸟叼在嘴里，扑棱棱地振翅而去。野鸟的目的地是好奇楼，他打算征询一下魏渊的意见。虽然大青衣现在是弱鸡，但谋略、眼光和智商还在，给出足够多的信息后就能进行推演，然后给出具备参考价值的建议。目光野鸟消失在夜幕里，许七安坐回书桌边沉思起来。首先，神书的头颅一定要救出来，这直接关乎到大劫来临时我方的抗压能力。没有半部武神坐镇，中原就是韭菜，随便西域和巫神叫哥。其次，大劫之前我必须把修为提升到半部武神，单凭一个神书要应付超品还是有些勉强。所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吃掉伽罗树，但这样很可能引来佛门的疯狂反扑。之前在他的预判中，佛门未必愿意为了神树的头颅和大凤超凡死战，这样只会让巫神教渔翁得利，所以很可能会做一定的妥协。但如果大凤的超凡目标是伽罗树，那多半就不死不休了。如果这次没能斩杀伽罗树，那我就要另想办法了。有2条路可以走：一、培养一只厉骨类的超凡禁蛊兽；二、出海寻找相同领域的神魔后裔；最后解开佛陀和神书的关系，彻底搞清楚这位超品背后到底隐藏什么秘密。佛门屡屡欺我，逼人太甚，是时候讨债了。他和西域的矛盾极深，可以说许七安踏入超凡后遇到的所有危机都是佛门参与，此仇必报。至于失败，他从未想过，因为失败就意味着他死在阿兰陀了。换而言之，不抢回神书的头颅，他就和佛门玉石俱焚，让佛陀变成光杆司令，这是一位一贫武夫的自信。第二天蒙蒙亮，他睁开眼，把林安搭在他肚皮上的长腿挪开，起身走到窗边，打开窗户。扑棱棱，一只野鸟落在窗沿，嘴里咬着折叠成豆腐块的宣纸。许七安接过宣纸，展开阅读。到了这个层次，计谋的意义已经不大，统筹和布局方面你们做得很好，但是否有曾想过，你可以用体系之间配合来针对佛门和巫神教，对手同样可以如此。若是巫神教和佛门互换一位2品，只是微小的调整，却有可能左右京城的战局，甚至是阿兰陀的战局。萨伦阿古不会亲赴西域冒险，3品作用有限，是谁会去？我想你心里有数了。而佛门3品、2品几乎尽数凋零，只有一位2品的渡恶罗汉。没记错的话，他极为推崇大乘佛法，想做大乘法佛的奠基人，此人可以力相诱。巫神教对大凤恨之入骨，在利益不大的情况下，绝不会和大凤合作，所以不必想着与阿伦阿古结盟。
你且安心西去，京城有我。呼，虽然魏公现在是弱鸡，但他的承诺总是莫名的让人心安。许七安吐出一口气，简单的洗漱之后，他一个阴影跳跃到了叶姬的房间。狐狸精坐在梳妆镜前，梳理着乌黑亮丽的头发，察觉到契机屏障封锁了房间，他嫣然道：“临安殿下不会有意见吗？”许七安撇嘴：“那我走，奴家只是随口说说嘛。”叶姬哪里肯放他走，连忙摇着小腰过来，把圆滚挺翘的臀儿送到他大腿上，顺势揽着许七安的脖颈，边看水落边说道：“只有半个时辰哦。”说话的同时，很懂得勾人的扭着翘臀，让情郎感受他的丰满。大不了1秒6刀嘛，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加快平原也是一样的。许七安搂着叶姬倒向大床。半个时辰后，早操结束，用过早膳的许七安前往司天监，到7楼炼丹室寻找宋清。意外的是，把炼丹室当家的宋清并不在这里。宋师兄呢？许七安问丹室里的术士。不知道，宋师兄今天没来。奇怪，他平时都是住在炼丹室的。那名白衣术士表示自己也不清楚。你们没有去找吗？许七安觉得奇怪，一个人突然反常的消失，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找人多浪费时间，影响做炼金实验。那名术士如此回答。许七安朝他拱了拱手，一个阴影跳跃来到伙房，看见了干饭人楚采薇。楚采薇一脸茫然：“啊，我不知道啊，宋师兄可能出去买早点了吧？他可不会为了一口吃的花1、2刻钟跑外边去。”许七安心里吐槽，他接着去见了孙玄机，这才从孙师兄袁护法口中得知宋清在藏书阁。藏书阁位于8楼，汇集了地理、风水、医学、药材、冶炼、材料学等等著作。它成立于600年前，从初代监正开始，一代代司天监的术士凭借自身才学建造了这间藏书阁。许七安在藏书阁的最里头找到了宋清，宋师兄盘坐在地，身边堆满了书籍。宋师兄，有件事想请教你。许七安话没说完，便听宋清低着头，边翻阅书籍边说道：“如何提炼一品武夫的生命精华？”你知道了。许七安吃了一惊，没想到老宋效率这么快。孙师兄昨晚就告诉我了，真是一项让人热血沸腾又头皮发麻的艰难任务。炼金狂人头发凌乱，黑眼圈深重，露出了痴汉般的笑容。一晚没睡啊？许七安追问道。有结果了吗？宋清摇头。这里面的难点在哪？许七安不懂就问。炼制血丹的阵法只能抽取普通人的生命精华，相对容易，但一品高手的生命精华凝练到了极致，想要抽取出生命精华太难了。这就像去除铁矿的杂质容易，去除金铁的杂质却很难。我们需要从正文、材料等方面入手。宋清骂啦吧啊说了一大堆，反正许七安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宋清意犹未尽地舔了舔舌头，指挥道：“你来的正好，替我把所有炼金、生命和阵法有关的内容找出来，我争取尽量想出办法。”许七安毫不废话，推开窗户。过了一阵，黑压压的鸟群飞了进来，他们和许七安共享视野，找出一本又一本相关领域的书籍。很快，宋清面前的书就摆得比人还高。你别光看着呀！宋清抬起头，一脸不满地说：“许公子也是炼金术领域的奇才，不比我差，和你我2人之力，绝对能想出炼化一品武夫生命精华的方法。”说着，他露出了期待的表情，好像许七安真的是炼金术领域的大拿。我只是个水货，元素周期表都背不全。于是他假装自己是大佬，专心地翻看书籍。时间1分1秒过去，许七安突然说道：“这里有监正的著作吗？”没有。宋清摇头。为什么不看看监正的书呢？宋清闻言嗤之以鼻。老东西非说我向往的生物炼金术是邪路，我偏不服气，就是要在炼金术领域里击败他，所以我不看他的书。你不看我看。许七安虚情假意的一阵夸赞，然后问道：“监正的著作在哪边？”往右拐，直走到底，上面全是监正老师的著作。宋清说。许七安依言走向书架前，目光扫过，猛地一凝，他看见一本书，书名写着《晋升半步武神之法》。许七安扭头默默地看一眼沉浸在自己世界里，一心想要超越监正的宋清。你在瞎折腾什么劲？世上有比白嫖更爽的事吗？同时，许七安心里莫名的涌起一阵寒意。监正连晋升半步武神的方法都知道。许七安大步上前，从书架拿起那本《晋升半步武神之法》的书籍，开篇第一句话：天下体系跳出3界外，身在5行中。为武者，身在3界内，不在5行中。武夫和其他体系的区别是3界内外。许七安皱起眉头，品读着这句话，除了知道武夫和其他体系不同外，没有更多的解析。3界和5行也许在术士的术语里有特定的意思，强行解读未必准确，待会找宋师兄问问。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下一页，这一页写的是监正对一品武夫的解释。书中提到，一品武夫精气神3者合一，自成循环，
不与外界交互。写到这里的时候，监正还善解人意地做了注释。所谓不与外界交互，是指不借天地之势，包括但不限于阴阳五行雷电等元素之力。正常的搬运契机、吐纳灵气不属于这个范畴。就我知道的一品里，萨伦阿古、骆玉衡以及佛门菩萨都有借天地之势、化天地之力为己用的手段，唯独武夫是靠自己的力量、契机。监正这段注释写得太白话了，感觉是给没什么脑子的人看的。许七安想到这里，脸色突然僵硬，因为他想到这本书是监正以前留下来的，而监正扶持的那个一品武夫似乎好像貌似就是他，看不起谁呢？许七安勃然大怒，他心说大爷忍了，念在老东西现在远航在外的份上，不跟你一般见识。继续往下看，终于看到了关于半部武神的内容。监正的提供了2条思路，一条是慢慢磨练，就像4品巅峰的高手打磨肉身，让细胞进化，褪去凡俗之躯，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一品武夫要晋升半部武神，同样要不停地淬炼肉身，充盈契机，但古往今来，能把一品这个境界走到尽头，成为半部武神的武夫几乎没有。就监正所知，只有500年前被封在桑博的神书，因为以气运晋升一品的武夫，寿元不过100年，100年时间根本不可能晋升到半部武神，而靠自身天赋努力成为一品的，则在漫长岁月里遭受了巫神和佛陀的灭杀。古神说过，他们害怕武神的出现，由此可见，想要平息所谓的大劫，多半只有武神出世。再由此推测，监正的目标是不是打造一位武神？他身为守门人，一直在努力的谋划如此解决大劫。另一个方法就是走血丹路线，靠劫掠相同领域的强者的生命精华来加快晋升速度。当初知道镇北王炼血丹时，我就预感到武夫这个体系或许非常残酷。许七安叹息一声，第一条方法没有捷径，看的是天赋和努力，第二条方法是有捷径的。许七安精神振奋地翻看后边半本书的内容，然后他默默合了回去，返回宋清身边，面不改色地说，监正有留下相应的炼化阵法，材料水平还行，蛮有趣的，你看看。宋清先是眼睛一亮，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旋即有些扭捏不愿，我要靠自己，不靠监正老师。许七安沉声道，学习知识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如果期间不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双倍的快乐，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白嫖使我们快乐。宋清一想，觉得有道理，于是接过监正老东西的著作，耐心翻了起来。如何？许七安问道。宋清抬起头，一脸茫然，看不太懂。他旋即用希冀的目光望着许七安，许公子能看懂吗？许七安笑了笑，刚才随便翻了翻，监正写的很有意思，我看完7窍通了6窍。宋清一脸惊叹，短短片刻，许公子竟能看懂这么多炼金领域的内容，唯一的那一窍大概是阵法吧。许七安脸色严肃的点头，然后迅速转移话题。宋师兄觉得开篇第一句话何解？宋清一言，翻到开头，重新把那句话看了一遍，沉吟道：3界指的是色界、欲界、无色界，许公子理解成是滚滚红尘便是。跳出3界外，指的是斩去俗念、欲念。说白了，就是没有了世俗的欲望。许七安缓缓点头。许公子仔细观察的话，不难发现，各大体系的超凡强者，层次越高，越像孤家寡人，包括色欲在内的诸多欲望，几乎都被斩去。人宗算是例外吧，但人宗是因为业火的存在，如果没有业火，骆玉衡多半也是无欲无求的。难怪我见到过的超凡强者，差不多都是单身狗，只有身为武夫的我，天天为打桩而努力。许七安哑然失笑，但下一刻，他愣愣地站在那里，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许屏风薄情寡义，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层次越高，七情六欲越是寡淡。他在回顾金莲道长、赵守、萨伦阿古等超凡强者，惊悚地发现他们之中竟一个 LSP 都没有，所以只有武夫保留着最完整的七情六欲。许七安暗想。宋清接着说道：身在五行中的意思很好理解，各大体系都需要依赖天地之力，掌控地风水火阴阳五行，但武夫不用，武夫全靠拳头、粗鄙。我没有贬低许银罗的意思，我贬低的是武夫体系，有区别吗？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针对的是全天下的武夫。许七安满脑子的槽。径山城，径山寸草不生，贫瘠的沙土间裸露着漆黑的岩石，整座主峰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远处汪洋起伏，闪烁着粼粼波光，蓝天和海洋的交界处，一群海鸟翱翔。此处临海，风大，淡淡的海腥味扑面而来。萨伦阿古盘坐在山巅，身前摆着小案，案上有一排竹简，分别写着许七安、骆玉衡、李妙珍、阿苏罗，以及伽罗树、琉璃、广贤、杜鄂。萨伦阿古背后站着雨师纳兰天禄、灵会师乌达宝塔和伊尔布。
大巫师从斗篷底下摸出一块古朴圆润的龟壳，咬破食指，把沁出的血珠摸在龟背的纹路上。接着，他如法炮制，把血珠滴入伊尔布递来的杯子里。血珠氤氲开，让整杯清水变成淡红色。萨伦阿古闭上眼睛，双手捏诀，一动不动。在外面眼里，他只是寻常的打坐，但在3位超凡巫师眼中，大巫师此时仿佛融入天地，处在一种玄而又玄的状态，正与冥冥中的天机沟通。这是卦术里层次极高的法术，到了大巫师这个境界，可以通过卦术看到天机，比卦术更加精准，更加直观。额请萨伦阿古睁开眼睛，端茶杯，把浅血色的清水含在嘴里，噗的一声喷向竹简。刹那间，竹简轻轻震动起来。这些写着许七安、李妙珍等名字的竹简突然开始流血，把名字染红。而龟壳上的那抹血液顺着龟甲的纹路慢慢流淌，直至染红整个龟背。萨伦阿古凝视着卦象许久，缓缓吐出一口气。纳兰，你去一趟西域，告诉伽罗树，血光之灾将至，让他们做好准备。纳兰天禄先是点头，凝视着许七安和伽罗树的竹简，沉吟道：他们陨落的风险最大。这是雨师根据卦象做出的解读，双方的超凡强者都有血光之灾，这预示着陨落的风险。当然，这种层次的战斗，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活下去，有风险是正常。但许七安和伽罗树的血光之灾尤其严重。伊尔布皱眉道：他现在是一品武夫，还有谁能杀他？话刚说完，他眉头一跳，猜到答案了。佛陀。萨伦阿古道：超品不会容忍一品武夫成长，许七安想抢回神树的头颅，阿兰陀里的那位没准也在等这个机会，请君入瓮。至于伽罗树，他皱着眉头，没能给出解读。按理说，3位菩萨中，伽罗树应该是最安全的，不动明王和金刚法相足以保他性命无忧，除非是大凤方的超凡强者刻意针对这位菩萨。但是理由呢？萨伦阿古没有多想，望向纳兰天禄：你去了西域后，让佛门把渡恶罗汉派往中原，我们需要杀贼果位的力量。至于你，在阿兰陀静观其变吧，如果时机恰当，一定不要放过许七安。说完，大巫师看一眼伽罗树，淡淡道：时机差不多的话，也帮他一把。纳兰天禄了然的点头。西域南边的某座城邦，渡恶罗汉盘坐在大殿前，下方盘坐着数百人，他们中有的是穿袈裟纳衣的僧人，有的是城邦里的信徒。法我皆空，一切虚妄，自度夺人，自觉觉他，度人度己，众生成佛。渡恶罗汉盘坐在高台，传经讲道，诉说着他的大乘佛法理念。下方信徒僧人们如痴如醉。相比起讲究度己的阿兰陀佛法，渡恶罗汉从东土大凤带回来的佛法更容易被底层的僧人百姓接受。度人度己才是大爱，而这无比契合人们的道德观，且符合西域生活困苦的百姓渴望被救赎、渴望救赎他人的本能。再加上有佛门罗汉的地位加持，渡恶的传道之路颇为顺利。除了被伽罗树菩萨叫停过一次，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这时，一位衣着破烂、皮肤黝黑，看着便饱经风霜的中年起身，双手合十，问道：渡恶罗汉，我等真的能成佛吗？3000世界，佛无处不在，芸芸众生皆有佛性，佛乃果位，非一人数人。渡恶罗汉话音未落，忽地停下来，他的眼中诸多信徒失去了颜色。他扭头看向了左侧，身边不知何时出现一位青丝如瀑、美艳绝伦的女菩萨。她赤足如雪，白衣飘飘，眼睛仿佛2颗无色琉璃珠，缺乏感情，却又让人不自觉地产生这双眼睛很美的感觉。广贤已经妥协了，不再支持大乘佛法，你走遍西域，四处宣扬大乘佛法，不怕事后处罚吗？琉璃菩萨淡淡道。渡恶淡淡道：我只是在走自己的道。琉璃菩萨嘴角微弯，笑了笑：你的事我不管，过来通知你一声，现在立刻前往中原，与巫神教联手平了京城。渡恶摇头：我不会对凡人出手。风撩起琉璃的秀发，轻抚在白皙如凝脂的脸颊，他淡淡道：对付超凡变形。徐福。白姬和许灵英在花园里嬉戏，追逐花圃间的蝴蝶。经过许七安的调解，许灵英接纳了白姬，把她当成了朋友，而不是猎物。既然是朋友，当然就不能吃了。两人这段时间天天玩耍，志同道合，智商等同，都觉得有了亲密的伙伴。玩闹一阵后，白姬昂着脑袋看着人类里的志同，娇声道：你是不是偷吃我的鸡腿了？昨天我省下来给我一吃的。许灵英圆润的小脸明显一慌，强撑着说：才没有。他声音很大，似乎以为这样能掩饰自己的心虚。小白狐歪着头狐疑道：真的没有。许灵英用力摇头：肯定是我师父偷吃了。你想他是不是很贪吃？白姬把脑袋歪向另一边，沉思许久，发现真的是这样，顿时信了许灵英的话，气愤道：对，
他老贪吃了，肯定是他偷走我的鸡腿。小豆丁松了口气，感觉就像度过了一劫，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成功闯关。不玩了，我要去找爷。白姬表现的就像一个离不开妈妈的小姑娘。去找我娘吧，我娘就在厅里，我们到哪里还可以继续玩。许灵英没玩过瘾。你娘不漂亮，我不找她。白姬说。我娘漂亮。许灵英竖起浅浅的眉毛。就不漂亮，我的姨最漂亮。白姬抬起爪子，用力拍一下地面，加重自己的气势。Tui， 小豆丁愤怒地朝他吐口水。Tui， 白姬立刻还击。许灵英 Tui， 白姬 Tui， 许灵英 Tui， 一人一壶互喷口水，喷了许久，口干舌燥，然后双双离去，约定过会回来再决胜负。白姬毛发黏糊糊的，轻车熟路的来到厨房储水的水缸里，扑通跳进去，两只巴掌大的小身板在水里游啊游，短小的四肢滑动洗去许灵英的口水后，他跃出水缸，浑身皮毛猛地一抖，抖出密密麻麻的水珠，然后化作白影消失，前往木南枝的房间。支窗户敞开的声音里，白姬钻入屋子，嗅了嗅鼻子，闻到了熟悉的味道。井榻上，木南枝神容疲惫的沉睡，裸露出圆润雪白的香肩、精致的锁骨和修长的脖颈，当然还有一张国色天香、以喜宜嗔的绝世容颜。地上散落着肚兜、罗裙、绸裤、白袜等衣物。一又露出真容了，白姬欢快地窜过去，在床边奋力一跃，小肚皮撞在床沿，但没关系，后肢熟练地用力蹬几下就爬上床了。他凑到木南枝脸蛋边，伸出湿漉漉的粉嫩小舌，可劲儿地舔姨的脸颊。每次看到姨的真容，他就不想做狐狸了，想着一只快乐的舔狗。Tui， 白姬忽然扭过头去，吐了几下口水。姨的脸上都是许七安的味道，讨厌死了。木南枝睫毛微动，苏醒过来，先是擦了擦脸上的口水，接着伸出藕臂捧起小白狐，放在胸腔的土丘上，语气慵懒的道：不是说了不许打扰姨睡觉吗？白姬连忙告状：许灵英欺负我，姨你帮我去打他。木南枝心说：你俩关系不是处得挺好吗？他一边嘴上应承，一边打着哈欠道：出去玩出去玩，别打搅姨睡觉。孩子之间的矛盾闹腾他懒得管，只要许灵英不吃白姬就好。哼，我找许英罗替我报仇，他人啊！白姬生气地抬起爪子，绵软无力地打了木南枝几下。跑西域打架去了。木南枝打着哈欠，臭男人昨晚抽了他不少灵运，害他虚弱疲惫，浑身乏力，不然以他的体质需要睡懒觉。臭小鬼，搅我清梦。木南枝酝酿了一下睡意，没能睡着，反手敲一下白姬的脑壳，望着头顶的床幔，叹了口气。上次许七安不顾一切地抽取他的灵运，还是落玉横渡劫时，这意味着西域有一场恶战，比渡劫战更加凶险，更加可怕，因为彼时的他不过2品，而现在是1品。阿兰陀，西域的天空蔚蓝如洗，远比其他地方澄澈，地貌也透着一股子的粗犷，远不及中原大地的细腻和肥沃。静谧流淌的河边，几只牦牛低头啃食着青草，时而扬起头，发出高亢的鸣叫。远处山脚草甸起伏，白头山巍峨连绵，雄起壮观，那就是阿兰陀，佛门的圣山。除去仆役，阿兰陀有僧众9300余人，其中僧兵5000余，禅师4000余，这些是长期生活在阿兰陀修禅悟佛的嫡系。佛门在西域发展数千年，根深蒂固，西域诸国中许多贵族、平民都有修行佛法，每年都要前往阿兰陀朝圣，只是这些人分散在广袤的西域，短时间内难以召集。阳光洒在一座座大殿的金瓦上，整个阿兰陀都在折射璀璨光辉。今日的阿兰陀没有佛音传唱，透着怪异的寂静。圣山208座大殿，每一座大殿前的广场上都盘坐着密密麻麻的僧人，他们双手合十，脸色严肃，像是在等待着什么，迎接着什么。阿兰陀有敌。就在近日，这4000余名禅师，5000余名武僧，既自信又忐忑。忐忑在于这是他们人生中仅有的遭遇，他们或长或短的人生中，阿兰陀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从未有敌人敢打到阿兰陀。自信是因为4000余名禅师结成禅阵，208座大殿便是208个阵眼，又有3位菩萨主阵，防御可谓固若金汤。世上还有谁能打破这座金石大阵？坐禅。突然，广贤菩萨分不清男女，但异常宏大的声音在每一位僧人耳边响起。几乎所有僧人都下意识的心中一凛，武僧如临大敌，禅师二话不说，立刻入定。阿兰陀山脚下，一尊身材高大魁梧的无头巨人傲然而立，他赤裸着上身，露出强壮健硕的肌肉，下身是一条麻布长裤，他的双乳微微发光，犹如眼睛。神书就是一根烧红的木炭，他周围的空气呈扭曲状，宛如沸腾的滚水。
这是一种天地所不容的事，一品武夫独特的事，仅仅是站在那里，就让天地元素出现紊乱。许七安当初在海外与荒战斗时，也爆发过这样的事。阿兰陀上的禅师已经入定，古井无波，但守卫在旁边的武僧一个个毛骨悚然，脊背发寒。神书一步跨出，嗡的一阵撞到了金灿灿的佛光屏障，笼罩整个阿兰陀的大阵阻隔了神书的路，将他拦在山脚，不得寸进。神书扬起拳头，简单粗暴地打在金色屏障上，嗡的气波震动声里，金色屏障表面像是有波纹走过，朝着上方和左右蔓延。无头的神书后退了一步，没能破开屏障。他沉默几秒，像是被激怒了，肚脐裂开，化作血盆大口，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吼！声波在西域的旷野上回荡，在澄澈如洗的蓝天中回荡，传出数十里远。生活在阿兰陀附近的西域人纷纷扭头望向圣山方向，露出茫然和敬畏之色。几个月前，他们听过一样的嘶吼声从圣山传来，而在那之前，还有一轮大日升起。禅阵有效地挡住了神书的进攻，包括声音，山中的武僧只觉得震耳发聩，头晕眼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换成平时，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仅是神书这一声吼就能震死超过一半的武僧。武僧们刚从气血翻涌的状态中恢复，便看见一尊巨大到难以想象的巨人，他的胸膛宽阔的就像一座山壁，浑身漆黑，24条手臂肌肉虬结，层层叠叠如孔雀的尾羽，如九尾天狐展开的尾巴，每一条手臂都充斥着可怕的伟力，让人怀疑他们能砸碎虚空。这尊巨人没有头颅，但他的脖颈后燃烧着一道炽烈的火环，烧灼着空气，阿兰陀附近的温度迅速升温，进入初夏。凡目睹这尊法相的武僧，一个个双腿打颤，脸色发白，别说是战斗意志，手里的戒刀、铜棍等武器都快握不住了。金刚法相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超凡以下的修士直面法相，几乎都会丧失战力。山上的武僧之所以还能强撑，是因为禅阵挡住神书法相的威仪。不用怕，一位修为不俗的中年武僧环顾同门，沉声道：禅阵坚不可摧，任何人都无法破坏，即使是这个魔头也做不到。陷入极度恐惧和慌乱中的武僧闻言精神一振，重振了信心。在阿兰陀一直有个说法，禅师一旦入定便万法不侵，不动如山，修到最高深的境界就是不动明王法相了。禅功本就为防御而生，眼下4000余名禅师结成的禅阵，又有3位一品菩萨主持，9州之大，恐怕也不存在能打破他的人物了。同阶的一品肯定没这份实力，而超品不出的时代里，谁能击破这样的惊世大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兰陀的这座禅阵便是当时9州防御之最。嗡！神书法相的拳头直直轰在金光屏障上，打得屏障金色波纹疾走，但纹丝不动。嗡嗡嗡！24条手臂就像蒸汽机的连杆，就像打桩机，哐哐哐的倾泻暴力，以至于出现残影。金色屏障就像一口倒扣的碗，罩住整座阿兰陀。此时，在神书持续不断的打击下，这口碗的表层游走出一道道金色的波纹，继而出现晃动，连带着阿兰陀都产生轻微的摇晃，真正的地动山摇。以这样的频率，这样的力量持续不断的输出，换成普通超凡武夫，最多1刻钟就力竭，需要短暂的吐纳循环，缓解肌肉的压力。但神书仿佛永动机一般，持续不断的打击着，似乎永远都不会累。嗡嗡嗡，光线震落如雨，随着攻击频率的持续，金光屏障出现摇晃，慢慢的，摇晃的频率与拳头的频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同步共振。金光屏障似乎撑不住了，就像泡沫在风中抖动，随时都会分崩离析。阿兰陀的武僧们惊悚地发现，盘坐在殿外的那些禅师身躯出现剧烈的抖动，像是中了癫痫，仿佛下一刻就会歪倒，还有的眉心血肉裂开，鲜血直流。所有入定的禅师中，只有广贤、琉璃和伽罗树巍然不动，其他禅师都出现了或轻微或严重的异常。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这样一座凝聚3位一品、4000余名禅师之力的惊世大阵，竟守不住一位怪物毫无技巧、简单粗暴的拳头。不知道神书身份的中低层武僧，只觉得一颗心慢慢沉入漆黑冰冷的深渊。何其可怕的怪力！远处高空中，金莲道长亲眼目睹了神书的实力，由衷感慨，这还不是半部武神全部的实力。阿苏罗淡淡的补充了一句，有粗鄙武夫破阵开路，就是轻松啊。赵守笑了起来。超凡强者们各自发表感慨，孙玄机因为翻译侯不在，所以失去了发言权，保持沉默。本次到场的超凡强者有金莲、赵守、孙玄机、阿苏罗、李妙真以及妖族的九尾天狐和熊王。许宁燕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水平？李妙真下意识地拿许七安和神书比较。赵守笑道：今日许宁燕和神书会让佛门知道什么叫武夫的暴力。话音落下，赵守忽然打了个哈欠，觉得眼皮重如千斤，恨不得立刻睡一觉。这时
他听李妙真嘀咕道：“我怎么那么困啊？”仲超凡悚然一惊，银发妖姬则猛地侧头看向身边的熊王，果然发现他眼睛半开半合，似睡非睡。啪啪啪啪，9条尾巴同时展开，像鞭子似的抽打在熊王身上，给他来了一套贴心的女王唤醒服务。熊王疼得豆豆眼都要瞪出来，睡意顿消，仲超凡的困意也随之消失。九尾天狐见金莲道长等人望来，笑盈盈地解释道：“抱歉，熊王是睡，他的天赋神通是拉着周围的生灵一同沉睡。诸位注意一点，一旦有了困意，就立刻叫醒熊王，问题不大。”“问题很大好吗？刚才我们差点着了道。”李妙真看了一眼姿容让他都甘拜下风的九尾天狐，心里默默吐槽：妖族的风格为何都如此奇怪和不靠谱？那猴这熊如出一辙。金莲道长面带微笑的点头，心里却在腹诽妖族。赵手稳了一手，朗声道：“不许瞌睡！”言出法随的力量当即笼罩这片区域，熊王就像被人浇了一盆凉水，浑身一哆嗦，无比清醒。当然，他依旧能强行入睡，但平时始终困扰他的困意已经消失不见，大概能维持1刻钟。赵手承受着法术的反噬，确定只是轻微反噬后，松了口气。九尾天狐接续刚才的话题：“不要大意，此阵凝聚了佛门禅师和3位菩萨的力量，绝不是那么好破的。”仿佛是为了回应他的话，阿兰陀内盘坐在主殿的迦罗树菩萨睁眼俯瞰。神树的身高巨大无比，雄奇磅礴的阿兰陀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土包，山中的建筑犹如模型，山中僧人如同蚂蚁。迦罗树菩萨身躯身后浮现一座低眉盘坐、双手合十的法相。这尊法相符一出现，剧烈抖动，濒临破碎的金光屏障立刻稳住，喧嚣的分儿停歇，掀起的狂风和气机被强行镇压。这还不够，迦罗树魁梧的身躯融入不动明王法相之中，接着低眉盘坐的法相开始膨胀，化作几百上千米高的大佛，他的头顶便是金光屏障。他撑起了这尊大阵，嗡嗡嗡，神树的拳头风一般的打击在屏障上，让其掉落无数灰芒。但共振无法再继续，每次波纹扩散，蔓延到不动明王法相处，便被诡异的抚平。见到摇摇欲坠的屏障重新稳固，山上的武僧如释重负，这才发现后背汗津津的，心里涌起一阵后怕。就在刚才，也许就是下一瞬间，这座凝聚了目前佛门差不多所有力量的防御大阵会被这个施展金刚法相的怪物生生击碎。这也意味着这尊如神似魔的存在有近乎单挑整个佛门的能力。幸运的是，主阵的是迦罗树菩萨，而这位佛门综合战力最强的菩萨掌控着坚不可摧的不动明王法相。嗡嗡嗡，金光屏障还在摇晃，但波纹扩散到那尊不动明王附近时，便立刻被抚平。阿弥陀佛！武僧们单手合十，又庆幸又恐惧。恐惧的是，九州之大，真的有这样的存在吗？把佛门逼迫到这个地步的存在。庆幸的是，就算是这样可怕的怪物，依旧被挡住了。佛门圣山是不容侵犯的。迦罗树菩萨的不动明王从未拜过，大家收敛心神，不要被这个怪物的法相震慑，护住身边的师兄弟们。呼！阿弥陀佛！吓贫僧一跳。贫僧刚才险些认为大阵即将被破，这怪物如武夫一般粗鄙，只知宣泄蛮力。世上哪个武夫能靠蛮力破我佛门大阵？恐怕就是大凤那位新晋的一品武夫也没这般力量。眼前这尊怪物，恐怕不是一品武夫能相比。理由很简单，一品武夫绝对破不开3位一品、4000余名禅师组成的大阵。武僧们低声交谈，相互鼓励，重新变得振奋，重拾信心。远处天空中，李妙真眉头紧皱，好强的守护阵法，神书似乎破不开。他把话尽量说得委婉一些，因为不知道九尾天狐是什么性格，免得说得太直接，惹对方不快。大战来临，他不想因为一些没必要的小事与盟友闹不愉快。九尾天狐摇了摇头，直截了当地说：“除非神书夺回头颅，不然难以打破这座大阵。半部武神能挑翻佛陀除外的整个佛门，但神书现在不是完全体，打不破佛门倾尽全力的防御并不奇怪。而且阿兰陀深处是有佛陀的，佛陀一旦出手，神书绝对会陷入被动。这个时候，广贤和琉璃2位菩萨以及近1万的禅师、武僧就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因此，九尾天狐一直忍耐着，忍耐到大凤的超凡强者抽出时间把佛陀的帮手优势抹平，而许七安这位一品武夫甚至能在佛陀和神书的斗争中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如此才算真正有希望从阿兰陀中抢回头颅。李妙真略作沉吟，脑海中闪过诸多破阵之法，旋即摇头道：“只能看许宁燕的爆发力是否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强了。”飞燕女侠从未见过一品武夫的暴力，在渡劫战还未结束时，她便被师尊和玄成师伯带回宗门，因此只知道许宁燕成为一品武夫，但究竟有多强，心里没有太直观的概念。
这座惊世大阵的层次太高，主阵的可是3位菩萨，且其中还有掌控不动明王法相的伽罗树。正常情况下，他们想打破不动明王都难，何况是融入了这么多位高手的禅阵。也就神书这位半步武神有这样的实力。嗡嗡嗡，金光屏障剧烈摇晃，始终不破，而神书的攻势绵绵不尽，宛如永不疲惫、永不停歇的永动机。拳头砸在屏障上，掀起的狂风和气机层层叠加，本该在阿兰陀附近掀起可怕的飓风，但临近中央那尊不动明王法相时，这些动静被尽数抹平，以至于阿兰陀周遭的狂风虽然猛烈，却始终无法积蓄势能，形成规模。在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僵持后，那尊融入了伽罗树的不动明王法相出现了轻微的颤抖。契机到了，无穷高的天际，蔚蓝的天穹，许七安眯着眼，清晰地看见了不动明王的异常。神书的持续不断的暴力输出，终于撬动了这尊号称绝对防御的法相。这是许七安第一次看到不动明王在维持势能的状态中出现颤抖。要知道，即使是调动众生之力的他，也只能把伽罗树当沙包从东打到西，从西打到东，虽说是绝对压制，可终究没能真正破开不动明王的防御，不然当初伽罗树就得死在中原。神书做到了，神书为他创造了破阵的契机。眼下这个情况，这是神书能做到的极限，单靠这位半步武神自身是破不开这座大阵的。此时需要一位同样以暴力著称的一品武夫来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深吸一口气，许七安缓缓舒展筋骨，一块块肌肉舒展又稳起，一块块骨骼发出轻微的声响，然后腰椎肌肉猛地一炸，带动周身肌肉发劲膨胀，他的身板硬生生浑厚了一圈，把袍子撑得微微鼓起。啊！许七安发出沉雄的咆哮，声浪宛如滚滚惊雷。伴随着咆哮声，他的皮肤缓缓涨红，这是血液高速冲刷血管造成的异常，毛孔张开，喷出血雾。血界，超凡利骨的蛊术，燃烧精血，让战力短暂的提升。一品武夫燃烧精血，能爆发多少战力？刹那间，天地风云变色，整片天地的元素之力陷入紊乱。水元素和火元素结合，化作稠密的水汽；风元素与土元素结合，形成沙尘暴。阿兰陀方圆数十里境内，化作混乱动荡的不祥之地。如此夸张的异象，引来了山中僧人的注意。他们茫然的东张西望，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东西或存在引发了这样的乱象。好强！李妙真暗暗啧舌，妙目痴痴仰望。他是第一次见识许宁燕真正展示修为，相隔如此遥远，他依旧能感受到那股可怕的毁天灭地的威能。晋升超凡后的喜悦和自信，此刻统统收敛。不知不觉，那个在天地会里假装自己是高手，实则是小武夫的银罗，已经真正成长为顶天立地的人物。这让李妙真有种岁月如梭的怅然，虽然不及神书，但这份威力委实有些可怕了。九尾天狐心里哼了一声，他还惦记着许宁燕大婚当日将他一缕神念封在福香体内，然后坐在他身上狂揍屁股的仇。狐狸精很记仇的。金莲道长、赵守和阿苏罗三人则更清晰更直观地意识到许七安的进步。刚晋升一品时，他可没现在这份力量，恐怕不仅仅是立骨的血技术，他自身修为也提升了一大截吧。这才2个月不到，阿苏罗心里忽然泛起必须奋勇直追的冲劲。另一边，许七安手掌探入胸口，拉出一柄黄澄澄的黄铜剑。握住剑后，他收敛了所有气息，坍塌了所有情绪，让丹田化作漩涡，吸收这一身磅礴的伟力。这不是玉碎，是最初版本的天地一刀斩。天地一刀斩本身便是极端的剑走偏锋的刀法，将所有力量倾注一刀，不杀人便伤己，与血技术异曲同工，却能完美叠加。许七安握着剑，倒转身体，俯冲而下。在李妙真等人眼中，他就是一道黄澄澄的陨星，与空气摩擦出刺目的黄光，大气与黄光交汇成一道急速下坠锥形的气壳。赵守抓住机会，屈指弹动如冠，朝着许七安遥遥伸出右掌，沉声道：“此剑当势如破竹。”言出法随，力量涌动，为这一剑添加一份力量。黄光明显得增强了几分，愈发炽烈。这个时候，神书加快了攻击频率，24只拳头就像24只打桩机，拳影连成一片，嗡嗡的声音也因为频率过快，不再有节奏感和断续感，化作绵长的一道嗡。恰好这时，许七安从高空坠落下来，镇国剑打头阵，狠狠刺向不动明王法相的头顶。这一次是惊天动地的轰一声巨响，黄光层层叠爆中，那道笼罩整个阿兰陀的金光屏障彻底坍塌，瓦解成纯粹的能量风暴。各处大殿前，禅师一片片的倒下，他们死得无声无息，在入定状态中被震碎五脏六腑，生机断绝。修为高深的禅师被硬生生从入定中打醒，鲜血狂喷，或茫然或惊骇的左顾右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禅师一旦坐禅入定，就会进入忘我之境，不知寒暑，不分岁月。
这……等看到眼前的惨状后，发现只有少部分修为高深的禅师活下来，中低层禅师尽数殒命，再入定中身亡。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死光了！我的弟子死光了！这千年已将，我佛门圣山从未有过如此惨烈光景啊！便是当年修罗王上山，也被佛陀镇压于镇魔界。老禅师们又惊又怒，跌坐在地，痛心疾首，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幕。攻打我圣山的究竟是何方势力？一位白胡锤挂在胸膛，胡须染着粘稠血污的长老，紧握枯瘦的双手，额头青筋怒爆，含恨地问出这个问题。边上的武僧一边照顾伤员，一边沉痛回应：是一个怪物，浑身漆黑，掌控金刚法相的怪物，浑身漆黑，掌控金刚法相。辈分高的禅师们互相看了看彼此，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茫然。那位白胡锤挂到胸口的老僧脸色微变，似乎想到了什么，但没有解释，反问道：除非他，还有谁？周边的武僧闻言纷纷望向山巅主殿方向。大凤的许银罗，大凤新晋的一品武夫。众武僧各自开口。许七安，一品武夫。众僧面面相觑，短暂的无人说话。隔了一会儿，老禅师痛心疾首道：他回来报复了，他回来报复了。老衲就知道，当初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杀他，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收入佛门。如今倒好，他晋升一品后，第一个报复的就是我佛门。武僧和禅师们都沉默了。身为阿兰陀的嫡系僧人，自家门派和佛子的恩恩怨怨，他们自然知晓。佛门屡次打算强渡佛子，却又因为大小乘佛法之争，高层态度一直暧昧，以至于没有彻底下决心。这就造成了虽然数次派罗汉、金刚强行度化，但没有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信念。当时阿兰陀中便有不少僧人指出，若对佛子势在必得，那么菩萨们就应该抱着不惜与监正翻脸的态度前往中原强行度化。现在后遗症来了，那位开创众生皆可成佛的中原佛子，如今晋升一品武夫，找佛门清算来了。好可怕的战力！金莲道长由衷的赞叹一句。神书便不说了，许宁燕方才爆发出的力量，各大体系里没有任何一位一品能强行接住。不夸张地说，排除半部武神和各大超品，许宁燕应该是当世战力最强者。那个带着监正远走高飞的荒除外。在阿苏罗、李妙真等人感慨武夫的暴力时，主殿前方手持镇国剑傲然而立，独面三位一品菩萨的许七安，内心并不像他表面那么冷酷和平静。神叔快点上来啊，我一个人大概率搞不定3个菩萨，而且我现在感觉身体被掏空。许七安脸色冷峻的同时，在心里默默祈祷了一句。破开防御大阵后，他便立刻停止了血迹，这样能有效的保留体力，减弱后遗症，但轻微的疲惫感依旧随之而来，让他想起了久违的千金散尽后的虚弱。众武僧听令，速带禅师进阿兰陀深处避难。广贤不分男女老幼的声线在阿兰陀上空回荡。坍塌的主殿前方，伽罗树菩萨身材昂藏，笔挺地站着，望着许宁燕的眼神充满凝重。青丝如瀑的玉面菩萨琉璃微微蹙起精致的柳眉，立在伽罗树右侧，左侧则是唇红齿白的少年僧人广贤。3位菩萨没有立即出手，被表面稳如老狗，内心慌得一匹的许银罗震慑到了。你最终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广贤菩萨淡淡道，可曾后悔？许七安扯了扯嘴角，给出一抹讥笑。广贤菩萨语气依旧平静，既来了阿兰陀，那便不要想着离开了。他的目光望向远处的李妙真等人，淡淡到他们也一样。余音中，一道遮天蔽日的阴影从3位菩萨身后升起，巨大无比的神书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12双手臂张开，宛如捕蝇草张开的獠牙，要将菩萨们吞噬。这一幕让许七安想起了浮屠宝塔中看到的景象，迷雾高处，神书森然俯瞰佛门众菩萨，做责人而是状。没有犹豫，他当即膨胀肌肉，让鲜血化作春红，冲刷血管，施展血技术，与神书一前一后夹击伽罗树，和2位绝世武夫之力先杀伽罗树。这是开战前就定好的计划。面对2位超级强者的进攻，伽罗树菩萨出奇的没有选择防御，而是召唤出象征着力量和威严、背生12双手臂的金刚法相。金刚法相眉心有一道火焰印记，脑后燃烧炽烈火环，他甫一出现，铺天盖地的威势降临，隐约有与身后的神书、前方的许七安分庭抗礼的架势。3股力量碰撞，扭曲了周遭的空间。召唤出金刚法相后，伽罗树豁然回身，驾驭着金刚法相主动迎上神书。砰砰砰，充满金属质感的碰撞声里，2尊金刚法相24双手臂掌心护底，五指紧扣，展开绝力。轰！2尊法相脚下山势开裂，裂缝咔擦蔓延到山体内部，撕裂岩体。2尊法相的绝力是无声无息的，没有契机碰撞，彼此间的力量全部通过双腿传达到山体，裂缝迅速扩大，土石滚滚。
此时，武僧们正背着禅师疯狂逃往阿兰陀深处，速度稍慢的便立刻被裂开的地缝吞噬。许七安高高跃起，双手握住剑柄，把镇国剑高举到头顶，狠狠凿向金刚法相的后脑。以他现在的爆发力，一击就能破了佛门防御第2的金刚法相。当时广贤菩萨头顶浮出一尊3丈高的金身法相，这尊法相双手合十，低垂脑袋，满脸慈悲之色，大慈大悲，常无谢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话音落下，天地间梵音阵阵，天穹之上照下一道金光，照在大慈大悲法相身上，让3丈法相绽放万丈金光。这抹金光映入许七安眼里，让他没来由的生出悲天悯人的情怀，手中的镇国剑再难劈下。大慈大悲法相是广贤菩萨最强大的手段。见状，金莲道长毫不犹豫，阳神脱离躯壳，双眸金光震动，照向许七安。阳神是金丹大成后所凝聚，金丹破万法，阳神亦可，他要助粗鄙的武夫破除大慈大悲效果。就在这时，晴朗的天空乌云盖顶，一道粗如水缸的夸张雷柱轰然劈下，打向金莲道长的肉身。雨师出手了，潜伏在远处的纳兰天禄抓住机会，果断袭击。2品雨师呼风唤雨，最擅长操纵气象，利用天罚。纳兰天禄的全力施展的雨师权柄的话，通过积蓄威能，甚至能招来天罚，让金莲道长提前渡陆地神仙劫。而金莲如果死于天劫，纳兰天禄甚至不会遭受反噬，因为杀人的是天劫，和他纳兰天禄有什么关系？在2品境界，雨师是专克道门的。身边的孙玄机反应极快，脚下传送阵扩展，将金莲道长的肉身包裹住，在雷柱降临的下一秒，带着他传送到数十丈外。轰！雷柱击打在下方的地面，炸起数百公斤的土块，炸出一个直径1丈的深坑。阿苏罗后恼火环翅的燃起，紧接着他宛如一架战斗机，在滚滚音爆声中一头扎向纳兰天禄。在这过程中，孙玄机展开炮台，朝纳兰天禄倾泻火力，为阿苏罗争取时间，但炮弹一颗颗的偏移轨迹，或折转左右，或朝天怒射，全部打偏。这是灵慧师的能力，先学习规则，然后影响一些简单的规则，比如改变火炮射程，改变法术的飞行距离，改变跨步距离的大小等等。到了雨师境，就能初步掌控天地规则。当然，儒家是简单粗暴的更改规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纳兰天禄飞快撤离，通过修改规则，让自己飞行速度暴增，同时探出手，隔空施展咒杀术。阿苏罗身体表面出现明显的凹陷，就像铁皮被人狠狠凿击。咒杀术不停施加在他身上，每一个凹陷都会让他身躯剧震。尽管这些伤势对这位修罗王之子来说基本等于毫发无伤，但有效地阻碍了他的飞行速度。回头是岸，阿苏罗冷笑着念诵出声，戒律之力隔空降落在纳兰天禄身上，中断了他的撤离，让他难以自控地转身。但在下一秒，戒律力量消失，纳兰天禄继续逃跑。同境界的强者，戒律能影响的时间非常有效。两人一追一逃，彼此用咒杀术和戒律相互影响，陷入一种诡异的僵持。另一边，白衣胜雪、青丝飞扬的女子菩萨出现在了李妙真等人面前，毫无征兆的突兀的出现，没有一丝丝的能量波动，甚至没有带起一缕风。他前一刻还在阿兰陀主殿方向，下一刻便横跨数百丈的距离。而此刻，阿兰陀主殿处依旧有一道白衣飘飘的绝美身影。这不是传送术，是极致的速度。李妙真等人眉心狠狠一跳，各自做出反应，但下一秒，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脸上，所有人的动作都出现卡壳，照手弹动如关的手卡在胸口位置。李妙真双手捏诀，但只捏了一半。九尾天狐的9条尾巴刚刚冒出3寸，便凝聚在了他身后。熊王安心的睡去了。方圆60丈内，万事万物褪去了色彩，变成纯粹的黑白。人和物就如一张黑白照片，不妙啊，闹都变慢。李妙真的思维宛如陷入泥潭的牛，这就是无色琉璃领域。照手的脑子动得比李妙真快一些。琉璃菩萨翻飞的袖中画出一柄玉制的弯曲小刀，接着他看向了戴如关，持握刻刀的照手。无色琉璃笼罩的领域里，只有如圣的刻刀依旧是古朴的黑色，不受任何影响。他断定照手是在场超凡中威胁最大的人物，幸而他现在的境界难以发挥刻刀真正的威力。这时正要将玉制小弯刀投掷向照手的琉璃菩萨，忽觉一阵海潮般的困意涌来，让他不自觉地闭上眼睛，意识迷糊，陷入将睡未睡的状态。这样的沉睡只维持了1息不到，身为1品菩萨的琉璃便迅速挣脱困意。他正要完成没有做完的动作，朝照手刺出玉制小刀，突然身后袭来可怕的狂潮般的杀意，紧接着他展开的无色琉璃领域像是破碎的镜面，哗啦啦的分崩离析。琉璃菩萨没有任何犹豫，当即以行者法相之力避开了身后的攻击。
他回到阿兰陀，回到广贤身边，这才回眸看去，正好看见无色琉璃领域在瓦解，在崩溃，看见许七安挥舞剑锋的飒爽身影。他的战力已经超出当时的坚正。琉璃菩萨红润小嘴动了动，语气不再淡漠无情，有了一丝忌惮。一品武夫又有秘术，打破你的领域不奇怪。广贤菩萨遗憾摇头，可惜没能杀死大凤方的超凡强者，这也太恐怖了吧，完全没还手之力。李妙真小声嘀咕了一句，赵手吐出一口气，一品杀三品，轻而易举。许七安沉声道，你们尽量低空飞行，把袍子展开，给我创造施展阴影跳跃的机会。众超凡微微颔首，九尾天狐的一条尾巴卷住熊王，朝着阿兰陀方向狠狠投掷，轻斥道，杀光秃驴。熊王宛如一块陨星砸向阿兰陀深处，李妙真、赵守、孙玄机等人则朝着主殿方向御风而去。大战瞬间展开，战斗被切割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尊金刚法相为一处战场，以许七安为核心，众超凡为辅助，与琉璃菩萨、恶广贤菩萨厮杀为另一处战场。众超凡斗智斗勇，手段层出不穷。就在这时，山巅处打塌了阿兰陀主峰的两尊金刚法相没用多久便分出了胜负。金灿灿的法相先是12双手臂被漆黑法相撕裂，紧接着24只拳头打桩机似的捶在胸口，砰！金灿灿的法相当场溃散，化作狂风和金光，朝四面八方肆虐。许七安等人眼睛齐齐一亮，在他们的计划里，摧毁伽罗树的金刚法相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意味着直接毁去了伽罗树的最强攻杀手段。接下来是要在广贤菩萨、琉璃菩萨和纳兰天禄的纠缠中，打破不动明王法相，斩杀这位佛门最强菩萨。京城郊外，南郊，萨伦阿古率领着乌达宝塔和伊尔布2名灵会师，踏着祥云遥望京城方向。不多时，一道金光从远方熊城中腾起，划过一道流星般的弧度，停在三人对面。身披雨衣，头戴莲花冠，清冷绝美的容颜，不见一丝一毫的情感。左手臂弯里搭着拂尘，右手持着一把寒光凛冽的宝剑。陆地神仙骆玉衡随后又有2人御风而来。左边之人一身明黄龙袍，头戴玉冠，帝王打扮，手里握着一把4剑飞剑，微微带着弧度的暗金色长刀。她同样是气质偏冷的优质美人，黄袍加身让她有着男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女帝。右边之人则是一丝不苟的如袍如冠，脸色严肃，像是严谨的教书先生，清光缭绕在他周遭。云露书院心境超凡，杨公。萨伦阿古叹息道，大凤气运强盛，竟又出了2位3品，不知何时我巫神教才能气运如虹，烈火烹油。他很羡慕。女帝淡淡道，巫神教偏居一隅，也配与朕的中原相提并论。她是极强势的女子，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一品大巫师就落了气势，也没让骆玉衡主导话题。今日若能斩了大凤皇帝，也不算白来一场。萨伦阿古右手按住腰间，猛地一抽，啪！打神鞭狠狠甩向怀庆。骆玉衡雪白藕臂探出，准确无误地握住打神鞭。杨公鼓动浩然正气，吟诵一般的说道，尔等之间距离为80丈，陛下与伊尔布的距离为5丈。规则被修改，大巫师巍然不动，但伊尔布和乌达宝塔各自朝左右退去40丈，而伊尔布身后5丈处就是怀庆。一手精妙的操作分割敌人，再把唯一的武夫怀庆送到脆皮伊尔布身后。为什么是我？伊尔布觉得很不公平，他一直是办事最多的，可也是挨揍最多的。楚州城时被许七安揍，进山城之役时被魏渊揍，现在又被针对。京城西郊，寇扬州驾着马车行驶在官道上，半炷香后，前方出现一位身披袈裟的老和尚，形貌枯瘦，面目慈悲。寇扬州当即拉住马将，停下马车，车厢的门推开，一袭青衣探出身子，身姿轻盈地跃下马车，望向不远处的老和尚。渡恶罗汉，好久不见。渡恶皱了皱眉，魏渊，你是在等我？魏渊笑着颔首，语气温和地说道，请渡恶罗汉上车喝杯茶。莫名的邀请，渡恶罗汉眉头紧锁，审视魏渊片刻，又看一眼充当车夫的寇扬州，没什么表情地说道，我来是杀人的。杀人？魏渊先是点头，接着反问道，渡恶罗汉是杀我，还是杀寇扬州，亦或者杀的是我身后京城里千千万无辜的百姓？渡恶罗汉缓缓道，谁拦我，我便杀谁。他此行东来，为的是击败大凤方的超凡强者，为巫神教攻打京城创造优势，给攻打阿兰陀的大凤超凡一个釜底抽薪。至于杀的是谁，倒没有明确规定。不碍事，不碍事。魏渊笑着摆手，不管你要杀谁，都不妨碍我们喝茶。寇前辈，你且退去100丈，不必管我。寇扬州不是魏渊的手下，闻言点了点头。
被杀了，别怪我。御风而起，果然退去100丈。魏渊转身走回车厢，在马车便驻足，微笑回望，再次发出邀请：渡恶罗汉，请。说罢，登上马车，钻入车厢。渡恶稍作犹豫，眺望遥远处的寇扬州，这次没有拒绝。随着魏渊进了车厢，寇扬州不走，他确实不敢进车厢，被武夫近身的后果只有死亡。宽敞奢华的车厢里摆着一张长条茶几，2张铺设虎皮的大椅。魏渊坐在里侧，左手压住右手的袖子，右手拎着茶壶，往茶杯里倾注明黄澄澈的茶水，水气绵绵。花神中的极品香茶，西域喝不到的好东西。魏渊把其中一盏茶推到老和尚面前，笑道：品品。渡恶罗汉嗅着盈满车厢的茶香，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表情略有些意外。不夸张地说，这是他此生喝过最美味的茶。味蕾方面的体验还是其次，这茶能滋养身体，缓解疲劳，对凡人来说简直是延年益寿的神药。渡恶罗汉不需要延年益寿，但就喝茶体验来说确实很好。兴许是吃人嘴软，渡恶罗汉主动挑了一个话题，沉声道：我现在要杀你，易如反掌。寇扬州速度再快也护不住此时的魏渊。魏渊笑了笑：我已经是废人一个，杀我有何价值？渡恶淡淡道：一代军神，真正可怕之处并非修为。魏渊依旧面带微笑，反问道：渡恶罗汉觉得将来的大趋势是动辄投入100万士卒的沙场之战。渡恶没有说话，静静看着他，等待魏渊的后续解释。鬓角微霜的大清依感慨道：你没发现吗？如今的九州局势与20年前截然不同，各大超品脱困在即，超凡领域中高手数量明显暴涨，有许七安、怀庆陛下、飞燕女侠等后起之秀，有寇扬州、阿苏罗等厚积薄发之辈，还有即将重组肉身的神书，从海外归来的神魔荒。我可以保证，将来的战场，超凡才是主角。渡恶罗汉并不表态，淡淡道：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魏某亲自来迎接渡恶罗汉，是想与您谈一桩生意。魏渊笑道：生意。魏渊点头，听阿苏罗说，您想推行大乘佛法，在西域各地积极讲道，但广贤菩萨却兴致缺缺，而伽罗树更是早已摆明态度，以现有佛法为尊，不允许推行大乘法佛。渡恶罗汉听明白了，冷笑一声：你想以此来收买我，让我背弃佛门，转投中原？他越想越觉得可笑，淡淡道：伽罗树菩萨对大乘佛法确实抵触，但自中原战事结束，我便一直在西域宣扬大乘佛法，伽罗树持默认态度，而西域百姓对大乘佛法极为认可，不出100年，我敢保证，大乘佛法必将在西域遍地开花。魏渊，我为何要背弃佛门，与你们同流合污？魏渊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不疾不徐道：先别急着拒绝，谈生意嘛，总得先聊一聊。伽罗树默许你四处弘扬大乘佛法，是因为阿苏罗背叛后，佛门菩萨以下的超凡强者便只剩你，他当然不会在这个节骨眼逼迫太甚。可是不管此战谁胜谁负，一旦局面稳定下来，他迟早会清算，把大乘佛法的火苗彻底掐灭。渡恶罗汉皱起眉头，关于这一点，他其实隐约有点预感。琉璃菩萨的态度告诉他，伽罗树只是在忍，并不是真的接受了大乘佛法。但渡恶罗汉依旧不愿意听信魏渊，不愿意陷入他的节奏里，反驳道：你既然知道佛门正是用人之计，就该明白，这个清算会在很久很久以后，将来如果大乘佛法根深蒂固，他甚至会被迫接受。因为琉璃菩萨是中立，广贤菩萨其实还是偏向大乘佛法的，阿兰陀并非伽罗树一人说了算。魏渊点点头，表示肯定，然后抛出自己的问题：渡恶罗汉，您对佛门怎么看？比如法纪菩萨，比如佛陀。渡恶罗汉的目光骤然锐利，死死地盯着他。车厢里充满了肃杀之意。魏渊老神在在，笑道：阿苏罗早已把情况告诉我们，许宁燕和我的看法大致一样，你听见的求救声大概率是那位消失已久的法纪菩萨，而非佛陀。但不管究竟是谁，佛陀都出了问题。你现在甚至不能断定阿兰陀里沉睡的那位究竟是不是佛陀，或许现在宫山的神书才是真正的佛陀。在这样的背景下，你与中原合作就不是背弃佛门，而是弃暗投明。那3位菩萨绝对知晓一些内幕，却没有向你透露丝毫，你心里当真毫无芥蒂。渡恶沉默了，他最近确实有深刻的感受自己并非佛门核心人物。魏渊继续火上浇油：如果佛陀出了问题，或佛陀早已在500年前被替换，又或者伽罗树反对大乘佛法便是佛陀的意思，广贤菩萨的态度改变也是这个原因。魏渊身子前倾，凝视着渡恶罗汉道：你又该如何自处？不等渡恶罗汉回答，他叹息道：当然，你若放弃宣扬大乘佛法，一切便不是问题，今日也可杀我。只是圣人说过，朝闻道夕死足矣。扪心自问，
你愿意放弃大乘佛法吗？见杜鄂面无表情，但失去了开口的兴趣。魏渊知道这些话直击了对方的内心，让对方失去了反驳的念头，勾起了对方的忧虑。你愿意坐下来听我说，未尝没有合作的想法，心里也是抱有一些无法言喻的期待吧？因为大乘佛法并非来自西域，而是中原，来自许宁燕。杜鄂罗汉，你信不信大乘佛法的气运不在西域，在中原？魏渊润了润喉咙，道：你若是答应，我可以做主，许你中原传教，弘扬大乘佛法。朝廷会奉你为国师，封你所创的佛门为国教，你的理念将在中原遍地开花，你会成为大乘佛法的奠基人，世世代代青史留名。最后这句话正好撩到了杜鄂罗汉心里的痒处。杜鄂罗汉依旧拒绝，沉声道：西域有我的信徒，我不会放弃他们。明面上拒绝，其实他提出条件了。魏渊笑了起来，那些信徒如果他们愿意，你可以带到中原来，朝廷会为他们开辟栖息之地，正好要让大乘佛法在中原迅速传播，你需要他们帮忙。杜鄂罗汉沉默片刻，道：我凭什么相信你？魏渊摇头：你不需要相信我，但你可以相信许七安。今日这番谈话是他授意于我，是他的承诺，你对他不缺乏了解，大奉可能会反悔，他不会。魏渊一脸诚挚，仿佛这就是事实，但其实许七安毫不知情。可这番话彻底了却杜鄂罗汉心里最后的迟疑。我需要考虑一下。杜鄂罗汉缓缓吐出一口气，理解。魏渊点了点头，道：但我希望下次找你时，你已经做好决定。两人同时举杯，把茶水一饮而尽。魏渊起身离开车厢，朝着寇扬州走去。成了？寇扬州问道。尽管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魏渊这次来见杜鄂罗汉的目的。魏渊颔首传音道：你陪他打一架，他会适当的受些伤，之后你便去祝国师他们。寇扬州嗯了一声，好奇道：你和他聊了什么？我在拉拢他。寇扬州吃了一惊，他同意了。既然这样，还演什么戏？我们直接杀过去，把巫神教的2名灵会师宰了。魏渊皱了皱眉，传音淡淡道：杀2个3品有什么意思？再说杜鄂不是傻子，他需要观望。杜鄂虽然心动，可他依旧想要考虑，并不是宣扬大乘佛法的意志不坚定，而是对当前局势采取观望态度，就看阿兰陀的战况如何。而且就算杜鄂现在便同意投靠朝廷，魏渊也不会让他配合寇扬州对付巫神教，因为大巫师肯定是杀不死的。这样一来，杜鄂背叛佛门的事便会被阿兰陀知晓。他拉拢杜鄂罗汉，表面上是为了拉拢一位2品超凡，其实是在为将来布局。佛门短期内不会清算杜鄂，对他宣扬大乘佛法会睁只眼闭只眼，这便是机会。只要杜鄂足够努力，就能在西域凝聚一大批的信徒。这些人若是向中原迁徙，削弱的是佛门的气运，是阿兰陀那位的气运，此为杀招。魏渊谋划的是超品，绝非眼前2个小小的巫神教灵会师。西域金刚法相崩溃后，伽罗树立刻双手捏诀，照出低眉盘坐的不动明王。下一刻，当的一声，12双拳头轰开了空间壁垒，简单粗暴地捶在不动明王法相上。伽罗树姿势不动，像一尊被砸飞的雕塑，狠狠飞出一段距离，轰地撞入山林，造成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机会！许七安等超凡强者眼睛一亮，神书法相乘胜追击。许七安浑身笼罩血雾，阿苏罗现出修罗血脉，各自将实力发挥至极致，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打破伽罗树菩萨的不动明王。一股股可怕的气息扑面而来，伽罗树低眉严肃，内心却危机感大作，嗅到了死亡的危机。阿苏罗倒也罢了，许七安和神书才是可怕的敌人。2人联手尽情施展暴力，不动明王绝对撑不住3息，要知道防御大阵都挡不住他们。琉璃菩萨美眸光芒一闪，以他落脚处为核心，无色琉璃领域迅速扩展，将周遭的一切颜色夺走，让万事万物化作纯粹的黑白。这里面包括神书、许七安以及他们身后的众超凡强者，凝固他们的思维，凝固他们的动作。神书法相的12双手臂刺入虚空，用力一撕，另一边许七安做出同样的动作。砰！空气发出沉闷的声响，无色琉璃结界就像镜面，同时出现2块缺口，分别来自许七安和神书。在2人的暴力下，无色琉璃领域没撑过1秒。此时神书和许七安以及阿苏罗距离伽罗树已经近在咫尺。突然天地间梵音阵阵，洒下灿灿金光，照射在少年僧人广贤身上。他的头顶冲起一道面目慈悲、双手合十的法相，大慈大悲法相。梵音响起的刹那，李妙真和金莲道长立刻阳神出窍，前者的阳神未能完全免疫大慈大悲法相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心生慈悲。金莲道长亦然，但比李妙真稍好，但无法产生战意，不代表不能做出应对。2尊阳神同时扑向许七安，
打算和二人之力，以附身的方式替他消弭慈悲之力的影响。以许七安的修为，只要有一个外在的契机稍稍施加影响，他就能自行摆脱。轰！天空中雷声大作，劈下一道道粗如水缸的雷柱，将2道阳神吞没。远处的纳兰天禄出手阻拦，以雷罚克制2名阳神。在大慈大悲法相的普照之下，九尾天狐、孙玄机和赵守露出慈悲之色，险些就要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冲锋陷阵的3人里，神书动作稍有凝滞，许七安和阿苏罗则被大慈大悲法相影响，露出了慈悲神色。只是许七安慈悲中带着恍惚，带着抗拒，而阿苏罗完全沉浸在慈悲的氛围里。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伽罗树腾身而起，噔噔噔的脚步里扑向阿苏罗。他没信心杀死许七安，但阿苏罗味道一品，即使没有了金刚法相，伽罗树依旧有把握在对方不反抗的情况下给予重创，甚至杀死这个叛徒。另一边，雷柱劈下后，李妙真和金莲道长改变策略，后者阳神中分离出一道布满石甲的法相，这尊石像身躯膨胀，在众人头顶化作一面石盾。土克火一样能克雷电。李妙真则一头扎入九尾天狐体内，他原本是想附身赵守的，但赵守有浩然正气加身，百邪不侵，阳神无法附体。九尾天狐娇躯一颤，恢复了一丝丝的清醒。不行，还是无法恢复战斗意志。九尾天狐脑海里闪过种种念头，发现自己依旧没能彻底摆脱影响后，当机立断，仰头发出刺耳的尖笑，笑声宛如魔音，带着极强的穿刺效果。这是九尾的天赋神通之一，当初夺回万妖山时，他就曾用这一招破除佛经洗脑赵守等人，在魔音穿刺下找回了些许理智，但无法彻底挣脱大慈大悲的影响。可这声影响元神的魔音听在许七儿里，却如暮鼓晨钟，一下子助他摆脱了大慈大悲的影响。眸光重新变得锐利，许七安环顾周遭，眼里映出伽罗树一拳轰碎阿苏罗的头。另一边，神书12双手臂合拢，像捕蝇草吞噬了虫子那样将广贤菩萨吞没。大慈大悲法相当即消散，所有人恢复意志。施展行者法相的琉璃菩萨带着广贤菩萨出现在远处，神书爆了个空。伽罗树当即放弃阿苏罗，正想避开许七安。当时时，无头的阿苏罗张开双臂，左臂火焰缭绕，右臂炫光绽放，双臂宛如铁钳，紧紧抱住了伽罗树。如果能杀伽罗树，阿苏罗不介意拼上性命，这是他的觉悟。伽罗树双眼厉光一闪，肌肉一炸，正要捏法诀召唤不动明王法相，震死这个叛徒。金莲道长隔空伸出掌心，对准伽罗树，削弱他部分符元，增加霉运。李妙真默契地取出浮屠宝塔，塔顶浮现大智慧法相，光轮逆转。伽罗树脑子嗡的一声，短暂的失去思考能力。原本浮屠宝塔的位格是无法有效影响到伽罗树的，但他被金莲道长削弱了符元，运气变得不太好。而浮屠宝塔在自身的基础上得了李妙真的符元加成，此消彼长。孙玄机掠阵而出，抖手甩出一根淡黑色的绳索，将伽罗树和阿苏罗捆绑在一处，同时掌心平推，推出一道阵法，让两人脚下的地面化作泥沼。淤泥沿着双腿攀爬，紧紧缠缚。九尾天狐腾空而起，身后9条尾巴张扬，妖冶美丽。他们掠空而去，把阿苏罗和伽罗树缠绕在一起。广贤菩萨双手合十，身后金光暴涨，化作一座巨大的轮盘，刻着6道的轮盘。咔嚓转盘发出金属转动的声音，其中人、修罗、妖的梵文亮起，他要以6道轮回法相削弱敌人的战力。就在这时，只听轰的一声，一道雷柱狠狠劈在广贤菩萨身上，劈在大轮回法相上。轮盘没有崩溃，但卡壳了一般，没能如期运转，亮起的梵文自负熄灭。纳兰天禄出手了，他配合大凤超凡强者，背刺盟友。赵守手里的如圣刻刀和头顶的如冠爆发刺目的青光，朗声道：不得施展行者法相。语音里，琉璃菩萨的身影在距离伽罗树不远处显化。噗！赵守仰天狂喷鲜血，如冠和刻刀光芒暗淡。他限制了一品菩萨的法相，不是侧面影响，而是直接限制。如果没有刻刀和如冠的加成，言出法随不会有效果。同理，没有这2件法器替他分担反噬，赵守现在已经是个死人。即便如此，他依旧受了重创。此时，许七安和神书已经杀到近前，一人刺向伽罗树后心，一人24只拳头狠狠砸下，以2位武夫的暴力，就算是不动明王法相也能破开。何况伽罗树此刻并没有撑起法相领域。可就在这时，阿兰陀深处，一轮大日缓缓升起。日出西方，佛陀出手了。大日如来升起的瞬间，许七安心里警兆顿生。如果危机预感是警铃的话，那么现在的铃声是又高亢又急促，带着气急败坏的味道，催促着他赶紧逃命。这是许七安踏入超凡后危机预感最疯狂的一次，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催促他逃命，留下来是死路一条。但许七安没有跑，
甚至往山顶冲了一段距离，像是扑火的飞蛾。这个过程中，他声嘶力竭地咆哮道：“逃！大日如来法相，9大法相之首，超品级的力量。”不需要许七安提醒，在大日如来法相升起的刹那，每一位超凡强者都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九尾天狐果断收回尾巴，原本想把名义上的兄长阿苏罗拖曳回来，但发现伽罗树、阿苏罗同时盘腿而坐，一个照出不动明王法相，一个脑后浮现代表杀贼果位的绚丽光轮，进入坐禅状态。佛门中人有办法规避大日如来法相的杀伤力，银发妖姬念头闪烁间，化作白影掠向远处，掠向孙玄机等人。赵守、李妙真、金莲道长3人朝着孙玄机快速掠去。李妙真在逃命的时候，顺手把浮屠宝塔丢了出去，丢向阿兰陀方向。孙玄机抬脚一踏，传送阵扩散，将一众超凡强者笼罩在内。唯有神书见到大日如来法相后，非但不跑不惧，反而陷入癫狂，似是受到了某种刺激。他的肚脐眼裂开，化作血盆大口，豁然转身，朝着山顶的那轮大日咆哮道：“佛陀！”下一刻，大日如来法相的炽烈光芒笼罩了众人，笼罩了许七安，笼罩了神书，笼罩了佛门菩萨。距离阿兰陀10里之外，青光圆阵凭空浮现，接着阵中出现几道焦黑的身影。这些焦黑人影齐齐摔在地上，宛如一具具焦尸，传送术再快也快不过光。他们依然被大日如来法相短暂的照耀，只有银发妖姬勉强维持着清醒，没有昏死过去。但他现在也不是银发了，浑身焦黑，尾巴光秃秃的，虎耳光秃秃的，一头亮丽的银发也没了，身体遍布着黑中带红的灼痕。九尾天狐勉强支撑着身子，喉咙滚动，吐出一枚瓷瓶。他身上的法器，包括储物袋，都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只有保存在腹里的瓷瓶完好无损。九尾天狐拔出木塞，倾斜瓶口，倒了几粒恢复气力的药丸服下。他盘坐了10几秒后，总算初步恢复体力。这时候，九尾天狐才有精力探查盟友，看看谁活着，谁死了。手里握着一把刻刀的焦黑人形是赵守，他头顶的如冠染上了一层黑灰，像是刚从大火里抢救出来。赵守气息奄奄，生命波动微弱，身高普通的一看就是孙玄机。尽管白衣已经被烧成焦炭，但这位监正二弟子的普通气质，犹如鹤群里的鸡，是那么的不显眼，所以能一眼就看出来。地宗的金莲和蓝莲倒是好分辨，男女形体差距极大。九尾天狐率先走到孙玄机面前，在他身上一阵摸索，取出破烂的储物法器，轻轻一撕，哗啦啦的声音里，法器、丹药成堆成堆的掉落。他先是自己服用了几种效果不同的疗伤药，再走到李妙真身边，指尖捏着药丸，敲开他的嘴唇，喂服一颗。请李妙真便醒过来了，轻轻低吟一声，以他强大的元神，很快就掌控了自己的肉身状况，体表大面积烧伤，内脏受损，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持续不断地消磨着生机。你有衣服吗？九尾天狐问道。他们身上的衣服被烧成破烂的布料，根本挡不住身体。当然，以2位雌性目前的焦尸状态，也不存在什么春光外泄就是了。李妙真点点头，在怀里一阵摸索，摸到地书碎片，取出2套裙子，丢给九尾天狐一套，另一套自己穿上。不多时，在2人的救治下，赵守等人终于苏醒过来。金莲道长盘膝而坐，一边消化药力，一边沉声开口：“抓紧疗伤，赶回去看看情况。”他继而叹息道：“果然如此。”他们制定的第一个计划是集众人之力围杀伽罗树，同时也是在试探阿兰陀里的那位。其实都不认为能顺利杀死伽罗树。果不其然，在最后关头，佛陀还是出手了。李妙真回忆着刚才的景象，后怕连连。这就是超品的实力。仅仅被大日如来照到刹那，他就险些生死道消。若非彼此之间有过商讨，知晓在大日如来法相出现后该如何应对，他恐怕已经死在佛光普照之下。闻言，孙玄机等人亦是心有余悸。他们知道佛陀一旦出手，必定是毁灭性的打击，但知道是一回事，真正见到超品出手是另一回事。今天他们才意识到，超品和超凡之间的距离，就是人和蝼蚁之间的距离。赵守伤势最重，先后被法术反噬，被大日如来法相重创，此刻已无再战之力。但赵守依旧积极地参与讨论，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刚才佛门的菩萨，包括阿苏罗，并没有逃走，而是原地坐禅？这个现象，李妙真等人也注意到了，但无法给出答案。”九尾天狐哼道：“佛光普照之下，万事万物都将化作飞灰，唯佛性永存。”赵守明白了，所以修佛之人可以在大日轮回法相中存活。他仿佛抓住了大日轮回的破绽。九尾天狐似乎看穿了他内心的想法，淡淡道：“是这个理。不过佛陀若是不让你活，你便是修到一品菩萨，也未必能在大日轮回法相中活下来。这全看佛陀的意志。”金莲道长眯着眼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方才的大日轮回法香里并不掺杂佛陀的意志，只是法香本能的散发威力？不然阿苏罗没道理能活下来。而这也说明佛陀的状态不是很好。说完，众人一起看向了阿兰陀，并默默加快药力吸收。攻打有超品坐镇的阿兰陀，难度是早有预料的。大日轮回法相一出，神鬼裨益。刚才好不容易打出的优势，在佛陀这一击之下付之一炬。不过佛陀的出手恰好验证了他们之前的猜测。距离阿兰陀遥远的平原上，一条蜿蜒的溪水边，与施纳兰天鹿盘坐在河边，周身闪烁血光。他同样一身焦黑，皮肤大面积碳化，此刻正施展巫师体系的血灵术疗伤，没能杀死伽罗术，有负大巫师所托。萨伦阿古给他的建议是见风使舵，明面上帮助佛门杀许契安，但如果血光之灾缭绕的伽罗术有性命之余，那便送他一程。反正不管怎么样，巫神教都是赚的。我距离阿兰陀已经极远，但还是被大日轮回法相重创，佛陀能释放的力量似乎比巫神要高。照手这群家伙逃得可真快，可恨我重伤在身，无法摸过去渔翁得利。许契安现在独木难支，正是杀他的好机会，但不知他们还有什么后手。阿兰陀边缘的某处山涧里，浮屠宝塔悬浮半空，塔顶盘坐一尊手托玉瓶，身材微胖的法香洒下道道金光，金光中是一只烤熊。在药师法香的治疗下，烤熊渐渐褪去死皮，长出嫩红的肉，变成一只光秃秃的石铁兽。紧接着豆豆眼睁开，苏醒过来。熊王环顾自身，撕下一片略显焦黑的肉，凑到鼻端嗅了嗅，嘀咕道：好香，忍不住想吃。这是许契安的声音。李妙真丢出的浮屠宝塔里寄宿着许契安的一缕神念。他丢出浮屠宝塔的目的，既是为了保熊王一命，也是为了把许契安的神念送过去，好以心骨之力驾驭熊王，前往禅林一探究竟。这便是许契安的第二个计划。九尾天狐把战力倒数第二的熊王丢向阿兰陀，便是为了第二个计划做铺垫。许契安的本体留下来牵制一品菩萨，暗中以心骨操纵熊王，去封印之地探查情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幸好有浮屠宝塔在，不然熊王多半要永远睡在阿兰陀，脱体同山阿。许契安低声道：塔灵前辈，法纪菩萨是否在禅林？待会便见分晓。浮屠宝塔嗡嗡震动，似是极为激动。塔灵老和尚略带颤抖的声音传入许契安耳中：贫僧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300多年，多谢施主成全。这是许契安答应过他的事。当初为了说服浮屠宝塔放弃规矩，对付佛门，许契安承诺要替他找到法纪菩萨，一诺千斤重。我自己也好奇。许契安摆摆手，撑起身子，迈动笨重的熊躯，快速攀爬，朝着西侧的禅林峰而去。禅林不在阿兰陀主峰，而是在南侧的一座高峰上，这里人迹罕至，飞鸟绝迹。峰顶积着皑皑白雪，空气清冷。许契安没用多久便顺利登顶，见到了一座古刹。古刹外墙连绵，红漆斑驳，大门早已朽烂，不知道多少岁月不曾有人造访。听阿苏罗说，禅林是历代高僧圆寂后的归处，也是佛陀的闭关之地。自500年前佛陀宣布闭关，禅林便成了阿兰陀的禁地，除了几位菩萨，再无人能来此处。若非度恶罗汉当初偷偷造访，佛陀已经挣脱封印的秘密，不知要何时才能被发现。当然，疑似法纪菩萨的呼救声也是如此。穿过院门，踏着积雪，许契安朝着禅林深处航去。沿途是一座座2人高的木塔，饱经风霜，沾满了岁月的斑驳木塔边种植着菩提树。根据阿苏罗所说，禅林里的菩提树都是当年那株母树的后裔。沿着被泥土淹没的青石板路，许契安继续深入。额顷，前方出现一座不高，但枝叶横生出数10丈，躯干虬结，垂下一根根树藤的古树。树下落满了枯黄的叶片，层层叠叠，散发着轻微的陈腐气息。菩提母树。许契安目光一闪，停留在母树边那一堆碎石上。如圣封印果然已经破了，许契安心里一凛。此事阿苏罗已经说过，但亲眼见到又是另一回事。他顶着浮屠宝塔走进菩提树下，厚如伞盖的枝叶遮住了光，让人心里没来由的升起阴森之感。这时耳边传来了飘渺的呼救声：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飘渺的阴冷的呼救声回荡在耳畔，像是来自地狱里的呼唤。许契安现在的修为和眼界，害怕倒不至于，只是觉得这呼救声未免太阴间了。同时求救声让他想起了当初在桑坡时听到的来自神书的同款求救，不过2个声音并不一样。救救我，救救我。求救声不停地传来，缭绕在耳畔，但其实声音是直接传入脑海，类似于传音，并不是真的发出声音。许契安绕着菩提母树走了半圈后，锁定了树后的某处，那处地方垂下帘子一般的树藤，挡住了粗壮的主干。他伸出爪子，拨开厚厚的树藤，看见了菩提树的主干，也看见了主干上印出一张脸，遍布皱纹的脸，
能看出是位老者。这张脸的五官与塔林老和尚大体相似，细节上略有不同。悬在许七安头顶的浮屠宝塔嗡的一震，接着他耳边响起塔林老和尚激动万分的呼喊：“主人！”主干上的老脸神情呆滞，宛如平平无奇的雕刻，喃喃重复地传出一语：“救救我！救救我！”还真是法纪菩萨，他怎么会在这里？肯定和阿兰陀中的这位超频有关。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许七安伸出爪子按住法纪的脸，感应了一下，只剩一缕残魂了。他这句话是对塔林老和尚说的。塔林老和尚无法离开浮屠宝塔，但身为现在的主人，许七安能感应到他悲伤的情绪。你有什么办法吗？许七安问。他虽然修行心骨，但心骨只是元神领域的一条分支，面对眼前的情况，他无法提供思路和想法。塔林老和尚隔了片刻，才初步稳定情绪，传音回复：“我可以用大智慧法相暂时让他恢复神智，后续能不能修补魂魄，需要道门超凡强者的帮助。但就算修补好魂魄，多半也不会恢复记忆了，因为法纪菩萨现在的情况，那些魂魄多半已经灰飞烟灭。即使修补好，也和以前不同了，相当于一个带着些许过去记忆的新生者，希望他还能残留着部分记忆。”许七安点点头：“开始吧。”浮屠宝塔震落金色光辉，塔顶冲起一道低眉盘坐、双手拈花的法香，脑后是一轮七彩绚丽的光轮，光轮首次正向转动，宛如彩虹的光芒化作长桥，接引主干内的法纪菩萨，让他沐浴在智慧的光芒中。法纪菩萨呆滞的面容肉眼可见的灵动起来，涣散的目光渐渐恢复神韵。他先是注意到眼前这个没有毛发的大熊，接着看向了浮在半空中的浮屠宝塔。“是你啊！我在哪里？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在雷州封印神书残肢吗？”法纪菩萨出于本能的问出这两个问题。“主人！”浮屠宝塔的声音再次变得激动，略带些许颤抖。“你失踪300多年了，这些年里佛门便寻不到，原来你在这里。这是哪里？”法纪菩萨再次问道。塔林低声回答：“这里是禅林，佛陀闭关之地。你在菩提树里，只剩一缕残魂了。”法纪菩萨愣住了，喃喃道：“禅林，菩提树里，禅林，菩提树里。”他一遍遍的喃喃自语，给人的感觉就像几身已死的行尸走肉，需要人点醒。许七安顺势问道：“法纪菩萨，还记得你自己遭遇了什么吗？”法纪菩萨脸庞扭曲起来，声音变得尖锐凄厉：“佛陀就是神书，神书就是佛陀，是他吃了我，是他吃了我。佛陀为什么要吃你？”许七安急忙追问。法纪菩萨没有回答，癫狂又凄厉地叫道：“他不是佛陀，他不是佛陀。”塔林老和尚的感受，许七安不知道，但他能明显感受到自己鸡皮疙瘩略有凸起。“他是谁？”许七安大声问道。法纪菩萨的叫声缓缓停歇，那张凸起于树干表层的脸再次变得呆滞，一语声传来：“救救我！救救我！”塔林老和尚的声音从塔内传出，带着悲伤和寂寥：“时间到了，我只能做到这一步。”劳烦抽出他的魂魄，送进塔中温养。说话间，玲珑小塔的塔门敞开，一抹流光抛出，在许七安掌心化作一面残缺的青铜镜。熊爪握住浑天神镜，对着法纪菩萨一照，雕刻在主干上的面容被一点点的抽出。这个过程中，许七安本能的扩散思维，开动脑筋。佛陀是神书，这和之前得到的情报一样。佛门这么多菩萨，为什么佛陀要吃法纪菩萨？他不是佛陀，是因为法纪菩萨发现了这个秘密，还是另有原因？阿兰陀内的超品不是佛陀，又会是谁？糟糕，神书进镇魔剑了。阿兰陀，主峰。伽罗树菩萨从入定中苏醒意识，睁开眼，第一个动作是捏起不动明王印，然后才放心的扫视周遭。在这位菩萨眼里，此刻的阿兰陀，万事万物都充满了佛性，就连一株树、一块石头、一寸土都具备着深厚的佛性，散发淡淡佛光。这是大日轮回法相造成的，佛光普照之处，便是佛国在他醒来的同时，近在咫尺的阿苏罗也苏醒了。这位叛徒二话不说，一个腾跃，迅速拉开距离。伽罗树没有追击，保持着捏诀姿态，他还没看到许七安在哪里，更不知道神书是否在旁虎视眈眈。神书不见了。这时他听见了琉璃悦耳空灵但缺乏感情的声音。伽罗树这才撤回不动明王法相，脸色冷峻威严，起身缓缓扫视身后。视线里是一具焦黑的人形，保持着前奔的姿势，从焦尸手里握着的镇国剑来看，是许七安没错了。没有生命气息，死了。伽罗树收回目光，注意到琉璃和广贤的目光不在许七安身上，而是盯着某处，那是一排巨大的脚印，漆黑出油，可以想象主人是忍受着痛苦的炙烤在前行。脚印消失在阿兰陀深处，神书去镇魔剑寻找他的头颅了。伽罗树心里一动，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腿部肌肉膨胀，
爆发出强劲的动力，弹射向许七安。琉璃菩萨趁势展开无色琉璃领域，黑白的领域如水一般贴着地面蔓延，所过之处一切褪去色彩，化作黑白。咔咔，广贤菩萨头顶升起金属转盘，代表人字的梵文亮起，转盘核心的万字正面对准许七安。那些逃走的超凡暂且不管，他们要先合力解决掉这位威胁最大的一品武夫，然后前往镇魔剑对付神书。镇魔剑，无头的神书散去法香，来到深渊底部，站在洞口。神书体表遍布焦黑，渐渐凝上一层薄薄的冰壳。镇魔剑温度极低，凡人身处其中，呼吸一口，肺部就会被冻伤。此处静得可怕，一位僧人都没有，仿佛是极寒的地狱。神书没做犹豫，抬脚进入地窟。他步伐坚定，不快不慢，不多时便听见黑暗深处传来悠长的呼吸声，一阵阵冷风扑面而来，宛如巨龙的吐息。神书抬起手指，引燃气机，火苗扑的窜起，驱散黑暗，照亮周遭。他看见了四周的情景，这是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山窟的石壁是嫩红的血肉，遍布着血管，正有节奏的起伏，宛如心脏跳动一般。在神书的正前方，那块血肉石壁上镶嵌着一颗头颅，这是典型的修罗族外貌，脸型方正，高鼻，嘴唇不厚不薄，没有眉毛的眉骨凸起，看起来极为阴武，想来在修罗族中也是不可多得的美男子。呼吸声正是这颗头颅发出的，头颅潜入血肉中，生长在血肉中，准确地说，呼吸声是这个庞大的怪物发出。你来了。头颅睁开眼睛，冷漠无情地望着神书。你不该来。头颅再次开口，声音低沉，夹杂着叹息。前后两个声音，情绪波动明显，似乎并非出自一人。后开口的声音继续道：他等这一天已经500年了。接着头颅冷漠地说道：准备好回归我的身体了吗？后开口的讥笑道：回归是永生永世的镇压吧，500年过去，你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前一个声音冷漠道：你别无选择。神书的躯体怒道：闭嘴，老子今日就带他走，谁都留不住。他大步奔过去，双手抱住镶嵌在肉壁里的头颅，用力拉拽，肉壁顿时被拉得变形，但头颅依旧牢牢嵌在其中，以神书的怪力竟然没有把他拽出来。呵，肚脐眼裂开，发出一声大喝，周身肌肉瞬间炸起，气机在经脉里滚滚奔涌，充盈澎湃的力量。全力之下，嵌入血肉的头颅这才一点点的被拉出，一点点的脱离肉壁。就在这时，四周的石壁突然活了过来，剧烈蠕动，石壳哗哗坠落，剥落石壳后依旧是嫩红的血肉。整个洞窟仿佛是某个庞大生灵的内部，肉壁疯狂收缩，且延伸出一条条触手缠向神书。琉璃菩萨的无色结界，广贤菩萨的大轮回法相，以及伽罗树菩萨的近身搏杀，3位菩萨联手攻击，纵使是全胜完好的一品武夫，也得被压制暴揍。何况许七安现在没有丝毫生命气息，如同一具焦尸。这时远处的阿苏罗摸出了一颗流光溢彩的舍利子，沉声道：第一个愿望，大凤银罗许七安在我身边。他在许七安面前加了个前缀，这样能有效预防因公果位拉错人。毕竟九州之大，姓许名七安的大有人在。因公果位亮了一下，下一秒面对3重包围的许七安原地消失，出现在阿苏罗身边。无色领域将伽罗树包裹在内，大轮回法相的光束没能照到许七安，进而削减他的力量。这个叛徒身处无色琉璃领域里的伽罗树，脑子缓慢地转动。失去金刚法相后，他战力受损，根本打不破琉璃菩萨的领域。当然，即使是全盛时期，也别想打破。伽罗树虽然是3位菩萨中综合战力最强，但不代表他能碾压另外2名菩萨，同为一品，差距不会太大。阿苏罗张嘴吞下硬功果位，扛起许七安就跑，成功把伽罗树困在无色琉璃领域。领域不被强行打破的话，自行散去需要时息。我要在琉璃菩萨手中支撑时息。许宁燕，快点醒来啊！阿苏罗一边快速思考，一边朝着阿兰陀深处飞奔。突然，他额头一疼，接着听见叮噗2声，再接着难以言喻的剧痛狂潮般涌来，将他吞没，摧毁着他的意志。视线里白衣飘飘，美人如画，映出一张清冷的西域美人面孔。琉璃菩萨出现在他面前，在他额头拍入一根风魔钉。这枚风魔钉是许七安当初打入阿苏罗腹部的那枚，后来他交还给了杜厄，被杜厄带回阿兰陀。毕竟当初他还是个4大皆空的和尚，为了25载身份不被识破，不想交也得交。阿苏罗的元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而这个时候武者的危机预感才给出反馈，让他赶紧逃，前方有危险。琉璃菩萨的速度超过了危机预感，他双目凸起，布满血丝，象征着杀贼果位的绚丽光芒与火焰交缠着覆盖在右腿，腿部肌肉一炸，啪！阿苏罗的右腿像鞭子般弹出，
他不怕和琉璃近身战。身为二品巅峰，且比大部分二品都要强的超凡，面对一位不擅长近战的菩萨，即使打不过也不需要怂，鞭腿打碎了琉璃的身影。他鬼魅般的浮现于阿苏罗身后，抓向了焦尸许七安。抓住许七安的脚踝后，琉璃师斩行者法相速度转化为力量，强行把许七安拽了下来，顺手丢向后方，那里有伽罗树和广贤菩萨。万字辐射出光束，笔直的打在许七安身上。丢飞许七安后，琉璃菩萨袖中划出玉质小刀，手臂一挥，刀锋扫过阿苏罗后颈，在溅起刺目火星后，小刀顺利斩下阿苏罗头颅。可就在这时，阿苏罗的身影缓缓消散，宛如镜花岁月。另一边，许七安的身影同样消散。这是阿苏罗的第二个心愿，召唤出以假乱真，气息低于本尊的傀儡，是应宫果位常规的操作。琉璃菩萨之所以看不出，是因为风魔钉刺入阿苏罗额头后，他的气息剧烈下滑，恰好混乱的感知。这也是为什么阿苏罗没有在第一个愿望结束后立刻许第二个愿，而是等被风魔钉袭击后才于心底许下第二个愿望的原因。远离主峰的地方，一片较为平坦的地带，阿苏罗背着许七安的身影显现。此刻两人距离风魔剑已经很近。哼！琉璃连续2次被戏弄，俏脸一冷，双袖一荡，眨眼间便堵住了阿苏罗的去路。而此时无色琉璃结界散去，伽罗树双腿一蹬，轰的一声，在地面的坍塌声里高高跃起，追击而来。咔咔，轮盘转动，万字和人字亮起，光束照向阿苏罗和许七安。眼见3位菩萨的围杀再次重演，阿苏罗无奈地吐出一口气，他尽力了，能在3位一品的围追堵截中巧妙利用敌我之间的法术法器纠缠到现在，简直是人生巅峰的战绩了。阴影般的幕布笼罩了阿苏罗，带着他消失在原地。伽罗树扑了个空，琉璃的目光落在斜右方的树影下，那里缓缓凸起2道影子，化成阿苏罗和焦黑人形。真特么的疼啊，差点就死了。焦黑人形舒展筋骨，骨骼咔咔作响，碳化的死皮一块块脱落。大日轮回法像没能杀死他，但直到此时他才彻底抵消那股持续磨灭生机的力量，死而复生。广贤菩萨的轮盘缓缓停止，继而收敛，大慈大悲法相随之浮现。大慈大悲法相是他最强手段，也是保命控制手段，此时祭出，改攻为守，足以说明他对许七安的忌惮。佛陀吃了法剂，佛陀不是佛陀。苏醒后，许七安立刻接收到了分身那边的信息，掌控了部分情况。伽罗树面沉似水，淡淡道：一品武夫果然命大，不过挨了大日轮回法相一击，你还有几成修为？许七安环顾3位菩萨，沈笑道：我是战力受损，可没了金刚法相的你，只是一块臭石头，难成气候。接着看向琉璃菩萨，我站着不动，让你打3天，你能折断我一根指甲？又扫一眼广贤菩萨，嗤笑摇头：自保有余，乖乖在旁看着吧。你们3个菩萨又能奈我何？这就是一品武夫的底气，根本不怵。虽说菩萨们手段诡谲，也能自保，可一方是自保有余，另一方却可以肆无忌惮，这便是差距。双方交谈间，阿兰陀忽然震动起来，像是地震来临，各处出现山体滑坡，一块块巨石滚落。当内层的岩体裂开后，露出的竟然是嫩红的血肉，时而膨胀，时而收缩的血肉。整座阿兰陀居然是一只巨大的怪物，有血有肉的怪物。此时这只怪物复苏了，神书果然遇到危险了。许七安心里一凛。少年僧人形象的广贤菩萨挑起嘴角，淡淡道：你以为神书能取回头颅？你以为我们没有防备？你是不是还以为大劫将至，我们会妥协让你们夺回神书头颅？他语气冷淡，表情冷淡，言语间却有智商碾压的戏谑。琉璃菩萨嗓音悦耳，充满成熟女性的魅力。许音罗，你太小觑我们，也太低估佛陀了。伽罗树面色冷峻，缓缓道：中原有句话叫请君入瓮。许七安，佛门请的就是你和神书，待佛陀镇压了神书，便是你的死期。我们确实杀不死你，但留下你并不难。中原之仇，今日找你清算。许七安低声道：速退，去与金莲道长他们会合，我去帮神书。阿苏罗一边忍着痛苦，以秘术拔下封魔钉，一边回应道：你自己小心。他一跃而起，腾空朝远方掠去。与此同时，许七安连续施展暗蛊术，朝镇魔剑方向跳跃。刚跳跃2次，镇魔剑就在前方，那里出现深渊裂口，可眼前突然出现伽罗树和琉璃菩萨。前者右臂后拉，腰部肌肉鼓起，一拳刺来，空气炸裂。后者闪到许七安身后，手中玉质小刀刺向后心，同时展开无色琉璃领域，限制许七安的行动。许七安瞳孔微缩，伽罗树的速度没这么快，是琉璃把伽罗树带来的，这是什么见鬼的速度？叮！玉质小刀刺在许七安后心，溅起火星。许七安以情蛊催发自身情欲，
让自身头大如斗，充满了对女子的渴望，接着施展新蛊术，与身后的琉璃菩萨共情。琉璃白皙的脸庞瞬间涌起红晕，目光略有迷离，错愕地发现自己竟对眼前的男人充满了不该有的欲念，渴望着他的拥抱，他的冲撞。这让琉璃菩萨展开的无色领域出现明显的凝滞，不忍对他下手。趁着不到1秒的间隙，他朝着伽罗树伸出手掌，猛地一握，暗蛊术蒙蔽。蒙蔽对伽罗树产生的效果不足1秒，但是足矣。伽罗树眼前一黑，继而一亮，便失去了许七安的身影。远处的广贤菩萨目睹了这一幕，本想召唤出大轮回法相，给予对方沉重一击，但看到许七安做出拔剑状后，他眉头一挑，任由对方阴影跳跃离去。刚才那个动作是对方道的发动时的前置动作，祭出大慈大悲法相时的他，敌人无法产生杀意和敌意，无法对他出手，但若是改换成大轮回法相，那就没这个顾虑。而对方的道极为可怕，无法躲避，无法抵挡。琉璃菩萨很快从共情中挣脱，不缠许七安身子了，但为时晚矣，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跃入深渊镇魔剑。3位菩萨立刻追击过去，齐齐投入镇魔剑。轰！许七安像是陨星般砸落镇魔剑中，砸在嫩红血肉表面。此时镇魔剑两侧高耸的崖壁，大量的石刻脱落，显露出令人恶心的恐怖的嫩红血肉。这些血肉无意识的微微蠕动，整座山都是有生命的。什么怪物？简直不科学！许七安又重新飘了起来，不敢继续站在怪物身上。他目光快速一扫，锁定前方崖壁处，那里有一个严丝合缝的竖纹，像是怪物紧紧闭合的嘴唇。这应该就是阿苏罗所说的可能藏着神书头颅的洞窟入口。许七安快速飞向嘴唇，砰砰！山体内沉闷的爆炸声有节奏的响起，就像一枚枚炮弹爆炸。强大的冲击波不停地把严丝合缝的竖纹撑开，但又迅速合拢，里面的人怎么都无法冲出来。神书在里面开辟通道，阿兰陀不，佛陀在消化它。许七安念头闪烁间判断出形势，没有丝毫犹豫，他扬起镇国剑，灌注气机，猛地斩入裂缝。吃吃，令人牙酸的声音传来，就像劈砍在坚韧的皮革上。镇国剑成功展开血肉，但在下一刻，血肉便愈合恢复。镇国剑持续磨灭生机，阻遏伤口恢复的特性失效了。许七安首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但这也证明眼前这个怪物确实是超越一品的生灵。闯不进去，许七安把镇国剑插在身前，深吸一口气，鲜血在血管中激荡，皮肤变得鲜红，一股股滚烫的血雾从毛孔中喷出。他双手狠狠刺入肉缝，在面色狰狞中，一点点地撑开了严丝合缝的入口。许七安神念探入幽深的肉壁中，探查到了神书的情况。他浑身被嫩红的触手缠缚，包括双臂，在竭力的鼓荡气机，让自身化作一颗不停爆炸的炮弹，试图震开肉壁的压缩，震开触手的缠绕。同时，许七安还注意到，在神书拉扯和震荡气机的过程中，在肉壁被短暂震开的间隙里，有无数细小的血线连接着神书和肉壁。这些血线钻入神书体内，试图操纵他神书的身后是一颗嵌入肉壁中的头颅。他还没有取回头颅，还不是完整的半部武神。许七安手心一阵剧烈，急忙撤回手掌，却发现掌心牢牢吸附在肉壁上，无法抽出，而且力量在快速流失。好在只是手掌被吸附着，稍稍加重力道，在啪嗒声里扯断一根根血线，顺利抽出双掌。掌心血肉模糊，那些被扯断的血线无奈地收回了肉壁中，徒劳无功。3道金光降落深渊中，与许七安保持一定的距离。神书也好，你也好，是什么给了你们自信，能在佛陀的注视下夺回头颅？伽罗树菩萨赤着脚浮空而立。许七安平静地说道：佛陀沉睡在镇魔剑，亲自镇压神书头颅，我猜他杀不死神书，双方陷入决力，佛陀实力不在巅峰，否则他不会数百年来不出世。少年僧人笑道：是又如何，即使不在巅峰，超品依旧是超品，不是残缺的神书能抗衡。两人说话间，洞窟里的爆炸声衰弱下去，神书似乎损失了过多的力量，开始后继无力。伽罗树菩萨看了一眼紧闭的石窟门缝，露出冷笑：你不妨进去救他，动手。广贤菩萨头顶升起大慈大悲法香，梵音缭绕，悲天悯人的气氛充斥深渊的每一个空间。琉璃菩萨展开领域，黑白色的界域朝着许七安不断蔓延。伽罗树一马当先，冲向许七安。他们不打算给许七安搞破坏的机会，试图缠住这位一品武夫，给佛陀制造机会。许七安冷笑一声，抬起右手，在3位菩萨审视的目光里打了个响指。啪！清脆的响指中，两侧的肉壁忽然剧烈震动，渗出大量的浓稠的鲜血。山窟深处传来不似人声的痛苦的咆哮声。玉碎！3位菩萨脸色陡变，望着3位无法保持冷静的菩萨，许七安笑道：伤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超频也不例外。整个镇魔剑都在震动，宛如地壳移动，天翻地覆。两侧高耸的血壁流淌出猩红粘稠的鲜血，景象恐怖又骇人。大日如来法相升起时，许七安不退反进，真是为了找死？当然不是，他是为了让自己受的伤更重一些，最好是濒临死亡，这样玉碎返还的伤害效果才会好。一品武夫生机旺盛，能威胁到这种层次强者性命的攻击，可想而知有多恐怖。也正因为是这种威能的攻击，返还时才能有效的伤害到超品。这个计划在攻打阿兰陀时就已经制定好了。许七安的底气来源于2个原因：一是佛陀沉睡500年，状态绝对不在巅峰；二是努力插花，体内沉淀了部分灵运。不死术的灵运加上一品武夫自身的磅礴生命力，这才敢冒险一试。但这依旧不能确保万无一失，毕竟超品的强大只限于传说，纵使许七安踏入一品行列，依旧无法预估超品的天花板，所以很容易翻车。结局也可能会是许银罗率众超凡攻打阿兰陀，结果佛陀出手，许银罗当场去世，给9州修行者深刻诠释了什么叫试试就是试。至于苏醒后一直压着不施展玉碎，则是需要审时度势，底牌用在恰当的地方，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但也不能拖延太久，因为拖的时间越长，玉碎返还的威力也会减弱。玉碎与许七安交手次数极多的伽罗术率先反应过来，继而脸色难看。他倒没忘记许七安有这个手段，只是没料到会用在这里。伽罗术不怕强大的敌人，但忌惮强大的且有头脑的敌人。粗鄙的武夫不可怕，但如果这位武夫精于算计，那就让人头疼了。美艳绝伦的琉璃菩萨柳眉紧蹙，少年僧人广贤也面沉似水。佛陀身为超品强者，当然不至于被一品武夫的反击重创，坏就坏在他镇压神书的节奏一下子被打断了。暗红色的肉壁中喷涌出大量的鲜血，原本疯狂挤压神书的肉壁在这一刻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就如同遭遇攻击的人暂时被打断了正在做的事。不需要任何人提醒，神书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豁然回身，双手刺入头颅两侧的肉壁中，沉沉低吼一声，浑身肌肉一块块凸起，蕴含可怕的伟力。在怪物吃痛的间隙里，他奋力往后一拽，拽出了自己嵌在肉壁中的头颅。啪嗒啪嗒，密密麻麻的血线接连扯断，像是拉断一根根坚韧的筋。神书终于夺回了头颅，他双手捧着脑袋，轻轻放在头颅上。正反别装错了呀！神念扫过，窥见这一幕的许七安以吐槽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激动。他知道一位真正的半部武神复生了。头颅和颈部的血肉自行蠕动，相互接驳，眨眼间神书的脑袋便与肉身重合，没有任何伤疤，就像脑袋从未离开身体500年。眉骨凸起的鹦鹉脸上，紧闭的双眼骤然睁开。天地间风云突变，身处镇魔剑的许七安、伽罗术、琉璃和广贤下意识地抬起头，透过深渊的豁口，看见天空乌云压顶，厚重的云层形成漩涡状。这道直径可能超过10里的夸张漩涡缓缓转动，看似缓慢，实则在人间掀起了恐怖的飓风。沙土、石块、牛羊、人、房屋、地表的一切纷纷卷上天空，唯有阿兰陀里存活的僧众凭借自身修为抗住了这股不知何处而来的力量。这哪里是天地元素紊乱，这是天地异象，世界末日。一品武夫制造的元素乱流与之相比不值一提。阿兰陀方圆100里之内，所有生灵匍匐在地，如临深渊。惶恐的情绪从他们心里升起，分不清是看见天空那道恐怖漩涡的缘故，还是受到了半部武神的气息压制。唯一没有匍匐的是大凤方的超凡强者，还有与世纳兰天路，但这大概是他们最后的尊严了。这些超凡强者们内心被惊恐和畏惧的情绪填满，心里泛起久违的自身是蝼蚁的感觉。这股气息，李妙真嘴唇发抖，战战兢兢道：是佛陀还是神书？九尾天狐盘腿而坐，倾国倾城的容颜闪烁着悲喜交织的神色。是神书，是神书，他终于重组肉身了。自万妖国灭国以来，他心心念念解开神书封印，让父亲真正意义上的复活重生，让万妖国拥有一根屹立不倒的镇国之柱。500年后的今天，他做到的。许七安成功了。九尾天狐深吸一口气，很快压下心里的激动，让情绪不再扩散，恢复成处变不惊、始终笑盈盈的万妖国主。但眼角眉梢间露出的些许喜意，却是短时间内难以平复的。现在想来，扶持许七安成长，在他身上投注筹码，是他500年里做过最正确的事。当初他听说叶姬在教坊司天天被一个人类男子白嫖，并芳心暗许，爱上那个男人时，九尾天狐心里是充满杀机的。后来他悄悄降临在叶姬身上，本想让那个男人死得无声无息，但监正暗中给了他一记警告。也是在那次的沟通里，他选择与监正合作，暗中布局，尝试在许七安身上注入筹码，把神书的右臂送到他住处，便是投注之一。半部武神果然可怕，
给我的感觉像是近距离直视巫神。纳兰天禄身躯略显佝偻地站着，白发衣袂在狂乱的气流中猎猎翻飞，沙尘暴和各种乱飞的杂物让远处的阿兰陀变得朦胧不清。雨师能感受到阿兰陀深处一股佩莫能御的力量在复苏，纳兰天禄尚且能感受得如此清晰，何况是此时身处镇魔剑的3位菩萨以及许七安。山腹中那股可怕的气息在迅速攀升，无止境般的攀升，仿佛在孕育着可怕的怪物。为了对抗这样的怪物，整座阿兰陀彻底活过来了。山体滑坡，崖壁开裂，一座座殿宇被地缝吞噬，一片片树林沉入地底，在裂开的地缝里，嫩红的血肉蠕动着。它可能只是复苏，却对凡人造成了天崩地裂般的灾难。深红的地窟里，血肉层层叠叠蠕动，不停地挤压神书，吞噬神书。轰！许七安身后不远处的肉壁突然炸开，血肉夸张的喷涌，就像被剁碎用来做馅饼的肉末，那里被撕裂出一道巨大的口子。接着又是轰的一声，撕裂肉壁的契机撞向了对面的高耸肉壁。好可怕的力量，这就是半步武神吗？许七安瞳孔微缩，他是领教过这座肉山的恐怖的。镇国剑只能斩出杯水车薪的剑痕，开辟不了通道，拼上全力也只能稍稍掰开肉缝。可神书简单的一拳直接开辟了通道，轰的佛陀血肉分离。他念头闪烁间，肉壁快速蠕动，很快修复了缺口。轰轰轰，高耸的肉壁不断炸开缺口，肉沫喷洒如暴雨，浇在许七安身上，浇在3位菩萨身上。这些血肉仿佛拥有生命，自行生出血线，试图钻入皮层，但他们的力量太过微小，无法奈何一平武夫，被许七安随手一抹便掉落在地，然后融入嫩红血肉中，归回本体。轰轰轰，肉山因为爆炸不断变形，时而膨胀，时而内缩，就像一块颤巍巍的果冻。它不再从容，似乎每压制半步武神一刻都是巨大的消耗。轰！这一次的爆炸声远比以往任何一次要强，一尊巨大的身影冲破了肉身，他皮肤漆黑如墨，有12双层叠的手臂，五官丑陋中透着阴武，眉心一道黑色火焰印记，后脑则是炽烈的火环。神书的金刚法相，这尊法相现世的刹那，这片天地都在颤抖，天空中乌云汇聚的漩涡在扩大，在蔓延，制造出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佛陀也不例外，无穷无尽的血肉攀附着神书的身体攀爬着，试图裹住它，吞噬它。10丈、20丈、50丈、100丈，神书的金刚法相很快膨胀到200丈高，宛如顶天立地的巨人。迅速长高的过程中，12双手臂或捶打肉山，或撕下粘连在体表的血肉，竟然压制住了疑似佛陀的肉山。但血肉仿佛无穷无尽，它长高多少，肉山就膨胀多少。天空乌云形成漩涡，宛如天漏，暗淡的天光之下，身高200丈的巨人与扭曲可怕的肉山纠缠。在远处的李妙真等人看来，这一幕简直不次于远古时期的神魔乱舞，尽管他们并未经历那个时代。神书恢复真身了，不能让他离开西域，要重新封印他。伽罗树脸色严肃，他们一下子感受到了压力。就目前来说，佛陀和神书的角斗短时间内不可能分出胜负，但佛陀虽然积蓄500年，但因为某些原因，9大法相无法施展。现在唯一能使用的大日轮回法相也不在巅峰。广贤菩萨眯着眼，眺望那尊巨大法相以及汹涌的肉山，沉吟着道：佛陀需要我们的力量。伽罗树和琉璃对视一眼，默契点头。琉璃菩萨素白如玉雕琢的左手探入右袖，轻轻拉出一条漆黑纤细的小龙，黑龙的尾巴勾着一只玲珑的玉壶。小龙一口咬住琉璃菩萨的虎口，贪婪地吞咽着女子菩萨的精血。随着吞咽，黑龙的头部转为金色，包括鬃毛。这是在做什么？这条龙是什么东西？此刻御风而起的许七安见到这一幕，不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但知道不能任由菩萨们继续下去，有意阻止。可武者的危机预感告诉他不能靠近，一旦靠近肉山会有性命之忧。在他旁观的时候，黑龙已经相继吞下广贤和伽罗树的精血，他从一条小黑龙变成了黄金铸造般的小金龙。小金龙蜕变完成的同时，周围的肉山活跃度一下子增高，似是有些迫不及待。小金龙腰脚飞舞，发出清越的吼叫声，继而一头扎下，把自己撞碎在肉山上。砰！金龙炸开，化作星星点点的金光碎屑，融入到血色肉山中。紧接着，那些金光碎屑展现出星火燎原的姿态，快速蔓延，一点点的把血色肉山染成金色。空中的许七安立刻察觉到了一股至刚至阳的能量，这座疑似佛陀所化的肉山在此刻宛如一座火山。伽罗树、广贤和琉璃菩萨坐禅入定，身躯缓缓沉入肉山，就像沉入沼泽中。下一刻，让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这座可怕的肉山不再纠缠神书，相反，它主动离开了半部武神，有意识的凝聚、蠕动。再过片刻，一尊拈花盘坐的大佛轮廓形成。这尊大佛轮廓形成时，金漆恰好染遍全身，
把它化作一尊金灿灿的佛像，身高数百丈，即使盘坐着也与神书平齐。佛像没有五官，整体是模糊的，更没有情感和神念透出，仿佛只是一道天地规则。漆黑的金刚法相停止一切动作，默默地注视着与自己等高的金佛。与佛像相反，漆黑的金刚法像双木圆瞪，气息狂暴，充满了斗天战地的意志。世间仿佛没有存在能让他畏惧和忌惮，即使超频也不例外，宛如战神。一边佛光笼罩，威严神圣，盘坐着佛门至圣的佛陀，一边是浑身漆黑，肌肉虬结，模样略显狰狞的金刚法相。佛陀身后，天空云层淡金，洒下柔和的佛光，梵唱声从虚空中响起，宛如人间乐土。神书身后则是天漏一般的巨大漩涡，以及朦朦胧胧的沙尘暴，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世界仿佛被剖成了两半，泾渭分明，恰如一阴一阳的太极鱼。佛陀真正意义上的现身了。这一刻，许七安差点喊出对不起，打扰了这类话。他眯着眼审视着轮廓模糊的佛陀，心里没来由的想起坚正写在如何晋升半部武神里的那句话，跳出三界外，身在无形中。宋清对前半句话的解释是，修为越高越没有七情六欲。他心惊肉跳之际，覆盖肉山的金色开始朝一个地方汇聚，让那里散发出刺目的光芒，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太阳。大日轮回法相又来。许七安趁着那轮大日还没升起，一个阴影跳跃消失不见。佛像头顶一轮大日缓缓升起，霎时间天地间充斥着纯正威严的佛光，整个世界仿佛成了佛国。这轮大日的光芒刺穿了天空的漩涡，让云层崩散，让漫天乱舞的沙尘暴停止，尘土化作熔浆坠落如雨。天空因此下起了火雨，大部分火雨还未落地，便又化作飞灰，飘飘扬扬，场面瑰丽而壮观。金刚法像在佛光的照射下快速融化，从皮层到血肉，一寸寸化作飞灰，又在刹那再生，如此反复。吼！神书愤怒而凄厉的咆哮声震动八荒，咚咚咚，地面震动。神书法向大踏步前行，向着大日前行。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像是负重前行，每一步都掉落无数灰烬。渐渐的，地面出现一排漆黑出油的脚印，他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纳兰天禄闭上眼睛，泪如雨下。据说佛陀有9大法相，为何只能施展大日如来法相？是因为封印还在。巫神似乎无法透出这么强大的力量啊！这说明佛陀挣脱封印的程度远胜巫神，这可不妙，想杀迦罗树难了。大日如来法相能轻易杀死半部武神之下的所有超品。神书刚刚重组身躯，战力也不再巅峰，他如果能近身佛陀，或许还有希望。不然，今日半部武神重现于世，但注定是昙花一现。大凤和万妖国处心积虑的想要夺回头颅，佛门也在等待他们自投罗网。现在就看谁的底牌更多了，手段更强。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对我们巫神教来说是稳赚不赔的好事。纳兰天禄抹了抹眼泪，运转血灵术，缓解眼球的刺痛。神书缓慢而坚定地走了10余步后，频率开始减缓，每次迈步都需要蓄力数秒，难以想象的高温烧灼着他的身躯，而更可怕的是其中蕴含的佛力。这股存在于微观层面的力量钻入神书的身体，摧毁着他的身体细胞，瓦解他作为生命体基因里最细微的结构。渐渐的，漆黑的金刚法相烧出了颅骨，眼眶空洞，只剩2团灵魂之火燃烧。他很久都没有迈出一步了。九尾天狐极目远眺，美眸泪水直流，秀眉紧蹙，急道：这轮大日比先前那次的要强很多。他流泪不是因为神书遇到危险，而是直视烈日，眼球被佛光刺伤，才流下泪水。阿苏罗同样热泪滚滚，沉声道：没关系，我们还有底牌。话虽如此，他心里难免焦虑，倒不是担心神书，神书现在已经重返半部武神境界，即使是超品也别想轻易杀死神书。可对方毕竟是超品，哪怕有详细的计划，也不可能万无一失。神书头顶出现一道身影，没穿衣服，衣服在他现身的刹那便被大日如来法相的力量烧毁。李妙真、阿苏罗、九尾天狐等超凡纷纷站起身，死死盯着，尽管泪水滚滚而下，眼球刺痛难耐，仍不愿错过任何细节。这就是阿苏罗说的底牌，在他们的计划里，接下来是最后的手段了。成与败，在此一举。许七安。远处观战的纳兰天禄一愣，心说他这是找死吗？一品武夫再强大，也无法持续承受大日如来法相的炙烤。半部武神都快后继无力了，就凭他区一品武夫。但接下来的一幕让纳兰天禄瞠目结舌，站在神书头顶的许七安被神书吞噬了。虽然大日如来法相的光芒太过刺眼，但他仍看清了这个细节。纳兰天禄看得没错，但这不是吞噬，而是短暂的融合。在一品武夫的领域里，
这叫做肉身夺舍，融合目标的血肉占据对方的身体。只不过和元神夺舍不同，血肉夺舍没有那么残酷，夺舍者可以选择潜伏，把主动权交还给宿主，也可以选择和宿主同存，同时掌控身体。夺舍后也能凭借对自身血肉的掌控力强行分离。这一招只有层次极高的武夫才能使用，神书的右臂当初就是这么对许七安的。肉身夺舍唯一的缺点是生命力、体力可以互补，但战力和境界却难以增强。因为神书比许七安强大，是向下兼容，容纳一品武夫并不能拔高半部武神的上限。融入许七安后，漆黑的金刚法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烧红的颅骨重新长出血肉，身体各部位的血肉快速增生。他获得了许七安的力量，也获得了不死术的灵韵。大日如来法相的力量持续不断的烧融血肉，但再生能力让两者之间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短期内，这轮大日在难对神书造成重创。咚咚咚，终于他走到了佛陀面前，漆黑法相23条手臂合拢，握住了佛陀头顶的大日。接着最后一条手臂朝后伸出，许七安的声音回荡在西域的旷野上。刀！赵手手里的如生刻刀呼啸而出，飞行途中他从散发微弱青光变成一道宛如陨星的光团，青光澎湃，让清气盈满乾坤。这把刻刀显手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一刻他仿佛才是真正的超频法器。赵手眼里映出清辉，心情一阵复杂。他看向九尾天狐道：你之前不是好奇为何我反对许七安召唤如圣阴魂吗？九尾天狐目光不离远方，白皙艳丽的脸蛋有着2条清晰的泪痕，淡淡道：召唤如圣会给他带来难以挽回的损伤。赵手嗯一声，缓缓道：召唤如圣的代价是天道规则的反噬，非寻常意义上的伤。花神的灵韵能治上，却治不了规则反噬。顿了顿，他说道：如圣刻刀在我手中一直明珠蒙尘，除了魏渊和坚正召唤如圣阴魂的那2次，他从未展现过属于超频法器的伟力。你们可知为什么？李妙真等人面面相觑，摇了摇头。赵守道：如圣是有大气运的人，也是古往今来凝聚气运最浑厚之人。众人瞬间明白了，要真正发挥如圣刻刀的威力，非大气运者不可。赵守走的虽是儒道，可之前埋没田野，如今入朝为官，却时日尚浅，不足以激发如圣刻刀的力量。乱命锤为他开窍后，许宁燕已经能自如地掌控体内的国运。赵守笑道：所以不需要召唤如圣阴魂。说话间，那道青光把自己送入神书的手掌，浩然正气沿着手臂覆盖漆黑法相，有效地抵抗住了大日如来的炙烤。佛陀！神书愤怒地咆哮一声，手里的如圣刻刀用力刺出。西域的旷野上，一轮金色的光晕急速扩散，状若涟漪，荡漾出数百里之外，像极了恒星爆炸时的前奏。紧接着，震耳欲聋的闷响开始传来，伴随着豁然膨胀的金光，那些金光流火般朝着四面八方传射，散入远方的旷野。李妙真等超凡强者已经远离了阿兰陀，但依旧被大日如来法相崩溃的力量震伤。孙玄机无奈之下，强忍着火烧火燎的疼痛，带着众人传送离开。狂暴混乱的金光消散后，漆黑法相独立于天地间，他的12双手臂已经被震断，胸腹几乎被炸穿，不管是双臂还是胸腹的伤口，血肉蠕动，却难以愈合。而那轮廓模糊的佛像重新崩溃成一团肉山，他倔强又缓慢地沿着漆黑法相攀爬，吞噬它。漆黑法相缓慢地抬起脚，用力踩踏肉山，这看起来就像2个力竭的伤员凭借着仇恨的支撑，努力地爬向彼此，试图咬死对方。偷偷摸摸溜回来的纳兰天禄看到这一幕，忽然升起我又行了的感觉，但理智让他克制了冲动，认清了自己。这时肉山某处裂开，露出3位盘腿而坐的菩萨，他们气息衰弱，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走吧。漆黑法相体内传来许七安的声音，现在离开，佛陀拦不住他们了。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留下继续战斗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杀不死佛陀，而且不管是他还是神书，现在都极为虚弱。边上还有一位虎视眈眈的2品羽师，200丈高的法相缓步离开，行走在旷野上，朝着远方走去。身后是化作废墟的阿兰陀，废墟之上则是缓缓蠕动，显得有气无力的佛陀。许七安能发挥如圣刻刀的力量，半部武神重现于世，佛陀挣脱封印的程度远胜巫神，3位菩萨没死，不宜趁火打劫，悄悄离开。纳兰天禄简单的归纳了一下情报，第1、第2条情报极为重要，相当于诱摸清许七安的一箭底牌。嘿，真是讽刺，能真正使用如圣刻刀的，竟不是云露书院的超凡，而是一个粗鄙的武夫。纳兰天禄嗤笑一声，旋即又沉默下来。撇开修行体系不说，姓许的确实有资格使用刻刀。南疆万妖女皇的宫殿里，
李妙珍手里捧着热茶，频频望向殿外。他们还没分离，什么时候能恢复？这是他第3遍问出同样的问题。从西域返回南疆已经过去2个时辰，许七安和神书进了封印之塔后便再没出来，而李妙珍等人则暂时留在万妖山休养生息。侧躺在软榻上招呼大家吃茶喝酒的银发妖姬，容光焕发，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模样，娇笑道：别急，到了他们这个层次，彼此分离需要点时间，而且神书也要与头颅里的残魂融合，让自身恢复巅峰，哪有这么快？李妙珍冷哼一声，他其实是怕神书突然丧心病狂，把许七安给吃了。相同领域的巅峰武夫，彼此之间是可以掠夺气血的。在他看来，许宁燕实在太冒险了，盟友又不是亲爹，能这样掏心掏肺？道长，你说句话啊！李妙珍传音给地宗道手。金莲摇了摇头，道：你忘记许七安身上的国运了。国运已经和许七安融合，非术士体系的高手难以拔除。神书想吃掉许七安，就必须炼化气运。这位半步武神显然没这个能力。蓝莲花一想，觉得有道理，心安不少。众人随口闲聊了几句，九尾天狐把话题转到刚才的战斗上，环顾超凡强者们，道：佛陀似乎是出点问题。先前的战斗中，除了大日如来法相，他没有施展其他法相。金莲道长沉吟道：或许是没有彻底解开封印。阿苏罗摇头：我敢确定，如圣的封印早已不复存在，倒不如说是分离了神书后，他失去了部分力量，因此只能施展大日如来。银发妖姬当即否定了名义上哥哥的猜测，可神书只会金刚法相，其他法相的力量呢？赵守思考了片刻，吐息道：我有2个想法。一，监正当初召唤如圣阴魂，破灭大日如来法相时，给佛陀造成了某种伤害，使他战力受损。2，佛陀并非真正的佛陀，另有其人。众超凡想了想，觉得2个可能都很大。以监正布局的能力，当初真的留了一手，为今日的战斗铺垫，可能性是极大的。至于第2个猜测，得看神书了。神书重获完整，记忆不再残缺，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从他那里得到答案。佛陀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李妙珍问出好奇已久的问题。他指的是那座夸张而恐怖的肉山，或许这就是他本来的模样。赵守说出一个细思极恐的回答。阿苏罗摇头：我从未见过佛陀，但在修罗族的传说中，佛陀身穿袈裟，浑身宛如黄金铸造，是有人形的，但那也许只是化身或是假象。银发妖姬道：化身和假象的话，修为不会太高。赵守看向阿苏罗：修罗王当年是什么境界？如果修罗王当初便已是半步武神或一品强者，佛陀的化身想镇压他很难。阿苏罗皱了皱眉，摇头解释：当时品级还没划分，我还在母胎里的时候，修罗王就被佛陀镇杀在阿兰陀。族人只说修罗王是西域无敌的强者，等神书醒来问问他便知。孙玄机因为身边没有猴，只能落寞地看着同伴们讨论，插不上嘴。他脑海里有10000种想法，各种灵光乍现，但嘴跟不上脑子。这时气质高冷娴静，身段婀娜，宛如大家闺秀的青姬，裙裾飘扬地走入殿内。国主，神书大师和许银罗苏醒了。万妖国主小腰一挺，从软榻上坐起身，胸脯上的那几斤风情因为这个动作一阵颤巍巍。李妙珍、阿苏罗等超凡强者也纷纷从岸边起身。银发妖姬大踏步往外走，李妙珍等人赶上。赵守原本想秀一秀儒家修士的操作，但他伤得实在太重，便放弃了秀操作的打算，老老实实跟在九尾天狐身后。夜空如洗，圆月挂在天穹，繁星洒满夜幕，万妖城在夜色中陷入沉睡。妖族是非常讲究作息规律的族群，没有人类那么多花花肠子，能玩乐到3更半夜，欢饮达旦。众人很快抵达封印之塔，塔门敞开，明亮的烛光映射出来。许七安和神书在塔内对坐交谈，见众人联袂而来，两人同时望来，一个面带微笑的招手，一个脸色古板的颔首。赵守等人踏入封印之塔，郑重其事地向半步武神作揖行礼。只有九尾狐还是一副没大没小的模样，像个燕氏媚行、没规没矩的野丫头。待众人入座后，神书缓缓道：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事想问我，我会把关于我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众人精神一振，神书没有立刻诉说，回忆了片刻往事，这才在缓慢的语调里讲起自己的事。500多年前，佛陀挣脱了部分封印，获得了向外渗透些许力量的自由。为了尽快打破儒圣的禁锢，苦思冥想，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撕裂自己的部分魂魄，并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了这部分魂魄里面，而后将它融入到修罗王的体内。当时修罗王已经近乎魂飞魄散，体内只剩一缕残魂未灭。佛陀的这部分魂魄和修罗王的残魂融合，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灵魂。这就是我拥有佛陀的部分灵魂和记忆，
也拥有修罗王的记忆和魂魄，常常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修罗王还是佛陀。塔内的众超凡表情各异。原来如此，这和我的推测差不多吻合。神书果然是佛陀的另一面，并不存在外来的超品夺摄佛陀的事。佛陀身为超品，哪里是说夺摄就能夺摄的？许七安心里恍然。他接着看向阿苏罗和九尾天狐，发现兄妹俩表情是同款的复杂。别说你自己分不清，你的儿子和女儿也分不清自己的爹到底是修罗王还是佛陀了。许七安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佛陀与我约定，只要我帮忙度化万妖国，让南妖皈依佛门，助他凝聚气运，挣脱封印，他便彻底切断与我的联系，还我一个自由身。他将情感注入到我的灵魂里，加深我对自己是佛陀的认识，就是因为害怕我反悔。我答应了他，修为大成后，我便离开阿兰陀，前往南疆。神书娓娓道来，诉说着一段尘封在历史中的往事。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月，南疆最炎热的盛夏。万妖山往西300里有一座双子湖，湖水清澈，湖边长着一种叫做双子的灵花，据说10枝可诞下双子。我从西域一路南下，路过双子湖，在湖边饮水休息时，水面忽然浪花喷涌，他从水里赤条条地钻出来，阳光灿烂，白皙的身子挂满水珠，折射着七彩的光晕，身后是9条美丽招摇的狐尾。他看见我一点都不害羞，反而笑嘻嘻地问我：偷看本国主洗澡多久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偷走他放在岸边的衣服，然后要求他嫁给你，或许他会觉得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选择嫁给你。许七安想到这里，本能地环顾四周，发现袁护法不在，这才松口气。狐狸精果然热情开放。许七安旋即看向九尾天狐。看什么看？银发妖姬和李妙真同时柳眉倒竖。许七安收回目光，神书继续道：他问我是不是从西域来的，我说是，他便一改笑嘻嘻的模样，对我施以辣手。当时西域佛门和万妖国常有摩擦，佛门喜欢手收服强大的妖族当坐骑。他说我长得俊俏英武，要收我做男宠。答应他，大师，你要把握未来啊。许七安心里调侃了一句，冲散那沧海桑田的怅然感。俊俏英武，赵守等人用质疑的目光审视着神书的五官，怀疑神书是在吹牛。就连同维修罗族的阿苏罗也觉得神书自吹自擂的有些过头了。银发妖姬淡淡道：我们九尾天狐一族只喜欢强大勇猛的男子，不像人族女子，只心仪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强大勇猛的男子。李妙真看一眼许七安，在看银发妖姬时，眼神里多了一抹警惕。后来呢？许七安问道。后来我把他捶了一顿，他老实了，说愿意只收我一个男宠，绝不三心二意。神书笑了笑，我当时正好在烦恼如何打入万妖国内部，妖族对佛门僧人极为抵触，即使我修为强大，能以力服人，也很难以力服人。再后来，我就以万妖国主男宠的身份留在万妖国，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数十载时光。神书说到这里，看向九尾天狐，语气温和：第30年你就出生了？不是，你是去度化他们的，不是被他们同化的呀。大师，你佛法不坚定啊，但是狐狸精谁不爱呢？人美钱多还骚，换我也把持不住。许七安心里一动，道：正因为这样，所以你和佛陀才决裂。神书摇了摇头，沉声道：我的任务其实早就完成了。他犹豫了数十年，直到孩子出世，他终于同意皈依佛门，让万妖国成为佛门附庸，只要佛门答应让万妖国自治便成。我欣然返回佛门，将此事告知佛陀与众菩萨，佛陀也同意了，随后就派遣阿兰陀的菩萨、罗汉以及金刚入主万妖国。说到这里，他表情忽然变得阴郁。他敞开大门迎接佛门，可等来的是佛门的屠戮。佛陀背弃了承受，他从未想过要还我自由身，从未想过要放过万妖国，我只是他负责探路的卒子。他要以最小的代价灭了万妖国，将10万大山的气运纳入佛门。九尾天狐抿了抿嘴唇，脸色阴沉。赵守回忆着史书的记载，恍然道：难怪史书上说佛门在万妖山杀死了万妖女王，妖族仓皇败退，旋即在10万大山中与佛门游击抗战，经历了整整1甲子才彻底平息战乱，史称甲子荡妖。如果让妖族有所防备，凝聚举国之力，佛门想灭万妖国恐怕没那么容易。当初是以偷袭的方式解决了万妖国的顶尖力量，大部分妖族散落在10万大山各处，当时是没反应过来的，所以才有了后续的1甲子战争。失去了顶尖力量的妖族仍然抗争了1甲子，可想而知当年九州最大的妖族群体有多强盛。许七安皱眉道：我听娘娘说，当初大日如来法相是从你体内升起的，佛陀仍能控制你。神书颔首，这是他的杀手锏，当初分离我的时候便留下的暗手。当时我只察觉到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并不知道它的本质。佛陀告诉我，这是我和他同出一体难以割舍的联系，我想要自由身，便只有清除掉这股力量，而代价是帮他度化万妖国，
助他脱困。原来如此，许七安和九尾天狐恍然点头。后者问道：时至今日，你们仍能融合？佛陀的状态是怎么回事？他显得很不正常。他把李妙真之前的疑惑问了出来。众超凡精神一振，耐心聆听。神书皱着眉头，在我的印象里，佛陀是人族，这点应该不会出错。虽然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他成为超品之后，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自己是什么东西，我自己知道。许七安追问：那他为何会变成如今的模样？神书微微摇头：我不知道这500年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这样的他更可怕了。有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看向许七安，佛陀已经不能称之为生灵，他的神智是不正常的，就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没有感情的怪物。许七安点点头，沉吟道：这会不会是因为陀把大部分情感都转嫁到了你身上？当初佛陀把大部分情感转嫁到神书身上，加深他对自己是佛陀的认识，为的是不让修罗王的部分记忆成为主导，导致这具分身失去掌控。但这件事真的没有代价吗？或许他如今的状态正是代价，所以他才想借着这次机会容纳神书，补完自身。这时九尾天狐看向许七安道：熊王呢？许七安伸出手掌，掌心金光凝聚，化作一座玲珑袖珍的金色小塔。他受了些伤，在塔内沉睡，我已经用药施法相治，好了他的伤。说着说着，许七安脸色一变，瞳孔略有收缩。怎么了？众人问道。我似乎明白佛陀为什么要吃法祭菩萨了。许七安深吸一口气，扫视一圈，沉声道：有个细节你们也注意到了，他似乎无法施展大日如来法相外的8大法相。他吃法祭菩萨真正想要的是大智慧法相的力量，他需要大智慧法相来保持清醒，不让自己彻底变成没有理智的怪物。这个猜测让人细思极恐，却又合情合理，附合他们之前的推测。可惜法祭菩萨只剩一缕残魂，记不起太多事情。许七安看向金莲道长，这事还得劳烦道长替法祭菩萨补完魂魄。金莲道长点头应承下来。神书大师的头颅已经夺回，那么佛陀就没有继续沉睡的理由，他很可能会报复南疆乃至大凤，不得不防。赵守沉声道：这件事我需要回去找魏公商量。许七安捏了捏眉心。众人聊到深刻，因为神书需要休养恢复实力，于是相继离开。赵守等人受伤不轻，本想在万妖国暂且住下休养一夜，但许七安站在封印之塔外的广场上眺望了一下夜色，道：先回大凤，我有件事要去验证。说罢祭出浮屠宝塔，示意他们进塔休养。见他没有解释的意思，李妙真等人便没多问，纵身跃入塔中。砰！塔门关闭，许七安在刺耳的音爆声里利箭般窜向夜空，准瞬间消失在天际。从10万大山到京城相隔10几万里，许七安只用了1个时辰便返回京城。雄伟的城池坐落在苍茫大地上，灯火星星点点，越靠近皇宫，灯光越密集。黄昏时，怀庆在天地会内传书告知他们，已经打退了大巫师的进攻。寇扬州以2品5夫之力将渡恶罗汉打得不敢进京城，逃回西域，随后直奔主战场支援骆玉衡等人。遗憾的是，大巫师太过鸡贼，一见粗鄙的2品5夫杀来，立刻带着2名灵会师撤退。此战是寇扬州老前辈拿了 MVP。 许七安听闻消息时着实惊讶，心说寇老前辈终于崛起了。啪嗒，许七安降落在八卦台，祭出浮屠宝塔，释放李妙真、阿苏罗等超凡，然后带着众人一路往下，朝着观星楼地底走去。观星楼地底总共3层，第一层关押的是普通犯人，曾一度变成钟离的专属套房，最底层则是关押超凡强者的。孙玄机在许七安的示意下，开启一道道禁制，来到了最底层。孙师兄抬脚一踏，青光圆阵显化，阵中多了一只没穿衣服的猴子，浑身雪白长毛的猿护法有些羞涩，他已经习惯穿人族的衣服，带毛的玉体暴露在大庭观众之下时，难免害羞。接着他很快进入工作状态，审视着孙玄机片刻，读心道：你要见渡秦罗汉。渡秦罗汉是当初在雍州时抓捕许七安的主力，被骆玉衡击败，再后来以拔除封魔定为代价，换来一条活路。监正答应渡秦罗汉，将他镇在观星楼3年，3年之期一过，便还他自由。许七安点头了一声。孙玄机带着一众超凡穿过幽暗沉闷的廊道，抵达尽头的一间铁门外。他先是取出一面8角铜镜，嵌入铁门的8角凹槽里，铜镜宛如3D 投影仪，投射出一面复杂的阵法。孙师兄面不改色的拨弄书写阵文，10几息后，铁门内的锁舌咔嚓作响，相继弹开。略显沉重的喳喳声里，他推开了厚重的铁门。铁门内漆黑一片，孙玄机以传送术照来一盏油灯，微弱的烛光驱散黑暗，带来昏黄枯草堆上
盘坐着一位白眉垂挂在脸颊两侧的老僧。枯瘦的老僧睁开眼，温和平静地看向这群突然造访的强者，目光在阿苏罗和许七安身上微微一凝。你们俩能站在一起，看来贫僧在地底的这大半年里，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杜晴罗汉淡淡道。许七安点点头，道：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杜晴罗汉想知道吗？老僧没有回答，一副随缘的模样。许七安继续道：不过在此之前，本银罗有件事想问你。杜晴罗汉道：何事？许七安凝视着他。雍州城外地宫里那具古尸是不是你杀的？雍州的古尸是杜晴罗汉杀的。李妙真、金莲道长诧异的扭头看向身侧的许七安，他们对地宫古尸的了解最深刻，知道那位数千年前留下的古尸在不久前死于非命，但万万没料到古尸的死竟然还和杜晴罗汉有关。阿苏罗和赵守以及孙玄机对这件事了解不多，因此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默默旁听，想知道许七安提及此事的目的。囚室里灯光如豆，带来昏黄的底色，杜晴罗汉盘腿而坐，沉默以对。出家人不打诳语，所以沉默是不是变相的承认？许七安笑了笑，当初在雍州的超凡强者里，除了你和2位金刚，再就是天宗的2尊阳神，以及我和国师，后2者如今都可以排除，那么杀死雍州古尸的，除了你，还有谁能做到？当时古尸处在被封印状态，3品金刚要想杀古尸也不算难，但必定闹出一定的动静。可当初许七安返回地宫古墓，只看到被磨灭了灵智的古尸，没有过于激烈的打斗迹象。能做到这一点的，必然要有碾压级的实力，一位2品的罗汉完美符合。李妙真蹙眉道：可你当初不是说是古墓的主人回来了吗？还有杜晴为什么要杀古尸？蓝莲的推理探案的兴趣爱好被勾起来了。众人齐齐望向许七安。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许银罗推理环节了。许七安在心里开了个玩笑，吐出一口气，低声解释：开始我确实是这个想法，所以才没有怀疑到佛门头上。可如果杀古尸的是那位墓主的话，以他的层次，他的修为，为什么不直接针对我，反而抹去证据一般把古尸灭口？关于这一点，他当时的想法是，墓穴的主人顾虑许银罗身上的因果，没有贸然出手。这个想法当然也是合理的，再加上当时修为有限，最大的敌人是佛门和许屏风，所以许七安没有把古墓主人放在心上，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躺平，而不是绞尽脑汁的去追索。后来去天宗带走妙真时，我从天尊口中得知道尊的人宗分身很可能还活着。我当时就想，如果道尊的人宗分身没死，他会是谁呢？无尽岁月以来，他又去了哪里？你到底想说什么？阿苏罗皱了皱眉，别卖关子。许七安不理他，黑道：其实我们早就见过道尊的人宗分身了。金莲道长瞳光一凝，语气略有急促：古墓的主人就是道尊的人宗分身。这话一出，在场超凡同时吃了一惊。阿苏罗、孙玄机和赵守只觉得吃到了一个大瓜，又获得一桩远古秘辛。而李妙真脑海里则闪过关于墓穴里的种种细节。许七安等人离开地宫后，有在天地会详细描述地宫情况，如今两相印证，竟出奇的吻合。金莲道长叹息道：贫道早觉得奇怪，自古以来渡劫失败者绝无生还的道理，而那位人宗的前辈非但活下来了，还褪去肉身，重获新生。纵观古今，道门中大概只有道尊才能如此精彩绝艳。许七安补充道：而且从时间上也吻合，还记得吗？楚元稹曾经翻过史书，他根据壁画人物的服饰以及祭祀时的规模、器具等线索，推测出那是至少2000年甚至更久前的年代。而其中一幅壁画记载那位人宗前辈斩杀大蛇，被尊为国师，也可以推测那时所处的应该是神魔后羿横行的年代。孙玄机皱着眉头，用力咳嗽一声。袁护法默契地展开读心，代替他问道：但这和佛门有什么关系？许七安环顾众人道：你们中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那具古尸沉睡在地宫数千年，守护着承载气运的玉玺，等待主人回归。可他的主人一去就是数千年，未曾回来，直到丽娜误入地宫，他才从沉睡中惊醒。时至今日，气运对超频有多重要，不需要我重复。可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东西，地宫的主人却从未回来取？阿苏罗沉吟道：或许是时机未到，或许是出了某些意外。许七安咧嘴道：比如被封印。话说到这一步，在场的人都听懂了，一个个瞠目结舌，表情震撼。许七安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佛陀就是地宫主人，那位人宗道人。杜晴罗汉白眉耸动，苍老古拙的脸庞再难保持平静，眼神里带着几分茫然，几分愕然。沉默了好一会儿，油灯静静燃烧。阿苏罗叹息般的吐出一口气，打破沉默，低声道：道尊就是佛陀，你的依据是什么？此事传出去，必定在九州掀起轩然大波。
其他人没有说话，依旧在消化着这则消息，并努力寻找漏洞，试图推翻许七安的推测。这么大的事，必须做到100%确认才行，一点点的不确定都不能有。始终没有说话的赵守摇着头说道：“不对，如果是这样，当初他不必让神书收服万妖国，直接潜入中原，从古墓中取回气运便是。退一步说，就算那份气运不够，可终归是落袋为安更好。佛陀如果是地宫主人，有太多办法派人取回玉玺。”李妙真觉得赵守说的有理，蹙眉道：“可是佛陀若不是地宫主人，他又为何要派杜秦罗汉杀了古尸？”杜秦罗汉忍不住开口。贫僧并没有承认，这个女道士过于主观了，直接认定他就是杀死古尸的凶手。许七安看向白眉罗汉，笑道：“你先别急，我慢慢说给你听。”他接着望向赵守，回答他的质疑：“那就是第二种可能，时机未到。咱们如今可以判断出超频有谋夺气运的目标，甚至就是为了气运而战。那么佛陀藏着这个气运，目的可想而知了。当成压箱底的手段之一。”众人微微点头，认可许七安的说法。还有另一件事可以作为佐证，诸位可还记得佛门是什么时候有意渡我入空门的？他问道。佛门斗法？李妙真想都没想，但也在我入地宫的玉玺之后，打那以后佛门就疯了一样，想渡我入空门，真的只是因为大乘佛法的缘故啊！这表面是为了大乘佛法，实则是想夺回许宁燕体内的气运。李妙真抿了抿嘴，悄悄看一眼许七安，有些敬佩。这个人背地里竟然想了这么多，思考了这么多。他还以为风流好色的许银罗每天只想着怎么变着花样睡花神和国师，还有林安。只是这样还不够证明佛陀就是道尊的人宗分身，我也是直到今晚才有十足的把握。许七安道。这时金莲道长叹息道：“你是今夜听神叔说完他的事，才真正确定佛陀就是道尊的人宗分身吧？”许七安笑着颔首。这是什么意思？众人一愣，阿苏罗却瞳孔微缩，脱口而出：“一气化三清，他有修行此术。”金莲道长点点头。佛陀分离神术的手法与地宫主人制造古尸的手段如出一辙，而这些是一气化三清法术得简单化用。赵守一边摇头一边叹息：“厉害厉害！以超品之境逆推修行体系，重新再创一条全新的路子，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道尊的之才，称一句旷古烁今也不为过。接下来你是不是还要说？但这又如何？还是被我们如圣给镇压了？”许七安腹诽一声：“咳嗨嗨！”孙玄机剧烈咳嗽，以此提醒因为听了太多隐秘，整个喉都傻了的袁护法。他也想积极地参与到头脑风暴里。后者深吸一口气，勉强读心：“我还有一点不明白，道尊的人宗分身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在孙玄机看来，道尊的这具分身完全是多此一举。道尊本身已经是超品，何苦费力不讨好的再创体系，抛去过往的身份？许七安和金莲道长对视一眼，前者笑道：“我是有猜测，但不能肯定，这是道门的事，让金莲道长来说吧。”这种装逼的机会，如果是杨千嬅，肯定蹦蹦跳跳的举手说：“让我来，让我来。”但金莲道长只是唏嘘的叹息，缓缓道：“蓝莲，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壁画里渡劫的那一幕吗？道长，你还是叫我妙真吧。”飞燕女侠抗议了一声，然后回答道：“那位人宗道人成为国师后，篡位登基，凝聚气运，试图凭借气运渡劫，但后来失败了。”金莲道长一声说道：“如今再看，这个猜测是错的。他既然是道尊的人宗分身，那凝聚气运就不可能是为了渡劫。他篡位登基另有目的，但是后来发现的气运者无法长生，于是只好借助天劫杀死自己，退去园区。气运想必也是那时候分离出去的。”这李妙真愕然片刻，有些不太相信。堂堂道尊不知道大气运者不可长生的道理。身为读书人的赵守说道：“你不能以今人的目光看古人，道尊生活的年代，人族才刚刚崛起，神魔后裔祸乱九州。那会儿九州大陆部落诸国林立，根本不可能像如今的中原王朝一样凝聚出磅礴的国运。道尊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这条天地法则也是正常的。”李妙真微微颔首，接受了他的说法，继而问道：“那他篡位登基凝聚气运的目的呢？”说完，他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与守门人有关。道尊后期一直在为守门人而谋划努力，天地两大分身如此，人宗分身必然如此。这不对啊！阿苏罗皱眉看着金莲道长：“守门人不是与香火神道、与术士体系有关吗？怎么又牵扯上人间帝王了？”道尊的地宗分身灭了香火神道，掠夺山河印，为的就是守门人，而术士体系传承于香火神道，监正又确定是守门人了。守门人与术士体系有关，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许七安摆摆手：“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这条路走错了。
这也就能解释他为何远走西域，开创佛门。或许他这次才真正走对了路。不过道尊这种玻璃气运的手段，我倒是可以学一学，这样就能摆脱短命的限制。许七安当即做最后的总结。道尊的仁宗分身当年篡位登基，却发现的气运者不可长生，于是借助天劫杀死自己，向死而生，成功退去就躯壳，远走西域创立佛门。他原本想留着玉玺的气运作为压箱底手段，岂料被我捷足先登，于是以度化佛子的名义，多次派超凡强者抓我。杜秦罗汉，我若没猜错，你前往中原，不全是为了抓我，杀古尸灭口也是目的之一吧？杜秦罗汉脸色沉凝，无话可说，双手合十，低念一声：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杀古尸灭口？李妙真竖眉逼问。佛陀或者3位菩萨之一派杜秦罗汉灭口，肯定不单是为了替佛陀保密。这种事儿，外人知道也就知道了，又不会伤佛门一根头发，根本没必要杀尸灭口的必要。杜秦罗汉垂眸不语。许七安淡淡道：不用问了，区区一个二品，还没资格知道这些事。区区二品，金莲道长。阿苏罗默默看了他一眼。粗鄙的武夫。杜秦罗汉叹息一声。早闻许银罗断案如神，贫僧领教了。言下之意，等于默认了自己受佛门委托杀古尸灭口一事。杀古尸灭口必有缘由，不过是已成定局，但也不用多去思虑了。赵守说道：都把人家的马甲给扒下来了。许七安道：金莲道长，你知道地宫主人是如何玻璃气运的吗？道长皱眉沉思，无奈摇头：我从未听说过这种手段，恐怕是道尊后期开创的，未曾留下。顿了顿，他望着许七安说道：不过虽然不太清楚细节，但大体的过程是退去就躯壳，这一点对道门超凡来说固然代价无穷，但也不是无法承受。可你是武夫，一品武夫是精气神3者合一，身躯不是说抛弃就能抛弃。就像魏渊，他的元神是2品层次，但肉身却是凡夫俗子，这让魏渊根本无法发挥战力。而道门不同，元神或者说阳神还在，战力就不会受损。李妙真安慰道：至少这是个值得借鉴的方法，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想办法弄到手。边上的阿苏罗淡淡道：许宁燕春秋鼎盛，不需要考虑这些。再者，巫神和蛊神挣脱封印在即，对付他们才是最紧要的事。如果对付不了，那许宁燕也不用考虑长生了，超品不会让他活着。许七安捏了捏眉心道：今日到此为止吧，有什么事递书传信。夜色里，纳兰天路踏着祥云返回巫神教总坛净山城。这座汇聚了巫神教大部分高手的雄城，在静谧的月色里沉睡，背景是荒凉的净山。纳兰天路按下云头，飘入巫师殿。一根根古典石柱支起了高耸的穹顶，却没让大厅分隔的支离破碎，依旧宽广到夸张。铺设猩红地毯的两侧是一排排的烛台，红烛燃烧。大殿尽头是10几米高的基座，上面摆着一张巨大的石椅，像是为巨人打造的专属王座。王座的边上站着大巫师萨伦阿古，他怀里抱着羊羔，披着象征巫师的斗篷。西域战况如何？萨伦阿古俯视着踏入大殿的羽狮，低沉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殿内。纳兰天路在基座边停下，摇头道：神书夺回了头颅，大凤方功成身退，双方超凡强者没有出现伤亡。他把大战的经过详细的告知萨伦阿古。半部武神重现人间，中原和南疆算是有了几分底蕴。那许七安若是在顺利晋升，踏入半部武神行列，集2位半部武神之力，中原恐怕真的能和超品争锋了。萨伦阿古叹息道：半部武神固然可怕，但萨伦阿古看见的反而是许七安的强大，没有他主导此事，辅助神书，今天的结局或许就不一样了。不知不觉间，这个小人物已经成为到这种程度。从小有名气到举世无双，他只用了2年半。可怕的后浪，半部武神起是这么容易达成的？纳兰天路却丝毫不担心。本座始终不放心。萨伦阿古微微摇头。监正扶持许七安，绝不是助他成为一品武夫而已。要说他没有留下后手，我是不信的。不过半部武神古往今来也就只有神书，许七安想踏足这个境界，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大巫师并不知道晋升半部武神的办法，但出于对监正的重视和了解，他认为监正一定有办法。纳兰天路问道：大巫师，可知佛陀为何会变得如此怪异？萨伦阿古淡淡道：形同怪物，那自然是割舍了情感，缺乏作为生灵的情绪。各大体系中，除了武夫，品级越高越容易斩去情感。佛陀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对于佛陀的异常，他只能用犯错来解释。斩去感情是大错误。纳兰天路默默记下这条信息，继而问道：佛陀的法相又是怎么回事？他指的是佛陀只能施展大日如来法相，无法施展其他法相。萨伦阿古沉吟片刻道：我猜是监正当日借如圣力量伤了佛陀。
佛陀原来早已挣脱如圣封印，比古神和巫神都快了一步，陀极有可能会抓住先机，吞并中原。纳兰天禄顿时一脸凝重。京城浩气楼，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许七安结束长篇大论，抿了一口花茶，感受着馥郁的芬芳在味蕾间蔓延。原来佛陀就是道尊的人宗分身。魏渊先是感慨一声，接着说道：他派渡秦罗汉杀古尸灭口，肯定是有非灭口不可的理由。许七安皱眉道：这件事虽然隐秘，但泄露出去也不会对佛陀造成太大的影响。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他为何要灭口古尸，魏公有什么想法？魏渊笑道：思路错的时候就退出来，别钻牛角尖。你觉得不会对佛陀有影响，那是基于你自身的理解，可你毕竟不是佛陀，更不能代表其他超品。或许佛陀就是不想让某人看出来呢。许七安挑了挑眉，沉思片刻，摇头道：不想这个了，眼下有更紧急的事要处理。如今神书补完了身躯，佛陀也没有沉睡的必要了，他很可能会报复中原。魏公不可不防啊。魏渊看了他一眼：你到现在才想这个问题？许七安用有什么不对的眼神回敬大青衣：阿苏罗早就说过，如圣的雕塑毁了，佛陀沉睡500年是为了镇压神书的头颅。既然你们决心要夺回头颅，那么成功之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佛陀的报复。我不求你走一步看10步，看2步总可以吧？魏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许七安唉声叹气：这些我当然想过啊，只是没有一个好的主意，大不了联合神书以及众超凡高手与佛陀再战一场呗。神书实力暴涨，又有这么多高手相助，绝对有和佛门硬刚的能力，这就是许七安的对策。倒也还行。魏渊很牵强地赞了一句，转而说道：我替你向渡恶罗汉许诺了，大奉将来奉大乘佛法为国教，允许西域的大乘佛法信徒迁徙入中原，这样既能削弱佛陀的气运，又能增强大奉的底蕴。既然要和超品为敌，相应的布局就应该在此之前就开始筹备。卧槽，你这个糟老头子，你居然策反了渡恶！许七安猛吃一惊。根据阿苏罗所说，渡恶是虔诚的佛门罗汉，事事以佛门为先，岂是说策反就能策反的？魏渊淡淡道：世人便有欲望，有追求，有理念，抓住他们想要的东西，就不怕没机会，而只要有机会便能拉拢。另外，到了这个关头，可以尝试着与巫神教结盟了。许七安一声，虽然巫神教憎恶大奉，但现在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萨伦阿古了。魏渊说的没错，佛陀若是侵蚀中原，巫神教绝对不会坐视不理。是，巫神教会不顾一切的拖延时间，拖到巫神重返人间，而我们也要拖延时间，拖到你晋升半步武神，至少也要到1品中期。魏渊说道：怎么晋升半步武神？有想法了吗？许七安摇摇头，久违的紧迫感再次涌上心头。从晋升超凡后，他就一直被紧迫感推着走，一刻都不敢松懈。可就算这样，他依旧差得远。到了1品境，想再向上晋升，难如登天。可留给他的时间比留给国族的还短。想要在未来的大劫中屹立不倒，守住中原，他就必须晋升半步武神。半步武神，古往今来，只有神书达到这个境界，难度可想而知。魏渊沉吟道：我给你指条明路，出海去。荒不可能杀尽所有神魔后裔，他大概率只对强大的神魔后裔出手。你见到的幽冥蚕就是个例子。九尾狐不是出海过吗？找他要一份地图以及详细情报便是。许七安点点头，我也是这个想法。狩猎伽罗术失败后，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出海猎杀神魔后裔。对了，魏公，有件事一直没有对你说。许七安深吸一口气，古神告诉我，原本中原的1品武夫应该是你，监正最初选择的人是你。他把古神的预见的未来告诉了魏渊。魏渊静坐许久，缓缓点头，他深深望着许七安。监正选择了我，他未必是对的，但我和监正都选择了你，那就一定是正确的。他旋即露出笑容，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宁夜，你就当替我受罪了。许七安苦笑一声，这或许就是命。西域，渡恶罗汉披星赶月地返回阿兰陀，眼前所见尽是废墟，坍塌的石块和土堆堆成一座座高低不同的山包，地面像是被刮去好几层，且布满地缝，方圆数十里充斥着大战后的痕迹。废墟前的平原上，3000多名僧人盘腿而坐，于黑暗中的念诵经文，超度亡魂。梵音阵阵，连成一片。渡恶罗汉是有心理准备的，可亲眼目睹阿兰陀的惨状后，心里仍涌起强烈的悲伤和怅然。阿兰陀这座西域圣山毁于一旦，对于虔诚的僧众来说，这不至于毁了心中信仰。渡恶也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心情异常复杂。阿弥陀佛。渡恶罗汉双手合十，满脸悲痛。你败在了谁的手中？这时分不清男女老幼的声线，
想在身后。堕恶罗汉脸色平静地回头看向身后的少年僧人：“你拜给了谁？”唇红齿白的少年僧人重复问道。堕恶罗汉脸色不变，双手合十：“寇扬州。”他没有试图争辩，也没过多的解释，因为不需要。武夫虽然粗鄙，但同境界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体系能碾压打败武夫。二品罗汉打不赢二品武夫是很正常的。广贤菩萨微微颔首。其他2位菩萨情况如何？堕恶目光眺望远处的僧众，没看见琉璃和伽罗树。出去办事了。广贤淡淡道。堕恶点头，略作犹豫，还是问道：“佛陀呢？”广贤沉吟了1秒，突然露出笑容，道：“他在我们脚下。”黑暗中，少年的笑容带着一丝莫名的诡异和森然。堕恶罗汉清晰地感觉到内心里泛起凉意，他连忙低声念诵佛号，压住心里的情绪。随后便听广贤说道：“佛陀有令，禁止宣传大乘佛法。自今日起，你不得在四处讲经传教。不管此战谁胜谁负，一旦局面稳定下来，他迟早会清算，把大乘佛法的火苗彻底掐灭。”未渊的话再次浮现于堕恶罗汉脑海。他深深地看着广贤菩萨，再回头扫视佛门僧众，收回目光，低声道：“明白了。”广贤接着说道：“本座和琉璃菩萨、伽罗树菩萨商议过了，入秋后举办佛法大会，召集西域所有信徒来阿兰陀朝圣。”说完，不等堕恶罗汉回应，化作金光消散。堕恶罗汉寂然而立，片刻后原地盘坐下来，与远处的僧众一同诵经超度。夜色里，他沟壑纵横的脸庞无喜无悲。仔细观察，会发现堕恶罗汉是背对阿兰陀，面朝东方。京城灵宝关，刚结束双修的骆玉衡姿态慵懒地坐在小池边，白嫩玲珑的脚丫子泡在水中，轻轻打着水花。雨衣松垮地披在身上，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抹腻白和沟壑。2丈外的水面，许七安闭着眼睛凝立不动，脚下的水面一圈圈的涟漪荡漾开来。突然，涟漪毫无规律地改变荡漾的方向，从往外变成了往内，一圈圈从脚下扩散的涟漪变成朝脚下汇聚。这个过程维持10几秒后，涟漪刹那平息，水面像是突然被凝固，不起半分波澜。骆玉衡半眯美眸，语气慵懒的像刚刚睡醒的贵妇，浑然没了清冷仙子的气场，红唇微动，道：“能把气机操纵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对战力有不少加成。”许七安睁开眼，半高兴半叹息。这属于技巧范畴，差距不大的情况下，技巧能左右胜负，但硬实力差距过大的话，技巧毫无意义，一力降10会。这些天的苦修没有白费，他对气机的运用达到了一个巅峰造极的层次。形象的比喻就是像5品化境的武夫一样，只不过化境是完美掌控肉身，他是完美掌控气运，即使气机外放，他也能随心所欲的掌控。国师，陆地神仙如何晋升大圆满境界？许七安问道。骆玉衡沉吟片刻，嗓音磁性道：“2方面的精进，分别是地风水火的操纵愈发得心应手，调动的元素之力愈发强大，人宗的气心玉3件数增强。天尊应该是陆地神仙中期，也没比我多什么手段，但就是比我厉害，就是因为他能调动的元素之力比我强。”许七安点点头，看来武夫体系确实很特殊，武夫的1品和1品巅峰完全是2个境界，1品武夫和半部武神是不同的档次。在见识到神术的完全体后，许七安就有这个领悟了。骆玉衡轻轻舒展腰肢，把玲珑曲线撑到极致，午后的阳光里带着昏昏欲睡的倦懒。从西域回来后，你就有点消沉，超品究竟有多强大？许七安默然片刻，低声道：“不可预测的强大。在面对佛陀时，我的一切手段都毫无意义。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唯有极致的暴力才能压倒超品。”骆玉衡蹙眉：“极致的暴力，半部武神那种？”不。许七安摇头，半部武神最多有资格和超品争锋，我到现在仍不能估算超品的极限在哪里。有资格争锋，不代表有资格成为死敌。这时，骆玉衡皱了皱眉，把松垮的羽衣拉紧，遮挡住半路的香肩和胸前的血腻，随手撤去布置在院外的结界。一名年轻道士疾步而来，在拱形院门外停下，道：“许银罗4天间出事了。”深海里光线暗淡，暗流碰撞，涌动声是唯一的主旋律。这几天心神不宁，九州大陆似乎有事发生了。庞大的怪物在海底漂浮，像一艘静谧迅捷的潜艇。怪物头顶6根长角中的某一根微微发光，传出坚正淡薄的声音。不出意外的话，半部武神重现于世，佛陀也该彻底苏醒了。荒诞淡道：“半部武神，不是说武夫体系从未出过武神吗？”他对半部武神的存在比较迷茫，虽然从许屏风等各方面渠道恶补了历史，但荒从未与南疆妖族打过交道，对神书不太了解。坚正笑道：“
半部武神是佛陀的一个常式，破除封印的常式，晋升武神的常式。哗啦啦的潮涌中，巨大的怪物飘了许久，荒缓缓传音道：“听起来这里面似乎有不少内幕。”坚正有问必答。如圣当年其实尝试过灭杀佛陀，毁了他的8大法相，就剩一个大日如来，却发现怎么都无法毁灭，于是将他封印。佛陀为了挣脱封印，借助修罗王的身体塑造出一个半部武神。他本意是想尝试走武夫路线，给自己留条后手，可他失败了。这其实是必然的。天命师可以看透未来，但看不见过去。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荒差异道？刻刀告诉我的。坚正声音里带着笑意。只是那家伙无法开口说话，无法主动与人交流，被封印了。荒一语道破。那根封印着坚正的长角发出淡淡白光，坚正的声音随着白光的涨落传出。刻刀诞生灵智后，随着如圣刻书立传，凝聚才气和浩然正气。可是渐渐的，他的思想愈发成熟之后，有了自己的主意。他开始尝试教如圣写书，教他遣词造句。如圣嫌他烦，就把他封印了。荒沉默片刻，评价道：“很有志向。”听着坚正的讲述，荒能想象到那幅画面：如圣握着刻刀写字，但刻刀有了自己的想法，说：“不，这段话写的有问题，我来教你。所以你替他解开封印了。”“不，我无法解开如圣的封印，只是能利用秘法绕过封印与他交谈罢了。”坚正道：“炼气是术士的绝活。”荒把话题拉回正轨，道：“为什么说佛陀的失败是必然？你似乎说过，远古时代没有武神晋升的条件，但现在有了。”坚正轻笑道：“你似乎对武神很重视。因为佛陀自身原因，换成另外2位，神书就不会因为情感浓烈与万妖国主产生纠葛，也不会因为情情爱爱与佛门决裂。七情六欲过剩，并非好事啊。”荒哼了一声，坚正的回答没头没脑，而且也没正面回答他武神的信息。半部武神顶多与我现在的水准相当，相比超品还差得远。荒言语中透着对神书的不屑。你巅峰时有多强？坚正顺势问道。荒说道：“超品的力量不是你能揣度的，巫神也好，佛陀也罢，或者古神，一旦他们准备吞噬大凤，那么中原无人能与之抗衡。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选择退让，不想和许七安纠缠的原因。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还不是我苏醒的时机，与一品武夫较劲没有意义。”提及巫神和佛陀，他语气里透着凝重，没有任何轻视。我与你说过，当年龙和爪在深海决战，汪洋沸腾，掀起的海啸淹没九州大陆3000里，后来的神魔混战更是把九州打得分崩离析。这些可不是一品修士能做到的。超品有多可怕，一言以蔽之，毁天灭地。所以你要带我去啊？坚正问道。你不是天命师吗？还需要问我？黄池笑道。这不是被你封印着吗？坚正叹息一声。没了老夫，司天监群龙无首，希望不要出什么乱子，好歹是老夫毕生的心血。黄池笑道。司天监想必早就换监正了，你还是认命吧。监正不屑地呵一声。我那几个弟子虽然不争气，但尊师重道的基本原则不差。换监正？老夫还没死呢，谁敢？荒淡淡道。你既然是守门人，应该知晓巫神的底细的吧？司天监。宽阔的八卦台，放眼望去，乌泱泱的全是白衣术士。白衣术士们泾渭分明地分成5个阵营，他们的首领分别是2师兄孙玄机、3师兄杨千唤、4师兄宋清、5师姐钟离，还有小师妹楚采薇。值得一提，楚采薇身后只有6位白衣术士，最小的6岁，最大的12岁，脸色稚嫩。每个人腰上都挂着一只储物的鹿皮腰包，里面存放着来自楚采薇师姐的拳爱意糕点和零食。这些人是楚采薇新收的弟子，准确地说是带师收徒。他们是吃党的第一批骨干，楚采薇的首批马仔。五官普通，气质普通，身高普通的孙玄机看一眼袁护法。袁护法迈步而出，神威凛凛地环顾众术士，沉声道：“监正老师不在，我们理当替他管好司天监，莫要再胡闹了，都回去。”宋清闻言淡淡道：“你不想角逐监正之位，可以自愿放弃，带着你的人离开便是。”袁护法扭头看一眼孙玄机，语气一变，斗志昂扬：“自古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监正之位非我莫属。”袁护法话音落下，八卦台上的火药味明显加重。杨千唤正要出面抨击，兜帽下的脑袋忽然侧了侧，看向皇城方向。宋清等人做出同样动作，2道人影破空而来，带着呼啸的风声降落在司天监八卦台。左边一人穿绣云纹青袍，脚踩牛皮靴，腰悬美玉，环佩叮当，五官俊朗，气度不凡；右边的则是穿明黄便服，做男子打扮，清丽绝美中透着威仪。许七安和怀庆主持大局，看戏来了。
见到两人联袂而来，白衣术士们顿时活跃起来，议论纷纷。陛下和许公子来了，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主持大局。孙玄机身后的白衣术士们高兴地说：“哼，许银罗是我们炼金术领域的人才，他肯定会主持宋师兄坐上监正位置。”炼金术师们信心满满。许银罗和我们钟师姐关系暧昧着呢，监正位置属于谁，不用我多说了吧？钟离的簇拥者们说道。也有人松了口气，许银罗终于来了，咱们不必提心吊胆了。毕竟这样的大型聚会，邀请钟师姐出席是非常冒险的行为，说不定下一刻就会发生人体踩踏事件、司天监术士集体跳楼事件、陨石撞击八卦台事件。可恶，许银罗一直抢我们杨师兄的机缘，他肯定不会容忍自己的大敌坐上的监正之位。杨千奂的马仔们继承了他对许七安的仇恨。喂，谁跟钟离关系暧昧了？怎么凭空辱人清白？许七安目光扫过众白衣术士，在楚采薇身后几位怯生生的男童和少年身上停顿片刻，心说采薇终于也收徒弟了呀。他压了压手，周围的白衣术士们喧闹声平息。不是说了吗？监正之位事关重大，陛下要深思熟虑后再做定夺，尔等莫要心急。许七安宽慰道。杨千奂咳嗽一声，缓缓道：“天不生我杨千奂。”身后的白衣术士们齐声道：“大凤万古如长夜。”口号念完，杨千奂说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司天监不可无监正。知道陛下难以定夺，因此我们就替陛下来下决心。”许七安提醒道：“你们莫要忘了，监正还没死呢。”回应他的是白衣术士们的沉默，大家或假装没听见，或假装看四处的风景。好家伙，我都替监正觉得人间不值得。许七安不再提及此事，转而看向怀庆。大凤第一女强人微微颔首。许七安当即道：“你们想怎么样？”他算是看出来了，监正的弟子们谁都不服谁，往日里有天命施压着，大体上还能相安无事。现在监正被荒带着周游世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可能回不来了。没了监正的压制，司天监内的术士团体就开始内讧了。宋清淡淡道：“我们打算今日选出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继任监正之位。”许公子，陛下，此事还得你们来主持公道。众白衣术士纷纷看来，在他们看来，许银罗是一位德高望重之人，由他来选择监正是最合理、最让人信服的办法。前提是许银罗选择他们簇拥的师兄或师姐。怀庆传音道：“司天监的术士分各大派系，谁都不服谁，猴年马月都选不出结果，不管谁当监正，都会有人不服气。你有什么办法？”女帝一副这是水太深，朕把握不住，交给你处理的模样。对于司天监，怀庆其实也很头疼，因为这群货和朝堂诸公不同，后者可以商量、妥协、威逼，术士则完全不吃这套。皇帝的权柄只能让他们敬你，却不能让他们听命于你。平心而论，他肯定选闺蜜楚采薇，但从一位皇帝的角度，他又认为选孙玄机更有利于大局，但不管他选谁，其他人都不会屈服。我确实有个想法，可以试一试。许七安传音回复。怀庆眸子微亮，沉默地期待着。许七安环顾众人道：“刚才宋师兄也说了，监正之位当由德高望重之辈担任。何为德高望重？以我的浅见，大家推举出来的人才是众望所归，才是德高望重。这说的难道不是废话吗？能选出来，我们还找你作甚？”术士们心里腹诽。怀庆微微皱眉，许七安这一下虽说把烫手山芋又踢回司天监，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诸位别急，许七安笑着说道：“任何想继任监正之位的人都可以站出来，尝试说服师兄弟们为自己拉拢支持者，谁得票最高，谁就是下一任监正。这样大家也不用再争了。”众术士闻言表情一震，他们理解了许七安的意思，想要打破僵局，可以拉拢，把其他阵营的师兄弟拉拢过来，成为自己的支持者，然后角逐出一个人气最高者担任监正之位。可旋即他们觉得这有些儿戏，因为太功利，为了一时的好处选出一位监正，将来后悔了怎么办？到时候还是要闹出类似今日的乱子。术士们能想到的是，怀庆当然也想到了，但他没发表意见，静等后续。许七安接着说道：“但必须要设置一个时限，推举出的监正只能当3年，3年为一期，时间到了之后重新推举选新的监正。”顿时把术士们最后的忧虑解决了。许七安的提议得到了众人一致认可。那就让孙师兄打个样，见无人反对，许七安当即道：“恕我直言，孙玄机作为监正的二弟子，司天监目前唯一的超凡强者，不管是修为还是地位，都是监正之位的最佳继承人。孙师兄，你出来说句话。”说完，他收到了元护法的传音：“我该怎么做？”这种事毫无经验，孙师兄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开口。许七安绕过元护法，直接给孙玄机传音，尽管给师弟们许诺，打动他们，让他们支持自己，
比如医疗免费，降低收税标准，孩子教育司天监承担。他自娱自乐的在心里补充。孙玄机点点头，带着袁护法跨步而出。后者先是凝视孙师兄片刻，点点头，接着环顾众人，大声道：“本人许诺，只要大家支持我成为监正，我会带领他们走向辉煌，绝不辱没术士的威名，辱没监正老师的威名。”说罢，袁护法退了回去。没了。许七安心里一凉，众白衣默然不语，场面有些冷。许七安深吸一口气，按照辈分顺序道：“接下来，请杨师兄发言。”杨千焕身后的一名术士跨步而出，朝许七安和怀庆拱手，淡淡道：“在下以为，监正之位，除了由德高望重之辈担任，还得有监正老师的风骨和气度。”首先，说到这里，他转了个身，用后脑勺对着众人，淡淡道：“要学会背对众生。孙师兄虽然是超凡强者，可不管容貌、身高、气质都太普通了，本人觉得并不符合监正的形象。意思就是说，孙师兄长得丑陋，你们是选监正还是选美？”许七安环顾众术士，发现他们一脸认同的表情，就连孙玄机身后的术士们也一脸羞愧，仿佛在说：“孙师兄长得如此普通，却那么的自信，我们这些簇拥者深感抱歉。”许七安再看向面无表情的孙玄机，心说：这时候就需要袁护法来秀一波操作了。可惜袁护法有了前车之鉴，强忍着不去看孙玄机，这样他就不会失控读心。那白衣继续说道：“反观我们杨师兄，深得监正老师的真传，这份气度，这份形象，实乃监正之位的不二人选。”杨千焕负手而立，巍然不动。诸位师兄弟们，务必选杨师兄。说完，白衣术士自觉表现良好，退了回去。你别光顾着装逼啊，你的空头支票呢？许七安满脑子都是槽。接着，宋清出列了，这位时间管理大师、黑眼圈支配者，缓缓扫视众术士，高声道：“宋某承诺，诸位师兄弟们，只要选我做监正，宋某便让诸位有招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子去做炼金实验。大家再也不用为银子发愁，司天监的所有收入都将供应给炼金实验。”宋清说完，信心十足地看了一眼白衣术士们，如此丰厚的条件，如此诱人的报酬，谁能挡住这样的诱惑？只要是个术士，就应该知道选谁做监正了。啪啪啪，炼金术师们激动的鼓掌，只觉得宋师兄就是电，就是光，是唯一的神话。宋师兄志得意满地回到座位。许七安再看向钟离，钟离披头散发，明眸在凌乱的发丝间偷偷看许七安，小声道：“我弃权。弃权也好，你要是当了监正，司天监可能第二天就在大凤除名了，原因是陨石撞击，司天监术士无人生还。”许七安摇摇头，接着他看向楚采薇以及他的未成年簇拥者。小娃子们显然没经历过这种阵仗，有些畏缩害怕。采薇师妹，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许七安问道。楚采薇杏眼转动，掐着腰大声说：“大家选我做监正，我把司天监银库里的银子拿出来，每天请大家吃大餐，吃遍中原美食。”宋清和杨千焕嗤笑一声，孙玄机和钟离微微摇头，众术士哄堂大笑。楚采薇身后的童子军们脸色涨红，羞愧地低下头。好了，现在开始推举，每人把自己心目中的监正写在纸上，由我和陛下来统计。许七安只想赶紧结束这破事。深海里，庞大的怪物静静地滑行着，它像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不需要划水，水流自动推着它前行。巫神，监正笑道：“根据历史来看，他是道尊消失后才崛起的人物。你问这个做什么？”荒静静飘着，声音直接传入长角，道他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个很有趣的小家伙，当年挂养的一个人族奴隶，挂灭他族人，杀他父亲，凌辱他母亲和姐妹，却唯独不杀他，天天折磨他，羞辱他取乐。挂这个家伙，即使在神魔中也属于怪咖，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奇怪，大概是岁月漫长，实在太过无聊了。可后来我才知道，挂把卦术传承给了那家伙。守门人的存在就是卦占不出来了。监正说道：“你怀疑巫神就是那个人族奴隶？”荒无所谓的语气道：“不然巫师体系的卦术不可能如此强大，但巫神也有可能是那个人族奴隶的后人，谁知道呢？当初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我不会关注一只蝼蚁。”监正打趣道：“可是无尽岁月后，那只蝼蚁成长为了你最大的劲敌。这么看来，巫神实际上要比道尊更久远啊，只不过没有道尊那么天赋异禀。超凡寿元绵长，巫神是道尊时期的超凡强者，并不值得奇怪。”沉默了许久，一人一神魔没再说话。监正突然倒抽一口凉气：“怎么了？”荒问道。“我刚才只是在想，如果非要从几位弟子里找出一个相对靠谱的来做监正位置，竟然是他。”监正语气复杂。京城司天监八卦台上，
许七安展开最后一张纸条，道：杨千奂累计票数40，宋清累计票数55，孙玄机累计票数48，钟离累计票数30，楚采薇累计票数123。第3代监正由楚采薇担任，大家鼓掌。八卦台上鸦雀无声，宋清双眼发直，呆坐不动。钟离愕然地抬起头，望向另一侧的楚采薇。孙玄机沉默不语，没有任何表情。杨千奂如同一尊雕塑，一动不动。怀庆也颇为诧异，没想到担任监正的居然是监正弟子中最弱的楚采薇。楚采薇一脸茫然，心说原来我在司天监那么受崇敬，那么受追捧的吗？我自己怎么不知道？果然是他。许七安叹了口气，他其实已经猜到了。怀庆若有所思，见他这副表情，传音道：你猜到了？许七安没好气的传音回复：这群蠢货，除了采薇，其他人根本没把我的话听进去。竞选总统不，领袖，最重要的是画饼啊。孙玄机的发言像极了领导和老板假大空的致辞，除了初出茅庐一腔热血的傻小子，没人会听进去，更没人会当真。钟离弃权便不用多说，能有30票，倒霉党已经很忠心了。杨千奂光顾着装逼摆形象，他真以为靠一个后脑勺就能征服所有师兄弟。宋清倒是画饼了，许诺了，可他只针对自己的群体炼金术师。炼金术只是术士的领域之一，并非所有术士都痴迷于炼金术。倾尽银库扶持炼金术试验，别人还得担心你们把司天监的银库耗损一空呢。那炼丹怎么办？买药怎么办？吃穿用度怎么办？只有楚采薇的许诺，乍一听有些儿戏，上不得台面，实则覆盖面最广，诱惑力最大。是人就得吃饭，民以食为天，人是无法抗拒美食的。即使是沉迷于炼金术的宋清，不也天天抱怨司天监的伙房做的菜不够好吃？所以术士们表面上嘲笑采薇师妹，私底下都给他投票。你作弊！杨千奂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大声道：许宁燕，你一定是联合陛下作弊了，怎么可能有人会选采薇师妹？让采薇师妹当监正，我司天监颜面何存啊？他连背对众生都不会。我提议重新推举。许七安淡淡道：提议无效，投票过程公开公正，不存在作弊，票是诸位投的，你们到底投了谁，自己心里最清楚。白衣术士们面面相觑，都没说话。那些沉默的人就是投了楚采薇的。宋清拍案而起：我不服，难道我的许诺还不如采薇师妹？你们难道不希望大把大把的花银子？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我觉得你刚才如果说大家都选我，我给你们每人发一个老婆，那监正的位置非你莫属。许七安默默腹诽一句。戴着兜帽的杨千奂转身，罕见的面朝后脑勺挡，怒斥道：你们这群叛徒，到底是谁选了采薇师妹？他手底下的马仔人数总共66，可他的得票只有40，毫无疑问，他们中出了22个叛徒。对啊，到底是谁背叛了杨师兄？可耻的叛徒！就是，自己自觉站出来。66人异口同声。杨千奂。怀庆环顾众人，嗓音清冷，有着冰块撞击般的质感，朗声道：朕不日便会拟旨，封楚采薇为新任监正，为期3年。选举大会到此结束，谁若是不服，再闹事生事，朕便将他关在地底3年，勿谓言之不预也。孙玄机默默转身离去，袁护法望着他的背影，缓缓读心。累了，随你们吧。宋清和杨千奂相继拂袖而去。钟离看了许七安一眼，后者点点头。这段时间带你回府上小住几日，消弭一些厄运。接下来的日子里，许七安又进入插花弄玉、授业临安以及和福香偷偷摸摸滚床单的枯燥生活。为了增强气机，提升修为，勤耕不辍，偶尔会从灵宝关带几分壮阳补肾的灵丹妙药去探望圣子。圣子日渐憔悴，眼神里渐渐多了一种叫做没有世俗的欲望了的感悟。许七安觉得更准确的描述是一滴都没有了。顺带一提，许七安在京城为圣子租了一座2进的大院，院子里住了30多位红颜知己，每日勾心斗角，打打闹闹，还要轮番榨取圣子的生命力。苗有芳常常带着丽娜的哥哥莫桑去圣子府上做客看戏，津津有味。时间走到4月底，外出积累功德的李妙珍返回京城，拎着一坛壮阳酒去找师哥叙旧。屋檐上，李妙珍望着杀机四伏的住宅，幸灾乐祸道：师哥呀，最近日子不好过吧？瞧瞧你的黑眼圈都赶得上宋清了。李灵素冷哼一声：你以为许宁燕日子就好过？你别看他整天装的志得意满，享尽其人之福，其实家宅里的矛盾一点都不少。师哥我虽然腰疼，但我这边简单啊，我只要把每一位女子哄好，雨露均沾，他们闹归闹，却不至于失控。许宁燕那边可就有趣了。首先是临安殿下，啧，那可是个惹事精，今儿打压一下业绩，明儿赐一次王妃，后天又和许灵月大战300回合，
这位公主殿下可闹腾了，偏偏水平稀烂，谁都斗不过。那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劲头，我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李妙真哼一声，不奇怪，怀庆不是说了吗？林安就是只麻雀，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看着巴掌大那么一只，不成气候，可你一不注意，它就飞起来啄你脸。真不知道许宁燕喜欢他什么。李灵素嘿嘿道，这你就不懂了吧？像林安这种娇憨可爱的纸老虎，对你一心一意，受了委屈就在你面前含着一包泪，可怜巴巴希望你出面做主的女子，男人最喜欢了。李妙真觉得这完全不是自己能做到的事，冷哼一声，就会装柔弱扮可怜，恶心。这你就错了，装柔弱扮可怜的是许灵月，但男人同样吃这一套，谁不喜欢一个亲力可人的妹妹对你依赖呢？说到许灵月啊，自从大婚之后，她就不装了，现在和许宁燕的生母斗得非常激烈。李妙真眉头一皱，她和许宁燕生母有什么矛盾？完全是两个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李灵素侃侃而谈，因为许家婶婶和许宁燕生母的关系有些微妙，虽然两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可时间久了，许家婶婶难免会想，这个女人回来了，我辛苦养大的崽就不是我的了。看着她对许宁燕嘘寒问暖，心里就不是滋味。你明明什么都没干，就因为一个身份，把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抢了。而从姬伯母的角度来说，我只是想弥补20多年的亏欠啊。国师也不是省油的灯，隔三差五的去一趟徐府，当着林安的面和许宁燕喝茶，论论道。哦对了，那个狐狸精可狡猾了，他现在已经成了林安的军师，专门替他出主意。李妙真上下审视着师哥，表情古怪。你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都是苗有芳告诉我的。李灵素挑眉道，好家伙，苗有芳改行做收集情报的案子了，专收集徐府女眷的宅斗相关。你俩上次被许宁燕吊在徐府外还不够，想被吊在京城城门口是吧？李妙真满脑子的槽点。李灵素咳嗽一声道，这些狗屁倒灶的事不提也罢。妙真啊，功德修得如何？李妙真嗯一声，还算不错。转修地宗心法后，他才感觉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路，做好事和修行两不误，太适合他了。李灵素叹息道，地宗功法虽然适合你，但入魔的危机不可不防，所以师哥替你想好解决之道了。李妙真诧异地看着卧龙，心说你不是个会关爱师妹的人啊，你想整什么幺蛾子？李灵素掏出一本褐色封皮的书，薄薄一册，大概10几页的内容，悄悄塞进李妙真怀里，低声道，师哥从灵宝棺里偷出来的人宗心法，你收好。人宗心法。李妙真斜眼看他，你想干什么？地宗入魔没法子解决，可人宗业火缠身，你可以找许宁燕双修啊，光明正大的睡他。师哥只能帮你到这一步了。李灵素挤眉弄眼，尽管很厌恶狗贼许宁燕，但既然师妹对许宁燕有好感，他也不会棒打鸳鸯。再说师妹性子刚烈，可比骆玉衡还有王妃难对付多了。许宁燕要是把持不住，往后的日子可就有意思了。神经病！李妙真随手把人宗心法丢到院内的花圃里，懒得理你，我走了。李妙真御剑而去，圣子一个人坐在屋顶，落寞地喝着虎骨酒，想着黄昏后又是数场狭路相逢的激战，心里就一阵发怵。喝完虎骨酒，圣子觉得自己又可以了，施施然下了屋顶，在花圃里一阵翻找，发现那本人宗心法不见踪影。咦，他明明丢在这里的。皇宫御书房，怀庆坐在铺设黄绸的大案后，淡淡道，今日前手府递了份折子上来，给朕罗列了不少才华人品兼备的年轻俊彦，希望朕能从中选出一位册封为后。许银罗怎么看？我觉得册封为后这个措辞有些问题。堂下的许七安说道，给我看看。见他还真要看，怀庆脸色一冷，你看什么？看完替我选一个。怀庆看向掌印太监，淡淡道，把画像搬出来给许银罗过目。掌印太监立刻捧来10几幅画卷，在小宦官的辅助下逐一展开。许七安徐徐扫过身份优越、地位超然的公子哥们，没好气道，这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怎么配得上咱们的陛下？前首府脑子是不是坏了？他首府当腻了。怀庆故意唱反调，淡淡道，朕觉得都挺好的，个个一表人才，年少有为，大奉出色的年轻人也不是只有许银罗，对吧？你觉得哪个最顺眼，就替朕挑一个吧。其实钱钦书挑的这些人确实不差，可以说是京城最拔尖的2代，自身能力也不俗。比如这位叫钱俊的公子，10岁诗经倒背如流，12岁考取童生。去年虽然会失落榜，但想来今年能凭借一篇我的首府父亲一举夺魁，成为状元。许七安摇头，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配得上陛下呢？怀庆哦了一声，语气冷淡，朕也是普通女子，总要成亲生子，这些人都是大奉未来的栋梁，如何配不上朕？许七安随口说道，能配得上陛下的当然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怀庆双手撑在大案，身子略微前倾，
美眸明亮，似乎就在等他这句话，逼问道。那许银罗认为谁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直接就 A 上来了。许七安望着画卷里的公子哥们，几秒后收回目光，看向脸色严肃、美眸灼灼凝视的怀庆。怀庆骄傲、矜持、自尊心强，和林安是截然不同的性子。有些东西他想要，但绝不会说出口。这一点比讨厌双修的骆玉衡有过之无不及。而从许七安的角度，他知道怀庆的性子比骆玉衡还骄傲，比李妙珍还刚烈。一个对皇位都有野心的女子，恐怕很难接受夫君宠爱别的女子，所以许七安就一直没 A 怀庆。没想到他现在自己 A 上来了。转念一想，如今四海升平，百姓忙于春耕，粮草问题也因为开启的关税日渐解决，怀庆自己又成了九五之尊，再没任何顾虑和阻碍。他下一步要追求的东西显而易见了。许七安叹息一声，可惜了，可惜了。怀庆眉梢一挑，道：可惜。许七安摊手，放眼大凤，能配得上陛下的，除了本银罗还有谁？你要嫁人就早说啊，我索性把你和林安一起娶过门。现在如何是好？姐姐总不能给妹妹当妹妹吧？他唉声叹气的模样，仿佛自己错过了某个大机缘。掌印太监和小宦官们齐齐低头，大气不敢喘，拼命的在心里告诉自己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聆听这种高端机密时，最好把自己定位成过耳便忘的工具人，事后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说，此为生存之道。其实宫中宦官最害怕的就是碰到这类事，因为知道的越多，寿命越短。怀清愣了愣，没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回复，他凝视着许七安片刻，哼一声。许银罗说笑了，林安是朕的妹妹，你既然当了驸马，便要收敛着性子，莫要三心二意，好好待她。他眉眼不再锐利，语气也变得柔和，看起来对许七安的回答是非常满意的。等许七安为自己的誓言道歉后，怀庆一声道：今日魏公所事缠身，未能进宫陪朕手谈。许银罗便带魏公陪朕对弈吧。我只会下象棋和五子棋啊。许七安应允下来。好气楼，魏渊展开密信，上面的内容是西域大乘佛法的近况。不出所料，佛门禁止度恶罗汉弘扬大乘佛法，并打算在入秋后举办佛法大会，如今正在召集西域信徒。打更人在西域有许多案子，且都是西域人，这些人散布在西域各国，专门收集佛门情报。密信中还提到，虽然阿兰陀禁止各国以及各阶层宣扬大乘佛法，但思想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如野火燎原，再难回到以前了。大乘佛法转为暗中传播，深受生活贫苦的平民以及奴隶推崇追捧。根据一位奴隶身份的案子描述，信仰大乘佛法的信徒们把大凤银罗许七安奉为3000世界中的至高佛，他的意志降临九州，传播大乘佛法理念。第一个度化之人是度恶，度恶罗汉受其感化，了悟佛法，也成了佛之高佛，可度世间众生脱离苦海，人人成佛。魏渊略作沉吟，在案上铺开纸张，提笔书写，随后盖上他的印章，召来南宫倩柔道：你拿我手谕去南疆官市调3万两白银，送到西域去，交给那边的案子。气质阴柔的南宫接过手谕，蹙眉问道：义父这是？魏渊悲天悯人的语气道：西域百姓太困苦了，送些银子给他们改善生活，大乘佛法不但能洗涤他们的心，还能使他们衣食无忧。南宫倩柔是聪明人，立刻明白了义父的意思。信大乘佛法还能有银子拿，那些犹豫的中立的人如何选择，可想而知。哼，还好有义父你在背后运筹帷幄。许宁燕那粗鄙的武夫，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哪里想得到这些？南宫倩柔趁机诋毁一下争宠对象。魏渊摇摇头，如果连这些都要许宁燕呕心沥血的去谋划，大凤就不值得救了。南宫倩柔点到即止，转而说道：义父今日怎么没进宫？按照往常，义父现在多半在宫中与陛下商议政务以及下棋。魏渊叹了口气，陛下今日派人通知我，让我不用去宫里了。我估摸着往后也不用我陪他下棋了。不过这份密信还是得派人送进宫里去，交给陛下。打那以后，许宁燕就天天收到宫中传信，怀庆陛下邀请他进宫手谈，商议国事。除了最开始几日正儿八经的下棋商议政务，后续的很多次里，怀庆时常邀请许银罗游御花园，登高望远，甚至切磋过招。许银罗俨然成了女帝的宠臣。见姓许的出入皇宫如此频繁，大臣们上书请求陛下成婚礼后的谏言便渐渐少了，保持观望姿态。许府这天早上，脑袋上顶着白鸡的许灵英在院子里绕圈乱跑，白鸡不停调整四肢以保证平衡。这是他们常玩的游戏，白鸡先掉下来，或许灵英先跑断气，那就输。输的人要把今晚的鸡腿让给对方，但一人一壶总是没能分出胜负。途径内厅看见姬白晴、沈慎、许灵月、林安还有木南之在厅内喝茶聊天，
气氛融洽。我觉得你们家的气氛有些古怪。白姬站在人类幼崽头顶，小声地说。许灵英眼珠子往上翻，语气娇憨地回了一声：啥？白姬娇声道：说不清楚了，就是觉得怪怪的。你娘看我姨的眼神就很奇怪，一定是嫉妒姨长得比她漂亮。那个灵安公主昨天还给我吃的，打探姨的身份。叶姬姐姐突然跟我说小孩子要诚实，但我还是没有告诉许银罗的媳妇。妖族擅长察言观色，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许灵英听完，表情木然。你在说什么啊？白姬想了想，歪着脑袋。我也不知道，但就是觉得怪怪的。许灵英就提议说，那我们去问我师父吧，我师父很聪明的。于是两人跑去找了正在伙房偷吃东西的丽娜。许灵英眨巴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师父，你在吃什么呀？丽娜抹了抹嘴角的油，少废话，江湖规矩，一人一半。她指着盘子里的熏鸡。许灵英开心地走过去，扯下一只鸡腿，想了想，又扯下鸡屁股，递给头顶的白鸡。三人很快吃了起来。期间，许灵英一边鼓着腮帮咀嚼，一边说：师父，我又梦到大虫子了。丽娜注意力都在熏鸡上，随口问：什么大虫子啊？许灵英道：就是古神啊。丽娜手里的鸡肉掉在地上，她瞳孔微微放大，愣愣地看着许灵英，过了好一会，压低声音道：他又教你打架了？许灵英摇头，他就是跟我说话。他说了什么？丽娜大声追问。许灵英歪着脑袋，很努力地回忆，然后宣布道：我忘记了。你这个蠢货。丽娜只觉得一口老血堵在胸口，想她打小就聪明，怎么就收了如此蠢笨的弟子？丽娜二话不说，拉着许灵英的手腕夺门而出。白姬开心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扑倒桌上啃起熏鸡。都是我的啦。皇宫里，御花园的清水池边，怀庆穿着梅色宫裙，坐在青岩上，裙摆下露出一双白皙匀称的小腿，双脚浸泡在清澈的水波里。身边摆着小案，上面是酒水和瓜果。许七安坐在他身后的凉亭里，对着面前的棋盘苦思冥想。怀庆把一块削好的甜瓜塞进红艳艳小嘴，慢条斯理地吃完，微笑道：春光正好，适合泡脚赏花，许银罗过来陪朕坐坐，不必纠结棋盘。看不起谁呢？许七安一口拒绝道：我肯定能想出破局之法。怀庆就不理他了。过了片刻，女帝戏谑道：听圣子说许府一片狼烟啊。许七安头也不抬，凝视棋盘，笑道：府上人多了，自然就有小矛盾小冲突，哪能一片和谐？对了，前手扶给你的那些名单你给我一份，我看里面有些公子哥不错，可以凌月物色个夫婿。怀庆哦了一声，许凌月确实该嫁人了，有瞧上哪家的公子，朕可以赐婚。许七安撇撇嘴，我是打算有这份名单吓唬她，这丫头最近在府上嚣张得很，打压王我娘，打压临安，我得让她收敛些。怀庆笑了起来，回头二郎和司慕成了亲，就更热闹了。你说他们到时候是各自为战，还是相互结盟？谁知道呢？许七安脑补了一下，既觉得头疼，又有点期待，那场面肯定比勾栏戏曲有看头。想到看戏，他突然就想起了徒弟苗有芳。苗有芳在禁军里对吧？怀庆点点头。苗有芳现在是禁军营步兵2营的指挥使，身居高位了。他把许宁燕的这个弟子当作亲信来培养，丢去刷毛册1个月。许七安说。正说着，一位青衣宦官匆匆而来，停在庭外，朗声道：许银罗，府上派人传信，通知您速速回去。许府。书房里，许七安脸色严肃地盯着小豆丁，小豆丁脸色严肃地盯着桌上的糕点。你忘了古神与你说的话？大姑，我能吃吗？许七安叹口气，吃吧。趁许灵英走到桌边拿糕点，屈指点在后颈，发动心骨的御兽之力。不管是他体内的七绝骨，还是小豆丁后颈的七绝骨雏形，都可以视作沟通古神的桥梁，只不过前者受到压制，古神无法随意传送意念或降临，而小豆丁身上的七绝骨雏形对古神来说却没有限制。他现在要做的是以小豆丁为媒介，接续与古神的联系，听听他在瞎逼逼什么。忽然间，许七安眼前呈现出一片黑暗，无边无尽的纯粹黑暗。黑暗里浮现一双赤红如血的眼睛，沉默地与他对视。秋露，不化骨，难逃大劫。赤红如血的双眼缓缓闭合，黑暗随之破碎。许七安睁开眼睛，眉头皱起。秋露，不化骨，难逃大劫，什么意思？古神想说什么？他旋即拿出地书碎片，传书道：3，诸位，适才古神通过灵音向我传达了2句话，我不太明白。传书出去后，正处在空闲状态的怀庆率先传书回复：府上传信宫中唤你回去，是因为这件事。许七安以纸代笔，正要回复，看见李妙珍抢先传书质问：2，
你进宫做什么？陪大姨子。许七安传书道。3.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谷神的信息。4. 秋露是节气，象征着入秋。许宁燕，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楚元稹觉得不可思议。啊，秋露是节气吗？我上辈子的节气里没有这个。许七安传书道。我当然知道，我的重点是谷神刻意提及秋露的原因。他平时不关注日历，对这个世界的节气了解不多。许七安还以为秋露指的是某种天材地宝或者秋天的露水。7. 显而易见，这代表某件事的时间点或者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至于不化谷，南逃大劫，不需要我解释了吧？日理万机的圣子抽空回复了一句。我觉得应该先分辨清楚，谷神是通过林音向宁燕传话，还是单纯的给林音传话。宁燕，李妙珍本能地挑了挑眉毛。怀庆这个女人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如此称呼许七安。再联想到许七安从宫中回家这一点，飞燕女侠顿时磨了磨牙。怀庆继续传书道，提及秋露，前阵子魏恭帝上来一份密信，信中提到佛门打算在入秋时举办佛法大会，正广发消息，召集信徒。所以秋露和佛门的佛法大会有关。窥屏的阿苏罗见到话题扯上佛门，忍不住冒泡了。楚状元分析道。4. 如果谷神提及的秋露和佛门有关，那么这句话就是通过灵音向宁燕传达某种信息。理由很简单，谷神不可能向灵音传递佛门情况，他还只是个孩子，这样做没有意义。如此看来，佛法大会有问题啊！谷神是在向我示警，或者借我的手破坏佛陀的某项计划，而这个计划与佛法大会有关。许七安陷入沉思。2. 但第二句话显然不是对许七安这个狗贼说的。李妙珍带着怨气传书，我怎么突然变狗贼了？许七安传书肯定了飞燕女侠的话，我也是这么想的。谷神似乎是在提醒灵音，告诉他不化谷，难逃大劫。这就有意思了。这句话透露的信息与大劫有关，谷神说不化谷，难逃大劫，反过来说，成了谷就能度过大劫。另外，那些不能化谷的生灵又会怎么样？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还记得丽娜曾经说过的话吗？天谷部的先知们曾预言，谷神苏醒之日，九州将化为谷的世界。怀庆的话一下子把众人的记忆拉回了2年前。当初丽娜在天地会内部分享如圣雕塑裂开了的信息时，曾经提过看守谷神是谷族永恒不变的方针，因为天谷部的先知们曾经预言，当谷神醒来时，整个九州将成为谷的世界。难道天谷部的先知们预言到的内容就是大劫，或者说是大劫中与谷神相关的部分？楚元稹心念电转，觉得自己猜到了真相。不化谷，难逃大劫，所以谷神要把九州化作谷的世界。原来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窥见了大劫的一角。李妙珍把线索串联起来后，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阿弥陀佛，原来如此。窥屏中的恒远大师恍然大悟，所以谷神是希望灵音能早点把蛊术修到高深境界，甚至从人类身份转化为蛊，不然大劫来临时难逃一死。这是什么见鬼的师徒情深？许七安心里腹诽。阿苏罗和李灵素入群虽早，但通往最迟，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又惊奇又震撼。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这和谷神入梦灵音有什么关系？和最后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在众人浮想联翩、心情复杂之际，窥屏已久的丽娜发表了她的疑惑。没人搭理她。9. 我总觉得不化谷，难逃大劫这句话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只是一时间理不清思绪。金莲道长昨夜与群猫嬉戏于屋顶、街巷和围墙，乐不思蜀。天亮后，群猫散去，道长便在自家的院子里打盹晒太阳。本来是不想搭理天地会群聊的，奈何几个小后生聊起来没完没了，心悸不断，无法打盹，道长只好参与进来。没想到聊的情报如此高端。2. 道长出来了，我还以为你又闭关了呢，我们聊了这么久都不见你出面。众人纷纷打招呼，同时心里腹诽。金莲道长不会又附身于猫，夜里出去鬼混了吧？3. 道长，你是昨夜与小母猫嬉戏去了？这种话也就许宁燕敢肆无忌惮地说，完全不给道长面子。众成员心里暗想，他们怎么都不回我的话，到底怎么回事嘛？丽娜也暗暗想着。9. 胡说八道，此事事关重大，贫道难免多想了些时间。化谷之事暂且不提，秋露应该指的是入秋，谷神想说的应该是入秋时佛门会有动静，也就是1号刚才说的佛法大会，谷神应该是想借你之手做一些针对佛陀的破坏。金莲道长的猜测与我不谋而合，许七安暗暗点头。7. 为何不是大劫来临的时间？圣子提了一个大胆的猜想。3. 如果是大劫来临的时日，谷神会向我透露。你别忘了，
我们和他亦是敌人。李灵素被说服了，又简单讨论了几句，为2句话做定性后，许七安退出群聊，把地书碎片收好，转头看向一边的妹妹。许灵英像一只馋嘴的兔子，嘴唇蠕动，吃着清香甜腻的糕点。拿着糕点出去，大哥要一个人静静。许七安把小豆丁打发出去，一个人坐在桌边静静思考。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变成橘色。终于，他回过神来，看一眼角落里的水漏，已经是酉时3刻。恰好此时，书房的门吱的打开，临安的大宫女迈步进来，细声细气道：“驸马，殿下唤你去厅里用膳。”许七安脸色温和的点头，边起身边问道：“殿下呢？”他在书房坐了一下午，临安居然没找他，是爱消失了吗？大宫女嗓音软弱的回答：“殿下在厅里和穆夫人下棋呢。”穆姨是许七安叫的，下人们管花神叫穆夫人。这位穆夫人相貌平平，年过40，据说是个寡妇，因为和许家主母关系亲密，所以借住在府上。府上仆人里流传着一个说法，这位穆夫人是许银罗的相好，两人有着见不得光的私交。近来临安殿下变着法子打探穆夫人的底细，处处和她较劲，就是听信了这些流言蜚语。出了书房，穿廊过院，走过花香阵阵的庭院，他来到内厅，看见婶婶站在屋角的高脚凳边，给一丛碧绿喜人的青罗浇水。看见许灵月低着头，青葱玉指捻着针线，专心给一件青袍绣上精美云纹。看见林安和木南枝趴在棋盘边，脸色严肃，秀眉微蹙，杀得半斤八两，不可开交。看见叶姬坐在林安身边，面带微笑地看着2个青铜厮杀，而他的对面是许元霜。看见丽娜坐在桌边托着腮，百无聊赖地等着开饭。看见姬白琴手里捧着一本书，边饮茶边看书。他站在那里，忽然不太敢靠近，害怕打破如此和谐、如此温馨的一幕。这时，许灵月抬起头，见大哥站在厅外，美眸一亮，嫣然道：“大哥。”众女眷纷纷望来，展颜一笑，刹那间群芳争艳。许七安跨入内厅，假装看不见林安和花神的较量，道：“娘今晚也在这边用膳。”姬白琴点点头。待会儿袁怀会过来，许七安环手四顾，看向服用养颜丹后瓜子脸越发美艳动人的婶婶、二叔和二郎呢。散值时间是申初，早就过去好几个时辰了。婶婶显然并不关心儿子和丈夫，继续摆弄心爱的盆栽，随口回应：“应该是在外应酬吧。不管是二郎还是许平志，官位越高，地位越高，饭局也会越多。婶婶是觉得，只要儿子和丈夫不去教坊司或青楼鬼混，她就懒得多管闲事。当然，勾栏也是不行的，只不过勾栏的档次太低，许家男人怎么可能去那种低端地方花天酒地，所以没在婶婶的考虑范围内。侄婶俩正说着话的功夫，许二叔回来了。二叔穿着玉刀卫的轻甲，腰悬佩刀，步伐伴随着甲片的铿锵声，他一手按刀，一手拎着一袋牛油纸。哟，好久没买青桔了。婶婶早已见怪不怪，道：“回头煮成汤给林英喝，健脾开胃。”许二叔点点头，见侄儿斜着眼望着自己手里的青桔，二叔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不屑，道：“宁燕也想吃？行啊，回头让你婶婶也给你准备一碗。”自己也不干净的许七安默默地扭过头去：“娘，我肚子饿了。”这时许灵英脑袋上顶着白鸡，欢快地跑进来，隔着老远看见桌上的青桔，欢快的步伐猛地一顿，他露出了警惕的神色，如临大敌：“肚子饿了，来吃个青桔垫垫。”许二叔连忙给女儿剥青桔，把皮汁溅得到处都是，刺激婶婶和屋内女眷的嗅觉。哪有吃青桔垫肚子的？许七安心说：“二叔你做个人吧。”许二叔也没打算真的让女儿吃，反正他的目的达到了，当即点头道：“那就丢了吧。”丢了。许灵英默默结果青桔放进嘴里，然后脸色狰狞地咽下去。等他好不容易把那只青桔吃完，许二郎回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青桔。这青桔有那么好吃？姬白琴盯着许二郎手里的青桔，眼中有着困惑。没记错的话，袁怀前阵子天天买青桔，并且一个不剩的吃光。姬白琴本来不太在意，今天见到许平志和许新年接二连三的买青桔回来，心里就觉得奇怪。婶婶和林月早就习惯了，前者说道：“青桔是胃药，不太好吃，但对身体好。”这是许家三爷们给婶婶灌输的概念。许二郎把那袋青桔塞进幼妹怀里，嘱咐道：“记得吃完。”然后就自顾自地在桌边坐下，接过绿娥递上来的热茶，润喉止渴。小豆丁看着桌上一袋青桔，怀里一袋青桔，竖起浅浅的眉头，露出凝重的表情。他最高纪录是吃掉3袋青桔，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眼下只有2袋，还好。况且家里有师傅和白姬替他一起吃。姬白琴目光望向厅外，突然露出笑容：“袁怀回来了。”厅外青石板铺设的小路，许元怀穿着打更人的叉服，胸口挂着铜锣，腰悬制式佩刀，左手拎着一袋青桔。许元怀迈入内厅，
忽然发现所有人都盯着自己手里的那袋青菊，并露出古怪表情。宁念把青菊的用法告诉袁怀了。许二叔露出恍然之色，由衷的感到欣慰，觉得许家的晚辈都得到了自己的传承。大哥这个蠢货，法不传六耳，到处乱叫人，暴露了怎么办？呸！粗鄙的武夫！许二郎心思更细腻，这种秘法他是不愿意交给便宜堂弟的。怎么感觉大家的眼神怪怪的？许元怀不禁一愣，接着他发现二房的幼妹怀里也抱着一袋青菊，目光发直，愣愣地盯着他的青菊，露出渲然欲泣的模样。他想吃，许元怀心里一动，挤出一抹自以为友好的笑容，然后把青菊塞进小豆丁怀里。嗷嗷嗷！许家的晚宴是在许灵英的嚎哭中开始的。深夜，许七安和林安结束了双休，他罕见的有了些许困意，迫不及待想要入睡。对于他这个境界的高手来说，睡眠早已是可有可无之事。武者的危机预警，不对，是国运预警。许七安立刻抓住问题的重点，国运预警以前发生过，那就是监正被封印，大凤处于灭国危机时，国运曾经向他预警。没有犹豫，许七安当即遵循内心，陷入沉睡。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他看见西方有一轮照亮世间的大日正冉冉升起，驱散了黑暗。而在东北方向，厚重的乌云遮蔽了天空，层层叠叠的翻涌，乌云汇聚成一张人脸，冷漠无情地俯瞰着大地。遥远的南方则有一双血红的眼睛，隔着千山万水注视着北方。南方以南更遥远的地方，有扭曲的阴影在张牙舞爪，看不清具体形象。梦境豁然破碎，许七安翻身坐起，冷汗浸透了睡衣，他缺氧般的大口喘息。怎么啦？林安刚入睡不久，被他的动静吵醒，不满地翻了个身，扭一扭水蛇腰，语气娇憨中透着慵懒。他软绵绵地贴过来，抱住许七安健硕的腰身。我出去一趟，你先睡。许七安把2条雪白藕臂拿开。去哪里？林安一下子清醒了，坐起身，桃花眸子凶巴巴地瞪着他。他的胴体洁白细腻，宛如无瑕美玉，胸脯处残留大片大片的吻痕，风情万种的水蛇腰也被种了几颗草莓。刚才做噩梦了，我怀疑如圣封印出了状况，得去看看。许七安捏了捏他颇有肉感的脸颊。成亲之后，林安平日里不会管束他，但夜里必须陪他睡，交公粮，不给许七安夜不归宿的机会。一听是正事，他便没有再问，只是皱了皱眉。简单安抚林安几句后，许七安起身下床，迅速披上袍子，穿戴整齐，然后坍塌成一团阴影，消失在房内。夜色沉沉，一轮圆月挂在天穹，洒下洁白的月辉，星子寥落。径山城外，海面掀起银色的波浪，海风送来哗啦啦的浪声。古老而巨大的宫殿内，萨伦阿古睁开眼睛，沉默了片刻，迈出一步，直接来到祭台，来到头顶荆棘王冠的雕塑边。祭台的另一头，如圣雕塑边站着一位青衣年轻人。果然，巫神进一步挣脱封印了。年轻人盯着如圣雕塑上裂开到小腹位置的裂缝，想来古神也差不多了吧？他又说道。萨伦阿古笑道：“你深夜来此，是因为气运预警了。”语气里没有幸灾乐祸，只有淡然。随着巫神进一步复苏，巫神教底气越来越雄厚。看什么都是淡然的。许七安并不回答他，目光从如圣雕塑挪开，望向巫神。巫神安静地立于夜色中，没有因为一品武夫的到来有任何反应。真是目中无人啊！许七安感慨一声。萨伦阿古缓缓道：“你没时间了，最迟年底，巫神便会破开封印，重临世间。古神亦然，而佛陀会在他们之前。”许七安，大凤没有超品坐镇，中原凝聚了人族最精华的气运，终将被超品们瓜分，你挡不住的。纵使你成为半步武神，与神书联手，又如何挡住3位超品？何况还有海外虎视眈眈的荒守门人还在他手中。许七安沉默不语。隔了一会儿，他自嘲道：“我还以为你会尝试拉拢我。”萨伦阿古微微摇头：“我不会拉拢必死之人。你凝聚了大凤一半的国运，是超品们争夺的食物，也许你会先大凤一步灭亡。”他语气平静，就像在阐述事实。一阵风吹来，凝聚成纳兰天路的模样。这位语师怜悯地看着许七安：“你大概会是史上最短寿的一品武夫。”2位灵会师的身影出现在远处，或讥笑或嘲讽地望着许七安。许七安扫过萨伦阿古、纳兰天路以及2名灵会师，接着看向巫神雕塑。呸！他大逆不道地吐了一口唾沫，大步离开。有胆子就来，老子在中原等你们。许七安腾空而起，在刺耳的音爆声里刺向天空。南疆极渊里，夜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巨响。许七安像一架超音速战斗机，凶悍地从高空扎入极渊。他携带着可以撞塌一座山的动能，掀起庞大的气流，冲入极渊后，在距离如圣雕塑不足3丈时，违背力学原理的停顿下来。所有的惯性、动能在刹那间收束，气流平息。
许七安落地的瞬间，立刻审视如圣雕塑，发现裂缝不出意外的扩散到了如圣的腹部，情况不妙。极园里的雕塑破损情况与径山城的那尊差不多，这是不是说明巫神和古神的实力相差不大？他苦中作乐地分析出一些超品的蛛丝马迹，最多到年底，超品就要破除封印了。许七安凝视着如圣雕塑，许久没有说话。中原没有超品坐镇，疑似守门人的监正又被封印着，不知道有什么谋划，且联络不上。到了这一步，他什么人都指望不上了，没有大佬的腿可以让他抱，因为不知不觉间，他已是中原最强的大佬。可即使他晋升速度已经很快，想对抗超品，依旧是螳臂当车。唉，巨大的叹息声回荡在极渊中，许七安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皇宫里，御书房，夜幕漆黑，外头火把的光芒缓缓移动，值守的禁军从御书房外走过。李灵素打了个哈欠，望向对面大椅上的许七安，低声道：“深更半夜，把我们召集过来，有什么事？”他的左边是飞燕女侠蓝莲道长，天宗前圣女李妙珍，他的右边是头发花白、穿黑色道袍的地宗道守金莲，然后依次是高大魁梧、丑帅的阿苏罗，额前一缕白发、背负法器长剑的楚元稹，穿将洗发白那衣、脸色苦大仇深的恒远。第一次进御书房，好奇的左顾右盼的丽娜。自许七安大婚后，天地会成员第一次聚齐，其他人没有说话，注视着许七安，等待他开口解释。我去过境山城和南疆极渊了。许七安叹息一声，如圣雕塑的裂痕又扩大了，最迟年底超品就会重临世间。天地会成员面面相觑，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脸色凝重。最迟年底，大劫降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应该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坏消息。李灵素脸色微变，而你对于如何晋升武神毫无头绪。坐在大案后的怀庆低声道，他的话加重了天地会成员的焦虑，让众人不由得皱起眉头。而就算晋升半步武神，也不可能挡住3位超品。金莲道长叹息一声，还有海外的荒，他想吞噬监正，就必须灭掉大凤。阿苏罗提醒道，然后就没人说话了，彻底把天聊死。这是一个死局，比当初监正被封印，云州叛军势如破竹的情况更加无解。至少那时的破局之法有骆玉衡，有阿苏罗，有许七安的众生之力等等。可是现在涉及超品层次的战斗，超凡只是有入场券，根本左右不了大局，如何是好？即使聪慧如怀庆，才智超群如楚元稹，反正除了丽娜，天地会成员的智商都不差，可就是想不出破局之法。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计谋都是歪门邪道。许七安打破沉寂道，路要一步一步走，我现在的目标是晋升半步武神，明日便出海，最多3个月，3个月后不管有没有晋升半步武神，我都会回来。宋清已经参透监正留下的阵法，并克制成阵盘交给许七安，只要他能寻到合适的吞噬对象，便可祭出阵盘，辅助他炼化对方的生命精华。许七安接着说，我们至今不知何为大劫，但知道敌人是谁就够了。超品由我和神叔去扛，你们不用管，但佛门的超凡、巫神教的超凡需要你们去扛。楚兄，希望我归来之时，你已经踏出自己的道，晋升超凡。阿苏罗，你距离一品只差1线，如何突破？选择走哪条路？你自己斟酌。金莲道长，你已重返巅峰，是2品大圆满，渡劫可有希望。还有恒远大师，你的杀贼果位不要浪费，不知如何炼化，使用的话可以向阿苏罗请教。诸位，时间有限，尽快提升自己吧。3个月后，如果我还不能晋升半步武神，我希望大家能离开九州，出海避难。至于圣子，天宗封山，隔绝红尘，你是天宗圣子，应该还回得去，带着身边的红颜知己上山避难去。话说到这份上，连李灵素都没了插科打诨的兴致，沉默着点头。许七安起身，朝众人拱手：3个月后见。天地会成员蓦然起身，低声道：保重。次日，10万大山万妖女皇的寝宫里，身段曼妙、背影无限美好的银发妖姬坐在梳妆镜前，姿态妩媚的描眉，咯咯笑道：海外地图哪有这种东西，我们妖族可没有画地图的习惯。9条毛茸茸的狐尾拖曳在地，像是漂亮的白裙子。身后几丈外的许七安皱了皱眉，心说：你玩我呢？之前借助符香联系的时候，明明说好的。九尾天狐转过身来，修长的玉腿并在一起，严丝合缝，媚笑道：本国主亲自陪你出海。许银罗旅途寂寞了，本国主还能侍寝，助你排解苦闷。他笑容仿佛能勾人，妖冶魅惑。清晨，东海上薄雾弥漫，姹紫嫣红的朝霞将天海遥遥隔断。碧空中晨星寥落，几只海鸟悠然划过，贴着蓝紫色的海面自在飞翔。许七安站在船头，迎着海风劈波斩浪般的前行。
身后几丈外，小蛮腰系着皮球，充当裙子的九尾狐坐靠在船舷边，眯起狐媚的眸子，眺望远处海面。海风吹拂里，睫毛微微颤动，侧颜精致绝美，风华绝代的尤物。他们脚下这艘船是司天剑的法器，每日能航行千里。船的动力是孙玄机刻在底舱的水系和风系阵法。以这艘船的建造材质，使用寿命大概是2个月，再长就需要术士进行维护、更换阵法以及承载阵法的材料等。很新奇。九尾狐的笑容就像一个老司机在调侃还没毕业的小弟弟。幽冥残距离南疆不算远，这次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出海，是不是对海外非常向往？他在船头都站了好几个时辰了。许七安充耳不闻，凝力远眺，许久后指着海平线的尽头，嗓音低沉：知道海的那边是什么吗？九尾狐一愣，本能的回答：神魔后裔。不。许七安摇了摇头，转过身来，双目灼灼。我原以为海的那边是自由，后来发现是敌人，再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病毒。见狐妹子神色呆呆的，写满茫然，许七安就觉得索然无味。没意思，听不懂我的梗。这时候九尾狐反应过来，嗔道：你又说胡话了。许七安反问：什么叫又？好像咱们很熟的样子。九尾天狐显然不是有问必答的乖顺女子，眨巴一下眸子，狡黠道：你猜。除了福香还有谁？许七安没搭理他，懒得回答，继续眺望海面，道：跟我说说你在海外的见闻吧。银发妖姬收敛媚态，望向西南方，道：往西南方再航行500里，有一座布满溶洞的岛，岛上栖息着鲛人，鲛人女王是超凡境，估摸着是3品初期的实力。那里是我们出海后第一个坐标，到了鲛人岛就要往南航行了。鲛人啊，超凡差了些，即使抽干他的精血，对我也毫无裨益。许七安心里一动，他们是不是会唱歌？用歌声引诱出海的渔民，把他们骗进海里吃掉。九尾天狐摇头，他们想吃人，需要用歌声引诱，随便掀起风浪，打翻船只就成。这和我想象中的鲛人不一样啊。许七安不甘心地问道：他们长什么模样？九尾天狐闲聊般的科普：人身鱼尾，尾巴覆满青色或黑色硬鳞，鲛人容貌娇美，不管男女都有着极为出色的外表。据说他们对配偶极为忠诚，一旦确立配偶关系，便只会对他发情，而一旦配偶死亡，鲛人便不会再另寻新欢，甚至会离群索居。年岁达到300年的鲛人体内会结出一种珠子，握着珠子见到心上人，珠子就会发光。你这让我想起了困扰广大青年的问题，是选头还是选尾？许七安一边在心里吐槽，一边点评道：很有意思的族群，唯一的遗憾就是人身鱼尾，观赏性极强，实用性不高。除了熟悉的航线，你有尝试过拓宽航道吗？许七安说道：你没找到同族，很可能他并不在你熟悉的这条路上，所以说你没出过海，见识有限。银发妖姬嫣然一笑，笑容里有着某种优越感，就像天空翱翔的雄鹰在俯视井底的青蛙。海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虽然你如今能朝游西域木镜山，可九州只是这片天地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你根本不知道九州之外的世界有多广阔，也不会知道海洋有多磅礴，多浩渺。一旦走错了路线，很可能迷失在茫茫大海里。即使你是一品武夫，能御风飞行，也会迷失。我告诉你一些普通超凡强者不会知道的秘密。曾经有神魔后裔出海探险，结果迷失在了无边无际的海洋里，等他重新返回九州，已经是10几年后的事。你知道他是怎么找回来的吗？这涉及到此方世界的一个秘密。说完，银发妖姬目光紧盯着许七安，试图从他眼里看出惊讶和求知欲。什么秘密？许七安漫不经心地问道。无非就是绕世界一圈，然后发现这片世界是圆的。他心里吐槽。九尾天狐不满意他的态度，娇哼一声，改变主意，不打算告诉他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比如九州之外，浩渺汪洋上不是只有岛屿，也有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比如那位神魔后裔漂泊数年后，朝着一个方向飞，结果竟然回到了九州，发现原来天地是圆的。这些秘密虽然不重要，却关系着天地的本质。许宁燕这家伙晋升1品后，态度便如此倨傲，他不高兴告诉他这些，让他当一个没见识的九州土著。在你所知的路线里，有没有2品境的神魔后裔？许七安问道。银发妖姬摇头，本国主一个人便能横推路径上的所有神魔后裔聚居地，这就有点难受了呀，留下的都是些歪瓜裂枣，毫无用处。许七安眉头紧皱，如果要依靠3品境的精血晋升半部武神，几乎是不可能的。虽说量变可以引发质变，但这个量的界限在哪里，许七安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杀光九州的所有3品，包括神魔后裔，都未必能支撑他晋升半部武神。本来就是出海碰运气，你别抱太大期望。不过呢，过了鲛人岛，往南800里或许会有收获，那里是一片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九尾天狐没把话说死，
什么地方？许七安顺势问道。但银发妖姬卖了个关子，没告诉他。两人就这样在海里漂泊了3天。第4天，许七安意识沉浸到地书碎片中，发现混沌空间里对应8块碎片的光团已经变得极为暗淡。这意味着他手里这块碎片与其他8块碎片的联系已经极为微弱，用通俗的话说，没信号了。感觉再过几天我就要飘到失联了。意识沉浸在地书中的他，耳廓一动，听见银发妖姬柔媚悦耳的嗓音：“那边是鲛人岛了。”许七安连忙睁开眼，看见九尾狐高挑的身段站在船头，指向海平线尽头，那里隐约有一座岛的轮廓。因为距离和角度的原因，只能看到岛屿的一角，分辨不出它具体有多大。银发妖姬笑盈盈道：“鲛人性情比较温和，咱们可以到那里做客，顺便了解一下海底有没有神魔后裔聚居地。你知道的，水属性的神魔后裔喜欢居住在海里，而海底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鲛人则是陆地和海底都可以生活。他虽然出海数次，但始终没有对海底进行探索。狐狸精不擅长水战，如果运气不好，遇到同境界的水系超凡，极可能会翻车。当然，粗鄙的武夫就没这方面的顾虑，哪怕遭遇同境界水系超凡的袭击，武夫也能凭借自身的粗鄙，在挨一顿最毒的打后，安然无恙地回到海面上。没记错的话，鲛人女王还未婚配，许银罗可以收服她，带在身边，寂寞的时候灵性。狐狸精媚笑道：“调侃我会让你感到快乐。”许七安斜他一眼，话锋一转：“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去鲛人岛打探情报吧。”正说着，翻涌的碧波送来一具浮尸，这具尸体身体已经被泡得发白，上半身形象与人类女子相差不大，头发是墨绿色的，后背长着一排小巧的背鳍，下半身应该是鱼尾，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尾部齐腰而断，断口血肉模糊，像是被某种怪物硬生生咬断。这位鲛人身上穿着一件藤蔓编织的轻甲，轻甲内血肉模糊，早已死去多时。咦？九尾天狐审视着尸体片刻，道：“这是鲛人女王的亲卫队。看来鲛人们遇到麻烦了。”许七安招了招手，在碧波白沫中再沉再浮的女性鲛人尸体浮空而起，在两人面前悬停，没有明显清晰的牙痕，行凶者的身躯应该非常庞大，直接一口咬断。许七安审视着鲛人腰斩处的伤口，做出判断，是遭遇了大型掠食者。九尾天狐等他说完，语气平静地接过话题：“据我所知，这片海域附近没有大型掠食者盘踞栖息。如果这个鲛人不是鲛人女王的亲卫，而是普通鲛人，那可能是遭遇了偶然间误入鲛人海域的掠食者。至于现在吗？鲛人岛多半出问题了，因为女王的亲卫是不会离开鲛人女王身边的。”许七安点点头，所以亲卫遇到掠食者，就等于女王遇到掠食者，而鲛人女王是超凡强者，却仍有亲卫被杀死，推理结果不言而喻，敌人也是超凡。海外超凡强者这么多，一出海就能碰到俩。许七安满脸惊讶，像鲛人岛这种族群世代栖息地，就类似于一个小型势力，由神魔后裔组成的势力，有着超凡强者坐镇是可以理解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幽冥残栖息的残岛，但随随便便就遇到超凡，仍有些夸张。银发妖姬撇嘴：“我上次出海，除了固定栖息地上的那些强者，几乎没有在途中遇到过超凡境神魔。言下之意，这种情况属于小概率事件，可能是鲛人族招惹了什么强敌，或者恰好有别处的神魔后裔游荡到这里。”许七安接着观察尸体，忽然眉头一皱，道：“或许有麻烦的是我们。”九尾天狐看着他，用疑惑的腔调了一声。这具鲛人尸体泡在水里的时间超过10个时辰，但鲛人们却没有寻回同伴的尸体，而尸体上也没有被海里鱼虾啃食的痕迹。许七安笑道：“这说明什么？”银发妖姬冰雪聪明，稍一点拨，立刻明白了过来。他皱着眉头说道：“那个强大的掠食者还在附近海域游曳，所以鲛人不敢出岛，附近海域里的生灵要么被吃了，要么吓走了，因此这具尸体保存相对完好，没有被海里的鱼虾啃食。”碧波荡漾，船只保持着匀速前行，随着波浪微微起伏。接下来的路程中，许七安和九尾天狐沉默地等待着什么。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咸腥的海风吹起发丝和衣角。突然间，许七安耳廓一动，听见不远处的海底暗流忽然汹涌，有庞大的怪物在水中游动。与此同时，舞者的危机预感开始示警，赤裸裸的杀意和恶意不加掩饰。许七安看了一眼银发妖姬，狐狸精走到船舷边，两条大长腿修长有力，小腰轻轻一扭，一根毛茸茸的狐尾豁然翘起，刺入海面。另外8条尾巴扬起，孔雀开屏一般徐徐浮动，蓄势待发。许七安凝神细听，耳边尽是哗啦啦的涌动声，海面下的暗流一下子猛烈的无数倍。缠住了，他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这时，身边的九尾狐景致健美的大长腿猛地绷紧，双膝微微一沉，
身后的8条尾巴一瞬间绷直，小腰一扭一拉，就像一个吊手一般发力。下一刻，海面隆起，水花喷涌，哗！白沫和碧涛喷起10几丈高，在泼天大雨中，一道庞大的巨影跃出海面，映入许七安和九尾狐眼里。这是一条蛟龙，通体覆盖漆黑鳞片，头颅狰狞丑陋，背部长着一排骨刺，额头也有一根长枪般的角。与寻常蛟龙不同，它的四肢极为粗壮，爪子之间长着厚厚的肉脯，整体形象看起来更像蜥蜴。此外，它的身躯遍布着扭曲的、错乱的纹路，看一眼就会让人头晕眼花、胸闷呕吐。三品中期的样子，气血浑厚，实力很强。许七安瞧了一眼，便估摸着对方的修为。这不是他眼光有多毒辣，而是蛟龙没有收敛气息，尽情地张扬着凶狂气焰。他双眼一片赤红，充满暴力，缺乏足够的理智。这条蛟龙身躯被毛茸茸的狐尾缠缚，眼见无法挣脱狐狸尾巴，沉沉低吼一声，竟一头撞了过来。哼！银发妖姬艳丽红唇一挑，身后8条蓄势待发的尾巴铁索般的窜出，分别勾住蛟龙的颈部、四肢、尾巴以及腰身。噗噗，让人毛骨悚然的血肉分离声里，蛟龙身躯寸寸分离，猩红的血水洒落。许七安赶在血水洒落海面之前，将它们收集起来，凝于掌心。被分成一段段的蛟龙依旧没有死去，断口血肉蠕动，试图再生，但他失败了。九尾狐深谙对付3品神魔后裔武夫的方法，那就是切片，切得越散碎越好，然后把残肢控制，不让它们汇聚在一起。如此一来，虽然生命力强悍的缘故，超凡不会立刻死去，可残肢的生命力并不足以再生出一个全新的躯体。就像现在这样，蛟龙的每一段身躯都在尝试重生，可它们的精血有限，不可能长成一个全新的个体。它的灵智似乎出了问题，无法沟通。九尾狐审视着蛟龙片刻，做出判断：是什么让一条超凡境的蛟龙神智出了问题？许七安说着，屈指一弹，只听噗的一声，蛟龙头盖骨被掀起，碎骨块和脑补组织四处飞溅。同时，一条虚幻的蛟龙从肉身中分离，这是它的元神。蛟龙的元神是完好的，但它的暴力凶狂没有因肉身的遭遇而好转。当空盘绕一圈后，又朝船头的2人俯冲而来，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啊！这样的话，就算是道术中的问灵也问不出有用信息。哦，忘了，我只是个粗鄙的武夫，不会道术。许七安张开嘴，用力一吸，宛如深渊巨口，把蛟龙的元神吸入嘴中。许七安后颈处七绝骨撑起皮肤，露出清晰的轮廓，头部微微蠕动，像是在咀嚼着什么。请许七安道，把它拼回去。九尾天狐松开禁锢，把一段段躯体、四肢凑在一处，它们便自行蠕动着接续，很快就恢复成一条凶狂强大的蛟龙。蛟龙静静悬在空中，一动不动。许七安张嘴把龙魂吐了出来，龙魂没有了方才的凶狂，但神情呆滞，形体愈发的虚幻，且头部不再是狰狞的蛟龙头，而是三角形的虫头。他的意识被抹除了，三魂中的天魂也被七绝骨吞噬。这是尸骨踏入超凡境后的能力，吞噬傀儡的部分魂魄，然后把剩下的残魂与子骨融合。换而言之，此时的龙魂就是子骨。龙魂回归蛟龙肉身，他的眸子恢复了些许灵动，但相较正常生灵而言，依旧有些呆滞。九尾天狐见状，收回尾巴，任凭蛟龙落于水中。蛟龙乖顺地绕着船只游曳，像是忠心的侍卫。蛊术确实好用，这就收服了一个超凡境的神魔后裔。九尾天狐言语间满是羡慕。虽然是蚊子肉吧，但3品的生命精华对我来说也是大补。这趟出海如果没有猎杀到2品乃至1品的神魔后裔，收集一些3品也不错，总比空手而归要强。许七安还算满意，有收获，心里就安稳一些。九尾天狐趁机捞好处，娇声道：“许银罗，见者有份呀。”这时，蛟龙脑袋探出海面，口吐人言，抱怨道：“有没有搞错阿 Sir？ 这么鸡婆的女人还留在身边，睡了她，再把她踢到海里啊！铺盖子！”银发妖姬面沉似水，怒视许七安。他说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许七安笑容满面，没打理狐狸精的不快。许七安凝神感应了一下蛟龙的天赋，眉头顿时皱紧，睁开眼，诧异道：“这条蛟龙有问题。”银发妖姬冷笑道：“是他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许七安不是在说笑，蛟龙的天赋神通异常混乱，有水系、火系、雷系、土系等元素类神通，此外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神通，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他边停下船只，边把自己的发现告知九尾天狐。银发妖姬听得秀眉连皱，道：“不可能！”他似乎想起了什么，2条狐尾探出水中，在哗啦啦的海浪翻涌中将蛟龙抓了出来，浮在半空。妖族的天赋神通通常凝于内丹中，神魔后裔的话，看血脉稀薄而论，神魔血脉纯度高的会烙印在血肉体表。
血脉稀薄的则烙印在内丹中。九尾天狐说道。许七安说道：这条蛟龙身上的纹路就是天赋神通吧？亮晶晶的美眸凝视着那些扭曲的纹路，银发妖姬边点头边开口说道：我大概知道原因了，这些纹路会混乱元神，所以刚才我没仔细观察，你看他们是错乱的。许七安颔首。九尾天狐继续道：非但如此，这些纹路所代表的天赋神通全部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纹路都是残缺的，它就像是残缺天赋神通的聚合体。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知到天赋神通乱七八糟的原因。许七安沉吟片刻，凝视着妖姬美艳的面孔道：这是什么情况？专业问题请教专业人士。我怎么知道？他翻了个娇媚的小白眼，接着脸色凝重。天赋神通生来便有，是存于血脉中的，有的是单系，有的是双系，但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仅是天赋神通残缺就足以说明问题。许七安斟酌着说道。他陷入狂暴，丧失理智，会不会和身上奇怪的纹路有关？正因为多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神通，所以才疯魔了。九尾天狐嗯一声，我也有这样的怀疑，但他的神智已经缺失，之前去过哪里，遭遇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一脸可惜。许七安却笑道：我们不知道，但鲛人女王说不定知道。先去拜访鲛人岛，探探情况，咱们帮他解决了一个强敌，打探一些情报总不过分吧。除此之外，还有各处神魔后裔聚居地、强大生物栖息地等情报。顺便见一见以美貌著称的鲛人女王。这时，不远处的海面上钻出一颗脑袋，是个模样极为标致的美人，有着墨绿色的头发、碎金般的瞳仁以及尖尖的耳朵。既好奇又胆怯地打量着船头的许七安和九尾狐。来得正好，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探出手掌，五指用力抓射。女性鲛人脸色惊恐地挣扎起来，修长的鱼尾不停地拍打，就像一条被人拎在半空的鱼。许七安这才看清楚，鲛人的下半身与普通的鱼类相差不大，但分叉的尾鳍厚实宽大，感觉一甩尾就能把人拍死。鱼尾甩动有力，线条优美，搁在人类女性里，这就是是双健美的大长腿。许七安注意到她身上穿着藤甲，脖梗挂着珍珠，扇贝串成的项链传达意念。你是鲛人女王的亲卫。鲛人肯定不会说人类的语言，好在元神强大到一定程度，可以直接传播意念，代替语言。最粗浅的用法就是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想用意念代替语言，元神层次至少超凡。只针对武夫来说，你们是什么人？那女性鲛人说道。鲛人说的是神魔语，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语言，所以许七安没听懂。银发妖姬淡淡道：你没资格向我们发问，回答我的问题。他当即外放一缕气息，便让女性鲛人鱼尾站立，露出恐惧的神色，用力点头。九尾天狐脸色严肃，瞧着极为冷艳，这时候的他才有了几分女王的高冷，问到：你们鲛人岛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说着看了岩甲板上的半截人鱼尸体。被许七安拎在空中的女性鲛人目光停留在甲板上的尸体，露出悲哀之色。不久前有个强大的神魔后裔来到鲛人岛，吞噬了我们不少族人。女王率领亲卫出海战斗，没能赶走对方，好多姐妹都被吃了。鲛人的爱情观忠贞到极刑，遇到任性的夫妻还会坚持一胎制度，别说3胎2胎他们都不愿意。所以即使经过无尽岁月的繁衍，交口数量也一直上不去，有时候甚至是负增长。每一位族人都异常珍贵。许七安问道：这条蛟龙为什么要吃你们？女性鲛人憋屈地摇头道：我不知道，族人们现在躲在岛内的溶洞里，不敢出海。女王受了伤，在宫殿内休养。我是出来探查情况的，刚才听见这边有她的吼叫声，便过来看看。说到这里，他又想起了被怪物支配的恐怖，碎金般的眼睛慌乱地转动，左顾右盼，战战兢兢道：你们也遭遇了他的袭击吧？我只是来探查情况，并无恶意，求求你们放过我，若是让他发现我，他会发狂的。见许七安和九尾天狐脸色平静，一副完全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样子，他愈发焦急。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一遇到鲛人就会发狂的，他一旦发狂，女王都不是他的对手。不要以为他离开了便觉得不过如此。听不懂神魔语的许七安转头望向九尾天狐，后者把女性鲛人的话翻译了一遍。许七安脸色一变，指着女性鲛人身下的海面，惊慌道：是他吗？女性鲛人低头一看，只见碧波起伏的海面露出一颗狰狞的龙头，猩红的眸子森然地望着他，缓缓张开血盆大口。啊！他发出一声尖叫，脸色因为恐惧而扭曲，鱼尾痉挛般的颤抖，尾部某处裂开，喷出清亮的液体。这就吓尿了。等等，尖牙！许七安注意到，这位女性鲛人尖叫时，小嘴张开，露出2颗锋利的小尖牙。鲛人族没有口福啊！他有些遗憾地想，没再吓唬对方，
操纵蛟龙潜入海底。等女性鲛人的情绪得以平复后，说道：“她已经被我收服，现在带我们去见鲛人女王。”女性鲛人目光频频望向海面，没有完全相信，脸色依旧惶恐。许七安操纵着蛟龙浮出水面，操纵着它绕船只游曳，一副乖顺模样。女性鲛人亲眼目睹之后，渐渐接受现实，选择相信。她看向许七安的目光难掩惊讶。要知道，这条蛟龙可是比女王还强大的存在，而这样强大的生物居然心甘情愿的臣服，这比杀死他还要困难。他知道恶蛟神智癫狂，没有理智。想到这里，鲛人女性愈发的敬畏，但她仍倔强的摇头：“我要先向女王禀告。”她不可能私自带如此恐怖的强者去见女王，这是女王亲卫应有的觉悟，高于生命的觉悟。许七安微微颔首，早去早回，随手把他丢了出去。女性鲛人在半空划出一道弧线，扑通落入海中。京城灵宝观僻静小院里，楚元枕盘坐在静室中，望着对面蒲团上清冷绝美如9天仙子的骆玉衡。国师觉得我该如何走出自己的道，晋升超凡？楚元枕虚心求教。身为仁宗记名弟子，走的是剑道，楚元枕能请教的对象只有骆玉衡。许七安临行前的一席话，以及天地会成员陆续晋升超凡，都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让他迫不及待想要提升自己，超脱凡人，踏入超凡领域。骆玉衡在外人面前始终是清冷孤傲的模样，凛然不可侵犯。他略作沉吟，缓缓道：“仁宗3大剑术，玉、心、气，前2者想发挥极致，皆许强大元神作为支撑。你不修道门心法，4品已是极限。至于气，你的养意已经开辟出一条全新之路，只是此招讲究厚积薄发，可作为杀手锏，却难以用在正常对敌之时。”楚元枕苦笑道：“国师慧眼。”骆玉衡说道：“养意，养的义气也是情绪。仁宗的业火恰好是7情6欲，为何不尝试往这方面探索？”楚元枕眼睛一亮，继而神色复杂。他一边觉得国师给自己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边又觉得门后可能是万丈深渊。我要是被业火侵蚀怎么办？难道也找许七安双修吗？楚状元脸色更复杂了。鲛人岛溶洞里，岛屿内部遍布着天然的溶洞，溶洞的入口连接着海底，海水灌入溶洞，形成适合鲛人居住的天然的庇护所。阿紫摆动着强健有力的尾巴，搅动暗流，在海底快速前行，腋下的皮肉分离，露出可以在水下呼吸的鳃。不多时便返回了鲛人岛。他准确地寻找到一个通往溶洞的海底洞穴，灵活地钻了进去。很快穿过狭窄漫长的水底甬道，他开始往上浮，几秒之后顺利钻出水面。阿紫转化呼吸系统，抽动俊挺的鼻子，用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这是一个巨大的山窟，顶部倒挂着一根根犬牙交错的钟乳石，中间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河流两侧是凹凸不平但可供行走的路。阿紫沿着河流继续游动，7转8折后，终于看见了修建在巨大洞窟中的宫殿。这座宫殿紧挨着石壁，一半浸在水中，一半露在水外。建筑风格古朴简单，巨石堆砌，尖顶，没有太多的华丽修饰。洞窟里、宫殿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鲛人，他们或在水中，或坐在岸边，把鱼尾浸泡在水里，低声交谈，愁容满面。自从那条恶蛟来了之后，鲛人们便不敢再出海了。鲛人族2000多的鲛口，食物就成了极大的难题。最开始还有鲛冒险钻出海底洞穴，在附近捕捉食物，但渐渐的，鲛人岛周围已经没有可以捕猎的鱼类，再加上每次出去都有鲛被杀，便没鲛敢外出了。如今的食物来源是岛上的野果以及栖息在岛内的动物，可要养活整个鲛人族，这些食物依旧是杯水车薪。再这样下去不行啊！我已经饿了2天，再没有食物就要发疯了。可附近已经没有食物了，啃海草也好啊，出去是死，躲在这里也是死。那条恶蛟为什么要对付我们鲛人族？女王也不是他对手，该怎么办啊？窃窃私语声在鲛人群里响起，一个个脸色凝重，愁眉不展，缺乏笑容，族群里充斥着压抑和沉重的气氛。有些鲛人已经饿得浑身无力了。阿紫大人回来了。有族人看到了返回的阿紫，一边欣喜他没有命丧鲛口，一边饱含期待地问道：“有没有带回来食物？”阿紫摇摇头，附近早就没有鱼虾了。问话的族人满脸失望，周围带着殷切目光的鲛人神色也暗淡下去。隔了几秒，又有族人问道：“那条恶蛟呢？阿紫，你有遇到他吗？”族人们又重新望了过来。阿紫点点头，他被杀了。洞窟内猛地一静，远处的鲛人齐刷刷地扭头看来，眼神里带着震惊、质疑以及一丝丝的期盼。阿紫，你说什么？一位年迈的鲛人颤声问道。真的吗？阿紫，你说的是真的吗？别骗鲛啊，那怪物怎能可能被杀？女王还在殿内养伤呢。
阿紫，你要是骗人，我就去女王那里告你一状。周围的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纷纷追问，掀起嘈杂的声浪。这时，远处大殿的殿门敞开，一位中年女性鲛人手持钢叉游了出来，望着聚集在殿内河流里的鲛人群，训斥道：“女王在养伤，休要喧哗。”她容貌姣好，岁月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刻痕，眼角有着浅浅的鱼尾纹，但就魅力来说，比年轻的女性鲛人更有味道，更有风韵。这位中年女性鲛人旋即看向阿紫，冷峻的脸庞稍转柔和，道：“回来就好。”阿紫扭动腰肢，摆动鱼尾，游了过去，说道：“侍卫长，我要见女王，有事禀告。”中年女性鲛人微微颔首：“随我来。”两条鲛当即游进殿内。宫殿内部结构简单，一座巨大的水池，墙壁上镶嵌着数不清的夜明珠，宛如繁星点缀。水池中央是一座嫣红剔透的珊瑚雕刻而成基座，基座上则是一张同样由红玛瑙打造的大床，薄如蝉翼的纱帐垂下，一位身段婀娜、肌肤如玉的美人侧卧在床榻。她容貌倾国倾城，五官美得无可挑剔，墨绿色的长发如同海藻，柔顺的披散，高耸的胸脯用一张坚韧的鱼皮裹着，小腹平坦，肚脐眼显得可爱精致。只是脸色略有苍白，精致的美貌微蹙，呈现出一种我见犹怜的柔弱，而非女王的冷傲。回来啦！鲛人女王声音软如碎金般的目光宛如梦幻。阿紫瞅了一眼女王的小腹，已经不见了昨日夸张的伤口，心里微松。鲛人女王察觉到她的目光，柔声道：“没有食物，族人迟早撑不下去，明日我的伤势便能痊愈，我会尝试引走那家伙，你们趁机外出捕猎便是。”侍卫长脸色微变，张了张嘴，想要劝阻，最后选择沉默。那恶鲛实力强大，且同样有着水系天赋，女王未必能逃过她的追击，而一旦被纠缠上，又是一番苦战，甚至有陨落的风险。可这是唯一的办法了。阿紫吸了一口气，似乎下定了决心，说道：“女王，属下在外面遇到那条恶鲛了，还有2个来历神秘的强者。那条恶鲛被其中一个雄性人族收服了。应该是人族。”阿紫之所以不太确定是否人族雄性，是因为他这辈子就没见过人族，只听族中长辈口耳相传中描述过人族的外貌特征。神魔后裔居住在海外，几乎不与九州往来，不过每隔一段岁月，鲛人族就会派人登岸，打探一下九州的情况，了解九州的历史。因此沿海地区有着关于鲛人的传说，但流传不广。言归正传，越强大的神魔后裔化形成人身后，外表会保留部分本体的特征，除非用幻术掩盖，不然难以收束。比如女王化成人形后，瞳色、发色不会改变，身体某些部分会残留鳞片。阿紫没看见那个男人身上有特殊之处，所以大胆猜测是鸣人族雄性。对了，还有那个9条尾巴的狐狸。阿紫补充道，另一位雌性是神魔后裔。阿紫详细描述了九尾天狐的模样，重点夸赞对方无与伦比的美艳以及动人心魄的魅力，反而忽略了实力方面，因为他并没有见到九尾狐出手。鲛人女王皱了皱秀气的眉，继而露出恍然之色，柔声道：“我知道了，原来是他。”他看着阿紫，笑容透着水般的温婉柔美，轻声道：“你弄错了，降服恶鲛的应该是九尾狐，而非那个人族雄性。”阿紫一脸惊讶，心说不对啊，那人族雄性明明很强的，我亲眼看着恶鲛对他毕恭毕敬。另外，九尾狐是谁？边上的侍卫长回忆片刻，不太确定地说道：“女王，您说的是？”鲛人女王轻轻颔首。九州大陆南疆有一个万妖国，国主便是九尾天狐，他们是远古时代神魔青丘狐的后裔。300年前，九尾狐曾经来过鲛人岛，那会儿阿紫还没出生呢。九尾天狐非常强大，不管是在九州大陆还是海外，都是顶尖的强者。说到这里，他柳眉微蹙。不久前，我曾感应到过他的气息，按理说他出海不该这么频繁，莫非是九州大陆出了什么变故？数月前，他在鲛人岛感应到那位国主的气息，但对方只是路过，气息一瞬即逝，没有在鲛人岛停留。女王说的有理有据，阿紫这才明白自己认识出错，原来真正的大人物是那个狐狸精，不，九尾天狐是他收服了恶鲛。侍卫长展露笑容，不管怎么样，他收服恶鲛，对我们鲛人族来说是天大的恩情，解了鲛人族的燃眉之急。阿紫顺势道：“方才我在外面见到他了，他提出要见你。”鲛人女王没有立刻答应，思索了许久，缓缓点头。他们在哪儿？我带着族人亲自出去迎接。他和九尾天狐打过交道，狐狸精虽然烟视媚行，性情乖张，但对鲛人的态度还算温和，至少没有敌意。而且以对方的修为，想强闯鲛人岛轻而易举，根本不需要让阿紫来通报。说话间，他从玛瑙床上坐起身，轻飘飘地飞入水中，水流宛如被赋予了生命，
喷泉般的涌起，承接住鲛人女王的娇躯。喷涌拖着她向殿外移动，侍卫长和阿紫紧紧跟在女王身后。三人离开宫殿，此时殿外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鲛人族，他们或立在水中，或坐在岸边，发出嘈杂的议论声，为阿紫带来的消息争得不可开交，但就是没有人敢外出求证。这时，宫殿的大门敞开，女王立于喷泉之上，来到族人们面前。鲛人族立刻停止了讨论，他们意识到女王会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各位族人，鲛人女王碎金般的眸子环顾四周，声音软如悦耳。恶鲛已经被远道而来的朋友收服，我们的危机解除了。鲛人们面面相觑，在经历短暂的沉默后，欢呼声回荡在洞窟中，久久不散。阿紫没有骗人，收服恶鲛的强者是何方神圣？国师业火灼身并非儿戏，一个不慎便是万劫不复的结局。楚元稹皱着眉头，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接着说道：况且人宗心法修到超凡境，才会有业火灼身之患，我如何？话音落下，他就看见骆玉衡手里的拂尘轻轻打了过来。楚元稹本能的想躲，但控制住了自己。拂尘拍打在他胳膊上，力道不大，但伴随而来的是喜、怒、哀、惧、爱、欲，这些情感是如此强烈，宛如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楚元稹的理智。他时而愤怒的恨不得毁灭世界，毁灭浑浊的人间，时而悲哀的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活着没有意义，时而欢喜的要起身载歌载舞。这时，耳边响起骆玉衡冰块碰撞、充满质感的磁性嗓音：抱元归一，尝试用养意秘法控制七情。他的话蕴含着某种力量，有效地抚平了楚元稹混乱的精神。他抓住这一线清明，稳住元神，接着开始用养意的心法，尝试将七情转化为剑意。所谓养意，是将情绪积攒、压缩于剑内，日复一日，积少成多，最后一次性全部爆发。其核心是需要一种强烈的情感意志。业火灼身恰好符合。骆玉衡目光掠过楚元稹的脸，望向了他身后的长剑，剑在鞘中已是锋芒毕露出鞘后，威力又将如何？他满意的点头，再次用拂尘拍打楚元稹肩膀，把种入他体内的七情六欲收了回来。到了陆地神仙这个境界，业火已经不再是威胁，甚至可以操纵它用来对敌。收回业火后，楚元稹状态立刻好转，他睁开眼睛，又是欣喜又是忌惮，凝视着骆玉衡无暇容颜，喟叹道：原来这就是业火灼身，原来国师一直在忍受这样的痛苦。果然，每一位能成就一品的人物，都是有大毅力、大天赋、大机缘之人。不说别的，就人宗的业火灼身，意志力不够坚定之人，早就沦为七情的奴隶，或精神崩溃而亡。但骆玉衡却隐忍了足足20年。国师，我该如何自行收集七情？楚元稹虚心求教。他没有修人宗心法，即使骆玉衡的方法是对的，但能源不能自产，便毫无意义。骆玉衡淡淡道：自行摸索。楚元稹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国师这性子还真是不讨人喜欢啊。状元郎只敢在心里小声避避一下，然后他条件反射般的左顾右盼，没看到元护法，心里松口气。他和许宁燕还有其他人一样，都得了一种叫做元护法应激障碍症的病。骆玉衡脸色一冷，淡淡道：滚吧。这副姿态他在许七安身上看到过数次，简直如出一辙。楚元稹眼前一花，旋即发现自己被送出灵宝关，身处关门外。呼，他吐出一口气，朝灵宝关躬身作揖，转身离去。接下来的路他自己走。青山骆驼少年行，一如当年气闻习武。泛起波澜的海面上，许七安看见前方的海面突然隆起，形成一道喷涌的泉水。喷泉上站着一个风华正茂的鲛人女子，她墨绿色的长发随意挽起，点缀着2片贝母。她碎金般的眼眸美得宛如梦幻，她的五官和脸型搭配出惊心动魄的美丽，同时又有一股我见犹怜的柔弱。这种温婉柔弱的气质让她莫名的想起了妹子许灵月，都是那种看上去打一拳会很久的弱女子，很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和占有欲。她脖颈挂着一串珍珠项链，胸口裹着坚韧的鱼皮，充当小衣，露出白嫩矫健的小蛮腰以及浅浅的马甲线，下半身则是矫健修长的鱼尾，覆盖青色鳞片。在她的周围，越来越多的喷泉隆起，每一道喷泉上都站着一位鲛人，略一望去，大概有2000余人。呵，阵仗挺大的吗？银发妖姬双手抱胸，摆出一个攻势很足的姿态，微微昂起尖翘的下巴，像是等待使臣朝见的女王。鲛人女王驾驭着喷涌掠来，距离船只10几米外停下，盈盈施礼，柔声道：见过万妖国主，一别300年，风采依旧。九尾天狐嗯了一声，边审视着鲛人女王，边笑眯眯道：彼此彼此。鲛人女王不着痕迹地看一眼许七安，假装不在意他赤裸裸的目光，继续说道：听阿紫说，你们收服了那条恶鲛，多谢国主相救，珍珠不胜感激。说完，他有些期待地说：
能否让我看看？九尾天狐颔首，身后的尾巴探入海中，小腰一拧，便把一条巨大的蛟龙拖了出来。蛟龙乖顺的一动不动，任由狐尾把自己举起。远处的鲛人们骚动起来，陷入恐惧之中，但旋即发现恶蛟已经变得比鱼虾还温顺，于是慢慢冷静下来，朝这边指指点点，并发出惊喜的欢呼声，因为他们确认强大而残暴的蛟龙真的被收服了。鲛人女王审视着蛟龙，精致的眉头微蹙，他被抹去灵智了。你可以这样认为，九尾狐说道。他现在是我们的傀儡。鲛人女王吐出一口气，表情复杂，既有痛恨，又有唏嘘，语气温柔。国主大恩，鲛人族会牢记于心。九尾天狐坦然接受，这条蛟龙本来就是他擒获的。此番与友人出海游历，恰逢鲛人岛，顺手而为罢了，你别光顾着谢我。银发妖姬看一眼许七安，鲛人女王顺势望向许七安，嫣然笑道：阁下是？许七安听不懂，九尾天狐介绍道：他是九州大陆新晋的超凡武夫，中原王朝大名鼎鼎的许银罗。鲛人女王礼貌的颔首示意，九州大陆超凡强者数量不少，一位超凡武夫并不值得瞩目，至于什么许银罗，他则完全听不懂。但既然是同境界的强者，他当然也不会轻视。银发妖姬笑眯眯的补充：一品武夫。鲛人女王豁然扭头，重新审视着许七安，碎金般的瞳孔里流露着不加掩饰的震撼。他明白一品代表着什么，品级划分是人族推广出来的，但不是近期的事，因此身为神魔后裔的他也能明白一品武夫象征的境界，那是在神魔横行的远古年代也能称之为强者的境界。至于如今一品境的武夫几乎可以横推九州大陆以及海外各个神魔后裔的势力。鲛人女王立刻低头，不敢再看许七安，语气不自觉地带着怯生生的柔弱：珍珠见过大人。他忽然意识到阿紫没错，反而是自己意会错了。真正收服蛟龙将他练成傀儡的恐怕是这位人族至强者。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许七安面无表情。鲛人岛一座湖心亭里，鲛人们把石头打磨成的盘子顶在头上，石盘里盛满海味，成批成批的送到湖心亭里。这座湖底下连通着山腹的溶洞，是鲛人们平时露天活动的场所之一。鲛人女王珍珠在亭中设宴，款待两位从九州而来的贵客。娇俏的鲛人女子们借着送菜的功夫，小心翼翼地端详人族强者。他们知道这是一位超级强者的人物，是女王也要小心应付的存在。正是他收服了蛟龙，依附强者，崇拜强者是他们的天性。许七安一边吃着海鲜，一边用眼神示意九尾狐。后者笑道：可惜没有酒，鲛人不会酿酒。他感慨完，望向身边的鲛人女王道：你与那条蛟龙相识？鲛人女王有些拘谨，偶尔会偷看一下许七安，见万妖国主问话，他忙收束念头，蹙眉道：他是西海龙岛的霸主，很多年前曾经与我有过交集，而后便一直追求我，想与我交配，极其令人讨厌。九尾狐眯了眯眼：那你知道他是怎么疯的吗？闻言，鲛人女王轻蹙眉头，声音轻柔中凝重：他身上刻满了奇怪的灵韵，那不是属于他的天赋神通，他的天赋神通是水系和肉身，简直不可思议。我从未听说过灵韵可以后天凝聚，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发疯的原因。可惜上次见到他还是5个寒暑前，并不知道他近来遭遇了什么。九尾天狐转头把刚才的对话翻译给许七安听：发疯了还要来找你，可见是真爱啊。许七安审视着鲛人女王柔美的五官道：我们能用意念沟通吗？什么语我听不懂。以鲛人女王的层次，用意念沟通不是难事。九尾天狐笑眯眯的扭头看向鲛人女王道：他说想和你换一种特殊的方式沟通。特殊的方式？鲛人女王用软弱的嗓音反问。呐。银发妖姬嘴角一挑，狡黠道：比如交配。鲛人女王柔美的脸蛋刷得涨红，又惊又怒又羞地瞪着许七安。不行不行，鲛人是专情的种族，一生只有一位伴侣。银发妖姬诧异道：你有伴侣了？没有。鲛人女王轻轻摇头。超凡寿元漫长，我还年轻，不急着寻找伴侣，但交配是绝对不行的，我只能和自己的伴侣交配。说完，觉得自己拒绝的太过果断，担忧这位一品武夫翻脸无情，于是皱着小眉头，楚楚可怜的哀求：国主大人，帮我求情。他们在说什么呀？鲛人女王表情好丰富，没学外语果然容易吃亏。哦，我的上帝，为什么我都穿越了还要惦记着学外语？这太糟糕了。许七安表面平静，内心戏丰富多彩。放心，我会替你求情的。九尾天狐扭头就对许七安说，他认为你是大英雄，想和你交配，希望我替他说媒。先把牙磨了。许七安冷冰冰地看着他，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按在地上打屁股，当着所有鲛的面？他又不是色欲熏心的人，看出九尾狐在捉弄自己。鲛人族既然是专情专一的种族，
那么选择伴侣必然是件无比郑重的事。鲛人女王不可能是个见到男人就双腿发软的浪货。如果说这是对强者的臣服，那她早该臣服蛟龙。银发妖姬花容微变，似是想到了不好的回忆，瞪他一眼，又娇滴滴的撒娇说：“奴家开个玩笑嘛。”这副姿态倒有了几分福香的味道，只是福香性子温婉体贴，不像这狐狸精，总喜欢捉弄别人。九尾天狐望着鲛人女王，说道：“我帮你说服她了。”顿了顿，他把话题拉回来，提出用意念交流。鲛人女王柔柔的点头。许七安震荡元神，将自己内心的想法传入鲛人女王脑海。西海在哪？离这边有多远？鲛人女王想了想，道：“往西南方向游20个昼夜，便是他的领地。我去过那里，他身上的异变应该与领地无关。20个昼夜，鲛人能遇水，速度不会太慢。我就算全力飞行，估计也要1旬左右。太远了。”许七安点点头。那地方不在九尾狐掌控的安全航道上。闲聊几句后，许七安便把这件事抛之脑后，问起本次出海的目的。你知道海外有哪些超凡境的强者吗？最好是2品，甚至1品。许七安问道。鲛人女王摇头，海外已经很少有2品以上，包括2品的神魔后裔了。说到这里，他不自觉地压低声音。根据鲛人族祖上留下的信息，无尽岁月前有一位强大的神魔来到海外，大肆屠杀神魔后裔中的强者，掠夺他们的灵运。时至今日，已经没有2品以上的神魔了。或者后来有诞生这个境界的神魔后裔，但我并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属于后起之秀，寿命没有超过1000年。鲛人女王目光扫过许七安和九尾狐，我没有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凶徒，但想来他还活着，是真实存在的。你们出海的话，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国主，因为你也是神魔后裔，是那位的猎物。这些事属于鲛人族掌控的远古秘辛，他等闲是不会说的。但这次万妖国主和人类武夫对鲛人族有恩，他才知无不言，善意的给出提醒。许七安和九尾狐对视一眼，前者叹息道：“荒的情况很特殊，他的本体不知道遭遇了什么意外，陷入沉睡，只能动用一部分天赋神通猎杀神魔后裔，应该是为了唤醒本体之类的目的。自从得知荒就是当年的那位神魔后，许七安的称呼改成了他。每一位超品都是神一般的存在。”九尾狐点头：“你不妨再大胆一些，他是为了恢复巅峰，重返超品境界。他把海外的强大神魔吞噬殆尽，发现仍然未能恢复超品，于是把主意打到了监正身上，认为守门人的灵运能助他恢复全盛状态。你上次以蛮力压服他，下一次就是他碾压你。”许七安捏了捏眉心，一阵头疼。九州大陆3个超品还不够，海外的这头荒如果也重返巅峰，那就是4大超品瓜分中原的处境。我和神叔只能双手抱头，蹲下来喊一声大佬钦点。许七安苦中作乐地想。鲛人女王旁听两人的对话，陷入茫然状态。他们在说什么？他指的是那位万妖国主说，这个人族至强者曾经以蛮力压服过那位。珍珠心里涌起强烈的求知欲，见他睁大碎金色的眸子，好奇地望着自己，许七安简单解释：那家伙叫荒，不久前曾经来过九州大陆，被我打退了。寻找他是我出海的目的之一。为了保持一品武夫的逼格，他没有长篇大论的解释，但鲛人女王依旧受到巨大的冲击，小嘴微张，怔怔凝视他。这个人族武夫与鲛人族传说中的存在交过手，还把地方打退了。他究竟有多强大？而这样强大的雄性，刚才提出要和他交配。鲛人女王芳心狂跳，一时间分不清是期待还是抵触，是欣喜还是惶恐。但作为美丽的雌性，她的虚荣心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接着她向鲛人女王要了一份深海地图，里面记录着一些神魔后裔的聚居地。遗憾的是，大部分神魔后裔聚居地的实力都不强，甚至没有超凡强者坐镇。但有2个地方被鲛人族列为禁地，一个在东南方，据说是远古时期的古战场，那片战场有一处深渊，深渊里栖息着可怕的怪物，凡靠近者都死了。另一处是西海的某座海底火山，火山深处生活着吞噬一切的怪物，鲛人族先祖推测是远古时代的神魔不死鸟栖息在那里。我记得不死鸟早就死了啊，古神的记忆里是这样的。许七安把这2片地方列入目的地之一，如果此番出海没有收获，他就去这2个地方探探究竟。聊完正事，许七安搓了搓手，听说鲛人族的内丹可以测出心爱之人是谁，在下斗胆想讨要一颗。鲛人女王当然不会拒绝，族里最不缺的就是鲛珠这东西。普通的鲛珠只对常人有效，想测验超凡强者的心上人，就得超凡境鲛人留下的鲛珠，如此才能让持有者表露心迹。鲛人女王抿嘴轻笑，温柔似水：我这便派人去取。当即命令后，在庭外那位有着鱼尾纹的侍卫长去取鲛珠1刻钟后，鱼尾纹侍卫长去而复返，手里捧着一只巨大的棒，递到鲛人女王面前。鲛人女王轻轻招手，
那外壳漆黑，形如铜盆的巨棒自行飞到石桌，缓缓开启。细白柔软的棒肉中间躺着一颗鸡蛋大的剔透珠子，呈乳白色，不掺杂任何杂质。单从外观看，已是价值连城。九尾狐妙目灼灼地望着珠子，全神贯注，似乎在期待许七安拿珠子。回头可以拿这东西去坑李灵素，让他当着一众红颜知己的面去拿。许七安手伸到一半，忽然心里一动，侧头看向银发妖姬，笑道：“你来拿。”以这狐狸精的性子，这么有趣的宝贝，他肯定第一个把玩关上，不可能这么乖。九尾狐眯着眼，笑道：“怎么，许银罗不敢在我面前拿珠子，是怕暴露偷偷爱慕本国主的事实？”许七安针锋相对：“是啊，是啊，所以只能让国主拿了。”银发妖姬冷哼一声，昂起尖翘的下巴：“本国主就不让你如愿？”许七安一脸质疑的反问：“国主不敢拿，是害怕暴露心意吧？换成其他女子，这会儿肯定面红耳赤，但狐狸精不会。”媚笑道：“你猜？”两人勾心斗角了片刻，许七安看向鲛人女王，笑道：“女王殿下，请。”珍珠依照他的吩咐拿起鲛珠，没有任何变化。死狐狸果然骗我的。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对着鲛珠一照，将它收入其中。这鲛人估计是个情窦未开的。享用过美食，鲛人女王接着安排鲛人女性在湖中献舞。许七安一边欣赏鲛人舞蹈，一边查看传书。虽然信号弱，但依旧能收到天地会成员的传书。诸位，你们有什么办法让我不入超凡的情况下被业火灼身？看到楚元稹提这个问题，天地会成员都沉默了。你也想和许宁燕双修吗？丽娜打小就聪明，说出了天地会成员们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猜测。楚元稹连忙传书解释：“丽娜，别胡说八道，我只是摸索出了晋升超凡的路子，但需要七情六欲作为媒介。1号、2号、3号都松了口气。养意的本质是积累意志、情绪，而业火是凶猛的情绪。如果能随时调动业火，施展养意心法，楚状元的战力绝对会突飞猛进，达到质的蜕变。”同样精通养意的许七安立刻领悟了精髓。楚兄，躺着就好了，为何想不开要晋升超凡？未来的大事是超品和1品的争锋，2品和3品都只能打打下手，你即便晋升3品也于事无补。圣子已经躺平了，不管在现实里还是在床上，表现出极端的消极态度，最多每天起床修行1个时辰的武道，然后去司天监找结拜兄弟讨要壮阳补肾的灵丹妙药。圣子说的话有些道理，但晋升超凡更多的是为自己修行之道不进则退。超脱凡胎是我辈修士梦寐以求的事。再说圣子你若是晋升超凡，还会烦恼红颜知己太多，不胜妖力。李灵素目光发直的盯着地书碎片，他被说动了。对啊，本圣子若是超凡境，他们就休想掏空我。可天宗太上忘情过于困难，而且一旦悟道，几乎断绝情爱，清心寡欲。我或许可以专修武道，把武道修到4品境，同样能应付家里的女人们。而且我天地会势力庞大，1号怀庆是中原帝王，完全有资源支持我修到4品境。师尊，不是徒儿不孝，是这个武夫他太诱人了。李灵素默默下定决心，暂时把天宗修行丢到一边，死磕武道。4品武夫已经能做到道稳。你转修人宗心法不就成了吗？李飞燕女侠蓝莲道长妙真没什么诚意的给出建议。我就是不想走人宗路子，才不修道门心法的。楚元稹觉得2号根本不重视自己这个同伴，如此敷衍。不修人宗心法，便不要指望业火灼身。在道门相关方面，金莲、蓝莲和圣子是专业的，他们都没有办法，那就是真的没办法。楚元稹走的是旁门左道，除非开辟出全新的修行体系，不然想晋升超凡，难上加难。天地会成员无奈的摇头。见久久无人回应，楚元稹叹息一声，还是得自行摸索。但他又不甘心，传书道：宁燕，你有办法吗？许七安看着传书内容，念头急转。核心不应该是业火吧？业火只是提供了动力，养意的核心是汲取情绪，那么只要获得情绪，通过养意转化就行，并不一定需要业火。沉吟片刻，他忽然有了主意。我确实有个想法。他的传书让天地会成员精神一振，楚元稹目不转睛地盯着镜面。只要拥有一个提供大量情绪的渠道就可以，并不是非业火不可。我说的可对？是的。道门可有这类法子？没有。金莲道长代替回答。但是心骨可以，心骨能沟通，分享生灵的情绪，从而达到操纵的效果。超凡境的心骨甚至能强行共情。他向天地会成员详细的介绍了心骨的能力。诸位觉得如何？完全可行，自己的心法自己最懂，
楚元稹顿时激动起来。二，还是你鬼点子多呀！李妙真感慨传输，他这是变相的认同了这个办法。七，虽说增幅强度不如业火，但确实是一条提升自我的道路。没记错的话，本命股最好是在刚出生时种入。你这般年纪不知成不成？这个问题就需要专业人士回答了。五，可以的，就是有一定的危险。大概有70%的几率，连9%-8%都没有。楚兄死定了。许七安默默吐槽。四，足够了。7%的几率失败还是成功？5号你要说清楚。怀庆稳了一手。5，自然是成功的几率啊。聊完正事，飞燕女侠问道：许宁燕，你在海外有什么收获？许七安传输道：我在鲛人岛上。鲛人岛？楚元稹心里一动，传输道：世上半身人形，下半身鱼尾的鲛人。我曾经在古籍中看过关于鲛人的记载，一直以为是传说。5，鲛人好吃吗？丽娜无比期待的传输询问。许七安抬头看一眼身边柔美动人的女王，心说鲛人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鲛人？3，鲛人容貌娇美，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美人，尤其鲛人女王柔柔弱弱，温婉可人，让人惊艳。7，本圣子觉得我太上忘情的契机就在鲛人岛。陛下，请赐法器非洲，我要出海。哼，这鲛人听起来就像另一个许灵月。李妙真撇撇嘴。1，期待许银罗带一位鲛人美妾回来。3，陛下说笑了，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好色如命的登徒子似的。陛下好一招以退为进。楚元稹看穿了怀庆的技巧。京城两晋的大院，李灵素结束了群聊，放下地书碎片，把家里的红颜知己召集在堂内。满室的莺莺燕燕，颜态各异，燕瘦环肥。圣子眼光不差，挑的红颜知己都是容貌出众、性格鲜明的女子。他们中有人妻柴杏儿，有万花楼的叔父，有组建义军时的3位女子，有在京城开分号的文人倩柔。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他们已经能初步和平共处，至少明面上是这样。李灵素咳嗽一声道：姐姐们，自今日起我要弃道从武，接下来要度过一段清心寡欲的时间。万花楼美妇人柔声道：李郎大概禁欲多久？何时晋升4品？何时解除？李灵素脸色严肃：不管怎么样，先让今儿放个假，养一养日渐匮乏的精华。众红颜知己听完，颔首赞同。这就同意了。李灵素一下子惊喜起来，心说本圣子调教的不错，个个都善解人意起来了。柴杏儿轻声道：李郎现在是铜皮铁骨境，再往前一步便是化境。化境最重要是对身体的掌控，实战是掌控化境最快的捷径。听到这里，李灵素忽觉不妙。柴杏儿环顾众姐妹，微笑道：姐妹们凑一凑，想来能请个7-8位4品给李郎喂招。文人倩柔轻轻点头。从今日起开始实战，李郎何时晋升5品，何时结束？李灵素张了张嘴，小声道：若是一直无法晋升呢？众红颜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用沉默告诉他答案，奏到化境为止，死活不论。其实也不用禁欲，不妨碍的吗？李灵素干笑道：无边无际的汪洋，永远不变的色调。许七安站在船头，船尾是侧卧在软榻上打瞌睡的狐狸精，蓬松毛绒的9条狐尾像是被子一样盖住凹凸有致的娇躯，但也让那双男人无法自拔的大长腿完全裸露在阳光下。两人之间是化成人形的鲛人女王珍珠。鲛人女王听完许七安的描述，用意念传达念头。按照国主的路线，鲛人岛往南600里是阿尔苏群岛，阿尔苏在神墨语里是无敌者的意思。无敌者，许七安觉得这个名字在搞事情，不简单。鲛人女王柔柔弱弱的传输念头。传说阿尔苏群岛是远古时代一位3头巨人的躯体所化，那位3头巨人追逐着不死鸟，双方从陆地打到海里，最后3头巨人不敌不死鸟，可死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他的身体漂浮于海面，身躯化作了群岛。真的假的呀？神魔死了能化身天地？我好歹也是一品武夫，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还是说这是神魔的独特性？许七安边听边颔首。阿尔苏群岛是目前所知的最大的神魔后裔聚居地，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采摘不尽的果林，吃不完的兽类，以及成群结队的海鱼海虾。统治那里的是6只神魔后裔组成的部族，分别是天空之王鸾的后裔、海洋之王龙的后裔、大地之王皮努的后裔、丛林之王金、战争之王3头巨人的后裔、虚幻之王梦魔的后裔。鲛人女王娓娓道来，当年道尊把神魔后裔驱逐出九州大陆，神魔们便在海外栖息，实力弱的离九州大陆越近，就像鲛人岛、残岛，修为强大的神魔不得不远赴海外，在浩渺无垠的汪洋里寻找栖息地。道尊可能会容忍一些杂鱼在近海栖息，
但绝对不会允许神魔后裔中的强者在近海环伺。经过无数年的繁衍，神魔后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聚集地，类似于上古时期的人族部落。阿尔苏群岛因为物产丰富，气候宜人，适合居住，在古时候是神魔后裔们争夺的目标。经过一段岁月的厮杀，最后便只剩下这6个部落。6个部落栖息在阿尔苏群岛，依然没有和平相处，时刻想着吞并对方。直到那位叫荒的强大存在出现，珍珠从身边这位人族至强者口中知道了荒的名字。他吞噬了6个部落当时的首领，让原本拥有数位强大超凡的部族一下子陷入低谷，无力再保护生活的家园。为了抵抗附近敌人的觊觎，6个部落放弃仇恨，组成联盟。再后来，随着一代代的传承，血脉越来越稀薄，混血越来越多，阿尔苏群岛渐渐向着王朝演化。我们鲛人每隔10几年就会悄悄登岸，关注九州大陆的情况。阿尔苏群岛的情况就和你们人族一样，建立了王朝，6大部族统治着各个混血部落以及外来的其他小部落。如今统治阿尔苏群岛的是龙部落的首领，按照你们人族的品级划分是3品大圆满。3品大圆满啊，有些弱。许七安听得津津有味。阿尔苏群岛的情况简单概括就是神魔后裔的文明。九尾狐说下一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指的就是阿尔苏群岛，因为这里诞生了神魔后裔的文明。但凡是高智慧生物，就一定会诞生文明。文明的繁华程度与智慧生物个体的力量有一定的关系。个体越弱，智慧生物便会倾向于群居制度，文明就诞生了，且会越来越繁荣。代表性族群就是人族。个体越强，文明就越落后，充斥着蒙昧与血腥。代表性的存在则是神魔。神魔拥有移山填海的力量，根本不需要族群，只需要奴隶。而没有族群就不会演化出文明。人族则恰恰相反，个体弱小，需要抱团。当族群出现后，岁月就会给族群文明。神魔后裔是在不断衰弱的。许七安抓住了重点。是的。珍珠点点头，给予肯定的答复。即使是血脉纯正的神魔后裔繁衍后代，血脉之力也会一代代衰弱。时至今日，鲛人族已经不可能诞生2品境的女王，除非改变修行方式，走你们人族开创的体系。许七安看向侧卧在软榻上慵懒的睡着午觉的九尾狐，察觉到他的注视，狐狸紧闭着眼，白皙修长的2条大长腿摩挲一下，淡淡道：1、2代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但3、4代之后差距就会拉开，传承的越久远，诞生的后裔实力越弱，几乎不可能超越祖辈。许七安皱了皱眉，为什么会这样？这不符合生命进化的规律。狐狸精哼哼一声，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天地规则。许七安果然不问了。神魔是开天辟地之初诞生的，每一位神魔都是天地孕育，所以拥有不可复制的特性。可如果不可复制的话，就不会有血脉传承啊。神魔都应该绝育才正常。2代弱于初代可以理解，毕竟血脉不纯。但如果是2个同属性的2代生出来的3代，理论上来说，血脉是没有经过外族稀释的，那么应该会和2代一样强大。可实际情况是，即使是血脉纯正的神魔后裔，还是1代弱于1代，这就很不合理。如果把时间尺度再拉长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神魔后裔可能就和人族一样了，不再生而强大。再联想到神魔突然发狂，自相残杀，这里面很有猫腻啊。许七安隐约有一个感觉，神魔的陨落恐怕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你在想什么？九尾天狐睁开眸子，遥遥望着他。一些关于神魔陨落的猜测。许七安笑道。闻言，银发妖姬唰地坐起身，眼神发光。什么猜测？许七安瞅他一眼。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跟古灵精怪喜欢捉弄人的狐狸精相处，他这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是玩。九尾狐怒视他一眼，灵动的眸子一转，笑嘻嘻道：人家用秘密换，等价交换还是许银罗提出的理念。他换上一副我有大秘密的表情，低声道：是关于上古时期那位在海外迷失方向但最终找回九州的神魔后裔，他的惊天大发现。他发现了这片天地的真实模样，窥见了天地的本质话音方落。许七安点点头，地是圆的。九尾天狐美艳绝伦的脸庞明显呆滞，愣了好几秒，他愤怒地环顾四周。你把元护法藏哪了？原来你也有元护法应激障碍症。许七安笑眯眯道，我不但知道地是圆的，我还知道它是一个球。不过他已经确认，九州世界虽然也是一颗星球，但比前世的地球要大很多倍。银发妖姬愣在那里，半晌没有反应。他藏在心里很多年的秘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的世界本质，竟然被这个只活了22年的人族一语道破。看对方从容淡定的模样，似乎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像这种高傲狡黠的狐狸精，就是需要全方面的打压，让他在你面前没有任何优越感，才能调教的服服帖帖。许七安很满意九尾狐的反应，没再搭理，转而与鲛人女王友好亲切的交谈。鲛人女王这次去阿尔苏群岛，
是为了2件事：一、采集阿尔苏海湾盛产的碧绿珊瑚，它能治疗鲛人的白磷化疾病；二、购买一种叫做红根的药材，它的作用是催情。因为蛟龙作乱的缘故，鲛人族牺牲200余人，损失极为惨重。要知道，鲛人是专情的种族，伴侣死后，他们就不再选择新的伴侣。牺牲200多人，光棍200多人，等于一下子损失近500位族人。可想而知，下一代鲛人的交口数量必定暴跌。专情是种族习俗，无法勉强，只能让先有的族人多生多育，最好3胎4胎。许七安挺喜欢这位鲛人女王，乖顺温婉，说话细声细气，很容易博取男子好感。但愿她不是一个我只是心疼哥哥的茶艺大师。如果阿尔苏群岛是3头巨人的身躯所化，那地底深处会不会潜藏着他的灵韵、气血之力？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去看看。雁过拔毛，那个神魔后羿之王是3品大圆满，太可惜了。2品强者的精血对我来说裨益很大，但3品就差远了。这么大的聚居地，也只有1位超凡，荒是真的把超凡都杀绝了吗？他望着蔚蓝的天空，默默地想着。经过3天的乘风破浪，许七安的地书彻底失去信号，这意味着他与九州再无法联系。同时，他们也进入了阿尔苏群岛的领域。根据九尾狐和鲛人女王的说法，这里除了是神魔后羿最大的聚居地，同时也是流动人口最多的地方。周遭海域的部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阿尔苏群岛的集市交换物资收获，当然也包括消息。而且阿尔苏群岛的那位超凡强者，理论来说也在许七安的狩猎名单中。这里已经是阿苏尔的领域，可能会遇到龙部落的巡逻卫，他们会盘问登岛者的部族来历。如果您不想大动干戈，交给我来处理就行。鲛人女王柔声说道。许七安嗯了一声，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又航行了半个时辰，始终没见到传说中的巡逻卫。鲛人女王一道，看来我们运气不错，再往前30里就会遇到栾部落的空中巡逻卫队。他刚说完，便看见前方飘来一具尸体。这是一个8尺高的类人形生物，浑身覆盖青黑色鳞片，有着与人类相似但更加粗壮的双腿双脚，尖锐漆黑的指甲和指甲，尾椎骨沿伸出体表，形成一条半米长的粗壮尾巴。脑袋则是纯粹的蛟龙头，额头有一根漆黑的尖角。更形象的描述就是小龙人，他身体残破不堪，鳞甲多处剥落，露出内部嫩红血肉。死前似乎经历一场激烈的搏斗。许七安看一眼珍珠，用意念沟通。海上巡逻卫。鲛人女王秀气精致的眉头紧皱，无声点头。所以这是常态呢，还是遇到了意外？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句。他不清楚阿尔苏群岛正常的状态还是非常态，但见珍珠只是微微蹙眉，没有太大反应，他便知是常态。治安混乱，许七安心里点评一句。继续航行了几分钟，海面又飘来一具小龙人尸体。这总不是常态了吧？许七安心说。阿尔苏群岛似乎遭遇了敌人的攻击。鲛人女王脸色严肃，这意味着他们有概率会被卷入无端的争斗中。想什么来什么。左侧船舷突然传来哗啦的水声，一道黑影在喷涌的浪花中跃起，扑向船尾的九尾天狐。银发妖姬懒洋洋地卧着，没有动弹。一条毛绒狐尾将那道黑影卷住，吊在半空。袭击者竟是一个强壮的小龙人，他的模样与2具浮尸如出一辙，显然是同族人。不同的是，袭击九尾天狐的小龙人双眼一片赤红，充斥着残暴和疯狂。他体表的鳞片遍布着扭曲的不完整的纹路，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想呕吐，头晕眼花。与袭击鲛人岛的那条超凡蛟龙一模一样，扭曲残缺的象征着灵韵的纹路。见到小龙人体表的情况后，船头船尾3名超凡强者愣了愣，难掩错愕之色。如果蛟龙的异变是个意外，是遨游汪洋中有了奇遇，那么小龙人身上出现雷同的变化，则打破了许七安、九尾狐和珍珠的侥幸，意识到情况不太妙，可能要出大事了。九尾天狐卷着小龙人到近前，眯起灵动美眸，端详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纹路。许宁燕，他声音柔媚中透着凝重。许七安自然而然地领悟他的意思，抬起下垂的手，衣袖中掠出一条拇指粗的黑蛇。黑蛇腰角飞向银发妖姬，过程中身躯膨胀为一条粗如水缸、体长6丈的黑鳞蛟龙。他2/3的身躯趴在船上，1/3的身躯拖在海水里。九尾狐深吸一口气，强忍着眩晕感，凝神观看两者体表的纹路。对比之后，他发现两者的纹路同样错乱、扭曲，性质一样，但纹路所象征的灵韵却不同。他胸口的纹路是土属性的，腿部的是代表力量的灵韵，尾部的似乎是空间。银发妖姬凭借着丰厚的神魔学识，逐一解读出纹路象征着的力量。和蛟龙身上的不一样，但扭曲错乱的本质一样，他们也许是在相同的地方遭遇了一变。许七安结合线索推理出结果，然后他环顾鲛人女王和九尾天狐，笑眯眯道：
看来海外确实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地方。之前许七安问什么地方能让神魔后裔得到不属于自身血脉的灵韵，九尾天狐和鲛人女王的回答是闻所未闻，并不存在，而且是近期出现的。银发妖姬依旧不能接受灵韵可以后天凝聚，但事实摆在眼前，不是好事。珍珠摇了摇头，精致的眉头皱起，意念传入许七安脑海。墨玉也好，这位巡逻卫也罢，都疯了，可见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墨玉就是被许七安炼成傀儡的这条蛟龙，他皱眉的样子特别的柔弱，总能让男子忍不住心生怜爱。果然，研制到一定程度后，真正分胜负的是身段以及气质，花神这个挂逼除外。许七安心里感慨了一句，旋即把思路转回正事。你有多久没来阿尔苏群岛了？他看向珍珠。鲛人女王小小的歪一下脑子，不太确定地说，大概有3-4个寒暑。神魔后裔的时间观念没有人族那么强，珍珠不会去刻意记时间。墨玉的领地在西海，与阿尔苏群岛相距遥远，而这种情况是近期出现的话，理论上来说，墨玉不可能和阿尔苏群岛的巡逻卫一样同时出现异变。许七安分析。珍珠轻声说，阿尔苏群岛的首领是龙的后裔，墨玉也是龙的后裔，他们之间应该是有联络的。这就联系上了墨玉和阿苏尔群岛的那位统治者结伴去了某地探险，结果遭遇了意外，染上混乱，扭曲的神魔灵韵纹路是灵韵的外在象征。那位岛主去探险带上尉队也是合理且正常的事，所以能解释为何小小龙人会和3品蛟龙一样出现相同的异变。银发妖姬想到了最初遇到的那具小龙人尸体，沉吟道，所以那家伙也和墨玉一样都神志错乱，返回阿尔苏群岛后胡乱屠杀了岛中的生灵。那家伙指的是岛主。许七安一边收回蛟龙，一边说道，立刻前去阿尔苏群岛查看情况。鲛人女王和银发妖姬一脸的跃跃欲试，事关神魔的灵韵传承与他们息息相关。许七安则嗅到了一丝大势的气息，神魔之力也叫灵韵，是天生便存在于血脉之中的，而前有墨玉蛟龙，后有小龙人，都沾染上了不属于自身的灵韵，此事绝不寻常。漆黑无边的海洋里，几道人影手持钢叉，摆动修长的尾巴，在深海里敏捷的潜游。他们的四肢宛如船桨，尾巴与脊椎形成一道弯曲的线，劈开海水，游动间伴随着密集的气泡。除了适合水中游动的身体结构外，他们还天生具备控水的能力，小到借助水流提升速度，大到掀起狂涛海啸淹没敌人。鲛是龙人守卫军的队长，麾下统领着12名龙部落的战士。他一边游动一边说道，注意，根据栾族提供的情报，那个堕落者就在附近，我们有一个兄弟惨死于堕落者手中，堕落者拥有短暂的瞬移能力，谨防他偷袭。他的声音通过海水这个媒介，清晰地传入身后12名龙部落战士的耳中，让声音在海水中顺利传播，而不失真，也是龙人控水能力的一种。12位龙人闻言，忍不住握紧了手里的钢叉。他们这次出动是为了狩猎一位同族的堕落者，那名堕落者在阿尔苏群岛四处杀戮，闹得岛上生灵心惶惶，而像他那样的堕落者还有不少。为了清除这些堕落者，6大部族死伤惨重。鲛身躯魁梧强壮，体型比身后的下属要大一圈，但即使是他也没自信能够躲避堕落者的袭击。兄弟们，我们是龙的后裔，是部族中英勇的战士，守护阿尔苏群岛，守护家园，是我们的使命，是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于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祖先守护了群岛，这才有了我们栖息繁衍的家园，而今日我们也该为后代守护家园。鲛的龙脸露出了视死如归的表情。阿尔苏群岛的神魔后裔们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他们不但崇拜强者，更崇拜高尚的强者，因此每一位队长不但是队伍里最强的人，还得是品性最高洁的人。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体就会从服从力量改为服从品德，这就是为什么说以力服人是一时，以德服人方能长久。阿尔苏群岛的神魔后裔已经发展出品德观，全神贯注地巡逻了许久，这支队伍始终没有遭遇堕落者，已经离开这片海域了。鲛猜测的同时松一口气，能不与堕落者遭遇自然是最好。就在这时，身后一名龙人叫道，队长，看上面。鲛心里一颤，被吓了一跳，来不及训斥下属，循着他的手势抬头望去，阳光刺入海水中，波光晃荡，海面有一道阴影迅速航行着。船，龙人们对船只不陌生，因为一些弱小的不同水性的神魔后裔也会打造船只渡海，比如阿尔苏群岛6大部族里大地之王皮姆的后裔，该部的普通族人几乎不出海，除非有足够大的载具，否则会溺亡在海中。上去看看。身为队长的鲛一马当先的上浮，身后的12名龙卫紧紧跟随。需要靠船只渡海，那说明不擅长水性，龙人有着天生的优势，所以底气很足。再说刚好可以向渡海者问问情况。哗啦声里，浪花相继破开水面，
焦队长与12名龙人巡逻卫站在海面，如履平地，审视着船上的人物。他们最先注意到的是妖媚的狐狸精和清纯柔美的鲛人女王，但还没来得及欣赏两位雌性的美貌，注意力便强行被船头的雄性吸引。这是什么族群的雄性？龙人们好奇又诧异地打量许七安。阿尔苏群岛距离九州大陆数万里之遥，人族几乎不会来到这里，岛上的神魔后裔更不会远渡重洋前往九州大陆，因此他们从未见过人族模样。船头的这个雄性生物与他们印象中的雄性都不一样，整体更协调更好看，但也更加柔弱，因为它没有象征防御的鳞片、夸张的肌肉充当武器的尖锐部位。龙人们打量三人时，许七安也在打量着龙人，没有嗜血疯狂，有完好的神智。阿尔苏群岛的情况和我预料的不同。许七安沉吟着摸了摸下巴，在他的猜想里，阿尔苏群岛应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已经灭岛。这个时候，龙人们终于注意到了甲板上那具龙人尸体。堕落者，他们如同蛇类的树瞳猛地收缩，呼吸也变得急促了几分。龙人们很轻易地推断出事情的经过，嗜血疯狂的堕落者遇见了船只，在杀戮本能的驱使下，对船上的3位出手，不敌被杀。难怪没遇到堕落者，原来已经被船上的3位强者猎杀了。珍珠朝着船舷边靠拢，扫一眼龙人们，温柔的嗓音说道：“我是鲛人族的女王。”鲛人族女王，13位龙人面面相觑，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是没资格见鲛人女王的，因此估摸不准他们的身份。珍珠转而看向许七安，用意念传输：“他们并不认识我，身份太高，有时候也不好。”许七安抖了抖袖子，划出一条小黑蛇。小黑蛇于空中腰脚游动，嗷呜咆哮一声，身躯膨胀，化作一条体长数十丈的蛟龙。超凡的气息瞬间填满这片海域，来自高等生物的威压让13位龙人浑身战栗，而龙躯上遍布着的纹路被许七安以气机掩盖，龙人们无法目睹，否则他们会当场昏厥，严重的话直接神志错乱。墨玉大人，蛟匍匐在海面一动不动，但似乎认出了蛟龙。墨玉大人为什么会和他们在一起？他不是死在探险中了吗？蛟心里念头纷呈，闪过各种猜测。他对鲛人女王的身份再没有怀疑，能和超凡为伍的只有超凡。见这位高大魁梧的龙人摆出臣服姿态，珍珠柔声问道：“甲板上的这个龙人可是你们的族人？”蛟依旧保持匍匐姿态：“是的，女王。”珍珠蹙眉，问出关键性问题：“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是部族里的堕落者。”队长蛟回答道。“堕落者？”珍珠咀嚼着这个名词，轻声问道：“为何是堕落者？如何堕落的？”这次高大魁梧的龙人沉默着，许久没有给出回复。鲛人女王板着俏脸，斥道：“回答我，性子再如何柔弱，也是超凡境的神魔后裔，一族女王。”哦！盘绕在众人头顶的黑蛟适时发出咆哮，震慑龙人。众龙人身躯一抖，就像面对君王震怒的臣子，匍匐在地不敢抬头。蛟不敢隐瞒，如实交代道：“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堕落，他们原本是镇守龙城的精锐，随着首领外出后就堕落了。龙城是阿尔苏群岛最大的城池，也是唯一的城池。外出探险，许七安看了一眼半空中的黑蛟，鲛人女王始终关注着这个男人，当即替他问道：“墨玉是不是随行？去何处探险？”蛟战战兢兢道：“不久前，首领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发现一处宝地，于是邀请墨玉大人一同前往探索。墨玉大人与首领是至交好友，大家都是龙的后裔，龙岛和阿尔苏群岛一直是盟友关系。首领带着亲卫中的精锐，和墨玉大人一同前去探索，一走就是20多个昼夜。当他回来后，却只是孤身一人，随行的亲卫和墨玉大人不见踪影。首领告知我们，墨玉大人死于探索中，随行亲卫也都堕落了，让我们严加防范。说完就闭关疗伤。果然，没几个昼夜，岛内各处便发生了屠杀事件。那些堕落者回来了，对故乡展开冷血的杀戮。他们回来是因为回归故乡的执念在作祟。珍珠忍不住看向黑蛟，墨玉也是对他的执念太深，所以才来到鲛人岛屠杀他的族人。鲛人女王把龙人队长的交代一五一十的转述给许七安。探索宝地，好兄弟和亲卫军都堕落，他却能安然返回，实力确实不错。许七安说道：“我们去找那位阿尔苏群岛的岛主谈谈。”大劫来临之际，这么一块宝地凭空诞生，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不管怎么样，许七安都要去探探究竟。九尾狐和鲛人女王轻轻颔首，三人腾空而去，踩踏在蛟龙背上。许七安掏出地书碎片，将宝船收入镜中，然后驾驭着黑龙消失在蔚蓝天际，留下13位龙人巡逻卫。对，队长，咱们快回去禀报首领。一位龙人大声道：“首领已经不需要你禀报了。”蛟怜悯地看了下属一眼：“不用急，慢慢游回去吧。”天空澄澈如洗，白云缓缓飘荡。黑蛟没有飞得太高，
保持在骑乘者视线不会被云层遮蔽的高度。2刻钟后，下方终于不再是单调的蓝色，阿尔苏群岛出现在3人视野里。从高空俯瞰，它的主岛呈半圆形，一块块小岛点缀在半圆的周围，形成了一片群岛。岛内有广阔肥沃的平原，有茂密起伏的山林，有蔚蓝如宝石的湖泊，确实如鲛人女王所说，此地富饶肥沃，适宜居住。一眼扫过去，许七安看见许多粗犷的建筑星罗棋布地坐落于岛内各处，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落。而在主岛中央偏北位置，有一座四模四样的城池，它的规模大概和大凤的一个10几万人口的郡差不多。于人族而言，它不算什么，但在神魔后裔聚居地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庞大群落。这规模有点骇人啊！许七安感慨道。神魔后裔和人族不同，他们生而强大，是天生的战力。这算什么？人族数量多得数不清，挑出10几万修士，轻而易举。九尾天狐笑道：“你别对神魔后裔抱着太大的畏惧。九州传说中的神魔后裔强大无匹，说的是神魔3代内的血脉，而如今的神魔以后，血脉早就稀薄了。”说话间，许七安操纵黑蛟向着主岛降落。当当当！突然，巨大的钟声从古拙雄伟的城头响起，一声一声回荡在蓝天碧海之间，鸣钟示警。紧接着，一只展翼10米的青色巨鸟从山林间振翅飞起，掀起狂风，迎向黑色蛟龙。青鸟的羽毛是纯正的青色，在阳光下泛着光，干净整洁，尾羽则是青中带金，这让它从外观上多了几分尊贵。见过墨玉大人。青鸟口吐人言，清脆悦耳。是只雌鸟。它灵动乌黑的眼睛警惕地审视墨玉。首领回归时曾经说过，墨玉大人死于探索中，可他如今又出现在了阿尔苏群岛。见墨玉不说话，青鸟望向珍珠，语气保持着对强者的恭敬。见过女王。他的目光在许七安身上一掠而过，接着看向九尾天狐。青鸟乌黑灵动的瞳仁剧烈颤动，浑身青色羽毛一根根竖起，它炸毛了。先是发出尖锐凄厉的啼叫，继而尖叫道：“是你，是你！”猛地朝下一个俯冲，振翅扑向城池。没搞清楚状况的许七安用质询的目光望着九尾狐。银发妖姬嫣然道：“上次来的时候，他们族的几只禽类冒犯了我便把他们烤了，滋味真不错。”他说完，伸出丁香小舌舔了舔红艳艳的嘴唇，分明是一个勾人的妖媚小动作。许七安却满脑子都是槽，他想了想，低声问道：“有多好吃？”“人间美味。”九尾天狐眨巴一下眸子，朝他抛媚眼，怂恿道：“回头姐姐带你吃。”说话间，青鸟去而复返，载着一位身高9尺的龙人来到3人面前。这位龙人浑身覆盖青色鳞片，手肘、膝盖和背部生长着3角形的盾刺，脖颈和头上的鬃毛褐色中夹杂着银白，预示着这位岛主即使在寿元绵长的超凡领域，也已经不再年轻。许七安从珍珠口中得知，这位岛主的名字叫怒浪，与其说是名字，其实外号更准确。这位岛主年轻时曾经掀起数百丈高的滔天巨浪，在这片海域所向披靡，故而得名。青鳞龙人朝珍珠和九尾狐微微颔首，掠过了许七安，继而神色复杂地盯着黑色蛟龙。他怎么会和你们在一起？青鳞龙人望着黑蛟，嗓音不自觉地低沉了几分。珍珠便把墨玉屠杀鲛人，又被许七安和九尾狐收服的大致经过描述了一遍。由于珍珠没有越俎代庖的替许七安炫耀，怒浪只当降服黑蛟的是九尾天狐。这位来自九州大陆的妖国国主，即使在2品中也是佼佼者，别说一个黑蛟，便是再加他怒浪，也远不是人家的对手。怒浪，你和这条蛟龙到底找到了什么地方？不等珍珠开口，九尾狐主动询问，把憋在心里许久的好奇与疑惑问出口。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请几位移居我的住处。怒浪岛主恭敬客气。许七安驾驭着黑蛟，跟随青鸟降落在城中最高的那座塔楼。城中的建筑物普遍以巨石堆砌，厚重朴实，是为了应对台风海啸。许七安随意的发散思维，在怒浪岛主的带领下，一行人进入塔楼的顶层的大殿。挥退青鸟后，怒浪岛主说道：“前一阵子我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从遥远的南边归来，带回来一个消息，南边的归墟深处浮出一座岛，岛内疑似有远古神魔存活。他修为浅薄，没有贸然进入，只遥遥观察了一段时间，就赶回来报信了。我得到消息后，便联络墨玉，与他结伴前去探险。谁知那里的危险程度远超我的预料。”银发妖姬追问道：“你们在那里遇到了什么？又见到了什么？”怒浪岛主脸色不太好看，缓缓道：“那座岛广袤无边，与其说是岛，更像是小型大陆。我们在岛外听见了可怕的嘶吼，看见被蛇缠绕的巨龟，看见浑身燃烧火焰的鸟，宛如第二个太阳，看见独眼的巨人漫无目的的游荡，看见3头金狮吞噬同类。”许七安听得心跳加快，
怒浪岛主说的很多神魔形象，他都在古神的记忆片段里看到过。我和墨玉也以为神魔没有彻底陨落，只是被困在了那座岛。无尽岁月以来，我们从未如此激动。只要岛上的神魔返回九州，这片天地就还是我们神魔的。可当我们靠近那座岛时，怒浪岛主的眼神开始闪烁恐惧的光芒，颤声道：我们身上的灵韵被某种力量扭曲，同时多了许多不属于我们的残缺灵韵。墨玉和亲卫们当场就疯了。我幸而及时避退，没有和他们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之所以疯狂，是因为沾染了那座岛的气息。许七安、银发妖姬和鲛人女王互相对视，都从彼此眼里看到迷茫。鲛人女王秀眉轻蹙，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从未听说过，也没有从先祖留下的壁画里见过这样的地方。怒浪岛主低声道：开始我也不明白，但随着疗伤期间的思考，我大概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漆黑的深海里，庞大的怪物乘着暗流而行。再往南走3日，便是传说中的龟墟。荒的声音在黑暗的深海里传播。传说龟墟是大海的归宿，进入龟墟的生命会回归最本质的状态。龟墟在神魔时代并不存在，它是神魔陨落后才出现的。你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吗？坚正淡淡传音。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荒的声音依旧飘渺，但语气却有了变化，似乎在强行按捺着激动。龟墟是用来保存神魔古战场的，我们即将重临那片蛮荒之地。荒说：你带我出海，就是为了那片神魔古战场？坚正用一种恍然大悟的语气说。怒浪岛主一字一句道：那是远古神魔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我的本能告诉我，不会错。也许那里埋藏着神魔陨落的秘密。见许七安沉吟不语，珍珠意念传书解释：传说远古时期，这片天地只有一块大陆，后来神魔时代结束后，天崩地裂，九州大陆被打得支离破碎，形成了无数的岛屿。那座龟墟里浮出的岛，应该是九州大陆的一部分。许七安点点头，一边看向怒浪岛主，一边说：问问他有什么具体的看法。珍珠把许七安的话翻译给怒浪岛主听，后者闻言露出严肃神色，道：我怀疑部分神魔没有陨落，而是被困在了岛上。他们看起来如此真实，如此强大，溢散出的力量便会让人发狂，但一道可怕的屏障封住了岛，隔绝内外。我和墨玉在接近屏障的过程中，他和龙卫们沾染了神魔可怕的气息，出现了异变。至于为什么神魔的气息会赋予墨玉以及龙人卫灵韵，怒浪岛主自己也不清楚。那座岛本身就是个谜，尚需探索和研究。九尾狐嗤笑道：谁能把神魔困在一座岛？纵使那是一块大陆。他不相信怒浪岛主的话，更愿意相信许七安，后者曾在古神的记忆里看到神魔陨落的画面。不过这座凭空出现的岛本身就代表着不可思议，因此九尾狐没有直接反驳。情况如何？亲自去看看便是。许七安侧头看着魁梧高大、外表狰狞的青鳞龙人，道：你负责带路。珍珠把话翻译给怒浪岛主听，青鳞龙人看向了九尾天狐。虽然阿尔苏岛已经诞生文明，建立起城邦，但强者为尊的生存法则依旧影响着广大的神魔后裔。在场能半强迫他涉险的，只有九州大陆来的妖国国主。至于为什么是半强迫，怒浪岛主亦是心有不甘，想重返神魔岛一探究竟。相比上一次见面，这只九尾狐的实力似乎又有了极强的精进，恐怕距离人族划分出的一品境很接近了。有他在的话，探索神魔岛会更有把握。但怒浪岛主依旧没有立刻点头。察觉到他的沉思和犹豫，银发妖姬笑盈盈的反问：有什么问题？怒浪岛主轻轻吐出一口气，道：神魔岛的存在在我回来之前就已经泄露，这么久过去，南海龟墟恐怕聚集了许多超凡境的神魔后裔。那位朋友把消息卖给了他，可是不会只卖他一个龙，这意味着竞争压力会很大。虽说特别强大的神魔后裔早已凋敝，但海外广袤无边，是九州大陆的无数倍，真要把所有超凡境的神魔后裔聚集起来，依旧是个很惊人的数量，哪怕只聚集起一部分，也是一股极强的力量。怒浪岛主觉得必须严明厉害，省得九尾天狐太过招摇，惹来神魔后裔群起攻之。珍珠翻译给许七安听，后者大喜过望，脱口而出：还有这种好事？怒浪岛主听不懂人族语言，但见这个人族雄性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明媚起来，似乎极为高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西域一个叫做北昌的城邦，它位于阿兰陀圣山以北，因为贫穷和荒芜，使得这座城邦有些破败和萧条。城主是这里唯一的贵族，阿兰陀钦点，只因为他年轻时不远千里前往阿兰陀朝圣。北昌的城墙以石块和黄土为主，与城外的大漠几乎融为一体，带着一缕远古气息的孤寂和苍凉。竹赖是北昌城中的乞丐，今年17岁，他披着破烂的袍子，拄着一根木棍，
蹒跚地走在北昌的街边，祈求着有人发发善心，给他这个4天没吃东西的人一点食物。北昌贫瘠，生活在这里的百姓缺衣少食，哪里有饭食施舍乞丐？你看了告示栏的告示了吗？听说阿兰陀圣山入秋后要举办佛法大会，召集西域信徒前去朝圣。哎，路途遥远，怎么过去？不说土匪强盗，光是寒冷和饥饿就能杀死你。此时去的话，倒是不用担心寒冷，但返程时可是入秋了。街边行人的对话吸引了竹赖的注意。阿兰陀要举办佛法大会，召集信徒朝圣。竹赖精神一振，就像炎炎夏日里浇下一桶凉水。他当即拖着疲倦的身子前往城门口的告示栏。他乞讨生涯里曾经听过关于城主大人的传闻，据说城主大人年轻时是游手好闲的混混，有一天突然福至心灵，觉得自己是为佛法而生，于是千里迢迢赶往阿兰陀前去朝圣。他在圣山中沐浴佛光，给佛门赏食，成了佛门弟子，从此平步青云，做到了城主的位置。这个故事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在北昌口耳相传，可以说是信佛改变人生的模板。信佛朝圣可以改变命运，竹赖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去告示栏一看究竟。半里路的距离，他像是走了半辈子，抵达告示栏时已经气喘吁吁，头晕眼花。告示栏上说什么？他揪住告示栏边一位百姓：臭乞丐，滚一边去！那人勃然大怒，一脚把竹赖踹开。本就饥渴交困的竹赖重重摔在地上，只觉得意识开始离开身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找回对身体的掌控。要喝水吗？温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竹赖睁开眼，看见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人站在自己身边，递来一袋水囊。中年人穿着厚厚的朴素袍子，皮肤黝黑，看起来只是城中寻常不过的百姓，可他的眼神是如此的温和，充满善意。竹赖抿了抿干涸开裂的嘴唇，迫不及待地接过水，咕噜噜地狂饮起来。他早就渴得不行了，一口气喝空水囊，竹赖满足地打了个饱嗝。这时候他才涌起忐忑和警惕的情绪，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中年人为什么要帮助自己这样一个邋遢的乞丐。阿弥陀佛！中年人双手合十，欣慰道：刚才我差点以为你死了。原来是佛门信徒。竹赖心里松了口气的同时，又觉得有些奇怪。北昌在佛门的领地里，信佛者自然不少，但根据他的了解，城中的佛徒信奉的是苦海争渡，得证果位，渡的是自己，很少热忱于善事。谢谢。但他还是表达了感谢，并谨慎地递回水囊。中年男人接过水囊，说道：告示栏上说阿兰陀要举办佛法大会，号召信徒前去朝圣，但那只是对权贵和家境殷实之人的号召，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走不到阿兰陀。竹赖沉默了一下，又说了声谢谢。中年男人继续说道：真正的佛不在阿兰陀。竹赖大吃一惊，惊慌的左顾右盼，他没想到中年人会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幸好行人匆匆，无人关注这边。中年人说道：我信仰的是大乘佛法，是真正的佛。小兄弟，你与我们大乘佛法有缘，可愿入我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竹赖听说过这个邪教，据说宣扬什么众生皆可成佛，太具体的他就不知道了。总之是个妖言惑众的邪教。你与我说这些作甚？我可是虔诚的佛门信徒，我要去阿兰陀朝圣。竹赖大声说，他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遇到邪教。他边说边起身，试图离开这个言语古怪的中年人。中年人缓步跟在他身后，语气不疾不徐：你走不到阿兰陀的，只会死在途中，不用你管。竹赖只想远离他，远离妖言惑众的大乘佛法。北昌在打击大乘佛教徒，抓住就是死刑。他虽然是命贱的乞丐，可也不想死。小兄弟，大乘佛法是真正的佛法，你若不信，我可以带你去聆听大乘佛法教义。中年人压低声音，没有放弃传教的机会。或许我可以假装混入大乘佛法教派，然后向城主举报，换取前往阿兰陀的盘缠。想到这里，竹赖猛地停下脚步，看着中年人。那我就姑且听听。中年男人欣慰道：小兄弟，你一定会信仰大乘佛法的。不，我就算是死在途中，从城头跳下去，我也不会信仰大乘佛法。竹赖心里冷哼，他沉默地跟在中年男人身后，两人穿街过巷，在一处僻静的小巷里停下来。中年男人有节奏地叩响某个院子的大门。额请，院门敞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为他们打开了门。两人进入院子，随着老妇人走向旁侧的房间，那里连通着地窖。推开地窖的门，微弱的光芒灌入其中。竹赖目光一扫，看见20多个穿着破烂袍子的人盘坐在蒲团，他们双手合十，闭着眼，专注而虔诚地听着一位年轻僧人讲经。随着地窖的门打开，信徒们纷纷扭头回望，而正对着门的年轻僧人也停了下来，朝这边看来。中年人往前走了2步，
双手合十，道：“静思大师，我度了一位有缘人入大乘佛教。”说罢，他朝竹赖招招手，示意他上前。竹赖一边往前，一边审视着年轻僧人。他眉目清秀，皮肤白皙，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西域人。如果许七安在这里，就会认出这是当初西域使团进京时跟随再度恶罗汉身边的净思小和尚。年纪不大，却修成了金刚神功，年纪轻轻的就成了邪教的头目，肯定很值钱。竹赖心里暗想。这时他听净思微笑道：“施主气色极差，腹内空空，不若先吃些斋食，再与诸同门聆听贫僧讲经。”竟然还有吃的！竹赖心说：“这可太好了，向城主揭发你们之前，先白吃你们一顿。”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很快送来一碟白面馒头，一碗清水。竹赖吃得狼吞虎咽，很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净思微笑地看着这一切，转而望向中年人，道：“大乘佛法，渡人渡己，救苍生脱离苦海，助苍生的正果位，你做得很好。”中年人双手合十，道：“得幸聆听我佛真经。”众人双手合十，念诵：“阿弥陀佛。”净思接着说道：“今日有新成员加入，贫僧重新讲一遍大乘佛法的起源，望新来者知悉。大乘佛法起始于中原大凤，是大凤璎珞许七安开创。许璎珞是3000世界中万佛之主的转世，他于大凤京城的佛门斗法中度化度恶罗汉，度恶罗汉明悟大乘佛法真意，顿悟成佛，成为大乘佛法教第2尊佛。罗汉怎么可能是佛？世上明明只有佛陀一位佛。”竹赖悄然撇嘴，他满怀不屑地听着年轻僧人讲述大乘佛法。年轻僧人每说一句，他便在心里反驳一句，或不屑地冷笑。可当他听到众生平等时，竹赖沉默了。如果世上真的有众生平等的地方，那我一定誓死捍卫。他心里嘀咕一句。从小便是乞丐的他，受尽白眼和欺凌，活得很痛苦。他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心态，开始认真听经，认真思考。渡人渡己，挣脱苦海。如果阿兰陀，如果西域的佛门信徒都夺人夺己，那我还会是乞丐吗？我的命运是否会改变？如果刚才没有那位大叔帮忙，我现在还在为饥饿而苦恼。这样的大乘佛法教真的是邪教吗？各种各样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不知不觉间，竹赖听到那位年轻僧人说道：“今日到此为止。”他才恍然回神，发现门缝里的阳光已经变成了金红色，黄昏了。哎呀，忘记乞讨了，今晚又得挨饿。竹赖心里大急，懊恼不已。像他这样吃了这顿没下顿的乞丐，每时每刻都要为吃饭而努力，不然就要饿肚子。想到这里，他急忙忙地站起身，打算离开。小和尚说的挺有道理，先不揭发他。竹赖正要走，却发现周围的大乘教信徒盘坐不动，没有一人起身离开。众人目光希冀地看着年轻僧人。接着他看见净思小和尚从袖子里掏出一串铜钱，对着老妇人说：“给大家分一分。”老妇人接过铜钱，按照人头均匀地分给众人。还有钱拿。竹赖低着看着掌心里的5个铜板，在北昌城，这可以买5个馒头，省着点吃，够他解决3天温饱。这是什么教派？这世间真的存在给信徒发铜钱的教派？竹赖的三观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净思和尚温和道：“佛不会让他的信徒忍饥挨饿，夺人夺己，乃本教宗旨，大乘佛教言出必践。”竹赖握紧了手里的铜钱，感觉自己找到组织了。随后他发现度他入教的那名中年人分到的是10枚铜板。不是说众生平等吗？竹赖看不懂了。中年男人笑道：“这是我应有的奖励，凡渡一人，赏5铜钱，这是我教规矩。我认识很多乞丐，很多，我要发财了。”竹赖脑海里只剩这个念头，唯信仰大乘佛教徒，信仰万佛之主。天蓝如海，海蓝如天，无风无云，海面泛着微微的波澜，热辣的太阳挂在头顶，扑面而来的海风也是灼热的。长5丈高1丈的船只破浪航行，留下一道道泛起波纹的水道。宽阔的甲板上，倾城妖艳的九尾天狐在软榻侧卧，手里把玩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尖翘的瓜子脸，白皙妖媚，晒了多日的烈日依旧白嫩的吹弹可破。许七安盘腿坐在甲板，柔柔弱弱的美人鱼乖顺的在旁伺候，替他剥开一只只外壳，红艳剔透，宛如玛瑙的贝壳。这种贝壳叫赤火贝，生长在南海海底火山附近，它们吞食火焰灵力成长，是罕见的元素生物。赤火贝的外壳蕴含着极为爆裂的能量，捏碎后产生的爆炸堪比炮弹。但真正吸引许七安的是它的肉，软嫩香甜，入口即化，没有腥味，口感极佳。突然间就不想走了。海外物产丰富，美味佳肴应有尽有。许七安吃下最后一只赤火贝的肉，望着身前堆积如山的贝壳，满足地拍拍肚子。多谢珍珠女王，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
他随口许诺。同样是领路人，鲛人女王和九尾狐是不同的，后者只熟悉航线，几次出海都是来去匆匆，有目的的寻找东西。而鲛人女王是海外土著，不但对海外格局了如指掌，还知道哪里有美味佳肴，旅游体验一下子就蹭蹭蹭的往上涨。银发妖姬笑眯眯的搭茬：你可以相信他，这个人族的臭雄性，对女人的许诺从未食言，说到做到。我对男人的许诺就食言过了。谁不知道许银罗一诺千斤重，许七安心里吐槽珍珠显得极为高兴，绽放柔美清纯的笑容。他当然有刻意讨好这位人族至强者，希冀得到他的友谊。根据人族划分的品级，超品相当于最强大的神魔，而超品之下的一品，即使在神魔中也是不弱的存在。当然，珍珠还不太清楚一品武夫在一品境中的地位，否则会更清晰直观地明白许七安的可怕。银发妖姬适时提醒道：但你也要永远心存警惕，不然说不定几年后你会抱着一个人教混血的孩子回鲛人岛。船舷边的怒浪岛主沉默地旁听着，经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这个人族雄性很可能与九尾天狐是一个层次的强者，这能从九尾狐和鲛人女王的态度中看出来。怒浪岛主警惕之余，更多的是欣喜，盟友越强大，探索神魔岛的把握就越大。许七安起身走到船舷另一侧，眺望无边无际的汪洋。出海最难熬的是永恒不变的景色，枯燥的让人发疯。根据气温的变化，越往南越炎热，他估摸着快接近赤道了。等以后大劫平定，如果能活下来，就带着林安他们出海游玩，带上鲛人女王这位向导，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许七安稍稍畅想了一下未来的生活，满足兴奋之余，又觉得如果带上他们一起的话，会造成很大的不便。比如他插花的时候，其他鱼儿会不会来围观？他和林安打情骂俏的时候，其他鱼儿会不会不满？更大的可能是，我和每一条鱼儿都相敬如宾，且整日陷在可怕的修罗场里。他无声地叹口气，打消了带鱼儿出海的念头。这时，船上超凡们的视野里，远处碧波起伏的海面出现几个小黑点。随着双方距离的拉近，许七安看清了迎面而来的是些什么人，不是些什么神魔后裔。他们是忍者神龟，而且是骑着外观类似海豚坐骑背上的忍者神龟。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些忍者神龟是黑色的，不是绿色。另外，许七安注意到几位黑色的忍者神龟身上都带着伤，或龟壳布满裂纹，或黑色厚实的皮肉开裂，最严重的那位连胳膊都没了。龙人怒浪走了过来，与许七安并肩而立，意念传音。他们是来自东海神龟岛的补族，据说是远古时代那位擅长算卦的神魔血脉。这一脉战力极弱，族内甚至没有超凡境。说到这里，龙人嗤笑一声，居然也敢来探索神魔岛。他开口用神魔语呼喊：补族的大长老，你们被谁攻击了？那群忍者神龟原本是想避开陌生船只的，见怒浪开口招呼，为首的那名老神龟似乎认识龙人岛主，当即驾驭着坐骑靠拢过来。是怒浪岛主啊，你们也是去神魔岛探索的？为首的老神龟仅是受了些皮外伤，看起来年纪很大，皮肉松弛。怒浪岛主微微点头。老神龟连连摆手道：别去了，那里很危险。怒浪岛主以为他指的是会致人发疯的神魔气息，说道：我知道，在你们到达这里之前，我就提前探索过了，我知道该如何规避神魔气息。谁知老神龟依旧摆手摇头：我指的不是这个。几个昼夜前，神魔岛外来了一个强大又可怕的存在，他吃了不少聚集在岛外的神魔后裔，并把神魔后裔赶出百里之外，威胁我们不准靠近神魔岛，否则见一个吃一个。强大又可怕的神魔，怒浪、九尾天狐、鲛人女王面面相觑。许七安因为听不懂神魔语，暂时被排除在对话之外。怒浪岛主沉吟道：他是谁？神龟大长老摇头：我从未见过他，聚拢在神魔岛外的后裔们也不识的。说着，皮肉松弛的大长老做回忆状。他身躯极为庞大，堪比一座小岛，头顶长着6根弯曲的长角，其中一根长角崩了一个缺口。他有着与人族相近的脸，他的气息宛如神魔附身。随着神龟大长老的讲述，九尾天狐脸色大变，看向许七安，惊道：荒，是荒。他从许七安那里了解到荒的外貌特征。荒也来神魔岛了？冤家路窄啊！不，神魔岛与远古神魔有关，会吸引他过来是必然的。许七安听完九尾狐的翻译，脸色凝重。他忽然明白荒为何要带监正远赴海外，神魔岛的出现是因为他。九尾狐冰雪聪明，一下子联想到很多。许七安微微摇头，更大的可能是他知道神魔岛会在什么时候出现。银发妖姬微微颔首，认同许七安的判断，脸色凝重地说：他驱赶神魔后裔，想一人独霸神魔岛，这座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也许岛上有他在意的东西。要知道这个问题，
就得先了解神魔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许七安说道：“我和你说过，荒的本体出了意外，一直在沉睡，所以封印监证后，他没有出动本体灭掉大凤。如果当时他是本体苏醒，我和国师多半扛不住。可他没有，而是带着监证离开了原本沉睡的地方。还有一件事，荒虽然强大，但并不是超品，这样状态下的他是无法和佛陀、巫神这些超品竞争的。两件事加起来，你知道他的目的了吗？”九尾天狐缓缓吐出一口气，声音不自觉的低沉：“恢复巅峰，重返超品，只有这样，他才能抗衡九州大陆的超品。如此一来，神魔岛里有什么东西，便不言而喻，助他重返超品的东西。”鲛人女王听着他们用鸟语叽里咕噜的交谈，且脸色越来越凝重，忍耐了片刻，抓住谈话的空隙，问道：“你们在说什么？”怒浪岛主和神龟大长老同时看了过来，他说的是神魔语，两人也能听懂。银发妖姬呵一声，笑道：“你们从小是听哪位的恐怖传说长大的？”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怒浪岛主，这位鬃毛间夹杂银丝的龙人，脸色狂变，树瞳剧烈收缩，脸上呈现一种极其复杂的神色，那是深切的愤怒和强烈的恐惧交织而成。在很古老的岁月里，一位可怕的强者肆虐汪洋，对海外的超凡神魔后裔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吞食，他几乎灭绝了3品以上的神魔后裔。阿尔苏群岛也在被波及的范围里，怒浪岛主父亲的父亲便死于那位存在的獠牙之下，而同样是超凡的父亲，因为品级不够，反而侥幸地活了下来。怒浪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可怕的动乱，但他从小就是听着这件事长大的。鲛人女王和神龟大长老先后领会九尾狐的话，前者下半身的鳞片一根根竖起，像是炸毛的猫，如花似玉的俏脸迅速苍白。炎热的天气里，他竟打了个寒战，雪白藕臂凸起一层鸡皮疙瘩。神龟大长老双腿发抖，又是后怕又是悚然，结结巴巴地说：“告辞告辞。”他当即打算驾驭大鱼离开，逃回神龟岛。一条毛茸茸的雪白狐尾探出，把神龟大长老缠住。银发妖姬哼道：“说完再走，不然把你背上的龟壳撬下来做锅。”这神龟大长老频频看向怒浪岛主，好歹是见过几面，有一定交情的，希望他说几句话。但让大长老失望的是，怒浪岛主保持沉默，一副自己没有话语权的姿态。神龟大长老只好继续说道：“我们不敢阴风，便退了出去，想着那座岛被强大的禁制隔绝，反正他也进不去。可没想到，他不但能靠近神魔岛，还用头顶的脚印声顶破了禁制。如果是那位的话，倒也不奇怪了。”怒浪岛主皱了皱眉：“其他神魔后裔呢？都跟随那位进去了。”神龟大长老摇头：“他进去后，禁制重新封闭。另外，他还收服了龙精、玄马和烈焰鸟，让3只后裔守门，驱赶靠近神魔岛的后裔。他们太强大了，我撤退之前，已经有超凡境的神魔后裔死在他们手里。3只神魔后裔里，鲛人女王只听说过玄马。”怒浪岛主点了点头，意念传输：“龙精、玄马和烈焰鸟都是极为强大的神魔后裔，玄马的战力与我相当，龙精则比我强很多。至于烈焰鸟，天空和海洋不是一个领域，谁强谁弱，只看在谁的主场。”神龟大长老说完一切后，骑乘坐骑，带着族人快速撤退，远离这片是非之地。怒浪岛主目送神龟们离开，转而看向九尾天狐，无奈道：“返程吧，神魔岛已经被那位占据，靠近只有死路一条。这还不算笼罩在岛外禁制。”怒浪岛主耸得有理，那位堪称童年阴影的存在，在海外确实是无敌的象征。他愿意领路，带着九尾天狐和人族强者前去神魔岛，抱的是试一试也无妨的心理，不是非探索不可。银发妖姬笑盈盈道：“你可以走，反正龟墟就在前方，已经不需要向导。”那我走。怒浪岛主异动了，随后发现鲛人女王虽然小脸发白，像是受了惊吓的柔弱模样，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见他望来，珍珠细声道：“去看看也无妨，大不了不接近便是。”魁梧高大的龙人犹豫片刻，低声道：“我也去看看。”他还是不甘心，想去神魔岛再看看。怒浪相信九尾天狐和人族强者不是无脑狂妄之辈，每一位超凡强者都不是蠢鱼，之所以不肯退走，大概是要去见识一下所谓的神魔岛。不能让荒重返巅峰，不然大凤将来面对的局面会更加糟糕，糟糕到让人绝望。九尾天狐捋了捋垂下的额发，娇艳无瑕的脸上罕见的没了烟视媚行，只有严肃。仙境岛。许七安言简意赅的回复。他当然知道不能任由荒重返巅峰，可问题是光凭他现在的战力，即使加上九尾狐，也不可能是荒的对手。鲛人女王、怒浪岛主只能锦上添花，无法成为制衡荒的战力。九尾狐点点头，接着传音道：“你别忘了，监正也在。”他看出许七安的凝重以及些许悲观。“我知道监正在，
但你不能把一切赌在监正身上。你甚至不知道他在谋划什么。许七安吐出一口气，把话咽了回去，因为他也觉得不妨相信监正。当然，这不代表他把注都压在监正身上。老家伙要是无所不能，就不会被封印在荒的长角里。许七安是觉得有监正在的话，不妨冒险登岛，试一试无妨。还没晋升半步武神，反而要先和荒对上，真倒霉。许七安心说，我他妈不是气运之子吗？是假的吧？玄马生性奸诈卑劣，最擅长见风使舵，他会臣服于那位存在，我并不奇怪。龙晶天生怪力，勇猛好斗，性情凶残，虽然与我是一个境界，但比我还要强大几分。至于烈焰鸟，他不该臣服于那位啊，天空如此广阔，他大可远走高飞，不必臣服于强者，除非那位许诺了他们相应的好处。怒浪岛主尽心尽责地分析情况，但发现不管是鲛人女王、九尾天狐还是人族雄性，都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他没再说话，也转为沉默。船只继续朝南挺进，没有因此加快速度。过了半个时辰，前方出现了海岸线，连绵向视线尽头的海岸线。如果仅凭肉眼所见，这毫无疑问是一块大陆。怒浪岛主沉声道：“这就是从龟墟里浮出的神魔岛，他把龟墟给堵住了，海水无法再涌入龟墟。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岛了吧？”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望向神魔岛。这块大陆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中，在这宛如时间的迷雾深处，走出一尊身高100丈的六臂巨人。巨人青黑色的皮肤上遍布着诡异的纹路，肌肉膨胀，线条却无比流畅，给人一种战力无双的直观感受。他的脸庞无比狰狞，嘴角长出2颗微微弯曲的獠牙，赤红的双眼外凸在海岸边漫步片刻后，他转身返回大陆深处，消失在许七安视野里。整个过程中，他无比安静，对于岛外的情况也毫不在意，仿佛没有看见。还真有什么啊，但看起来状况不对，暂时分不清神魔是虚幻还是真实，只有登岛后才能一探究竟。许七安一边感慨，一边收回目光，转而审视起在神魔岛外对峙的双方。一只体长近10丈、身高3丈的马形怪物静静地立在水面，它通体漆黑，外形与马相差不大，但头顶长着一根独角，臀后是一条长长的蛇尾，修长的脖颈处没有鬃毛，取而代之的是鱼一样的鳃。它的眼睛是黄金色的树瞳，宛如蛇类般锐利冰冷，正紧盯着对面的一众超凡强者。玄马，在玄马的左侧，许七安隐约看见浮出海面的巨大背脊，如同隆起的土丘，却长满了黑色的鳞片。龙晶，玄马和龙晶周围的海水呈现淡淡的血红，不知是被什么生物的鲜血染红，想来便是神龟大长老口中被荒杀死，或被3位马仔联手灭杀的超凡境神魔后裔。2尊超凡生物对面，零零散散，总共100余位神魔后裔，实力有高有低。许七安眯着眼扫过去，发现超凡境的神魔后裔也就6个，当然谁底下有多少，他无法感应到。玄马，你敬效忠那个狂徒，甘愿做他的爪牙，忘记自己祖辈是怎么死的吗？一位超凡境的神魔后裔隔着远远的距离呵斥。能成为超凡境的神魔后裔，血脉一般都很纯正，再往上推1-2倍，基本都是2品，极少数甚至是1品。换而言之，当今海外的超凡境神魔后裔，基本都和荒有杀父杀爷之仇。通体漆黑的玄马打了个响鼻，昂起修长的脖颈，睥睨一众神魔后裔，语气倨傲：开天辟地以来，强者为尊乃不变法则，你们若能打败我，也可让我认主；若不能，便速速退去。主人不杀你们，是因为等上不得台面，可若继续徘徊于龟墟之外，待主人回归后，我就求主人将尔等屠戮殆尽，精血由我3者瓜分。他言语间没有半点羞愧，反而洋洋得意，睥睨着一众神魔后裔，仿佛双方已经不在一个档次。玄马边说着边打着响鼻，狞笑道：城隍的味道真不错。城隍是不久前被他们吞噬的超凡境神魔后裔。闻言，远处的神魔后裔们脸色微变，纷纷后退了一段距离。龙晶的头颅浮出水面，双眸猩红，瓮声瓮气道：一群臭鱼烂虾，统统滚蛋，不然一个都别想活。一头虎身鸟头背生羽翼的神魔后裔沉声道：我们只是想静观后续，看看神魔岛是什么情况，并不是要登岸。龙晶、玄马，大家相识一场，何必做得这么绝？相识一场，你也配？玄马嗤笑道：别说以前我看不上你们，如今跟了主人，就你们这群臭鱼烂虾，也配和我攀交情？你们根本不知道主人是什么来历。别说海外，就连九州大陆也没几个是他对手。那虎身鸟头的神魔嘀咕道：还不是被道尊赶出九州，有本事重返九州啊！能来这里的神魔后裔都家学渊源，从祖辈那里听说过神魔后裔大规模迁徙海外的原因。大胆！玄马怒斥一声，鼻孔中喷出2股罡风，瞬息间掠过100余丈，将那只虎身鸟头的神魔后裔击得4分5裂，血水染红海面，尸块沉浮。
玄马傲立于海面，徐徐甩动蛇尾。你们无非是想靠近神魔岛，尝试或许与血脉之力相匹配的灵运，但我劝你们别痴心妄想。主人没说你们可以靠近之前，谁都别想接近神魔岛。除了几个超凡境的神魔后裔，其他神魔后裔齐刷刷的后退，又惊又怒。玄马竟如此不留情面，这个卑鄙无耻的烂虾，仗着那位的撑腰，如此嚣张。可恶，那几位大人怎么不出手？哪敢出手啊？不提打不打得过龙金玄马和烈焰鸟，他们敢出手，回头那位从岛内出来，直接血屠海外，你我都要遭殃。这几位不走也不敢接近，恐怕是在等那位存在出来宣誓效忠吧。这是唯一的办法。玄马优雅的脉动四蹄，很满意众神魔后裔的态度。主人要求他们守住神魔岛，既是任务也是考验，他们把差事办好了，主人自然会有奖赏。这些臭鱼烂虾根本不知道主人是什么身份，神魔气息遇他如避蛇蝎，只凭这些倒也不能说明什么，但主人有明确告诉他们3位，尔等在我麾下效命，待我重返巅峰，可助尔等吸收灵运，增强血脉之力。玄马仅是想一想，便发自内心的战栗。这时天空传来尖锐的啼叫，一只火红的双翼燃烧着烈焰的巨鸟从云层中掠下，向下方的龙筋和玄马示警。海面上的神魔后裔们纷纷抬头望向天空，接着他们根据烈焰鸟的警示转而看向斜后方，那里一条不算太大的船朝着神魔岛破浪而来。哼，又来一批送死的。玄马鼻子里喷出气息，海面当即出现2个涟漪。待双方距离拉近，玄马目力极强，扫了一眼甲板上的几人，率先认出鲛人女王和怒浪岛主，是阿尔苏群岛的怒浪岛主。这可是大人物啊！神魔后裔们窃窃私语。大人物，玄马心里冷笑一声。如果是以前的话，他见到阿尔苏群岛的怒浪确实要礼让3分，但现在吗？玄马先抬头看一眼烈焰鸟，后者亦会保持着高距离盘旋，示威但不攻击。怒浪，你来晚了。他声音在海面上响起。神魔岛已经被我主人占据，靠近此岛100丈之内，杀无赦。玄马的姿态一如既往的倨傲。船只继续航行着，并没有因为玄马的警告停下来。怒浪看一眼九尾狐和许七安，见2人没有反应，便也保持沉默，船只保持着匀速行驶，掠过了周围的神魔后裔，继续朝着神魔岛驶去。怒浪疯了吗？众神魔后裔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怒浪，他的主人是当年那位吞噬强大后裔，掀起腥风血雨的无敌者，你们阿尔苏群岛6大部族的强者遭遇过的那位。不远处，一位超凡境的神魔后裔提醒道，他的本体是一只巨大的银蚌，蚌壳打开，蚌肉化成分不清性别的人形。我知道，但并不由我做主。怒浪面无表情的点头。知道还不停船，还敢惹事，找死是吗？这下连那几位超凡境的神魔后裔也看不懂了。就交谈的这点时间，船只已经顺利超过神魔后裔们，进入了100丈之内的雷区。玄马怒极而笑，你是在阿尔苏群岛作威作福惯了，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今日斩你，阿尔苏群岛该换主人了。话音落下，玄马化作一道黑色闪电冲向船只，他原本所立的位置，海浪后知后觉地掀起。吼！玄马口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额头的尖角黑光滚滚，一头撞向甲板上的4位超凡。与此同时，天空中响起清越尖锐的啼叫，盘旋戒备的烈焰鸟俯冲而下，宛如一道红彤彤的陨星。他的胸襟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闪烁着对超凡精血的渴求。龙鲸的速度没有前2者快，但庞大的身躯进攻时掀起的海浪造成的动静远比玄马和烈焰鸟要夸张。超凡的气血汹涌爆发，让在场每一位神魔后裔都感到心悸。这还不是直面龙鲸的情况下。不好，快退，免得遭受波及。众神魔后裔各自做出应对。就在这个时候，甲板上穿着兽皮裹胸、披着球衣当作裙子的银发妖姬抬起如雪的赤足，一脚踏出甲板外。呼！身后9条虎尾如同怒放的孔雀尾羽，下一刻，一根根虎尾腕如张扬的触须，朝着前方天空和海洋掠去。那道黑色的闪电骤然停顿，玄马在距离船只3丈处停下来，非他自愿，而是3条虎尾将他吊了起来。空中的陨星撞中了白影，触须般的虎尾将他紧紧缠缚，任凭他如何挣扎扇动翅膀都无法挣脱，就像一只挂在天空的风筝。最后3条尾巴探入海底，层层叠叠翻涌，倾压而来的海浪瞬间坍塌，海面旋即沸腾起来，巨量的海水翻涌，传来龙鲸愤怒的咆哮。双方似在角力，3只臭鱼烂虾敢在本国主面前耀武扬威。9尾天狐冷笑一声，小蛮腰一拧，虎尾一震，噗噗噗，玄马率先4分5裂，接着是天空中的烈焰鸟，先是双翼被扯断，接着虎尾收紧，身躯被硬生生绞成2段。这还没完，海底又一次传来龙鲸凄厉的嘶吼，
翻涌不息的海面平静下来，一股股嫣红的血水咕咕冒出，海底彻底没了动静。而这个时候，神魔后裔们才刚刚准备避退，免得遭受不及，但现在不用了。海面有风有云，却无一丝动静，鸦雀无声。眼前的这一幕让神魔后裔们瞠目结舌，久久无言。龙精、玄马和烈焰鸟可是海外顶尖强者，站在巅峰的那一小撮人。可是这么强大的3位神魔后裔，却被甲板上那位妖媚动人的雌性轻而易举的撕碎。坚固的肉身防御，傲人的气血履历，不及对方3根尾巴。持续的沉默里，怒浪岛主眉骨微跳。他知道九尾狐要高自身一个境界，是人族划分的品级中的2品，可没想到万妖国的国主实力会这么强。玄马这样堪比3品的神魔后裔，在他面前真的只是臭鱼烂虾，而龙精也只是强大一些的鱼虾罢了。那我呢？想到这里，怒浪神色复杂起来。当他看见疑似2品的许七安后，就更复杂了。海外还有这种层次的强者，是新晋升的神魔后裔？显然不是，以他的层次，没晋升之前不可能寂寂无名。100余名散落各处的神魔后裔，在惊骇的情绪中迅速交流，他们猜出了九尾天狐的境界。毕竟能如此轻易斩杀玄马龙精的存在，与他们肯定不在同一个境界。旁观神魔后裔们念头纷呈之际，银发妖姬的狐尾像蚂蟥吸血时一样，吨吨吨地把玄马和烈焰鸟尸块上的精血一股股地吸收吞噬。海面上、天空中，玄马和烈焰鸟的元神愤怒咆哮，他们的肉块疯狂蠕动，试图重组，但随着活性的降低，精华的流逝，只能无奈地变成死肉，肉身彻底死去。龙精的尸体碎块始终没有浮上来，不过染红海面的血水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淡化，直至恢复成清澈碧波。此时9条狐狸尾巴彻底变成红尾巴，色泽猩红。它是九尾天狐青丘狐的后裔，据说这一脉在九州大陆建了一个万妖国，是极少数的没有被道尊赶出九州的神魔后裔。难怪杀玄马和龙精如土狗。终于有人认出九尾狐了。万妖国主出海数次，虽说没有主动掀起风浪，没有闹事，但关于他的传闻，海外还是有一些的，只是传的不多罢了。九尾狐呼出一口气，一脸满足，笑盈盈道：“他们的精血我帮你储存起来，回头炼成血丹给你。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可以吸我的尾巴。”他暧昧地眨巴一下眸子。超凡境的精血想要炼成血丹，需要一点时间。刚才他下手太重，为了不让精血流失，选择将它们存储在狐尾里。尾巴，许七安一脸嫌弃，瞄了他红艳艳的小嘴，笑道：“能不能换个地方？”一人一狐旁若无人的闲聊，完全不把四周的神魔后裔放在眼里。九尾狐大吃一惊，伸手捂住挺翘的臀儿，花容失色：“你在想什么？这里不行。”“我想什么了？”许七安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旋即明白又被狐狸精调戏了，心里一阵不爽。从来没有哪个女子敢屡次3番的戏谑调侃他，都是他掌握主动，一边申公豹一边豆腐乳。这时船只已经航行到神魔鬼边缘，距离海岸线不足10丈。怒浪岛主脸色微变的提醒：“别靠近，会被岛内的气息沾染的。”许七安脚底板微微发力，船只听话的停下来。他边审视着笼罩岛屿的薄雾，边问道：“墨玉是怎么感染的？”怒浪岛主低声道：“他触碰到了迷雾。”许七安沉吟片刻，望向九尾狐道：“我来吧。”他是一品武夫，精气神3者合一，这样的特性让他变相的拥有万法不侵的能力，外界的力量很难强行融入他的身体。银发妖姬没有逞强，微微点头。许七安跨前2步走出了甲板，他的举动让远处的神魔后裔愣了愣。他们看得出九州大陆来的万妖国主打算进岛，但没料到率先向神魔岛靠拢的是一个疑似人族的雄性。海外的神魔后裔很多都没见到真正的人族，是用来试探危险的炮灰。众神魔念头闪烁间，许七安一步步踏着虚空，来到海岸线边缘，距离薄雾形成的屏障已是咫尺。他伸出手指，尝试着触及薄雾。嗡！在手指接触到薄雾的刹那，缓缓浮动的薄雾，局面抖动起来。紧接着，一缕缕雾气宛如枯骨之躯，开始朝着许七安涌起。先是手指画上诡异的、残缺的纹路，接着是手掌。伴随着薄雾的入侵，许七安脑海轰的一阵，一下子多了许多记忆。这记忆仿佛烙印在基因深处，是从出生时便携带的本能。比如运用双脚走路，运用双手拿物品，只不过此时凭空多出的记忆是如何操纵风雨雷电等天地元素。天赋神通，这些薄雾真的能强行赋予一个生命不属于他的神通。许七安察觉到精神在逐步崩溃，基因被强行修改。换成是九尾狐，纵使能强行把薄雾的馈赠逼出体外，也得吃大苦头。但许七安不会，他是一品武夫，是又臭又硬的石头。看，这就是触碰屏障的后果。只有那位大人能抵抗住薄雾的侵蚀，一旦被那股气息沾染，会发疯的。这个家伙要完蛋了。
几个很早之前就来到归墟的神魔后裔，向后来者分享自己的经验。没事吧？船头，九尾天狐目光望着许七安的双手，眉间微皱。无妨。许七安嘿了一声，双掌合并，猛地刺入薄雾中，就像一把刀刺入了坚硬的屏障。许七安的双掌刺破薄雾凝成的屏障，双臂往外扩张，一点点地把它撕开。没有任何响动，但这一刻，整座岛的薄雾都抖动起来，受了强烈冲击。薄雾疯狂地朝着异物汇聚，妄图同化它，侵蚀它，但那些攀附上一瓶武夫双掌的纹路，往往还未来得及成型，便被更强大的力量蒸发驱散。啊呀！许七安浑身肌肉膨胀，毛孔里喷出血雾，血迹。薄雾屏障再次被撑开，那道火口里，岛内的景象不再朦胧，清晰地映入甲板三位神魔后裔的眼里，笼罩住整座岛的薄雾已经不是抖动而已，他们彻底沸腾，像是被搅浑的浊流。见火口已经被撕开，银发妖姬对身后的鲛人女王、怒浪岛主说道：“你们不必跟来，在外面等着。”两名神魔后裔对神魔岛有着极强的欲望，来自本能的欲望，但理智告诉他们，进了岛多半死路一条。等他们点头，银发妖姬翩然跃起，钻入豁口。许七安侧了侧身子，也钻了进去。薄雾如水般涌动，把被撕开的豁口填平。远处的神魔后裔们蓦然而立，表情像是凝固了。过了半晌，本体是棒的超凡神魔后裔低声喃喃：“那人是什么来头？”甲板上，怒浪岛主怔怔的扭头看向鲛人女王，用一种震惊中夹杂痛心疾首的语气说道：“你早知道他的修为。”如今回想起鲛人女王一路上的讨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过于迟钝了。如此强大的存在，我竟然错过了讨好他的机会，一直没怎么交谈。神魔岛某处寂静的荒野，身躯庞大的宛如山岳的荒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慢地迈出半步。我讨厌这里，这是时间的灵韵。低沉浑厚的声音缓慢地说着。这片区域的时间流速极为古怪，比现实世界慢10倍。闯入其中的生物每行动一步，要花费的时间是外面的10倍。时间、事实、人物。同样缓慢的声音问道，来自监正。如果远古时代的神魔中谁最难缠，无法杀死，那就是时间。他的灵韵是将一切都变得无比缓慢。荒为了回答监正，花了整整1刻钟。在现实世界里，这句话10息之内就能说完。我真受不了你说话的速度。监正叹息道，而且你还让我想到了我的弟子。这时人面羊头微微抬起，以极慢的速度抬头看一眼。有什么人进来？监正好奇道。海外环有高手。荒没有回应，他改变了前进路线，慢慢的转身朝着来时的路返回。他耗费了很久很久，终于离开这片缓慢地带，回到时间流速正常的世界。少装算了。荒金色的瞳孔闪烁着凶光，冷笑道：当今九州能靠蛮力撕裂屏障的，除了许七安，就只有那个南疆的半步武神。我才是许七安，半步武神不会离开南疆，他得牵制佛门。这时他看见一只由薄雾凝成的蝴蝶扇动翅膀，轻盈地落在某根长角上，正是封印着监正的那只。荒轻轻呼气，把蝴蝶吹散，化作薄雾消失。我知道身为守门人的你在这里会有特殊手段，但别在我面前耍。荒冷哼一声，许七安来到正好，他在海外无法使用众生之力，我可杀他，吞噬他的精血，增强我的体魄，至于重返巅峰，需要的是神魔的灵韵，不是武夫的气血。许七安站在沙滩上，眼前所见竟是黑色的荒芜大地，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一片死寂。抬头望天，则是徐徐涌动的薄雾。九尾狐伸出白皙的小手，沉默几秒，道：这里没有任何天地元素，包括土灵。他刚才尝试着召唤阴阳五行地风水火，但都失败了。那我们脚下踩着的不是土？许七安皱眉，环顾四周，道：没看见荒的脚印。依照当初所见，海底那只怪物体型庞大的宛如山岳，这样体积的怪物正常行动绝对会留下痕迹，除非他御风而行。暂时别动，我让傀儡先做探索。他稳健地给出建议，同时挥舞袖子，甩出黑色蛟龙。嗷呜！黑色蛟龙腾空而起，张牙舞爪，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向天空。然后他突然一段段地裂开，啪嗒啪嗒地摔在许七安和九尾狐眼前。这算什么？现场展示什么？叫我裂开了。许七安心里嘀咕，脸色凝重道：空中有古怪。黑蛟是超凡境，天赋神通里还有防御这一项，但上天后立刻4分5裂，那看不见的危险拥有可怕的锋芒。这时九尾狐嘶了一声，白嫩修长的玉指沁出一粒血珠，
在我前面，不足3尺。他还没说完，许七安一拳打了过去，半空中传来琴弦断裂般的声音。九尾狐伸出手指再探，发现那可怕的锋芒已经消失。琴弦，蛛丝，他谨慎地给出猜测。许七安没有回答，把恢复原样的黑胶收回袖中，默不作声地朝前走去。这一次，他负责开路，沿途遇到无数次无形之物的切割，走出10几丈，衣袍已经被割得破烂褴褛，一品武夫的强悍体魄遍布着一道道白痕。九尾狐跟在粗鄙武夫身后，颇有闲情逸致地取笑道：“哎呦，转过身让本国主瞧瞧，让业绩沉迷的那根东西是个什么样，我怕一转身把你给扫飞出去。”许七安没好气地说道。越往前走，温度越高，空气越干燥。当许七安看见前方出现一片熔浆时，他已经很久没有被无形的锋利之物切割。九尾天狐与他并肩而立，目光所及，大地消失，岩浆宛如海洋，时不时喷吐出灼热的火舌。赤，九尾狐摊开掌心，一道夸张的火舌喷吐而出，吓了他自己一跳。此地全是火灵之力，我只是施了个小法术，便是此等规模。他震惊不已。许七安摸着下巴，沉吟道：“我有一个想法。”九尾天狐心里也有了猜测，但还是侧头听他说话。许七安道：“我们在岛外有看见远古神魔的身影，可进来之后却不见了。那会不会是神魔残留的灵韵凝聚而成的幻象？此地是远古神魔的战场之一，充斥着他们死后遗留的力量。我们刚才遇到的是那位6臂巨人的灵韵，而现在看见的则属于另一位神魔，只是没想明白，外头的灵韵为何是残缺混乱的，而岛内的却泾渭分明。”银发妖姬解释道：“越强的灵韵，排他性也越强，泾渭分明是必然的。至于外头的那些，大概是灵韵易散的力量相互融合形成，这也能解释为何沾染上的神魔后裔所得到的灵韵残缺混乱。合理。”许七安点头表示认同，叹息道：“此处是荒的天堂，神魔岛现世不久，荒就来了。他想借助此地重返巅峰，我愈发肯定了之前的猜测。他甚至可能在南海带着监正游玩了许久，边玩边等神魔岛现世。”后一句话属于苦中作乐的玩笑话。说完，许七安没有御风，而是试探性地踏入岩浆。死！他先倒抽一口凉气，感受到了恐怖的高温，带着强烈的疼痛。接着喜出望外道：“岩浆具有极好的淬体效果，它能让皮肉更加坚韧，泡久了耐火性会更强。你来嘛？”九尾狐撇撇嘴：“你自己泡吧。”许七安哦一声，一边在岩浆中跋涉，一边借机淬炼体魄。突然，他抬起手，气机凝成巨手，抓向空中的九尾狐。后者似乎早有防备，毫无征兆地拔高身形，恰好避开巨手的抓射。他低头俯瞰，嘴角挑起：“姑奶奶纵横捭阖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刚才一开口，我就知道打什么主意。想看他的身子？呸！做梦，没意思。”许七安嘀咕一句，继续走着。眼见就要淌过这片区域，许七安一愣，道：“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骗子！九尾狐翻了个白眼，但还是忍不住降低高度，一边防备许七安袭击，一边问道：“你踩到什么了？”许七安没回答，一头扎入岩浆里，摸索片刻，从岩浆底摸出一个物件。银发妖姬翩然掠下，浮在岩浆之上，探头看去，许七安手掌心里捧着的是一块火红色的骨头，铜盆那么大，它表面刻满了不规则的火焰纹路。这似乎是某个大型动物的脊椎骨，准确地说是其中一块脊椎骨。许七安低头审视着铜盆那么大的骨头，分析道：“它的主人体积木侧超过5丈，但在神魔中属于矮个子。你说这里会不会是这位神魔的死亡之地？根据他的经验来判断，这节脊椎骨应该是那位神魔的核心，存储着与生俱来的灵韵。骨头在这里，那么这片岩浆覆盖的地域多半是这位神魔陨落的地方。这座岛是神魔古战场之一，那么此地自然是他的陨落之地。难不成他死之后会有好心的神魔的替他入土安葬？”九尾狐觉得他问的都是废话，可我一直想不通，为何神魔死后会有如此夸张的异变？有化身岛屿的，有把周围变成火海的。要说他们的战力堪比超品，我不信。他们甚至连我都不如。可我要是陨落了，最多就是一具万劫不磨的躯壳。许七安看着他，希冀能得到答案。银发妖姬漂亮的眸子往上看了看，做出沉思状，然后摇头道：“没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神魔是特殊的生灵，你就当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吧。”等许七安点头，他说道：“骨头你留着，世所罕见的极品材料，把它交给术士，说不定能练出一件绝世神兵。烙印着神魔灵韵的骨头，外头很难找到相似的材料。”所以许七安很不客气地收了起来。穿过这片火焰缭绕的区域，他们先后经历了数片神魔陨落地，有充斥着堪比天劫的雷区，有游荡着石头人的沼泽，有进入之后水分快速流失，出来后2个人都快变成干尸的区域。
九尾狐的兽皮裹胸都变得松垮了。好在这些情况都属于可以应付的危机，不会对两人造成太致命的威胁。这座远古神魔遗迹面积极大，许七安估测两人前行至少有100多里，但依旧横穿神魔岛。在他们又突破一处神魔死后遗留的区域后，前方出现一片黑色的荒野，没有草木，荒凉死寂。九尾狐和许七安对视一眼，这种没有异常的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看不见异常，你便无法针对性的防御。那里似乎是脚印。九尾狐眼尖指着西面某处，轻声说道。两人御风而起，从高处俯瞰，那确实是脚印，一只羊的蹄印。根据蹄印的大小判断，其主人的体型大概比城墙还高。只有一只脚印。许七安皱眉，想拔高度，但头顶已是缓缓流淌的薄雾。他和九尾狐当即返回地面。许七安道：老规矩，我去探路。荒能平安无事地路过此地，没道理他不可以。在肉身防御和再生能力这方面，许七安甚至觉得自己不比那位曾经的超品神魔差。小心点。九尾狐象征性地提醒一句，他对许七安很有信心。许七安朝着荒芜的黑色平原行去，1步2步3步，这个过程中银发妖姬紧紧地盯着他，但没有任何事发生。4步5步，当许七安踏出第6步时，他突然消失了，诡异地消失了。许宁燕。九尾天狐当即展开神念，探查四周情况，同时高呼许七安的名字。他的声音在旷野中回荡，得不到任何回应。荒的脚印也只有一个，他也无缘无故消失了。银发妖姬略作沉吟，心里有了猜测，果断飞起，冲向黑色荒野。他刚飞出一小段距离，眼前一花，景物一变，接着感觉有什么东西撞到了自己的胸口，耳边传来许七安瓮声瓮气的话：是什么蒙蔽了我的眼睛？银发妖姬嘴角抽搐的低头，恰好看见许七安从他胸口抬起头，两人目光交汇，后者嘿了一声：太客气，太客气了。九尾狐面无表情的后掠，不给他继续吃豆腐的机会，边环顾四周边蹙眉道：空间。许七安还停留在洗面奶的余韵里，慢了半拍才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陨落在此地的神魔掌控的应该是空间相关的力量，这里遍布着紊乱的空间，没有主人操纵的情况下，会把贸然进入此地的生灵随机的无序的传送。九尾天狐沉吟道：那该如何闯过这片区域？许七安耸耸肩：走一步看一步，空间是极高深的法术，据我目前所知，只有术士的传送和琉璃菩萨的无色结界涉及到空间领域。九尾天狐说道：谨慎一些，神魔灵域留下的区域遍布危机，绝不是随机无序的传送那么简单。就算只是这样，但别忘了，荒很可能还在这片区域。许七安笑道：如果是这样，我的危机预感会给出反馈。刚才之所以被九尾狐用洗面奶糊脸，是因为他武者的危机预感没有给出反馈，事实证明这确实没危险，不但没危险，还有点爽。他边说着边往前走，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九尾狐的闷哼声，扭头回看，吃了一惊，银发妖姬的下半身不见了，他从小蛮腰位至被腰斩，上半身留在原地，下半身不知去了哪里。这……许七安眉头皱了起来。空间是支离破碎的。九尾天狐低头看着不翼而飞的下半身，沉声道：不但支离破碎，还不停地变化移动。如果把正常的空间比作一面稳定的镜子，那么这里的空间是一块块碎片组成的镜子，且碎片会不停地移动。进入这里的生灵身处某个碎片时，会随着碎片的移动而移动，宛如瞬移。可当身子处在不同的碎片里，当它们移动时，就会出现九尾天狐这样的情况，身体会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许七安想了想，问道：你能感受到那部分身体的位置吗？如果是他，下半身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下半身也是有脑子的元神。可九尾狐不是一品武夫，未必有这样的能力。九尾狐点头：我能感应到他位置，但他在不停地移动，时间长了，我可能就感应不到他了。而且他会本能的再生，尝试修复自身，必须趁他修复身体前找到他。他目前还保留着半身状态，因为再生是要消耗气血精华的。没记错的话，3位神魔后裔的精血全在他的尾巴里。许七安本来想提醒他的，但建国主秀眉紧蹙，一副急着要找回下半身的样子，似乎忘记这茬了。许七安默默把话咽下去，当作没这回事。到我背上来，这里的空间切割应该伤不了我。许七安提议道。银发妖姬没有逞强，上半身飘到许七安背上，2条藕臂勾住脖颈。循着他的指示，许七安大步前往，期间经历了数次放逐，花费一定时间后，终于找到了九尾狐的下半身。不，用下半身可能不太准确，因为站在他们面前是一个赤条条的完好无损的九尾狐。他下身是一件充当裙子的兽皮大球，9条淡红毛绒的狐尾拖曳在地，宛如婚纱的裙摆。上身赤条条的，肌肤银白如玉，藕臂纤细修长，锁骨精致，身躯线条在小腰处骤然收束，
露着肚脐眼的小蛮腰性感妩媚，身躯比例堪称完美，是纤瘦健美类型，但胸脯这山好白，这山好圆，这山好挺。许七安趁机多看了2眼，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背上的银发妖姬恶狠狠地说：“我看周树人跟你鲁迅有什么关系？”许七安心里吐槽，笑道：“他没有灵智。”那位狐狸精美则美矣，只是双目空洞，脸色木讷，宛如一朵没有生气的纸花。毕竟下半身没有脑子，脑子在上面的头里，所以即使长好了身子，也只是一具躯壳而已。九尾天狐冷哼一声，在他肩膀一按，腾身飞起，一头撞入那具躯壳中。两者同出一源，本为一体，没有任何阻碍的接驳融合。下一刻，九尾天狐空洞的眼神出现灵光，眸子变得灵动狡黠。他一边竖起狐狸尾巴挡住胸前，一边系上兽皮裹胸，不忘瞪他一眼。融合之后，两人继续前行。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九尾狐赖在他背上不走了，允许他拖着自己的圆滚的翘臀，2条大长腿在许七安腰侧晃啊晃。那3个家伙的精血我用了一半，他说。许七安笑道：“值了。”见人，九尾狐磨了磨牙，忽然促狭地笑道：“等回了九州，我就跑徐府去住，别人问起来就说身子被你看光了。”许七安朝他拱了拱手：“你赢了。”边走边说，经过10余次的传送和切割，他们终于走出了这片区域，前方缭绕着大雾。这又是神妖路子？许七安侧头问道。九尾天狐恰好把尖尖的下巴垫在他肩膀，差点被他亲到，边从他背上下来，边翻白眼：“我怎么知道？神魔的事我知道的也不多。老规矩，你去看看。”许七安点头，原地深吸一口气，抬脚进入迷雾中。他没走远，进入大雾笼罩的区域后，立刻停下来，然后长时间没有动弹。就在九尾天狐以为他出了什么问题时，许七安睁开了眼睛，脸上是流连和心悸杂糅的复杂表情。“怎么样？”他摇摇喊道。“很爽。”许七安笑道。“很爽。爽在哪里啊？”银发妖姬皱皱眉头，等他解释。许七安说道：“这里是梦境领域，会让人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的梦境，很美好，也非常可怕。如果我不是一品武夫，我可能已经陷进美梦里无法挣脱，直到死亡。”“那你看到了什么？”九尾天狐问道。“刚才不是看了你身子吗？我第一个梦就是在这里把你给睡了，不要误会，我不是那种强人所难的人，是你主动要求的，还说被看身子，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和我交配了。”许七安坦然地说着，感慨道：“梦里的你真懂事啊。”银发妖姬冷笑一声：“还有吗？”他知道许七安跟他说这些是在冷静客观地描述梦境的能力，但听着就觉得好气。什么叫没办法了，只能交配？一姑奶奶的性格，一刀宰了你好吗？果然是美梦。然后我们2个遇到了荒，成功把驼击杀，救出监正，然后一起回了九州。再接着，我神功大成，修成绝世武神，打败了巫神、古神和佛陀，九州太平。因为我的贡献实在太大，怀庆觉得也没办法了，只能嫁给我，才能感谢我为朝廷、为大奉百姓做的一切。后来我在京城建了一座宫，名字都取好了，叫百花宫。我的红颜知己们都住在那里，和谐共处。他们友好的退让事情权，并且恳求我一定要雨露均沾，不能厚此薄彼。梦里的大家都好懂事啊。废话，因为这是你的美梦。九尾狐满脑子的槽点，但听着听着，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怒道：“我呢？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许七安摇摇头：“没忘啊，你和9条尾巴在南疆望眼欲穿的等我，我隔3差5会过来陪你们，岁月静好。啧啧。”九尾天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片刻，发出一声呵呵。许七安耸耸肩：“但后来我发现，不管是你也好，福香也好，以及骆玉衡、怀庆、临安和木南枝，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把他们安排在一起，只会天天勾心斗角，甚至抓头发撕脸。我越想越觉得不对，越想越觉得不合常理，最后从梦境中挣脱了。”九尾狐若有所思，恍然道：“你的意思是，挣脱美梦的办法是不停地给自己在心里施加暗示，强调梦中所见不合常理。用我们那里的话说，你只要当个杠精就好，有事没事杠一杠。”许七安缓缓点头：“是这样。”他刚想说过来吧，忽见九尾狐脸色微变，指着自己身后说道：“梦里的东西会具现出来。”许七安一愣：“什么意思？”九尾狐尖声道：“荒在你身后。”听到万妖国主的话，许七安险些心跳骤停，他没有回头，但危机预感给出了反馈。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浓雾深处探出一张酷似人脸的面孔，遮天蔽日，朝他张开了宛如深渊的血盆大口。正常情况来说，危机预感应该会先于银发妖姬示警前感应到危险，而不是他出声示警后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唯一的解释是，梦境有很强的迷惑作用，即使是一品武夫也会受到影响。没有任何犹豫，他果断施展阴影跳跃，
试图借助远处的九尾天狐跃出梦境领域。可就在这时，许七安眼前的景物不可控制地发生变化，富丽堂皇的宫殿勾了出来，蒸汽袅袅，几具洁白的洞体在温泉池中泡着，并传来银铃般的娇笑声、嬉戏声。他们分别是临安、怀庆、钟离。而温泉池边的贵妃榻上，骆玉衡和木南枝趴着，翘着臀儿，回眸一笑。他又入梦了，这是之前强行中断的美梦。之前许七安就是觉得这一幕违和感过强，完全不符合逻辑，违和到缺乏代入感，才得以从梦境中摆脱。现在看来，不管有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一场只要身处浓雾就一定会被强行入梦有上一次的经验，他想挣脱梦境不过是一念之间。但此时此刻强行入梦，等于毫不抵抗地站在荒面前，哪怕是一刹那，也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完蛋了！许七安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忽然有种万念俱灰的悲怆。骆玉衡和木南枝的身影如幻影般破碎，许七安挣脱了梦境，并意识到自己没有死。他鼻腔里发出一声质疑，顾不得激动和欣喜，继续着之前欲施展的法术。他化作阴影消失，从九尾狐的裙底钻了出来。这个时候，他才有时间观察荒，发现他黄金般的瞳孔微微呆滞，那张酷似人脸的面孔露出些许愉悦。他也入梦了。我这一身的气运不是没用的。许七安欣喜的同时抓住九尾狐的胳膊，沉声道：先走，往回走。尽管登岛之后就有了与他死战的心理准备，但许七安本能地觉得战场不应该在这里，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优势，无法利用地利。九尾天狐俏脸发白，用力点头，那股狂涛般骇人的气势给了他极强的压迫感。荒即使不复巅峰，依旧要远强于一品。两人身躯融化，坍缩成阴影。可就在这时，迷雾深处的黄金般璀璨的瞳孔恢复了焦距。他凝视着前方即将融入阴影的两人，不慌不忙地张开嘴，轻轻一吸。那团即将融化的阴影顿时被拉扯变形，无法维持，重新还原成许七安和九尾狐。见无法逃走，许七安当机立断道：辅助我，如果打不过，你自己找机会逃走，我负责断后。九尾狐看他一眼，好。这个臭男人关键时刻倒是从没怂过。吃吃，毛孔里喷出血雾，皮肤变得滚烫，宛如煮熟的虾。许七安从玉石小径里抽出了太平刀和镇国剑，后者如今已经成为他的专属兵器。噔噔噔，许七安主动迎上荒，奔跑过程中，他毛孔中喷吐出的血雾以及身上的水分，精气快速流逝，仅2个呼吸，他便形如干尸。啪！许七安握着太平刀的左手打了个响指，下一刻，荒堪比城墙的庞大身躯喷吐出浓重的血雾和水汽，他的毛皮不再鲜亮，他的碎金瞳孔不再刺目，口中那道滚滚气旋随之平息。而这时，许七安已经成功贴身。对于一品武夫来说，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只要让我抓住贴身的机会，就赢了一半。砰！他一个膝撞顶在荒的下颌，堪比城门的巨大头颅猛地昂起。紧接着，许七安旋转起来，像一把角刀，太平刀和镇国剑化作刀刃风暴，在荒的脖颈位置展出稠密的火星。荒损失的是灵韵，肉身没有变弱，即使他不属于肉身强悍的那种神魔，依旧不是太平刀和镇国剑能轻易伤害的。我不应嘲讽寇师傅，我自己也成刮痧天王了。许七安旋转的速度不减反增，火星愈发稠密，太平刀和镇国剑展出一道道白痕，白痕加密加深，渐渐沁出血珠。许七安靠着武夫的体力和兵器的锋利，成功让量变引发质变。荒再一次体会到一品武夫肉搏的可怕，他没有被情绪主导，见一时无法在一品武夫手底下抢回主动权，当即改变策略，让头顶6根独角刺地亮起，散发乌光的纹理瞬间爬满全身，一股恐怖的力量在凝聚蓄力。快避开！其中一根独角里传来坚正的声音。许七安同步察觉到危机，收刀撤剑，身体朝后一躺，形如鬼魅的滑退。而这个时候，荒6根独角扩散出的纹理已经爬满全身，下一刻他化身为纯粹的黑洞，形体模糊不清，这是因为他把附近的光线都给吸收了。荒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包括浓雾、泥土、空气以及许七安。荒之所以被称为荒，就是因为他所过之处，一切生命都将枯萎，一切能量都会消散，只剩一片荒芜。许七安不是第一次见识荒的天赋神通，但相比起杀许屏风那次，这次的吞噬力度比之先前要强10倍100倍。噗噗，他把镇国剑和太平刀插入地面，双脚深深嵌入地表，身子后仰，以此来对抗疯狂的吸力。可就算这样，他的精气、水分依旧在疯狂流逝，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他不是没做抵抗，被恐怖吸力吞噬精气的同时，他还释放了毒气、催情气体以及玉碎。前两者无效尚可理解，可就连玉碎返还的伤害似乎也被吞噬了，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好强！许七安大概估摸到了荒的实力，
和神书一样可怕，但又是不同的可怕。荒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能力，攻击方式极为单一，那就是吞噬。可就是这样简单的能力，反而更无解。七绝骨帮不了我，玉碎的返还能力无效，那就只能施展天地一刀斩。可身处漩涡的我，根本无法坍塌契机，完成玉碎的蓄力。幸好出海之前，南枝给了我不少生命精华，不然我这会儿已经是人干了。许七安脑海里闪过种种念头，思索着自救的方法，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这时，荒化身而成的黑洞吸力忽然减弱了几分，黑洞中心一道虚幻的身影微微浮起，像是被强行拽了出来。这个过程甚至不足1秒，仅是一刹那。另一边，九尾天狐手握浑天神镜，镜面遥遥照向黑洞。这件法宝经过长时间的关照蓄力，成功影响到荒，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与此同时，黑洞里传来坚正的声音：“骨头，骨头，什么骨头？”他先是一愣，接着想到了从岩浆里捞出来的那节脊椎骨。没有犹豫，许七安选择相信坚正，抓住浑天神镜制造的刹那机会，他腾出一只手伸向怀里，握住了地书碎片的把柄，朝着黑洞用力一抖手，地书碎片与他心意相连，不会抖落出其他东西。一块灰红色的骨块从镜面飞了出来，在强大吸力的拉扯下，迅速投入黑洞。砰！明艳的火光爆开，旋即连火星都被黑洞吞噬。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黑洞的吸力缓缓减弱，弱至无法再吞噬光线。荒的形体重新呈现在许七安和九尾狐眼前。走！他施展阴影跳跃，带着九尾狐往来时的方向逃去，逃入空间支离破碎的那片区域。如果荒追上来，他们可以利用空间不断变化的特性与他纠缠。坚正！荒遥望着空无一人的前方，咬牙切齿地开口，陀错过了一个铲除许七安的机会。坚正轻笑声传来：“我不帮他，难道帮你？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吞我呀，可你又做不到。”荒沉默一会儿，压制情绪，缓缓道：“罢了，拿到那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守门人，很快就能验证。”他转身，在沉重的脚步声里走进浓雾深处，朝着神魔岛中心而去。看来单凭我一个，还是打不过荒啊。荒芜的平原上，形如枯槁的许七安坐在地上，叹息着说道。九尾天狐默然，警惕的东张西望。一刻钟后，他们终于确定荒没有追过来。刚才是怎么回事？那块骨头能克制荒？银发妖姬松口气，开始思考这件让他困惑不解的事。许七安想了想，摇着头说：“火灵不可能克制荒，真要这样的话，他就太好对付了。骨块里蕴含的力量不算强，爆发时的威力同样不可能打破荒的天赋神通。”九尾狐抿了抿唇，沉思道：“那玄机只能是骨头蕴含的灵韵了。”他眸子一亮，隐约觉得自己把握到了什么，但一时间又无法总结出来。许七安也想了一会儿，没能想出个所以然来，改变话题道：“他为什么不追过来？以我和他的仇恨，没道理这么轻松放过我。虽然这片区域的空间是混乱的，但顶多是加大追杀难度，不至于让荒忌惮的放弃追杀仇敌。或许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比如恢复实力。相比起这个，我倒更好奇间正是怎么知道你有那块骨头的。”银发妖姬抓住了重点。从刚才的情况看，坚正显然知道许七安手里握着一块骨头，可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时辰前，而当时的坚正被封印在荒的长脚里。他既然被封印，天命师的能力多半无法发动，如果荒连这都做不到，他就不可能困住坚正。那坚正是如何知晓的？许七安想到一个可能，他在监视我们。说话间，一只由薄雾凝成的蝴蝶轻盈地扇动翅膀，朝两人飞来。薄雾凝成的蝴蝶轻盈地盘绕飞旋，在许七安和九尾狐头顶灵巧地盘旋几圈后，于两人面前化作一名长须长发、两袖飘飘的老者，形象坚正。许七安既觉得意外，又不觉得意外，连忙起身拱手，笑道：“半载未见，坚正别来无恙。我正发愁如何救出你，或绕过荒与您交流。”他态度非常谦卑，虽然坚正如今只不过是区区天命师，但尊老爱幼是许银罗的天性，就像白嫖一样。坚正阴沟里帆船是初冬，如今是次年的暮春，接近初夏，差不多有半年了。坚正负手而立，呵了一声：“没看到老夫穷途末路了吗？何来的无恙？我只是客套一下而已。”许七安习惯性的在心里吐槽老银币，恭敬不改。您此来何事？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许七安有种摊牌的感觉，他有预感坚正会在这座岛上与他摊牌。至于摊牌的内容，多半与神魔有关，与未来大劫有关，以及老银币后续的安排、谋划等等。坚正叹息道：“你可知这座岛是什么地方？神魔古战场，这里到处都是神魔陨落后形成的禁地，遍布着残缺的灵韵。”九尾狐代替许七安回答。坚正点点头，准确地说，此地是神魔终结的最终战场，也是神魔终结的开端。
神魔陨落的真正原因就在岛中央。荒此次登岛，为的就是岛内的一件东西。许七安和九尾狐下意识地问：什么东西？监正微微摇头，说道：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见了它，你们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神魔陨落的秘密在岛中央，是某件东西。等等，残岛的那位神魔后裔与我说过，远古神魔灭绝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狂，彼此征战，最后终结了神魔时代。没说是为了争夺某件东西啊。许七安皱眉道：荒来这里不是为了重返巅峰，恢复超品的实力，或者说那件东西可以让他重返巅峰，这和他想的不太一样。原以为荒千里迢迢来神魔岛是为了重返巅峰，积累资本，抗衡九州大陆的3位超品，没想到竟然还涉及到更大的秘密。恢复巅峰是他的目的之一，和取走那件物品并不矛盾。监正环顾四周，荒是远古时代最强大的神魔之一，拥有超品的战力。当年神魔混战中，他因为树敌太多，成为神魔们群起而攻的对象。最后虽然侥幸活下来，但灵运受损，再也不复巅峰。他伪装成神魔后裔，四处杀戮，后来被道尊赶出九州，也一直未曾停止对神魔后裔的屠戮，为的就是修复灵运的残缺，重返超品。九尾天狐问道：吞噬不同的灵运，可以修复自身的灵运？他倒不是太惊讶，荒的本体出了问题，且不停杀戮神魔后裔，这2件事他早已知晓。那是他的天赋神通，吞噬的灵运可以转化为自身灵运，从而修补残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灵运的本质是一样的。监正看向许七安，笑道：可惜神魔后裔对他的作用太小，就像你，普通的3品强者于你而言毫无裨益，而你只是想晋升半步武神，可他要的是重返超品。许七安心里一动，您刚才提醒我丢出那块骨头，是想强迫他吸收灵运。监正颔首，他进岛之后陆陆续续吞噬了一定数量的灵运，已经达到一个瓶颈，若再继续吞噬，便需要沉睡，以此消化灵运。他不想沉睡，就只能停下吞噬。原来是这样，我说那骨头怎么可能压制荒？许七安接着把话题回归正轨，问道：这座神魔岛是怎么回事？他为何会藏在龟墟之中？近期浮现又是什么原因？银发妖姬脑袋上2只尖尖的耳朵本能的支棱起来，不过他自己没有察觉，专注的盯着监正。我无法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监正先是摇头，继而说道：至于他浮现的原因，你应该已经知道，神魔陨落是第1次大劫，如今第2次大劫即将来临，而前者毁灭的原因与他有关。监正说话的语气平淡而冷静，但听闻了如此惊天秘密的许七安和九尾狐同时心跳加快，甚至有些心悸。许七安压低声音，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肃：那东西就是所谓的大劫。他从未如此接近过真相，同时心里涌起强烈的好奇，想立刻知道岛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监正略作沉吟，缓缓点头：可以这么说。许七安觉得监正没有把话说完，但识趣的没有追问。不可能。九尾狐摇了摇头，反驳道：如果岛内的那东西就是所谓的大劫，那古神、巫神和佛陀不会坐视不理，毫无反应。许七安看向了监正，后者沉默片刻，笑道：2次大劫是不一样的，岛内的那东西确实是大劫的核心和关键，但它属于第1次大劫，而且神魔时代的那一次并没有出现守门人。什么是守门人？守的是什么？九尾狐问出了许七安心里的疑惑。你们抵达了这座岛的中心，见到他自然就知道了。监正说道。许七安看向九尾狐，看见狐狸金光洁的额头凸起一根青筋，心里很不爽，但又强行忍耐的模样。习惯就好，术士就是这么欠揍。他心里默默吐槽，这里面包括监正和他的弟子们，吉祥物吃货和倒霉蛋除外。第2次大劫的关键和核心是气运吧？许七安凝视着监正。没错，这一次老银币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所以佛陀、巫神还有古神3位超品没有派人前往海外。九尾狐恍然地问道：如果监正再跟他卖关子，等回了九州，他就一把火烧掉观星楼。监正摇头，除了古神，其他2位并不知道这座岛的存在，这是只有神魔才知晓的秘密。我还以为超品无所不知。许七安试探道：监正，这就是你故意被荒封印的原因？你真正的图谋也是岛中心的那件东西？监正叹口气：我是真的阴沟里翻船了，毫无防备啊！哎，老了，我信你个鬼！许七安知道天命师的忌讳，没有刨根问底，看一眼九尾狐，道：你找上我是希望我阻止荒的计划，把岛内那件东西抢到手？监正颔首：那件东西如果落入荒的手中，万事皆休。你不是说那东西是第1次大劫的产物，与第2次大劫无关吗？九尾狐抬杠。监正心平气和地解释道：它是第1次大劫的关键，不代表它没有用处。
不管第一次大劫还是第二次大劫，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方式变了。也就是说，一定要死磕到底了。两次大劫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前后会有变化？是因为守门人的出现。许七安无奈道：可刚才的情况也看到了，我和国主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监正语气不疾不徐：你觉得和荒战斗最重要的是什么？许七安想都没想，是一拳锤爆他的力量。监正怒道：是逃命的本事。粗鄙的武夫！粗鄙的武夫！边上的九尾狐用口型附和了一句：以你现在的战力，不足以抗衡荒，你也不是要打败他，而是从他手中抢到那件东西，因此偷袭和偷跑极为重要。所以，监正停顿一下，环顾四周，笑道：你需要这片空间的力量。他们所处的这片空间充斥着支离破碎、不断移动的空间之力。首先，我要送你一件法器。说完，监正伸出右手往虚空里一抓，空间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波纹，像是被打破平静的水面。监正摸索了片刻，从虚空中抓出一件东西。这东西看起来宛如一颗剔透的玻璃球，球内是漆黑树瞳，树瞳边缘延伸出扭曲的血管，一只眼球。许七安猜测它是当初那位神魔的灵韵所化，与火属性的脊椎骨一个性质。监正不搭理他，转而看向九尾天狐，闲着的左手朝他做出抓射东西。九尾狐只觉脑袋一疼，头发像是被人用力拉扯了一把，接着他就看见自己的一簇白毛被监正扯了下来，轻飘飘地飞向糟老头子。一小撮银白色的发丝飘向玻璃球，当他接触到玻璃球的瞬间，监正掌心腾起刺目灼热的火焰，两件物品迅速扭曲，宛如铁胚融化，它们糅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一条手绳。手绳由银白色的秀发编织而成，串着一颗拇指指甲盖大小的玻璃珠，珠子内蕴藏着漆黑的树瞳，但没有了血丝。监正把手绳抛向许七安，道：滴血认主吧。但凡需要滴血认主的法器，最低也是绝世神兵，寻常法器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谁都能用，不需要认主。一件绝世神兵就这样诞生了。宋师兄要是见到监正的这手炼金术，会不会羡慕地哭出来？也可能会鄙视，认为这样的炼金术没有灵魂。许七安接过手绳，直赌逼出一粒血珠，怀着好奇和期待，把血珠抹在玻璃珠上。几秒后，他成功与这件法器取得联系，掌握了它的功能。这是一件功效单一的法器，它只有一个能力，那就是空间转换。当然，单一并不代表简单，空间转换有多种操作，比如传送，比如空间切割，比如隔空取物等等。空间切割无法伤害到荒，但许七安可以通过切割他所在的空间，将他传送到远方。不过这一招只能通过偷袭来实现，一旦对方有了防备，只需要快速移动就能破解此招。有了它，虎口夺食的把握确实大增。许七安道。监正却摇头：不，你很难在正常状态下当着他的面虎口夺食，还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帮手为你创造机会。他看向了九尾狐，后者连连皱眉，哼道：我做不到。他有预感，经过刚才的教训，下次见到荒，他会第一时间先杀自己，清理掉碍眼的苍蝇。监正含笑望着他，青丘湖的陨落地也在这座岛上，这也就是说，青丘湖的残缺灵韵也会存在。我记得九尾天狐的灵韵是可以继承的，同族之间可以相互掠夺灵韵，狐狸精晋升一品的契机来了。许七安欣喜起来，侧头看向九尾狐，银发妖姬的眼睛猛地绽放光彩。监正笑着问：这笔交易可还满意？九尾狐深吸一口气，平复内心激动情绪，沉吟道：如果我能晋升一品，掌控九尾天狐一脉的天赋神通，把握确实会大很多。许七安问道：你们这一脉的天赋神通是什么？什么样的天赋神通需要到一品境才能掌控？九尾天狐顾名思义，当然是和尾巴有关。银发妖姬笑容忽然变得有些复杂，说道：我娘也是九尾天狐，她身边也有9大长老，可是一个都没有活下来，你知道这是为何？许七安摇摇头，看着九尾狐复杂的神色，本能地觉得这里头有坑。银发妖姬措辞片刻，低声道：因为狐狸有9条命，9大长老死光了，我娘才死的。九尾天狐成年后会分裂出9道分魂，融入9条尾巴中，这是天赋神通的雏形。等达到一品境，9条尾巴就会更进一步，从分身变成替身，替身的作用就是替本体受死。换而言之，一品境的我拥有9条命，尾巴替本体受死。许七安喜悦的心情忽然消失了，沉声道：那死去的尾巴？九尾天狐淡淡道：自然便是死了，不过只要本体不灭，每隔100年就能长出一条新的尾巴。但新生的尾巴和之前那条没有任何联系，于之前的尾巴来说，它是真的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和9条尾巴是以主仆相称，而非姐妹。如果是姐妹，那必然会有感情，一旦有感情，
便会伤心，自寻烦恼罢了。许七安沉默许久，说道：“不能是夜鸡、白鸡、青鸡和雪鸡，4只鸡他都认识，前2只鸡不说了，后2只也有一定的情分。如果九尾天狐非死不可，许七安只能确保这4只鸡平安无事。”好，银发妖姬给出承诺。他面无表情，显得无比冷酷。但熟悉他往日狡黠风格的许七安知道，九尾狐对9个姐妹并非真的没有感情，并非真的只是主仆，没有其他情谊。还真是残酷啊！他缓缓吐出一口气，忽然想起一事，道：“对了，监正，4天间有新的监正了。采薇师妹众望所归，接管了您的位置。”监正表情陡然间垮了。皇宫，御花园，凉亭，穿着梅色宫裙的怀庆坐在圆桌边，青葱玉指间捏着一枚白旗，蹙眉不语。过了半晌，他无奈的投子认输：“是朕输了，都怪许宁燕，与他对弈久了，朕的棋力下滑严重，果然是近墨者黑。”坐在对面的魏渊笑容温和：“陛下那几日不是挺开心？正事也不做了，成天想着和许宁燕对弈，臣还以为那许宁燕棋艺高超，让陛下见猎欣喜，起了争强好胜之心。”他不动声色扫了一眼怀庆的衣裙，也是那段日子以后，怀庆又重新穿回了裙装。这里头的心境变化不足与外人道。怀庆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听出魏渊的打趣和调侃，淡淡道：“魏公早日把母后接出宫去，省得将来东窗事发，史官在清史上记一笔，全淹魏渊，祸乱宫闱。”魏渊面不改色道：“陛下，北境妖族的主酒前日已经给出答复，他不愿意参与所谓的大捷中。如果我们继续逼迫，他就带着妖蛮远赴北极苦寒之地。”怀庆适可而止，没有继续互相伤害，冷笑着说：“他倒是有自知之明。妖蛮已经彻底退出九州的权力舞台，抱着躺平的心态，失去争雄之心。”魏渊放下棋子，端起手边的茶盏，抿了一口，道：“其实未来的趋势，3品超凡虽然是极强的战力，但于大局并无裨益。他不想掺和，便由他去，乖乖把欠大奉的钱粮补上便可。”怀庆点头赞同，问道：“巫神教那边有何动静？”“并无动静，他们在等待巫神挣脱封印，在此之前应该不会有什么动作。”魏渊道：“西域呢？”怀庆又问：“根据暗子递回来的情报，西域有钱有势的贵族基本都已经动身前往阿兰陀，他们认为佛陀现世是要普度众生，人人都能得正果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魏渊笑道：“如果要发兵伐佛，现在是大好的机会，并无意义。”怀庆摇了摇头：“魏公对此事有何看法？”魏渊没有思考，说道：“神书头颅被夺回后，佛门便不需要分出精力镇压，恰逢大劫将至，陛下觉得佛陀下一步会怎么做？”怀庆同样没有思考：“布局。”魏渊又道：“所以这佛法大会便是佛陀的布局。”怀庆早已想到这一茬，顺势问道：“因此我们要想办法破坏佛法大会？”他苦恼的是这件事。许宁燕不在中原，中流砥柱般的人物九尾天狐也不在，大凤和南疆的战力大打折扣，就算神书恢复巅峰状态，率领大凤超凡强者，也不可能战胜佛陀统领的3位菩萨。魏渊笑道：“有时候吃掉一支敌军，不一定非要正面对抗，断粮草、断援兵，一样能把他们逼到穷途末路。陛下要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可以抛开佛法大会，只思考佛陀或者超频想要什么。”怀庆心里一动，脱口而出：“气运。”魏渊笑容扩大：“那么是不是可以大胆猜测，佛法大会是凝聚气运的方式和手段？”见怀庆蹙眉点头，魏渊继续道：“知道这支敌军的软肋后，我们就可以断粮草了。”怀庆眼睛亮了起来：“怎么断？”魏渊目光倏然锐利：“佛门僧人有限，管不了诺达的西域，管不了民间的芸芸众生，而贵族阶层前往阿兰陀期间，各国各城统治力度必然下降。朝廷要做的不是阻止佛法大会，而是抓住这个机会，在暗中扶持大乘佛法，分化西域百姓的信仰，扩大规模，然后又鼓动西域百姓迁徙中原，削弱西域的气运。”怀庆喟叹道：“善谋者当谋天下，朕会鼎力支持魏公，倾尽国力，在所不惜。”魏渊笑道：“陛下虽是女子，魄力却远胜历代君王。”神魔岛某处，许七安和九尾狐站在某片禁地的边缘，他望着前方一个个扭动腰肢的虚幻的赤裸美人，诚恳地说道：“请务必让在下陪同。”银发妖姬耳畔尽是靡靡之音，皱眉道：“不要，我自己进去便是，跟你一起进去，本国主保留了500年的完璧之身便危险了。”许七安没好气道：“瞧你这话说的，谁还不是完璧之身呢？区区魅惑之色，诱惑不到本银罗。无耻！”九尾天狐翻了个白眼，道：“我是怕你借此机会非礼本国主。”
两人一边斗嘴，一边并肩前行，进入了青丘湖陨落的地带。穿过这片区域，就是神魔岛的中央地带。荒的声音回荡在这片寂静的天地间，庞大的身躯缓缓迈步，每跨出一步都要停顿许久。仔细看的话，不是他刻意停顿，他的迈步是连贯的，不存在停顿，只是这个动作被无限放慢。你想知道神魔陨落的真正原因吗？这涉及到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秘密，也是我要带你来此的原因。荒自说自话了半天，没得到坚正的回应，沉默一下，道：你似乎不太开心。长角里传来坚正没好气的声音：人间不值得，人间不值得，很有道理。荒认真思考后表示赞同。你没收过徒，你懂什么？坚正嗤笑道：你别试探了，索性已经来到这里，我是不是守门人？很快就见分晓。得到了他，我即使没有气运，也能与超品争锋。若再吞噬你的灵运，我便能力压超品。当然，我会首先灭了大凤，争夺中原气运。说完，他不再开口，缓慢而坚定地朝着前方行去。这片区域的时间流速缓慢，这里的一天相当于外界的10天。最好的破解之法是吞噬此地灵运，但这样一来，他会陷入沉睡。换成平时也就罢了，可如今岛内有许七安和九尾狐，他一旦沉睡，倒不是害怕自身安危，而是怕被那小子捷足先登，所以之前才主动脱离此地，去尝试猎杀许七安。可惜坚正这个老贼看穿他的破绽，做出提醒，让许七安逃过一劫。荒芜的旷野，萧条和死寂是神魔岛的主色调。此地隐于归墟无尽岁月，不见天日，再有神魔死后力量的影响，任何生物都无法在此处生存。行走在旷野上，耳边尽是靡靡之音，酥软柔媚，再配上无处不在的虚幻美人搔首弄姿，若是定力不深的男人，此刻已经欲念熊熊，只想着做最本能的运动。许七安欣赏着虚幻的美人，他虽然是 SP， 但除了在花神面前无法自控，大部分时候都是上面的头做主。勾魂的魔音上次在南疆时见九尾狐施展过，美人幻影应该是魅惑力量的具现化，九尾狐的天赋还挺多的。许七安看多了幻影，忍不住侧头审视身边的九尾狐，不自觉地把他和那些虚幻的美人做比较。银发妖姬嫣然道：是本国主身段好，还是他们身段好？各有千秋吧。许七安中肯的回复。狐狸精没听着他的吹捧，有些不开心，哼哼道：你也就有情骨半身，能控制自身情欲，否则早就发狂了，然后用鞭子抽你。许七安笑呵呵道。九尾天狐觉得这话似乎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许七安继续欣赏着美人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她们一共有9个形象：怯生生如小家碧玉，高贵冷艳如仙子，矜持端着如大家闺秀，热情似火如小母马，烟视媚行的妖娆尤物，温婉成熟如长辈，英姿飒爽如女侠，放荡妖冶如妓子，纯真浪漫如邻家妹子。他怀疑这些形象便是当年那位青丘湖的9条尾巴，每一位都是倾国倾城的尤物。你有没有发现坚正很奇怪？九尾狐突然说道。他一直很奇怪。你的尾巴里有酷似那位女子的吗？许七安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九尾狐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那是一个容貌无瑕的女子，嘴角微翘起，眼儿妩媚，欲说还休，姿态勾人却不放荡，是个烟视媚行的尤物。你的红颜知己里没有这般的女子？九尾狐明白了，果断地打击他。没有，不过你可以把白姬培养成这种类型的女子，她的可塑性很强，而且长得可爱，将来不会比叶姬、雪姬拆妖族都如此丧心病狂吗？白姬我是当女儿养的。许七安呸一声，一脸羞与你为伍的表情。不等九尾狐发怒，他正色道：坚正能利用神魔岛的力量，这一点恐怕荒都做不到，那只蝴蝶就是最好的证明。万妖国主恩一声道：所以你才试探地问他是不是故意被荒封印，就是为了借他力量来辞岛。许七安没有否认，叹口气，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说明这件事关乎核心机密，他还不想告诉我。你比粗鄙的武夫稍稍好一点。银发妖姬傲娇地评价道。之前的一番对话中充斥着试探和套话，话中有话，最后许七安落败，除了坚正想告诉他的东西之外，没有试探出额外的情报，所以才在结束对话时报复性的把楚采薇接管坚正之位的消息告诉坚正，故意气他。所以坚正多半就是守门人了吧？九尾狐盖棺论定。应该。许七安捏了捏眉心道，他身上还有很多秘密，初代的崛起不同寻常，如果他是守门人，那么一切就合理了。可现在的情况看，似乎当代才是守门人，那么初代的崛起就无法解释了。罢了，迟早会知道的，我有预感。顿了顿，他想起另一件事，闲聊般的语气说：
我突然想起一茬，道尊当年把神魔后羿赶出九州大陆，为何独独放过你们九尾天狐一脉？九尾天狐这一脉实力强大，绝对是道尊的眼中钉肉中刺。狐狸精皱皱眉头，摇着头说：其实得知道尊把神魔后羿驱赶出九州，我就觉得不对劲。不过原因我娘没有说过这方面的事。另外，万妖国这一脉是留下来了，但其余的族人依旧被他赶出九州。许七安心里一动，道：你说会不会有一任万妖女王是道尊的姘头？还真有这个可能。九尾天狐坦然道：九尾天狐一族焉视媚行，仰慕强者，与未成道前的道尊有什么纠葛也是正常。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一路走来没遇到危险，毕竟以许七安的品级，神魔岛上除了荒，几乎不存在威胁到他的事物。走了不知道多久，两人终于见到了此行的目标青丘湖遗骸。前方荒原上立着一具巨大的骨架，外观像犬科动物，但体型堪比成年大象。它无力地倒在荒原，除了颅骨遍布裂纹，但保存完好，身体各处的骨头都是散碎的，一块块的凌乱散落。许七安注意到这具骨架没有尾骨，而布满裂纹的颅骨刻着玄奥复杂的纹路。他仅是看了一眼，耳边就响起靡靡之音，并觉得这只颅骨是如此的动人，想抢回家当老婆。青丘湖的灵韵烙印在颅骨上的，他诧异道：不是说天赋神通是9条尾巴吗？但旋即他就想明白了，尾巴只是载体，替身的关键还是9道分魂万妖国主俯身捡起颅骨，将它高高举过头顶，露出了痴迷的表情。他渴望这一天很久了。灵韵虽然残缺，但足够他晋升1品，毕竟他早已是2品巅峰，卡在这个境界多年。晋升1品的他才算真正的追赶上母亲的境界，成为当之无愧的万妖国主，不会让旁人说万妖国主一代不如一代。晋升1品的他才能庇护妖族，在大劫中求存。晋升1品的他才有资格参与到大劫中，有实力影响结局。九尾天狐深吸一口气，缓缓将颅骨戴在头上。这个过程中，颅骨自动缩小，变成适合他佩戴的尺寸，罩住了他的脑袋和眼睛，只露出雪白尖翘的下半张脸。银色长发从颅骨中滑出，柔顺地披在后背。但从美感而言，这副装扮的九尾狐多了一股部落的野性，平添魅力。随着帽子戴好，颅骨上的纹路亮起，闪烁着幽幽的青光。九尾狐盘腿而坐，语气极快地说道：最快的晋升办法是保留颅骨，与我融合，1个月之内便可。若想彻底消化颅骨内的灵韵，则需2个月。许七安沉吟片刻，道：第一种方法，监正给他们的期限是10天，10天后荒就会度过那片时间流逝缓慢的区域，抵达神魔岛核心。而他们想要截胡，就必须在5天之内度过那片区域，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九尾天狐不再说话，安心的炼化，吸收颅骨内的灵韵。戴上颅骨后，九尾天狐沉下心来，闭上眼睛，摒弃杂念，放空大脑，专心的感应颅骨内残留的灵韵。不多时，通过同族之间的灵韵相互感应，他就清晰地感觉到2个交叠的颅骨之间产生了轻微的共鸣。青丘湖的灵韵下沉，而他的灵韵上浮，两者产生交汇。2股灵韵交汇的刹那，吞噬就开始了。吼！青丘湖颅骨内的灵韵下沉，于九尾湖识海内凝出一道白影。它先是模糊不清，变幻不定。额顷，身躯凝实，化成一只体长数丈的白狐，身后9条尾巴扬起，如同开屏的孔雀。它是如此的优雅高贵，宛如天地孕育的精灵，充满圣洁。它是如此的妖冶魅惑，仿佛情欲的化身。看见它的生灵，不管男女，都将臣服在它的魅力之下。青丘湖，远古神魔之一。传说中青丘湖是远古时代的尤物，它的魅力能征服一切，不管是神魔、人族，亦或者神魔后裔，都垂涎它的美貌，是最有影响力的神魔之一。九尾狐念头一动，自身灵韵于识海内具现化为一只优雅高贵的九尾白狐。它体型相对较小，外观和青丘湖也有极大区别，但同样洁白无瑕，同样拥有无与伦比的魅力。2只白狐隔空对峙，龇牙咧嘴，身后的9条尾巴豁然展开，像是旌旗一般猎猎招展。他们不顾一切地扑向对方，厮杀起来。九尾天狐这一脉，同族之间可以相互掠夺灵韵，补完自身。银发妖姬想吞噬青丘湖遗留的灵韵，后者同样也会依照本能吞噬同源的灵韵。换而言之，如果九尾狐不能战胜祖宗留下来的力量，那他很可能被反吞噬。银发妖姬保持着放空大脑的状态，摒弃杂念，包括恐惧、喜悦、紧张等等，让自己只留下吞噬的本能。于是他变得不再优雅，龇牙咧嘴的，像一只真正的野兽，发了疯般的吞噬青丘湖，咬断它的尾巴，撕咬它的血肉，一口口把它吃掉。这个过程中，万妖国主的身躯也被青丘湖吞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融合。识海之外，许七安默默退后了几步，昂头看着眼前巨大的白狐。他身高有2丈，体长超过6丈，
并且还在不断变大。狐狸精现出本体了，此时的她一点也不优雅美丽，双目一片赤红，长长的脸颊皮肉皱成一团，呲出尖锐的犬牙。她匍匐着身子做扑击状，仿佛随时都会发动攻击。好可惜九州没有手机，不然我把她现在的样子拍下来，那就是女神原形毕露的黑历史，传出去要射死那种。许七安一边观察一边惋惜，如果九尾天狐不是青丘狐的对手，他就立刻出手打断融合。目前看来融合效果还算不错，狂暴而复杂的力量从九尾狐体内喷涌而出。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这股力量中糅合了磅礴的气血之力，诱惑心神的魅惑之力，能让人灵魂崩溃的靡靡之音。晋升一品当然不只是天赋神通增强，他的肉身之力也在迅速暴涨，达到匹配一品的水准。不过在一品武夫许七安看来，这股力量固然棘手且强大，但不足以与他匹敌。蛮力方面，武夫向来是睥睨天下的存在。时间飞逝，1个月匆匆而过。这里没有日月更替，但许七安的书碎片里有携带水漏，在这时代能随身携带计时工具的都是土豪。每过一天，许七安就在地上刻一个正字。识海内，青丘狐的身影重重倒下，他已残缺不全，发出只有万妖国主能听见的哀鸣，像是在求饶。他前肢狠狠压上去，目光冷漠地俯瞰青丘狐，张开獠牙，低下了头。许七安看见万妖国主身后垂落的9条尾巴，忽然齐齐扬起，每一根尾巴里都传来不同女子的笑声，有甜腻的、软如的、清脆的、冷冰冰的、娇媚的，交织成女子嬉笑时的莺莺燕燕。最后这些声音通通消失，体长已经超过10丈的九尾狐在白光晃荡中重新化作人形。银发妖姬睁开美眸，第一时间看见的是不远处含笑而立的许七安。恭喜国主晋升一品。许七安拱手祝贺。银发妖姬露出了发自真心的不含杂质的纯美笑容，一瞬间国色天香，风华绝代。但旋即他发现许七安的目光并不在自己脸庞，而是在身躯和胸脯位置逗留。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此时的状态赤条条不着片缕，裙子和兽皮裹胸早就在现出原形时撑裂。羞怒的情绪一闪而逝，银发妖姬一边用弧围挡在小腹，一边双臂环胸，让雪腻的柔软挤压变形，娇羞道：讨厌，不许这样看着奴家。含羞带怯，娇嗔薄怒的同时，九尾狐天赋神通之一魅惑法术发动。他晋升一品后，魅惑法术相比之前突飞猛进，有种世上雄性都该拜倒在我16群下的自信。正好许宁燕是各色胚，且是一品武夫，是最好的实验对象。如果连他都无法抵抗自己的魅力，那么一品境以下，包括部分体系的一品，都不能无视他的魅惑。许七安一脸平静的点头，反正也看够了，很理智的收回目光，果然不再偷看九尾狐活色生香的玉体。银发妖姬娇羞的神色陡然僵住，愣愣道：我不美吗？许七安看他一眼，说实话，你的原型对我来说诱惑更大，我的心骨已经迫不及待了。人形是魅惑，原型是魅惑加心骨的冲动，哪个更有诱惑力，一目了然。万妖国主若无其事地取出一套衣裙穿上，脸色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道：走吧，时间不多了。你这是在向我诠释什么叫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吗？许七安面无表情的点头。走吧。手掌按住九尾狐香肩，左手手腕那枚玻璃珠闪烁了一下，两人便消失在原地。神魔岛核心地带，人面羊身，头长6根弯曲独角的怪物，在经历3天的漫长跋涉后，前方终于出现了一道光。那道光是如此的耀眼、纯粹，却相当的柔和，直视着他不会觉得刺眼。荒酷似人脸的面庞微微呆滞，怔怔地凝视着那道光，半晌后，他露出极为人性化的表情，狂喜、激动。黄金般的瞳孔里倒映着光，世间仿佛只剩下这道光。这道光静静绽放在死寂的荒原，它的核心是一座门，高达100丈的光门。值得一提的是，这道光门屹立在累累尸骸之上，神魔的尸骨铺了一层又一层，有的保存尚好，有的则被时光消磨成骨块、灰尘。光门的神圣和堆积如山的尸骨形成鲜明的对比，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奇怪的是，即使神魔尸骨堆积如山，光门附近却没有任何灵韵残留。神魔岛的中央是唯一没有灵韵的地方。听见了吗？他在召唤我。慌痴痴地望着光门，时隔无尽岁月，他又一次召唤我了。坚正嗤笑一声，他停下了脚步，明明激动狂喜，迫不及待，可他偏偏停下了脚步，露出一种不敢靠近，生怕是镜花岁月的患得患失。好一会儿后，荒叹息一声，可惜的是，他无法再推开了。远古时代第一次大劫，神魔可以推开他。无尽岁月后的现在，神魔失去了推开他的资格。坚正笑道：是啊，你们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如今已经不是神魔的时代。荒并不生气，
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但我觉得守门人能推开这扇门。原本我想吞噬你，夺走你的灵韵，夺走守门人的身份，这样我就能重返此地，推开这扇门，做完神木们没有做到的事。但我低估了你的顽强，大凤不灭，你便不死。不过现在也一样，你是瓮中之鳖，我无法篡夺守门人的身份，但可以利用你推开这扇门。他头顶的独角微微发光，传出坚正的声音：守门人是守门的，不是推门的。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无妨。荒并不失望，语气愉悦地说道：守门人和门必然存在联系，我只要借助你掌控它，就等于赢了一半，大不了等我重返巅峰后，前往九州与超品争夺气运。相比起其他超品强者，掌控这扇门的他，拥有着佛陀他们无法比拟的优势。说罢，他继续缓慢地前进，能见到那道光门，是因为他体型庞大，看得极远。实际上，那道光门距离他还非常遥远。许七安抓起一捧土，朝着前方用力投掷，黑土飞过一段距离，进入那片区域后，突然停了下来，变成慢慢往下落。许七安专注地凝视着黑土，片刻后说道：时间流逝慢了大概10倍，里面1天相当于外面10天。九尾狐嗯一声，身后的尾巴无意识地抚动，悦耳柔媚的嗓音说道：外界已经过去1个月，荒在里面等于只过了3天，还有7天的期限，希望能赶上。坚正说的10天指的是走完那片空间需要的时间，参照的是缓慢空间里的时间流速。不再废话，两人同时进入该区域内，仅仅是迈出一步，他们就用了1刻钟的时间。许七安看着身侧的九尾天狐说道：好奇怪，我觉得时间流速是正常的，但我的理智告诉我这里的时间流逝不正常。这句话他足足用了1盏茶时间才说完。银发妖姬眼眸缓缓往上看，做出思考状，回复道：可能是因为念头是世上唯一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所以你的念头是正常的。这句话说完，他们彻底进入了该区域内。许七安缓慢地抬起左手，激发了左手的手串，玻璃珠缓慢亮起。10息之后，他们出现在远方。在这里，任何飞行法术都会被限制，能与时间并驾齐驱的只有空间。但就算是空间转移法术，遭到了此地灵运的压制，各方面都慢了10倍，包括距离和施法时间。可比起靠自己4条蹄子走路的荒，他们这样的速度已经是牛车和火箭的差距。虽然在速度上占尽优势，但许七安和九尾狐没有麻痹大意，因为坚正给出的10天期限指的是正常状态下，是荒没有特殊手段的情况下。谁都不能肯定一位活了无尽岁月的神魔会没有点特殊手段。我们在这里过了3天，外界是不是过了1个月？九尾狐一边看着许七安缓慢地切割空间，一边开口说话。两人前进的速度不快，但相比一步一脚印前行的荒，已经是优势占尽。大概吧。许七安停了一下，说道：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九尾狐耐心地等他说完这句话，回应道：什么问题？还有，为什么不看我？扭个头需要大半天，太吃力了。许七安给出朴实无华的理由，然后说道：难以置信，拥有如此强大灵运的神魔是怎么死的？空间转换需要全神贯注地去操作，而且和他目光所及有极大联系。许七安想转换哪一处的空间，必须他亲眼见到才行。如果侧头看九尾狐转换的空间就是他那个方向，这会偏移轨迹。九尾狐想了想，回答说：每一位超品拥有的力量都无法揣测，这位掌控世间法则的神魔未必有多强。如果荒陷入这种领域中，施展天赋神通吞噬一切，你说这片空间的时间缓慢法则还能维持吗？许七安没再说话，认同了九尾狐的说法。后者因为无聊，反而来了谈话性质，低声道：坚正说神魔岛的中心有第一次大劫的关键，你说这座岛存在的意义，是不是为了存储那件东西？许七安立刻纠正他：存储2个字用的不对，是谁存储它？见银发妖姬沉思不语，他发散思绪，接着说道：不过你的想法值得深思，这座岛为何会在归墟？岛内的那东西从哪里来？为何会让神魔自相残杀？还有，为何第1次大劫和第2次大劫会不同？2次大劫的改变在哪里？九尾狐摇着头：也许要见到那个东西才能明白一切。坚正说过，看到它，我们就能理解它。许七安略过这个话题，一边带着九尾狐传送，一边说道：近来心神不定，不知是否错觉，耳边总是出现幻听。幻听？九尾狐一惊，耳边梵音阵阵，总是有人不停地唤我至高佛。许七安沉声道：银发妖姬觉得他又在骗人了。京城浩气楼，仲夏了。鬓角微霜，容貌清俊的魏渊坐在案后，看了一眼对面的飞袍老者，微笑道：是时候收网了。一袭飞袍的赵首身姿笔挺，戴着官帽，不复往日鬓发垂落的不羁模样，颔首道：消息传递，人员组织都需要时间，
此时收网正好能赶在佛法大会之前削弱佛陀的气运。西域大乘佛法教凝聚了多少信徒？魏渊大大方方地给出机密情报。根据上次传回来的情报，西域底层百姓中暗中信仰大乘佛法教的人已经超过30万，至于现在只会更多。30万，赵守抽了一口凉气，怎么会那么多？魏渊却摇头道：陛下要是听到这句话，会请你去户部的库银里转一转。赵守不太理解地皱了皱眉，魏渊当即把信教送银子，拉亲朋好友信教也能分银子等计策告诉了赵守。为了保密，朝廷里知道这件事的他和怀庆，连户部尚书、侍郎都不知道，因为银子走的不是户部，而是南北3处的官事，当然底下办事的人除外。难怪户部尚书私底下抱怨银子收不上来，写折子弹劾负责3处官事的官员，结果总是被陛下压下来。赵守恍然大悟。魏渊喝了一口茶，世间最强的力量永远是银子，再加上渡恶罗汉过去2年里的努力，30万信徒并不多。除了以上2种原因，大乘佛法适合传教，传播的特性也至关重要，它更容易被底层的百姓认可。赵守一边欣喜一边皱眉，我们是不是低估大乘佛法的传播力？若立大乘佛教为国教，假以时日，大乘佛教会在中原遍地开花，难以遏制。魏渊丝毫不慌，微笑道：大乘佛教与西域佛门不同，不会出现菩萨和佛陀这个层次的强者。再说大乘佛教信仰的是渡恶以及至高佛许宁彦。赵守略一沉吟，便放心了。缺乏顶尖强者，意味着可以遏制、打压、限制发展。信仰的是许宁彦，则能让大乘佛教处于可控范围，不至于养虎为患。魏渊接着说道：此番寻赵大学士来此，是想与你商议如何把那30万甚至更多的西域人迁到中原。这是一项浩瀚的工程，单是护送和后续的安排就不是一般势力能搞定，只有大凤这样的王朝才有相应的国力。赵守端着茶杯缓缓道：去年的寒灾和云州叛军影响甚大，中原至今还没恢复元气，人口锐减，田地荒废，虽让人痛惜，但于此时而言恰是机会。大凤有足够的土地安顿大乘佛教信徒，但大规模迁徙必定闹出动静，最好是分批东奔。至于粮食方面，仲夏已至，秋收不远，倒是不怕养不活这些人。另外，迁徙到中原的西域人可以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正是大凤此时所需。魏渊补充道：必须要在佛法大会之前迁徙到中原。接下来两人具体商议了安顿大乘佛教徒的地区，如何分批东奔，需要多少人手护送，规划路线等等。末了，赵守提议道：稍后把此事告诉王真文吧，你这个帝国缝补匠在大局观上无人能及，但具体到细节，王真文比你要强得多。魏渊笑着点头，突然问道：这大乘佛教的气运是否归于许契安？赵守沉吟道：既是国教，大凤分1成，渡恶分1成，许宁彦独得8成。院长叹口气，有些羡慕地说道：你当年培养那个小铜锣时，可曾想过会有今日？魏渊一听，顿时放下茶杯，把双手拢在宽袖中，淡淡道：李妙真说过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于我而言，同样如此。他笑容平淡，目光温和，但赵守能清晰地感觉到魏青衣眼神里、语气里潜藏着的得意。瞧把你得意的！为人师表的赵守面无表情地抿了一口杯里的茶水，嘶了一声：你这是陈茶吧？魏渊一愣，低头看了看茶杯，纠正道：这是今年木南之种的第1批新茶，许宁彦出海前特意送来的。赵守露出疑惑的表情：可我记得许宁彦娶了临安殿下后，花神就不种茶了，这事儿还是二郎与我闲聊时说出来打趣他大哥的。哦，可能是我记错了。魏渊，西域天空蓝得让人心醉，白云静静地挂在天边，高大巍峨的阿兰陀山脉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仿佛亘古便已存在。阿兰陀山脚下的旷野上，来自西域各个城邦国都的信徒们3步1叩首地向着圣山而去。他们无比虔诚，他们的信仰高于一切，包括亲情和对君王的敬意。在西域，神权至高至上，帝王不过是傀儡，贵族是神权之下的仆人。生活在西域的百姓可以不敬君王，可以对贵族不忠，但不能没有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只对那位至高无上、亘古以来唯一的佛。尤其是当他们遥望远方，看见那座高大巍峨的圣山后，心里愈发敬畏，愈发虔诚。根据阿兰陀附近的百姓所说，不久前圣山遭到南疆妖族和中原大凤高手的联手袭击，动静之大，数十里外清晰可闻。圣山阿兰陀几乎被夷为平地，可他们如今亲眼所见，圣山完好无损，静默地屹立于天地之间。唯一的证据是，圣山顶峰已经没有积雪，不再是个白头翁。距离阿兰陀极为遥远的平原上，一棵菩提树下，穿着红黄相间袈裟的渡恶
双手合十盘坐于树下，眺望着远方的阿兰陀。一位中年僧人双手合十站在他身侧。中年僧人外貌有着标准的西域人特征，脸庞圆润。许七安要是在这里，会认出此人是当初佛门斗法时与他发生过冲突的净尘和尚。师尊，大凤朝廷有消息递过来。杜鄂微微点头。净尘继续说道：大凤打算把雷州北部和楚州北部2000里疆土单独划分出来，供我大乘佛教栖息，并提供1年的粮食。阿苏罗、地宗金莲2位超凡入驻大乘佛法教派，防备菩萨们报复。此外，在佛法大会当天，女帝答应下旨册封大乘佛法教为国教。册封大乘佛教为国教，相当于给了大乘佛法教一个名分，气运将由此凝聚，从西域佛门中剥离出来。杜鄂罗汉微微点头，颇为满意。净尘停顿片刻，道：但大凤有个条件，必须在佛法大会之前完成迁徙。杜鄂罗汉沉吟一下，点头，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便是。净尘和尚应了一声，露出几分笑容。大乘佛教能在菩萨们的眼皮子底下发扬光大，大凤朝廷确实尽了全力。师父您说的对，我们可以不信大凤，但可以相信许银罗。不，是至高佛如果没有大凤朝廷要钱给钱，不惜一切代价的扶持，大乘佛教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与底层困苦百姓间传播，呈现出星火燎原的趋势。杜鄂淡淡道：菩萨们目光从来都不在尘埃身上，尘埃指的是底层的百姓。许宁燕还未归来？他旋即问道。没有消息。净尘和尚摇头。杜鄂罗汉微微皱眉，叹息道：希望他归来时已是半步武神。正是说完，净尘和尚望着远方的阿兰陀，不自觉地压低声音：师父，圣山不是毁了吗？闻言，杜鄂罗汉的脸色变得复杂起来，道：佛陀便是圣山，圣山便是佛陀。什么意思？佛陀变成了山？净尘和尚皱紧眉头。在长达数天的空间转换后，许七安和九尾狐看见前方出现一只巨大的怪物，它的身形堪比山岳，皮毛呈黑色，有着类似山羊的身躯，头顶6根弯曲的长角，犹如荆棘。晃！他们终于赶上荒了。比荒更遥远的地方，有一道冲天而起的光柱。坚正所说的象征着大劫的东西，许七安和九尾狐精神一震，心跳加快。与此同时，前方缓步前行的荒突然停了下来，然后他缓慢地扭过头来。一人一狐一神魔，6目相对。荒表情出现明显变化，就像是发现宝藏的人突然察觉到后面来了2个虎口夺食的家伙。恰好此时，许七安当着他的面缓慢地完成了一次短距离传送。空间法器，荒的黄金瞳猛地收缩一下。坚正。荒缓慢地张开血盆大口，没什么情绪地说了一声。虽然不知道老东西什么时候用了什么办法见许七安，但他手上那件空间法器毫无疑问是坚正赠予的。身后那片空间领域他又不是没走过，而能把残留在那里的灵韵炼制成法器的，普天之下大概只有身为一品术士的坚正才有这样的实力。同时，荒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果然是守门人，借助这座岛上门的力量，以特殊的方式短暂挣脱封印，这同样是守门人才具备的特性。即使是超品，也不能在未掌控门之前就使用他的力量。追上他，九尾狐身后的9条尾巴宛如触须一般拍打地面，像是肋骨的将士。当然，这个动作被放慢了10倍。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咱们是在竞速，但玩的是暴力摩托。许七安缓缓取出镇国剑和太平刀，后者被他丢给了九尾狐。这几天的时间里，两人频繁沟通，商议了详细的对敌计划以及应对方式。根据荒的灵韵特性，双方一旦开始玩起竞速，对方会采取的手段无非3种：一、加快前进速度，趁着双方还有差距，抢先渡过这片区域，夺得宝贝；二、抡起棒球就是一顿致命打击，把胆敢追上来的狗男虎女干掉；三、实在没办法，不顾一切施展天赋神通，吞噬万物。等九尾天狐接过太平刀，许七安又缓慢地扬起手腕，掌心对准荒，让那枚宛如玻璃的眼球亮起。他打算把荒所处的空间转移到远处，利用这种方式把他丢得远远的。这是他和九尾狐商量出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首先，荒不会空间法术，对于这样的操作无可奈何。其次，他已经处在负载状态，若敢以吞噬灵韵的方式化解此招，必然陷入沉睡。就在这时，人面羊身的怪物身躯陡然暴涨，本就堪比山岳的体型又庞大了几圈，高了上百米。这个过程不快，甚至缓慢，但他突然拔高的个头超出了许七安切割的空间面积。原本切割出的空间面积恰好能把荒囊括其中，可当他体型膨胀之后，部分肢体延伸到了空间之外。平静如镜面的空间，蓦地泛起波纹，继而抚平，归于平静。空间转移失败了。荒的肉身太过强大，他就像是一根蝎子，把2个空间连接在一起，
空间转移附带的切割力无法像切割九尾狐一样分割荒的身体，失败是必然的。荒酷似人类的面孔缓慢地露出一抹冷笑。对于我们神魔来说，身躯想要多大就有多大，反之亦然。此时他距离时间缓慢领域边缘已经很近，不做犹豫。说完之后，荒庞大的身子主动往前一扑，庞大身躯以慢了10倍的速度缓缓扑倒在地。轰隆一声，地面震动，掀起漫天尘埃，而就连尘埃扬起的速度也无比缓慢。摔倒了，他想做什么？许七安和九尾天狐脑海里闪过同样的疑惑。堂堂远古神魔突然跌一跤是怎么回事？仗着自己年纪大，想讹我吗？许七安暗自嘀咕，他没有因为心里的吐槽而放松警惕。荒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跌倒。这时九尾天狐似乎发现端倪，语气微变道：他过界了。许七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瞳孔略有收缩。荒以前肢伸直，后肢蹬直的姿势平趴在地上，这姿势让他看起来有些滑稽，甚至有几分蠢萌。他距离领域的边界已经很近，这么一摔，2只蹄子竟然成功伸出了领域。糟糕！许七安和九尾狐脸色难看起来，前者看了一眼地平线尽头冲天而起的那道光芒，咬紧牙关施展空间跳跃。荒的2只蹄子探出领域后，再不受时间流速的限制，嘟嘟嘟地刨动地面，奋力前爬，试图把身子拉出来。蹄子刨的产生的动能同样被时间放缓了10倍，因此他的身躯没有立刻脱离领域。可是这比刚才一步一步的速度可要快多了。这也太狗了吧！你有没有身为超品神魔的尊严和逼格？许七安急得在心里爆粗口。来不及了，依照这样的趋势，荒会比他们早好几个时辰脱离领域。这片领域的几个时辰就是外界的好几天。好几天的时间，黄花菜都凉了。荒不但可以畅通无阻地拿到宝物，还能洗个澡睡个觉，养足精神来宰他们。砰砰砰，刨地声宛如地震，一声声地传入耳中，声音很缓慢，但许七安清晰看见荒的2只蹄子简直堪比12缸的打桩机，旷野上飞快刨出2道深坑。如此可怕的动能，即使经过削弱和减慢，荒的庞大身躯依旧以可观的速度挪向前方。玉碎无法有效地阻止荒，到他这个层次，什么样的伤都不过是区区致命伤，反而我自己会因为出手攻击而无暇进行短距离传送，攻击类的手段不奏效。七绝骨没有束缚方面的手段，控制类的就更不可能，出入超凡的蛊术怎么可能控制荒？他在脑海里苦思对策，只恨自己是个粗鄙的武夫。如果是儒家的话，口含天线，言出法随，念一声臭弟弟你在我胯下，啥事都搞定了。这时许七安看见身边的九尾狐沉着冷静，不疾不徐地取出浑天神镜，对着荒遥遥一照。远处的荒立刻察觉到有针对元神的法器关照自己，满心的不屑，嗡嗡笑道：如果是超品层次的法宝，我自认倒霉。区区一把破镜子，等它对我产生影响，我早已脱离这片区域。2句话他说了很久，但蹄子没停，又成功把自己往外挪了一段距离。好国主，好姐姐。许七安却振奋起来，他于九尾狐操作中得到了灵感，念头一动，浮屠宝塔从地书碎片中飘出。虽然他是粗鄙的武夫，但他法宝多啊。浮屠宝塔的塔顶浮现一道双手合十的金身法像，脑后一轮象征智慧的七彩光轮缓缓逆转。荒一声不吭地开始刨地，速度比刚才快了不少。笑不出来了。渐渐的，他对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产生了一丝迷茫，不知道意义在哪里。他的思维运转变慢，智商有所下滑。如果是正常状态，这并不会给他造成任何伤害，但随着智商的降低，他立刻察觉到一股巨大的吸力在拉扯着自己，头顶像是有道漩涡在召唤他，拉扯他。而这股力量间接助长了迷茫的念头，越拉扯智商越低，智商越低拉扯的力道越大，相辅相成。黄金瞳渐渐涣散，失去锐利，荒慢慢的变成了地主家的傻儿子，得了失魂症或先天智力低下的傻儿子。目光呆滞，时不时刨一下地面。他的本能驱使着他继续刨地，但刨地的理由已经记不起来了。许七安和九尾狐集2大法宝之力，短暂地控制住了荒。更准确的说法是集2大法宝之力，控制住了被时间缓慢领域束缚住的荒，无法控制太长时间。九尾天狐提醒道。抓住这个机会，许七安一刻不停地施展空间转化，一步步地追赶上荒，超越荒。过程中2人持续对荒进行着降智打击和勾魂操作。如果不是这片时间流逝缓慢的领域限制住了荒，他们想控制住一位远古神魔，绝对没有那么轻松。终于，2人来到领域边缘，看清了前方光柱的真面目。九尾狐怔怔地望着前方，通天光柱之中是一道轮廓清晰的光门，高达100丈，气势恢宏。这道光门立于层层叠叠的白骨之上，仿佛是白骨铸就了他的王座。但它又不是纯粹的光门，
它糅合了风雨雷电、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糅合了万事万物，犹如世间一切事物的聚合体。它象征着天，象征着地，象征着力量，象征着知识，象征着法则。银发妖姬在看到光门的刹那，便明白了坚正的意思。他无法用语言来精准的描述，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象征，包含了所有。突然，他听见许七安似痴迷似梦幻似感慨地说道：“好一把绝世宝刀！如果我能拥有它，我将有开天之能。”狐狸精的耳朵扑棱地抖了一下，茫然又困惑地看着身边粗鄙的武夫。宝刀？哪里有宝刀？那不是一扇门吗？他正想开口询问，眼角余光注意到荒呆滞的瞳孔正缓缓恢复焦距。他的元神太强大了，我拉不住他了。浑天神境的气灵说道。摄魂是他最强大的手段，但这位远古神魔实在太过强大，浑天神境施展全力也只是与他处于拔河状态，连射出元神都做不到。这还是有两大外力相助的情况下。走！九尾天狐言简意赅地提醒道。许七安早已完成了一次空间转换，带着他来到边缘地带，接着在荒渐渐清醒过来的目光中又进行了2次空间跳跃，终于顺利地摆脱了时间迟缓的领域。这一瞬间，一人一狐舒服的忍不住想叹息。这种舒服不是来自肉身，而是灵魂，念头豁然通达，前所未有的轻松。真是一柄绝世宝刀啊！许七安目光远眺，声音低沉地说道。九尾天狐终于忍不住开口，神色复杂地看着他，这不是刀，是一扇门。许七安和刚才的九尾狐一样，脑子里飘过2个问号。他皱了皱眉，可我看到的确实是刀。九尾天狐想了想，猜测道：也许因为你是武夫。国主啊，你也染上遇事不决先辱我的毛病了。许七安分析道。也可能是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所以坚正才说无法准确地描述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的猜测并没有得到九尾狐的认可，银发妖姬看他的表情愈发奇怪。坚正的意思我大概已经理解，但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他摇摇头。刀？为什么你看到的会是刀？荒的声音从后方传来，他已经恢复了清醒，近1/3的身躯还在领域里。明明大势已去，他却无比的平静，丝毫不慌不急。他不急，许七安更不急，抱着白嫖的心理问道：你看到的是什么？荒淡淡道：门。许七安挑了挑眉：你和国主看到的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神魔。神魔后裔也算神魔。荒沉默不语，似乎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亘古以来许七安大概是第一个见到他的人族。你似乎一点都不急，这不像你。许七安审视着荒，双方打过不少交道，他知道荒是一个脾气不是太好的神魔，不会也不屑压制自己的情绪。我为什么要急？荒的黄金瞳往上翻，看了一眼自己的头顶，酷似人脸的面孔露出嘲弄之色。这个时候许七安才注意到荒头顶的6根长角消失了5根，只剩下1根独角。我把坚正封印了。他说。我知道。他说。不，你不知道。荒的语气里带着得意道，之前的封印并不算太强，6角合一才是我能施展的最强大的封印。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直到此时才把坚正彻底封印吗？许七安默然，心里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我等待着进入神魔岛，试探他是否能借用此地的力量。如果可以，那他必是守门人；如果不可以，他便不是。但坚正老奸巨猾，我正愁如何不着痕迹的试探，让他主动暴露。你的到来正好给了我机会。荒说道。许七安忽然想到不久前荒见到他们喊出坚正2个字时，语气里没有太多的情绪，比如愤怒、意外。没有意外和愤怒，意味着对方并不怕自己捷足先登。但是他哪来的底气？荒嗡嗡笑道：你并不知道这扇门代表着什么，但我知道，我还知道，除了守门人，没有任何生灵可以得到它，靠近它。超频也可以，可惜你我都不是。许七安和九尾狐脸色凝重地对视一眼，他们知道荒的底气了。守门人捏在手里，即使被人捷足先登，也不怕宝贝落入他人之手。6角合一的封印则让坚正彻底失去借用神魔岛力量的机会。这种活了太长久的生灵果然都不好对付。许七安吐出一口浊气。荒悠哉哉地说道：想离开神魔岛，必须重新穿越这片令人作呕的领域，你们现在逃已经来不及了。我为什么要急？该急的是你们。这九尾天狐有些茫然，他辛辛苦苦吞噬青丘狐灵韵，抱着死一次甚至多次的觉悟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送死吗？他忍不住看向许七安，发现这个男人半点都不焦虑。九尾狐心里一动，隐约把握住了什么。这时他听见荒头顶的那根独角传来坚正的声音：许七安，拿着太平刀到光门里面去。许七安露出笑容：就等您这句话，另外那是刀不是门。他没问原因，
从九尾狐手中接过太平刀，朝着屹立在累累尸骨之上的那口宝刀掠去。荒的黄金眸骤然锐利，意识到了不妙，沉声道：“你想做什么？你想让他做什么？”监正直言不讳地说道：“让他成为守门人。”九尾天狐脱口而出：“什么？”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要么就是监正说错了。让他成为守门人，荒的心情和九尾狐差不多。道你什么意思？守门人不是你。监正笑了起来：“谁告诉你我是守门人？我承认了吗？”荒的呼吸骤然急促，隔了几秒，他状若发狂地咆哮起来：“不可能！你一定是守门人，你就是守门人！守门人来自香火神道，来自术士体系。之前的种种的迹象都说明监正是守门人，如果他不是，那么种种迹象就无法解释了，包括利用神魔岛的力量。”荒清楚地知道大劫的秘密，知道守门人象征着什么。不是守门人的话，是绝对做不到监正这一步的。错了。监正的声音从独角里传出，平静而淡然：“你在海外待了太久，九州的事你知道多少？你知道佛陀和巫神为什么要扼杀一品武夫吗？因为守门人只能出自武夫体系。”荒嘶声咆哮道：“如果你不是守门人，那你又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监正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丝心酸：“我只是个被人遗忘，被弟子篡位，被辛苦扶持的粗鄙武夫看不起的区区天命师。不要和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荒面目狰狞地嘶吼起来。监正性格其实也很恶劣，他教导出那些性子古怪的弟子不是没有道理。边上的九尾天狐心想，说实话，意味而处，如果他是荒，听到监正的回答也会忍不住想打他一顿。另一边，许七安耳聪目明，监正和荒的对话也没刻意压低声调，听得一清二楚。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太多的惊讶，甚至有一种靴子终于落地的轻松感。心里的某些猜测在监正说出帮他成为守门人的那一刻都得到了证实。他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光柱内，让神魔陨落的东西居然是一把刀，一把纯粹由光凝聚而成的刀。许七安既有些相信，又有点不信。相信是因为这把刀给他仿佛能斩断一切的感觉，应该是极为稀有的宝物，但配不上传说中大劫起因的重要性和位格。监正说过，这是第一次大劫的起因，而不是第二次的，是因为这个。他边想着，边收回目光，俯瞰下方，一具具白骨堆积在平原上，他们有的已经朽烂，变得残缺，风化成尘埃，早看不清生前的模样。越靠近光柱，白骨堆积的越多，到中央地带时，白骨已经形成一座高台，仿佛是王的玉座。这些都是神魔。突然，许七安撞在了一道无形的墙壁，墙壁由光幕凝成，被一平武夫坚硬的脸皮撞出水波般的纹路。他无法靠近光柱。荒似乎就在等待这一刻，黄金瞳骤然锐利。噗，咔嚓，全身心都在许七安身上的九尾狐听见了血肉裂开、骨骼断裂的声音。他豁然扭头，看见的是荒展开的血盆大口，宛如暗红色的深渊。荒自断了身躯，把自己从后腰位置分成两半，后腰以下留在时间缓慢的领域里，后腰以上获得自由身为远古时代存活的神魔。他永远不缺应对困难的手段。先前是因为捏着监正这张王牌有恃无恐，因此没有选择血腥自残的方式来脱困。眼下监正既然说出了这一席话，有意扶持许七安成为守门人，不管是真是假，他都必须要做出应对，不能任其发展。没错，荒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相信监正的话。与荒的庞大体型相比，九尾狐就像是微小的沉迷，真正的连色牙缝都不够。银发妖姬本能的想要避开，尽管成功晋升一品，但被一头吞噬万物的神魔吞入腹中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他旋即意识到，荒真正想吞的不是自己，而是许七安。这是他佯装的攻击，之所以这么做，就是逼他忌惮退让。因为已经晋升一品的他，哪怕打不过半步超品的荒，也有与他纠缠的资本。而时间恰恰是荒最缺的。想明白这点后，银发妖姬美眸一睁，打消躲避的念头，身后9条尾巴豁然冲起，宛如一根根直入云霄的巨柱。虎尾无限膨胀，张牙舞爪，一部分迎向深渊巨口的上颚，一部分下沉抵住下颌。9条粗如天柱的尾巴就这样宛如触手抵住了荒的血盆大口，让他难以闭合。与此同时，九尾狐往地上一趴，雪白藕臂化作前肢，白皙的皮肤底下钻出一层层又厚又长的白毛，脸颊拉长，同样长出雪白长毛，双眼化作碧绿的兽精。清亮的长啸声回荡在天地间。一只身躯庞大如山岳的白狐出现，它高贵优雅，妖冶魅惑，宛如世间最美丽的灵兽。吼！荒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吐沫喷射如雨，硕大的头颅猛地一沉，狠狠撞在白狐脸上，撞得他脑袋一歪，身躯踉跄。噗！那根锋印着坚正的弯曲独角，凶狠地刺入白狐的胸口，嫣红的鲜血洒落如雨。白狐脸部肌肉皱起，龇出獠牙，
狠狠咬噬在荒的后颈，咬下一块血肉。同时9条尾巴缠住荒的身躯，豁然收紧，像蟒蛇绞杀猎物那样发力。2只体型庞大的怪物以最原始的方式厮杀着，啃咬着，每一个动作都造成地震般的效果，每一次碰撞都掀起可怕的风暴。他们的战斗仿佛把时间推回了远古时代，那个充满暴力和无序的蛮荒时代。他撑不了多久。许七安左手掌心贴着光幕，猛地发力，光幕剧烈抖动了一下，竟承受住了一瓶武夫的可怕蛮力。想打破这道屏障，怎么也得半步武神。许七安念头转动间，看向了手里的太平刀，没有犹豫，他扬起右手的太平刀，朝着光幕狠狠刺去。光幕无声无息地裂开，但又没有完全崩溃，就像被刀划破的布帛。果然，他不觉得意外，甚至认为就该如此。太平刀是坚正炼制的，材料也是坚正出的坚正，让他带着太平刀过来时，许七安心里就有了预感。手腕一翻，太平刀朝上逆撩，割开一道豁口。许七安抬脚踏入光幕之内。进入光幕后，许七安对刀的感知又发生了变化，他依旧散发着煌煌神威，仿佛能斩断一切，但绝世锋芒的背后多了一份厚重感。这份厚重感来源于守护。许七安心里莫名的多了一种想要守护的念头，尽管他自己也没想明白要守护的东西是什么。嗡嗡，太平刀剧烈震动，刀灵的念头传入许七安心底。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许七安心里重复念叨了几遍，他目光微微闪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松开了太平刀。这把自从他晋升一品后就没啥卵用的破刀，咻一声飞向光柱，飞向那把由光聚合而成的刀，两者渐渐重合在一起。嗷吼！远处荒的喉咙里迸发出困兽般的咆哮，他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怒吼声里除了愤怒之外，又多了几分焦虑。他双蹄一踏，把九尾狐死死按在地上，而后便是疯狂的撕咬，每一口都要撕扯下一大块血肉，场面无比血腥。咬开血肉，咬断骨骼，九尾狐发出凄厉的哀鸣，四肢疯狂踢蹬，9条狐尾巴像是濒死的野兽在做最后的挣扎。它作用在荒身上的力量，在触及到对方身体时，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吞噬、化解，威力大减。这是荒天赋神通的另一种展现。再加上原本力量就不如这位远古神魔，此时终于支撑不住。能坚持这么久，还得多亏狐狸尾巴上蕴含的精血在为他充能。咔嚓，九尾狐的脖梗被生生咬断，脑袋被荒叼在嘴里。同时他脑袋一沉，挑起白狐的身躯，独角亮起，一道道诡异玄奥的纹路遍布全身。他要吞噬九尾狐的灵韵，即使这样会让自身被动的陷入沉睡。到了这一步，荒同样已经退无可退。九尾天狐再次发出凄厉的哀鸣，魔音贯脑。荒兄弟的黄金瞳出现一刹那的恍惚，紧接着嘴里的狐狸脑袋化作青烟消散，四肢无力下垂，垂挂在独角上的身躯变成了一截尾巴。银发妖姬出现在远处，她重新幻化成了人形，绝美无瑕的脸蛋煞白如纸，气息微弱，身后的狐尾无力的拖曳在地，只剩下8条。他撑不住了，没有任何犹豫，九尾天狐迈着2条大长腿朝边缘狂奔而去。脱离主战场，许宁燕，他尖叫道。伴随着这声尖叫，荒双体猛地一跃，横空扑向许七安，宛如一座高速飞行的山。过程中，荒的独角爆发出边缘赤白、内里漆黑的光芒，这道光芒豁然膨胀，吞噬了荒的身躯，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黑洞。光线无法照亮黑洞，因为连光也被吞噬了。气流卷着尘土和白骨涌入黑洞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许七安抬起左手，让手腕上那颗玻璃珠亮起，接着掌心对准荒，试图切割他所处的空间，把他丢到远处。但他失败了，玻璃珠仿佛失去了力量，无法完成空间切割。在黑洞面前，所有的法术都无效，所有的灵韵之力都会被吞噬得一干二净。荒的目的很明显，他要做最后一搏，不顾一切地把天赋神通激发到巅峰，吞噬一切，包括许七安、九尾狐以及那把融合了门的刀。代价是进入一段时间的沉睡。一旦沉睡，后续的事便不在他掌控之中，不到最后时刻，他不打算用这一招。当时时，太平刀和光柱的刀融合完毕，分不清是前者容纳了后者，还是后者容纳了前者。嗡！太平刀荡漾起一道气波涟漪，所过之处，屏障崩溃成席卷四面八方的强风。核心已经找到归宿，禁锢便失去了存在得意义。屏障崩溃后，光柱也随之缓缓熄灭。太平刀铿锵落地，刺入白骨玉座。许七安如释重负，当即拔出太平刀，顾不得查看他的状态，一个空间跳跃来到九尾狐身边，按在他细腻的香肩上，带着他跳跃到最边缘区域。身后就是时间流逝缓慢的领域。快走！九尾狐嗓音颤抖地催促道。许七安嗯一声，没有回头，因为他能感受到黑洞在追来，
吞噬一切的吸力仿佛就在身后。手腕上的玻璃珠光芒一闪，许七安和九尾狐出现在数十米外，两人再次体会到了缓慢的限制，眨一眨眼睛都要超过5秒，抬手的动作则超过10秒，一切都被缓慢了10倍。在许七安抬起手准备施展第2次空间跳跃时，两人清晰地感觉到这片空间猛地一震，紧接着这片空间的时间流速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正常。九尾狐扭头一看，尖叫道：“他追来了！”黑洞距离他们不足30丈，再往前挪几丈就会把他们卷入最核心的吞噬领域，到那时两人就只有死路一条。许七安脸色微变，但没有回头，缓慢地施展第2次空间跳跃，他成功完成了空间跳跃。但九尾狐的尖锐中带着恐惧的声音再次响起：“快跑，完了！”下一刻，吞噬万物的吸力笼罩了他们。一旦被卷入黑洞的吸力中，以许七安的实力，虽然不会那么轻易被吸成人干，但也没有摆脱的办法，时间长了依旧是死路一条。荒就是这么一个极端的神魔，他只有一种天赋神通，吞噬万物，即使在远古时代也是神魔中的佼佼者。当他不顾一切的全力施展吞噬神通时，超品之下近乎无敌。许七安没有晋升半步武神前，无法抗衡这种状态的荒。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刀撑起了一道圆形光幕，罩住许七安和九尾天狐，把可怕的吸力阻隔在外。但很快，这个圆形光幕就如风中的气泡，剧烈抖动，随时都会破碎。我要睡了。太平刀微弱的念头传入许七安脑海，他还没消化掉那把刀。许七安念头闪过的同时，抬手朝着远处的虚空轻轻一抓，两人一刀瞬间消失，出现在远方。而此时已经荒的吞噬神通让这片空间的灵韵几乎消失殆尽，没有缓慢束缚的许七安连续几个闪烁，彻底摆脱了荒。黑洞朝着许七安消失的方向追了一段距离后，缓缓停下来，不再动弹。荒陷入沉睡中，黑洞仍持续不断地吞噬着四周的一切。神魔岛边缘，许七安和九尾狐的身影凭空出现，前者确定安全后，一边摸出的书碎片倾倒出衣裙，一边查看太平刀的状况。之所以取衣裙，是因为九尾狐此时赤身裸体，不着片缕，白花花的娇躯全靠狐狸尾巴遮挡春光。他怎么样？套好衣服后，银发妖姬率先看向太平刀。气灵沉睡了，我感应不到他的存在。许七安摇着头，两人一起端向太平刀，暗金色的刀身遍布着树状的扭曲的纹路。九尾狐只是看一眼便觉得胸闷作呕，头晕眼花。除此之外，太平刀表面没有任何变化。刀是拿到手了，光柱里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大劫？这些都还不知道，感觉白来了。许七安不太满意的嘀咕一声：“先离开这里。”他稳健的提出建议。好。九尾天狐用力点头。神魔岛外，碧波荡漾，拖起船只，在外头等了近2个月的鲛人女王和怒浪岛主盘腿坐在船头，耐心的继续等待着。其余神魔后裔分散在各处，或闲聊，或进食，没有人离开。时间对于寿命漫长的神魔后裔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甚至连计时器都没发明出来。2个月的时间不断，但也不长。以这座岛的重要性，以神魔后裔们对岛内灵韵的渴望，他们会一直观望下去。怒浪岛主，鲛人女王，你们说九尾天狐和那个人族强者是不是死在岛上了？外表俊秀年轻的男子踩着蚌壳飘过来，笑眯眯地问道。怒浪岛主摇头不会。俊秀男子挑了挑眉，那可是把神魔后裔中强者吞噬殆尽的怪物，他不信九尾天狐和人族强者能抗衡这位存在。这2个家伙哪来的自信？怒浪岛主望向浓雾笼罩的神魔岛，道：那个怪物曾经去过大陆，但被打退，重新远走海外，而打退他的就是那个人族至强者。俊秀男子一愣，你怎么知道？珍珠嗓音柔美的接茬，他说的。俊秀男子嗤笑道，他说的你便信？说大话谁不会？远处的神魔后裔哄笑起来。怒浪岛主看他一眼，淡淡道，所以你是觉得他们知道那怪物的可怕，然后进岛去送死？俊秀男子脸色陡然一僵，半晌后他不太服气的嘀咕，话是这么说，可那个怪物有多恐怖，你不是不知道。这时海面刮起了大风，诡异的大风，狂风吹向神魔岛深处。岛外的神魔后裔愕然发现，天空中的浓雾正在坍缩，朝着岛内某处汇聚，整座岛毫无征兆地震动起来，海面随之出现波纹。一股可怕的气息从岛内传来，仿佛远古最强大的神魔苏醒了。在场的神魔后裔本能的畏惧。发生了什么？一位神魔后裔惊叫道。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岛内正发生着某种可怕的变故。怒浪岛主和鲛人女王对视一眼，前者眼里闪过畏惧，思考着要不要溜走，后者更多的是担忧。珍珠和万妖国主许七安还是有几分有意的。真打起来了。
不管谁输谁赢，先撤退总没错。就在怒浪岛主打算跳海撤离时，眼前人影一闪，是入岛数月的许七安和九尾天狐。珍珠柔美俏丽的脸庞展露笑容，你们总算出来了。惊喜之下忘记用神念传音，所以许七安没搭理他。你们遭遇那怪物了？怒浪岛主问道。踩着蚌壳的俊秀男子以及周边的神魔后裔纷纷看过来。九尾狐淡淡道，和他打了一架，那家伙在岛内发狂了。在岛内发狂，俊秀男子脸色顿时复杂。九尾天狐的意思是，他们俩把那怪物逼到穷途末路了，就算没有也差不多了。而且那怪物似乎还不敢追出来，只能在岛内生气发狂。他小心翼翼地看一眼人族雄性，心里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周边的神魔后裔噤若寒蝉，在他们眼里，许七安已经是不弱于那怪物的可怕强者。万妖国主言简意赅地说道：返航，离开这里再说。现在不好去触荒的眉头，先离开再观望，最后决定要不要补刀。好，怒浪岛主非常积极，甘愿充当水手，驾驭着海浪层层叠叠的推涌船只，朝着神魔岛相反的方向快速航行。神魔后裔们面面相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跟着船离开。恰好此时，神魔岛轰隆巨响，一道道夸张的地缝把海岸线撕裂，这座岛正在解体。这下没神魔后裔犹豫了，也跟着船只离开。许七安站在船头，看着远处的海岸线崩解，一块块的沉入海底，想来岛内的神魔灵韵此时也蜂拥入黑洞之中，成为荒捕丸自身的养料。岛内没遇到与五符体系相近的灵韵，可惜了。太平刀夺走了所谓的大劫源头，倒是意外之喜。等他苏醒，我再问问那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许七安接着又把目光投向周围的神魔后裔，思索着要不要大开杀戒，掠夺他们的精血。算了，一群土鸡瓦狗。他吐出一口气，这趟海外之旅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收获，却又有意外之喜。九尾天狐病恹恹地躺在软榻，拉了拉胸口的衣领，诧异道：衣裳还挺合身的，说明你的心胸和木南枝的心胸一样宽广。许七安心里附和一句道：是不是要入秋了？九尾狐歪着脑袋想了想，摇头，不知道，本国主不太关心四季变化，四季更迭，节气变化是你们人族要关心的事，因为人族需要耕种。许七安正要说话，突然心有所感，低头看向手腕，玻璃珠子无声无息地亮了起来，而他分明没有任何操作。玻璃珠内飘出一道虚幻的不够真实的身影，白衣白发白胡子，双眸宛如不见底的深渊。坚正，你练气时动了手脚。许七安能察觉到这只是一个念头，很快就会消散那种。坚正缓缓点头，这道念头是我练气时注入，只能维持半刻钟，时间有限，不与你废话。你拿到了门，也就拥有了成为守门人的资格，有些事我现在可以和你说清楚了。后方软榻上的九尾天狐立刻坐直身子，关注着这边的动静。西域北昌城，穿着干净长袍戴着层叠高帽的竹赖牵着骆驼，带着他的商队缓缓走向城门口。身后的商队由120人和8辆烈马拉着的平板车组成。竹赖现在的身份是商人，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商队，现在正要去隔壁的半月城做生意。当然这一切都是伪装，这支商队由大乘佛教徒组成，大规模的迁徙想要不被发现，做到相对保密，就必须要伪装。商队的流动性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也不可能所有人都以商队的名义出城，小小一座北昌城哪来那么多的商队。好在阿兰陀召开的佛法大会成了大乘佛教徒拖家带口携带金银细软出城的绝佳借口。言归正传，竹赖之所以能以商队主人的身份组织这批迁徙，是因为他如今是大乘佛教北昌分部的一个小头目，而他成为小头目的原因是把所有当乞丐的朋友都介绍到大乘佛教里当信徒了，业绩突出。虽然马上就要离开故乡，但竹赖没有半点不舍之情，故乡留给他的印象只有饥饿和寒冷以及贫瘠。相比起来，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的中原更让他向往。最主要的是，大乘佛教即将开宗立派，拥有自己的地盘，这是每一位信徒都无比激动和兴奋的事。临近城门，竹赖神态自若地招呼着身后的同门们加快速度。等等！突然2名守城士兵拦住了他。官爷！竹赖谦卑地点头哈腰，凑上前去，摆出乖顺姿态，解释道：我们是去半月城做生意的，请问有什么事？那名守卫拎着一根长矛，冷冰冰地问道：录影呢？拿出来。录影。竹赖愣了一下，半月城距离此地只有40里路，往来不需要录影，只有超过100里之遥，行人和商队才需要出示录影，而录影是城主府签发的。竹赖这支商队是伪装的，根本得不到城主府签发的录影。见竹赖沉默，那名拦路的守卫目光变得锐利，而边上3名守卫冷冰冰地望来。竹赖心里一凛，
回头看了眼露出紧张之色的同门，谦卑地笑道：“这事儿我可没听说过，为何去半月城也需要录影？”他是乞丐出身，天生就会点头哈腰，用卑微的姿态讨好人是职业技能。那名迟锐守卫很满意竹赖的态度，解释道：“这是上头的规矩，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的回答反而让竹赖松了口气，因为他刚才想的是，莫非我们中出了叛徒，把大乘佛教迁徙的事举报给城主府。要知道大乘佛教徒人数众多，总有不愿意东西的，自身不想离开西域，又不愿意看到别人走，心态扭曲之下，把所有人都举报也不是不可能。虽然大乘佛教上层许诺对留在西域的信徒采取不抛弃不放弃的做法，并鼓励留在西域的信徒继续传教，这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信徒，但竹赖是乞丐出身，见惯了人性的丑恶，第一时间就怀疑师门遭遇背叛。好在看起来似乎是别的事，官爷能否行个方便？竹赖从怀里摸出一锭银子，悄悄递到守卫手中。混账东西！守卫大怒，训斥道：“我们是忠于城主的勇士，城主府的命令就是我们的信仰。”竹赖想了想，忍痛又摸出3锭银子，毕恭毕敬：“官爷，您看。”那守卫想了想，沉声道：“佛陀说过，佛不会让信仰他的人困顿，想来城主也是。”他看向身后的3名守卫，问道：“你们说对吗？”3名守卫脸色严肃的点头。疏通关系后，竹赖松了口气，转头吩咐道：“出发！”商队得以顺利出城，在城外坑坑洼洼的官道上缓缓前行。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每一个人都脸庞都焕发着光彩，就像奔赴新的人生。西域禁止大乘佛法，他们便去中原，去土地肥沃的中原传播他们的信仰。同一时间，在西域的各大城邦、国度都有类似的队伍离开自小生活的家园，奔赴荒野，奔赴信仰。他们就如同一条条细流，向着大海汇聚而去。阿兰陀，琉璃菩萨站在山巅，俯瞰着山脚密密麻麻的人流。西域但凡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圣山脚下的平原，扎着一顶顶泾渭分明的帐篷。山海关战役结束后，我佛门气运便如烈火烹油，如果能融合神书，佛陀将是9州最强的超品。身后传来难分男女老幼声线的声音。少年僧人穿着袈裟，双手合十，信步而来。即使不融合神书，佛陀依旧是最强大的超品，只要西域的气运不损。在我看来，佛陀镇压神书头颅，因此沉睡500年，反而错过了很多机会。琉璃美眸空灵，嘴唇丰润性感，她的肌肤白皙细腻，与肤色粗糙的西域人大相径庭。广贤菩萨叹息道：“那可是半部武神啊！”佛陀创立禅武双修体系，为的是什么？先成超品后成半部武神，那便是真正的天上地下无敌手。只是中原人族出了一位儒圣，把9州所有超品尽数封印，彻底打乱佛陀的计划，逼他不得不另辟蹊径。而后便诞生了神书这个不受控制的分身。在之后，为了让计划重回正轨，佛陀分尸封印了神书，原本打算先消化神书的头颅，半部武神不死不灭，便是超品，也只能封印，难以杀死。广贤菩萨又叹了口气，顿了顿，他与风华绝代的琉璃并肩俯瞰，望着平原上难以估量的庞大信徒，挑起嘴角。无论如何，我们都比古神、巫神快了一步。对了，听说许七安出海了。琉璃菩萨微微颔首，他既没有杀死伽罗树，那么就只剩出海这个机会。可惜那只远古神魔早就先他一步吞噬了海外神魔后裔，此行注定是徒劳无功。广贤闻言，顺势东望，笑道：“待佛法大会之后，便一举吞下大凤。”话音落下，阿兰陀响起了悠扬高亢的钟声，一声声回荡在天地间。阿兰陀山脚下的平原，一位位信徒走出帐篷，望向圣山，然后他们不约而同的原地盘坐，不管男女老幼，纷纷盘坐在地，双手合十，露出虔诚的神色。当空灵悠扬的钟声回荡于信徒们的心中，响在了每一位听闻者的耳畔，仿佛能洗涤他们的心灵，带来对生命最真切的感动，对佛陀最虔诚的信仰。广贤和琉璃不再废话，各自盘坐。主殿方向，伽罗树盘坐在广场上，他的声音伴随着钟声回荡在每一位信徒耳边。自开天辟地以来，72.368年无人成佛，佛陀之后3491年亦无人成佛，佛陀便是唯一，是3000世界唯一真佛。信徒们默默听着，虔诚祈祷。渐渐的，伽罗树的声音在他们耳畔变成了似有似乎的诵经声。起先他们是默默的听着，再后来他们不知不觉地跟着诵经声一起念诵，于是天地间便回荡起宏大的梵音。梵音不绝于耳，带着莫名的力量，牵动着每一位西域信徒的心，牵动着这群象征着西域上流社会人士的心。没有人注意到，雄伟高大的阿兰陀似乎活了过来，像生物那般被赋予了生命。
法不传六耳，您稍等。许七安扭头扫了一眼魁梧高大、鬃毛微霜的龙人，以及他身边娇美动人的女王珍珠。你们俩先离开这里。他以神念传音，把自己的想法灌入两位神魔后裔的识海。怒浪岛主和鲛人女王对视一眼，没问原因，顺从地跃入海里，扑通两声消失在波涛中。许七安再看向九尾狐，后者秀眉倒竖，凶巴巴地瞪着他。许七安就说：国主可以留下，监正他是自己人。监正恍然大悟，哦，已经成为你的红颜知己了。难道在你心里我是个风流好色之人？我说的是情义，出生入死的情义。许七安觉得监正对他一定有什么误解。九尾狐扭过头去啐了一口。等怒浪岛主和鲛人女王游远，许七安撑起一道气机屏障，隔绝声音的传播。接着他和九尾天狐在船头排排坐，看向监正。监正没看他们，招了招，把太平刀射入手中，一边观察着他，一边说道：要消化那道门，还需要些时间。许七安顺势提出心里的疑惑，道：为何我看到的是刀？监正笑呵呵道：因为你是武夫。武夫怎么了？武夫吃你家大米了？许七安没好气道：别卖关子，把话说清楚。对了监正一句后，他心里灵感喷涌，这就是武夫和所有体系不同的原因。监正笑着点头，原因之一，待会儿我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许七安接着问道：那把刀就是你说的门，在我的感知里，它固然神异，却不足以让神魔发狂吧？另外，融入了它之后，太平刀会有什么变化？监正抚摸着太平刀道：拥有这把刀，你才有成为守门人的资格，它是守门人的武器。你说的对，他现在确实失去了最核心的能力，因为第二次大劫和第一次大劫是不同的。果然是这样，我猜的没错。许七安正要再问，边上的九尾狐拿尾巴抽了他一下，怒道：废话太多了。他不想听许七安废话，他只想听监正说大劫的秘密。许七安当即保持沉默。监正盘腿而坐，太平刀横在膝前，缓缓道：在说大劫的真相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何为天，何为地？天是怎样的，地是怎么样的？一言不合就搞哲学，我只知道何为笑，何为爱。许七安侧过脑袋望向了九尾狐。监正考你呢。粗鄙的武夫，九尾狐表情微嗔，千娇百媚的斜他一眼。许七安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这些玄而又玄的理论哲学他半点都不懂，上辈子的9年义务教育里也没这方面课程，因此在这些方面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粗鄙武夫。太上忘情即为天，厚德载物即为的九尾天狐给出言简意赅的回答。很聪明吗？巧妙地用天宗的心法来概括天。许七安暗暗点头。那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天地，其实天地规则一直在变，就如人世间沧海桑田，每隔1000年便是一番新气象。监正感慨道：这时候就需要一壶酒了，你又喝不了。许七安没好气地对了回去。监正闻言就一脸失望。许七安转而对身边银发胡耳的妖娆美人说：但我们可以喝。当下从地书碎片里取出一坛酒，和九尾天狐你一口我一口的分起来。监正脸上的失望顿时变成了愤怒，他叹了口气，不去看狗男女，目光望向远方，缓缓道：天地初开，蒙昧荒芜，除了高远辽阔的天空，荒凉死寂的大地，九州什么都没有。大概是实在太荒凉了吧。数不尽的岁月之后，第一尊神魔诞生了，接着越来越多的神魔被孕育出来，生命由此出现。每一尊神魔都拥有可怕的伟力，执掌着天地间某一领域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本源就是你们常说的灵域。这片天地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未来，开始诞生生灵，于是越来越多的种族出现。但如果熟悉古史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远古时代的人族和妖族是不具备任何神意的，他们无法修炼，只能通过窥探神魔灵运的方式，从神魔中窃取到一些微末的力量，或者以献祭女性的方式与神魔繁衍，诞生下拥有部分灵运的后代。无法修炼。许七安敏锐地捕捉到监正言语里的不同寻常。远古时代的人妖两族通过学习模仿神魔灵运形成的纹路来掌控超自然力量，这一点他很早之前就有所了解，但那是因为人妖两族属于晚辈，没有摸索出属于自身的修行方式，所以只能学习模仿神魔，直到后来才慢慢摸索出修行体系，比如最初的五合道以及后来的佛、巫、儒、术。但监正说的是无法修行，而不是不会修行。九尾天狐皱着眉头，他显然也听出了这个问题。监正扫视两人，问道：你们和荒友打过交道，这位远古神魔的实力如何？废话，许七安道：很强，强得让人可怕。监正又问：他在上古大战中灵运受损，不复巅峰，无数年来呕心沥血的想要修复灵运，
但直到现在才看到希望。难道他就没想过修行人族的体系，增强自身底蕴？没等两人回答，坚正自己给出答案。因为神魔是无法修行的，他们生来是什么境界，便是什么境界。许七安愣了一下，立刻看向九尾狐，发现他一脸恍然之色，不由得想起狐狸精曾经与他说过，神魔后裔的修行方式和人妖两族不同。想通这一点后，许七安结合坚正刚才的话，猜测道，在那个时代，只有神魔这样天地孕育的生灵才能掌控超自然伟力，而人族不管采用什么方式都无法修行，除非模仿神魔间正点点头。那个时候，阴阳五行等天地之力都处在混乱状态，有时候太阳会在天上挂几十年上百年，有时候月亮才是天空中唯一的光源。有些地方没有火灵之力，永远点不着火，而有些地方火焰灼烧着每一处空间，万古不息。这就是远古时代，难怪其他生灵无法修行，混乱无序的灵力根本无法运用，也就只有天生掌控法则的神魔才能超自然之力，但他们的力量是与生俱来，生来就固定下来。许七安恍然，接着他听见九尾狐低声自语，开天辟地后的死寂，到灵力混乱无序的远古，再到如今的阴阳有序，五行分化。坚正笑道，我们生活的此方天地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步演化而来。一个生灵从诞生开始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一个王朝从成立开始同样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此方天地亦是如此。开天辟地时的荒芜，神魔时代的混乱，以及如今的日月更迭，四季有序，都是演化的结果。演化是大道法则，万事万物都要遵循这个法则。开天辟地到神魔时代，是当此方天地的第一次演化，可当它向第二阶段演化时，听到这里，许七安和九尾狐相视一眼，意识到真正的重头戏来了。坚正低声道，却失败了。两人脑海里闪过一串问号，无法理解。失败了。坚正轻轻点头，因为天地有缺，并不完整，所以无法从混乱过渡到有序。换而言之，这片世界本该在混乱无序的远古时代戛然而止，并一直维持到现在。九尾狐蹙眉沉思，为什么会这样？坚正看着两人问道，天地有缺，缺在哪里？短暂的停顿了一下，许七安和九尾狐瞳孔收缩，呼吸急促，异口同声，神魔。坚正颔首，没错，神魔是天地孕育而生，执掌着一部分天地法则，所以此方世界的天道是不完整的，有一部分权柄在神魔手中。想要继续演化，就必须回收灵韵，补完残缺。这就是第一次大劫的部分真相。原来这就是神魔终结的原因，难怪幽冥藏会说，那一天神魔突然发疯，开始相互残杀，难怪荒修补灵韵如此困难，因为他失去的那部分灵韵已经归入此方天地。许七安脑海里念头纷呈，神魔终结原来是因为天地回收灵韵，修补自身。九尾天狐只觉得念头豁然开朗，困扰依旧的疑惑得到解答，但随之又涌出更多的疑惑。他刚想开口询问，便听许七安道，部分真相。还有，您的意思是神魔受天地法则影响，神志错乱，自相残杀，死后灵韵归还天地。等许七安问完，九尾狐低声追加一句，这和那道光门又有什么关系？坚正措辞片刻道，你的说法并不准确，天地法则不会有如此主动性的行为，不会有意识的去影响神魔收回灵韵，神魔自相残杀另有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回收灵韵只是部分真相。许七安和九尾狐同时屏息，专心聆听。坚正继续说道，我说过，演化是大道法则，万事万物都无法避免，天地有缺，难以将演化进行下去，于是在远古时代末期出现了一道门，也就是这道门让所有神魔疯狂了。九尾狐下意识道，神魔岛里的那扇门。许七安则顺势望向坚正横在膝前的太平刀，这道门象征着什么？为何会让神魔疯狂？他有预感，坚正接下来说的东西恐怕才是最关键的内容。坚正叹息道，这道门是天地法则凝聚，它是回收灵韵的概念所化，灵韵通过这道门便可重归天地，补全残缺。可这也意味着通过这道门便可以触及这片天地最核心的层面。最核心的层面。许七安和九尾狐心脏同时一跳，莫名的有种血液加快，心跳加速的感觉。坚正语气忽的低沉，缓缓道，你可以理解为成为这片天地的主人，成为天道。轰！脑海里仿佛有惊雷炸响，九尾天狐花容失色，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回头，颤抖着声音道，这怎么可能？坚正沉声道，神魔是有这种资格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天地法则所化，更准确的说法是天地法则诞生出了意识，成为了生命体。当门降临世间，天地回收灵韵，限制着神魔的禁锢便打开了，他们发现自己可以通过掠夺彼此的灵韵增强自身，可以穿过门取代没有意识的天地法则，成为天道。
于是他们疯狂了，开天辟地以来最残酷的厮杀由此展开。这一瞬间，许七安脑海里闪过无数的灵光，涌现无数的念头，很多细节线索都在这一刻串联起来。难怪神魔死后可以化身为岛屿，他们本就是天地的一部分，天地法则补完自身的契机，同样也可以是他们补完自身，取代天地法则的契机。我明白了，我明白天古部先知留下的预言真正奥义，古神苏醒来，世界将化成古的世界。这句话真正的解读是，古神将吞噬天地法则，成为天道，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古的世界。难怪佛陀变成了阿兰陀，阿兰陀变成了佛陀，这意味着他拥有了和当初神魔一样的特性，拥有了尽逐天道的资格。原来我早已知晓大劫的真面目，知晓了真相，还真是细思极恐啊。许七安深吸一口气道，那为什么神魔们都失败了？坚正说道，因为门初步的补完了自身，他不再需要灵运了，神魔没能在他补完之前推门他，天地演化进入下一个阶段，于是神魔们失去了推开他的资格。时至今日，就算荒真的推开了他，也不可能化身为天道。至于他有什么用，等太平刀消化了他，你自然就知道。许七安再次看向太平刀，而九尾天狐则问道，坚正，第二次大劫也是争夺天道？许七安收回目光，看向坚正，后者轻抚长须，沉默了许久，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说道，神魔时代终结后，天地演化进入第三阶段，世间渐渐有了秩序，诞生了灵气，人族和妖族顺势崛起。第一次大劫虽然已经结束，但它的影响还在。光门的出现告诉幸存下来的生灵一件事，天道是可以取代的。但和神魔时代不同的是，后世之人想要成为天道，只有晋升超品。但晋升超品之后，该如何取代天道，无人得知，直到很多年后道尊的出现。这是一个开天辟地以来资质能排前3甲的人物，不知道道尊巅峰时期遇上如圣会怎么样。许七安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可惜2位超品没有生存在同一时代。虽然佛陀是道尊的人宗分身，但显然并不算真正的道尊。道尊晋升超品之后，开始摸索取代天道的方法，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必然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此事凶险，纵使是他也不敢说一定可以全身而退。于是一气化三清之术便诞生了。许七安听到这里，过往的诸多线索豁然贯通，带来战栗般的体验。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有插话，耐心听着坚正说下去。道尊参考神魔救世，悟出一个办法，既然神魔是天地规则所化，所以能取代天道，成为天道，那么人族为何不能效仿神魔，把自己变成天地法则的一部分？坚正刚说完，九尾天狐喃喃道，天宗心法太上忘情。坚正点头，没错，天宗的太上忘情，天人合一，本就是道尊为了效仿神魔，取代天道而创立的心法。九尾狐叹息道，但他失败了。坚正摇着头道，他既成功了，也失败了。成功在于他确实融入了天道，成为了天地法则的一部分，就如当年神魔一般。失败在于天地演化到第3阶段，早已不适用神魔那一套，他如当年的神魔一样，化作了天地法则的一部分。太上忘情的路子走不通，道尊转而把目光投向香火神道，这一点你们可以理解吧？许七安吐出一口气，语气低沉。香火神道炼化山川地脉之力，在自己的地盘里堪称无敌，不死不灭。道尊认为，只要将9州天地炼化，他就能以这样的方式取代天道。就拿坚正举例，大凤不死，他便不灭，远古神魔荒都拿他没办法。那么如果把整个9州都炼化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就成了天道？这确实是值得尝试的法子。坚正说道，他把地宗分身当作材料，炼出了法宝地书，元神成为器灵。为了确保的书诞生时能扛过天劫，他提前布局，创出了地宗心法，修功德增福缘，以此抵消天道反噬。但很可惜，地书虽然炼成，他却被抹去了灵智，成为纯粹的器灵，这条路为何是错的？九尾狐问道。坚正笑道，当初的道尊大概也是如你这般，没明白为什么会失败。其实不难理解，香火神道核心是哪2个字？许七安缓缓道，香火。坚正沉声道，香火既是气运，真正的核心是气运。他掠夺山河印，炼成地书，试图通过地书来执掌9州，但却忘了山河印是如何形成的。后来道尊慢慢想明白了，想要取代天道，成为天道，就必须容纳气运。接下来的事你应该知道了。许七安一声，他篡位登基，成为了人间帝王，集气运于一身。结果没想到，气运加身者不得长生。同时许七安忍不住在内心感慨，难怪天地人3宗问题这么大，因为这3条路本来就是错的，是道尊的3次失败尝试。坚正颔首，好在这次总算是走对了，
虽有偏差，但不至于万劫不复。那具人宗分身及时悬崖勒马，退去救身躯，摆脱了不得长生的法则。九尾天狐看了一眼许七安，气运加身者不得长生的话，巫神和佛陀还有荒，为什么还要掠夺气运？许七安摇头道：他们只是掠夺气运，而非气运加身。容纳气运的路子，天尊的人宗分身已经尝试过了，走不通。只不过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能摆弄气运的只有术士，就算是超品，也不可能掌控不属于自身体系的能力吧？许七安先是皱眉，继而眼睛一亮，我明白了，开宗立派，凝聚香火，把自身和教派融合为一，便可掌控气运，却又不用气运加身，本质上还是香火神道那条路子。这和儒家体系完全不同，儒家体系的修行方式是与气运融合，所以儒圣没能逃过不得长生的天地法则。当然，以儒圣的性子，未必就想长生，因为在儒家的理念里，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非寿元。坚正说道：天地演化至今，气运至关重要，气运归于人族，人族便是九州天地的主人。超频想要成为天道，就必须掠夺气运。你可以把气运当成凭证，成为天道的凭证，这亦是天地法则。许七安神色一下子复杂起来，所以你培养我当守门人，是因为我得了气运无法长生，失去了进逐天道的机会。九尾狐觉得这就是真相了，岂料坚正摇了摇头，选你当守门人，是因为你走的是武夫体系。说到这里，坚正露出了意味深长又无比戏谑的表情。你应该有看过我留在司天监的手札吧？许七安福至心灵，那本如何晋升半部武神的书。坚正凝视着他，笑道：还记得开篇第一句话吗？天下体系跳出三界外，身在五行中，为武者身在三界内，不在五行中。许七安心里喃喃重复了几遍，身躯猛地一颤，梦一般的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想起了当初宋清对这句话的阐释。九尾狐看了看坚正，又看了看许七安，选择问后者：怎么说？许七安没搭理他。坚正笑道：各大体系都能借天地之力运用五行，唯武夫不与外界交互，自成天地。武夫体系是唯一不会取代天道的体系。银发妖姬不由得想起神魔岛中坚正对荒说的那句话，守门人只能出于武夫体系。原来是这样，他恍然道。这时候许七安捏了捏眉心，颓然叹息，我以为武神能杀超品，武夫体系是个大体系中最强体系，谁想武神就是个门卫。整个世界都在儒武，天地法则也在儒武。吐槽之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既然武夫的存在是为了守门，那么必然有超品不能成为天道的原因吧。阿兰陀，无法估量的信徒盘坐在平原，双手合十，虔诚的诵经祈祷，天地间梵音阵阵。九天之下，一道神圣威严的佛光投下，照射在阿兰陀山峰。山巅缓缓浮现一轮金色大日，这轮烈日散发宏大煊赫的光芒，照彻此方天地的每一处角落。紧接着，一道低眉盘坐的身影浮现，脑后是一轮象征着智慧的绚丽光轮，大智慧法香。两道法香凝成后便没了动静，但伴随着梵音回荡，祈祷声中信徒身上浮现出碎金般的光芒，星星点点朝着阿兰陀山峰汇聚。这些细碎的佛光于大日轮回法相右侧凝聚成一道面目慈悲、至仁至爱的法香。接着更多的法香凝聚而成，大轮回法相、不动明王法香、金刚法香、无色琉璃法香、行者法香、药师法香。谁都没有注意到阿兰陀的背面，一双没有睫毛的巨大的双眼缓缓睁开。